大坏蛋就在前院，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走，哥哥带你去帮娘亲报仇，让大坏蛋瞧瞧我们的厉害。好。真的要好好谢谢那位纯姐姐。我不过三言两语描述了一下韩王杀过多少人，手上染过多少血，就吓破了他的胆。若不是那个蠢货闹腾着就喜欢什么君子书生，导致修国公府理亏，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今天？有刺客，保护王爷！这是什么呀？该不会有毒吧？王爷，要害就害我，别伤害王爷！王爷，衣冠探明无毒，只是一种特殊的染料。后院西南10丈处，立刻将刺客捉拿。怎么回事？难道这闹事者武艺高强，已经逃走了？也是，能够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守卫，进入这王府后院，必定是一流高手。闹事者跑掉了。回王爷，人没跑，已经捉拿归案了。把人押上来。王爷，押不上来，倒是可以抱上来。抱上来。放开我哥哥，不然周周就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了。你们做事一人当，绣崩是我放的，你们放开我妹妹。一多欺少，一大欺小，你们算什么好汉呢？妹妹不怕，娘亲说过，邪不胜正。没错，大坏蛋，我们不怕你。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哪家的孩子？为何前来韩王府调皮捣蛋呢？哼，周周凭什么把名字告诉你这个大坏蛋？原来叫周周啊，那你哥叫什么？周周才不告诉你。啊，让本王想想，你是妹妹叫周周，那你哥哥叫范范？才不是，我哥哥叫八宝。原来是八宝和周周。妹妹，你把名字都说了呀？哥哥，我不是故意的。男人的事情我们男人来解决，不要为难我妹妹。大坏蛋打小孩了！大坏蛋欺负我哥哥！周周和你拼了！周人头好疼！你们，八宝的肠子断了！周的脑子坏了！诸位，这俩孩子可有谁认识？别哭了，你们爹爹是哪个？说清楚，本王也好把你们送出去。可怜宝宝，时运不济，无良爹爹狠心抛弃，剩下娘儿仨，命途多舛，发霉米饭3人1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憨皮爹爹是何东西？哥哥，这次押上月了吗？押上了，换成感叹句更能表现我们的愤怒。哦，好，憨皮爹爹不是东西。这可真是对活宝啊！哎，别说，对账还挺公正的。诸位宾客，今日出了些变故，让诸位受惊，是本王的过失。回头备下礼物，以表歉意。殿下说笑了，小孩子玩闹而已嘛。我等先行告辞了。王爷，本王还有事要处理呢，今晚住书房，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吧。嬷嬷，去查一查那2个小畜生的身份。哥哥，周周现在好高啊！被抱着就这么惊奇，这平日里他们爹爹都不会抱着他们玩耍吗？说说吧，你们到底如何进的韩王府？为什么要在本王的婚礼上捣乱呢？叔叔，我们2个错了，给你道歉，你原谅我们好不好？道个歉就完了？叔叔，这是八宝和妹妹最喜欢的糕点了，送给叔叔当赔礼。叔叔，你怎么不吃啊？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吗？现在可以说了吗？叔叔，数到3就告诉你哦。3、2、1。八宝粥，娘亲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出门辛苦了，八
爸宝好想你啊，比心。哥哥说的对，我们好想你的，哎呀，这是谁家的脏宝宝？娘亲，我们错了，爸宝不该带着妹妹玩颜料，还弄得满身都是。娘亲仔细看看，是娘亲家的宝宝啊。不可能，我们家的是2个香宝宝，才不是2个绿乎乎的臭宝宝。香的香的，娘亲，现在是臭宝宝，但洗洗还能要。调皮鬼，娘亲这2日事情忙，需要经常外出，你们就趁着娘亲不在捣乱是吧？现在娘亲很生气，你们说说，是先打孩子还是先洗孩子？娘亲，周周建议边打边洗，双倍效率。妹妹，这个时候就不要追求效率了吧？啊，可是周周都说了。娘亲，要不你再问一遍？主子，穆侧妃的侍女前来禀报，说侧妃晕过去了。怎么回事？侍女说，穆侧妃脸上沾染的绿色染料根本洗不掉。去瞧瞧。摄影，你有没有感觉？主子，您的额头上好大一个王八。本王自己走走，你们不必跟着。娘亲，周周认输了，我们不玩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了。周周想吃万果，吃完要仔细刷牙。娘亲，这里住着的只有慕云兰，那俩孩子喊她娘亲，还有万果，那是最近2年刚从百越那边传过来的，宫里都不常见，她怎么会有的？娘亲，你也吃。你们吃，娘亲不吃。娘亲不吃，八宝也不吃了。吃吧，娘亲是大人了。节省果子给孩子，还算是大人，当然要吃个大的。娘亲坏，绝交1秒钟。好了，你们去床上等娘亲沐浴完，就去给你们讲睡前故事。娘亲，今天讲什么故事？该讲哪个了？娘亲之前讲了小红帽暴打大灰狼，美人鱼逆袭当海王，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现在该讲灰姑娘修仙战后娘了。好，一会儿给你编，给你讲。八宝呢？八宝不听故事。娘亲，我觉得你之前给我那本《大周朝律法大全》很有意思，八宝还在研究。你看完了？娘亲，八宝已经有了些想法，等我总结好了再告诉娘亲。采花贼，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功夫再屌一砖撂倒。小贼，你来错地方了。你不认识我？看来还是个名声在外的。胡闹！你给我吃了什么？东土子，别动，有刺客。孩子，放开我！周周要去找娘亲！大坏蛋，放开我！再不放开咬死你！娘亲，快救我！周周和哥哥被大坏蛋抓住了！多谢大侠出手相救，现在没事了。孩子们，到娘亲这里来。大坏蛋欺负娘亲，还要杀周周和哥哥！哼！我没有。娘亲，大坏蛋怎么了？没事，娘亲用了点药。娘亲，他是大坏蛋，我们把他绑了，然后写信给韩王府，不给银子就撕票。韩王府？娘亲，哥哥说的对，我们把大坏蛋卖钱，然后拿着钱离开，花花花，买买买。娘亲，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走吗？宝贝啊，你这一嗓子，我们直接暴露了。原来是韩王殿下，殿下新婚燕尔，理应陪伴美娇娘春宵千金才是，怎么有功夫贵足踏贱地来我这西院了？解药，你我夫妻的确是不熟，以后慢慢的就熟了。
娘亲和大坏蛋在玩什么？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吗？大坏蛋你输了，娘亲才是最棒的。穆云兰，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他们，介绍一下，八宝和周周，我的孩子。你的？是。你该知道本王问的是什么，他们的父亲是谁？我说是你的，王爷信吗？本王不信。那就不是，他们的爹过世了，如今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你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这样的话来？说他是亲爹不行，说不是也不行，这韩王怎么这么难伺候？这些年我一直安安稳稳地待在西院，按照王爷所愿，再没有出现在人前，如今却突然遭遇刺杀，王爷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主子，您在里面吗？本王派人清理院子，刺客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好。娘亲不伤心，周周陪着你。娘亲，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听话，出了西院，才会有坏人过来要杀我们呢？你们出了西院？娘亲，大坏蛋要娶别人，还一直关着娘亲。八宝和妹妹想帮娘亲报仇。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听到了，墙那边有人说大坏蛋要娶新娘子。不是，娘亲是说大坏蛋是你们爹爹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了。娘亲，婆婆之前说过，八宝记得。娘亲还是不要骗我们，是娃娃树上摘下来的了。以后不要叫他大坏蛋了，娘亲和他已经分开，他想娶谁就可以娶谁，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娘亲，你不开心吗？没有，娘亲只是和你们说明白，虽然以后没有爹爹，但是娘亲会加倍爱你们的。娘亲，我和妹妹不需要爹爹，如果娘亲需要的话，八宝帮娘亲找几个。啊？娘亲不需要。娘亲，你不用不好意思，别人的娘亲有的，你也必须有，还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等我们离开这里，八宝帮娘亲找。唉，男人，男人有毒药好玩吗？好了，睡觉。娘亲，要请灰姑娘修仙战候鸟。派人围了西院，任何人不准进出。是，主子，您的头。重新检查王府，把全部的砖头都给扔了，包括西院。是，破案了，主子头上的伤是砖头拍的。刺客查得怎么样了？主子，刺客有2批，1批8个人，除了被主子击毙的2个，剩下的6人全部都咬破毒囊，自尽而亡。另外1批只有2个，身手极差，已经审问过了，是普通人，稍微懂一点拳脚功夫，收了银子去探查西院的情况，并不知道幕后主使。2批，第1批应该是冲着本王来的，后面这2人仔细的审问，把底子查干净，没用之后直接处理掉。是。西院围好了吗？按照主子的吩咐，围了3层，可就是没有找到主子说的出入口。不急，很快就是有人告诉我们了。你们这是？娘亲，周周带了点心、被子、小枕头，还有娘亲做的玩具。八宝带了药，都是药。再遇到坏蛋，要翻他。好，我们现在就走。你还当真是一天一个样啊？我变得再快，也只是表面，哪里比得过王爷？把他们带下去吃东西。大坏蛋，我们才不要吃你的东西！不好好吃饭，本王就打你们娘亲！我们使劲吃，只求你！娘亲，你别怕，我们吃的多多的，心疼死他。娘亲别怕，等着我们。你自己把易容退下来，还是本王来？绳子解开，我自己来。穆云兰，前脚伤了本王，后脚畏罪潜逃，这可就是罪加一等了。楚寒霄，当初你我成亲，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关了我5年不闻不问，外面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韩王妃死了吧？那刺客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刚成亲就有人去杀我们，难道不是为了给新人腾位置？我们岂能不逃走保命？你是王妃，穆锦柔是侧妃，按照规矩，侧妃不可扶正。你少给我胡搅蛮缠。规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王爷都以正妃理智迎娶侧妃了，还会介意再换一次规矩？你做好了？我不会。你匆忙逃走，是本王发现了那俩孩子，所以心虚了是吧？哼，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这个做爹的不合格？我不想让2个孩子认你，所以干脆离得远远的，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你，王爷，穆侧妃来了。哟，送上门的仇人不踩2脚报仇，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你是？几年不见，妹妹这是不认识我了？穆云兰，妹妹，我们都出嫁了，而且姐妹共侍一夫，我为正，你为侧，你应该称呼我一句王妃，还要恭恭敬敬的行礼才是。王爷，希儿不是被封锁着，怎么如今开了？妹妹，当然是因为你了。妹妹初到王府，按照规矩，第2日必须向主母敬茶，才算是正式入门，成为韩王府的一份子。这不，我一大早就来了。王爷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而且你一身男装，这还不是王爷。妹妹别见怪，夫妻之间的情趣嘛，你慢慢就懂了。王爷，按理说我向姐姐敬茶是应该的，只是我入府之前，太后娘娘吩咐过，我是以正气之礼入府，3日后入宫谢恩。太后若是问起来，什么？妹妹，你不是早就喜欢王爷多年了吗？还情根深重，至死不渝的。现在因为这点小事儿，你就不顾夫君的脸面找太后告状？你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韩王府后院不宁，你要让所有人都看韩王府的笑话。我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太后让你以正妃之礼入府，那是她老人家仁慈，你心怀感恩就是了。可不能误解太后的好意。难道太后明着说你是正妃了，把你穆锦柔的身份明着刻入玉牒了？我怎么不信她老人家会违背先皇的意思呢？没有，姐姐不要乱说。那你是不是侧妃？我是。这茶你该不该敬？我敬。姐姐，请喝茶。啊！姐姐，你从前就不喜欢我，如今我们都入了王府，你就算不满，也不用这么琢磨我吧。王爷，我好晕啊，许是昨天太累了，才没有端稳茶盏，都怪你。昨晚太累，妹妹，怪我不好，这茶就当你敬过了。王爷，妹妹衣衫湿了，不如让她回去吧，换身衣服，免得着凉了。我们接着说刚刚的事情，你觉得呢？好，来人，送穆侧妃回房。这个狐妹子，等着瞧！等等，妹妹带来的食盒就留下吧，我和王爷还没有吃饭呢，正好尝尝你的手艺。放心，我会照顾好王爷，让他好好吃饭的。说吧，2个孩子的生父是谁？王爷，人生短短几十载，何必那么较真呢？你要是喜欢，我让八宝和周周叫你爹；你要是不喜欢，我带着他们远远的走，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如何？你敢耍本王？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我说你是亲爹，你不信；我说你不是，你也不信。要不王爷仔细想一想，究竟想要什么答案？你想好了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我都可以说给你听。来人，把韩王妃丢回西院。啊，不用丢，我自己走。八宝和周周呢？我们一起走，不碍夫君的眼。本王只说过让你回去，可没说八宝和周周。你要扣押我的孩子？你不是说他们是本王的孩子吗？本王把他们留下来，提前培养感情。孩子怎能离开母亲呢？由不得你。来人，送王妃回去。主子，那2位小祖宗已经快把房顶都掀了，您快去瞧瞧吧。神呢？懒醉居
正烤鱼呢。这鱼哪来的？您池塘里养的7品红顶虎头。池塘那么大，他们怎么捞上来的？小公子他往水里扔了超级无敌爆辣球球弹，鱼受不了，自己跳出来的。叔叔，请你吃鱼。叔叔，鱼快烤好了哦。爸爸和妹妹不能光吃叔叔的东西，我们也要回报叔叔。当当，正宗萌宝牌爱心烤鱼。这是烤鱼？叔叔，你没见过吗？烤鱼可好吃了，你快尝尝。烤鱼见过，只是没见过蓝色的烤鱼。侧妃打听清楚了，您走了之后，王妃在书房逗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除此之外，奴婢还打听到一个重大消息。什么？在婚礼上闹事的那2个孩子，叫王妃娘亲。你确定？奴婢亲眼见到瑞影带着他们前去王爷的揽翠居，他们居然喊着要回西院找娘亲。您想想，西院除了王妃还有别人？那2个孩子是王爷的？不对，德妃盼孙子快盼疯了，说那2个孩子真是王爷的血脉，不可能被关在西院至今。但是德妃就不会答应，那肯定是2个小野种。嬷嬷，你去办件事情。主子，这狗是太后娘娘的。小姐，你在哪儿？主子，太后娘娘的爱宠之前生了病，什么东西都不肯吃，却在见到穆侧妃之后，对她极为喜欢，只能吃得下她亲手做的东西。太后爱惜她，就让穆侧妃将狗带出宫来养上几日，调养好了再送回去。奴婢见过王爷。穆侧妃呢？侧妃娘娘身体不适，回到院子就歇下了。奴婢奉命带着小金出来遛弯消食，却不想她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直接跑掉了。哥哥，她是疯了吗？好像也不是全疯，不过也快了。2位还请不要乱说话。小金可是太后娘娘的爱犬，侧妃精心照顾着，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疯了呢？哼，哥哥才不会乱说，他看东西可准了。妹妹不气，不理他。既然是皇祖母的爱犬，身为侍女看管不到，拖下去，杖责30。这狗给穆侧妃送回去，告诉她，要是照看不好皇祖母的宠物，就尽早送走，别给韩王府招祸。是。刚才吓到了吗？哼，周周不怕，周周有的是力气。坏狗狗咬我，周周就打它。叔叔，你的牙齿怎么了？张嘴啊！大坏蛋中招了，好气！妹妹，快说说你的厉害之处，让大坏蛋瞧瞧。大坏蛋，告诉你，本周周的厨艺得到娘亲郑重认可，周周出征，寸草不生。没错，妹妹超厉害的。你们在胡闹什么呀？怎么了？坏蛋，欺负娘亲，欺负周周，欺负哥哥。不是，我那刚才王爷怎么能凶小孩呢？太不应该了。怎么了？宣太医，去太医，他们打嗝。公子小姐，瞧瞧这是什么？我给你们诊诊脉，然后这糖做奖励好不好啊？王爷，您在外间稍等，我先帮2个孩子瞧瞧。好。怎样了？王爷放心，2位小主子只是略微受了些惊吓，不碍事的。不过什么？小姐没什么事，身体康健得很。公子的情况就复杂多了，他有先天不足之症，心肺极为脆弱，按照常理应该活不过2岁的。王爷莫慌，小公子福气深厚，德育神医，已经被调养得好了大半，今后只需要精心照顾，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不过还是要多加注意，不可情绪太过激动，更不可受到巨大的惊吓。怪我？王爷，您说话怎么了？我没事儿。我大坏
对不起。还有哥哥呢，我们2个人，你要说2声对不起，我们才可以都原谅你。对不起啊。哼，娘亲呢？我们想娘亲了。西苑，你们吃饭，晚上送你们回去。说话算话吗？算。那拉钩啊？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好了，我们盖章了。说话不算话，要变成小狗的。好，不用我喂吗？不用，我们很厉害的。可惜了。主子，洛城那边又有几个人被押送了过来，现在已经关入了大牢。前去调查的2位幕僚也已经归来，在前院求见。我忙完了，陪你们。坏蛋叔叔拜拜。保护好了孩子。是，王爷恕罪。拖下去。主子，寇结巴他是真的结巴，不是有意冒犯主子的。王爷勇敢做自己。拖下去。看大门。是。大坏蛋不守信用，要变小狗。小姐你怎么了？快来人！小姐被害死了！坏狗狗死掉了！你们2个坏孩子，竟然害死了太后娘娘的狗！来人，把这2个小畜生绑了！你们没有听到本侧妃的话。属下不敢。那还不快把2个小畜生抓起来！这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如今被害死，太后必定追责。你们不捉拿凶手，定会被一并问罪。看来本侧妃是指挥不动你们了。好，那就不劳你们动手。车华春景，去把那2个小畜生绑了，放肆！你们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侧妃？我乃太后赐婚，是韩王府正正经经的女主人。你们公然违抗我的命令，信不信我立刻就让王爷处置了你们？谁？好妹妹，是我，你的王妃姐姐呀。妹妹，看来上次敬茶没有教会你妾室的规矩。慕云兰，你……妹妹，你称呼我什么？王妃姐姐，我好歹也是侧妃，你怎么能直接对我动手？你都叫我王妃姐姐了，还没明白我为什么会动手吗？那我细致的给你说一说。1，从礼义来说，我是韩王妃，我为正妻，你为妾室，我教训你，那是你的福气。2，从情义来看，我是修国公府嫡女，你是庶出，嫡出的姐姐教导庶出的妹妹，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于情于理，我对你动手，那都是看得起你，你都该感恩戴德的受着。我是太后赐婚。没错，正因为你是太后赐婚，是我的好妹妹，姐姐心疼你，所以才亲自动手教导，没有让下人来。妹妹自小就乖巧，必是懂我的苦心的，然后牢记这次教导。我说的对吗？妾刚刚一时情急，请王妃姐姐见谅。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太后娘娘的爱宠被这2个孩子害死了。王妃姐姐说说该怎么办吧。哎呦，乖宝宝，快到娘亲这里来，娘亲要抱抱。娘亲，周周好想你，周周已经1整天没有见到娘亲了。王妃姐姐，这2个孩子叫你娘亲？天哪，王府什么时候有了小主子？王爷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你也知道八宝和周周是小主子，主子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必要和你一个妾室讲。王妃姐姐，王爷的子嗣都是要上玉蝶的，没有上过玉蝶的孩子，那就是不受皇室承认的野种。王爷知道你私自把这2个小野种当成他的子嗣，意图混淆皇室血脉吗？住口！妾身见过王爷，王爷，小姐被害死了，这可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啊！如今，王爷，狗嘴角有呕吐的血迹，血迹发黑，略有异味，明显是中毒而亡啊！毒？是。回禀王爷，小姐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记录在册，绝对没有含毒的，唯独什么？不要吞吞吐吐的，快说！小姐傍晚的时候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嘴里叼了块蓝色的东西，奴婢抢夺不及，她就吃下去了。
似乎是烤鱼，奴婢只捡到一点渣渣。这烤鱼不是小主子们做了给王爷吃的吗？吃了顶多也就是口吃，怎么就能毒死狗了？王爷，烤鱼之中含有砒霜啊！哇，周周做烤鱼的时候没有加砒霜呀？你承认了，烤鱼是你做的，难怪了，小金之前调皮，差点伤到了你，所以你们怀恨在心，故意杀了小金。周周才没有。我们做的烤鱼是给叔叔吃的。什么？给王爷？哼，如此说来，你们不仅毒害了太后娘娘的爱宠，竟然还想着刺杀王爷。不是，你胡说。你们两个不过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心思。那么，王妃姐姐，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妹妹是想说，我指使2个孩子刺杀夫君。这2个孩子瞧着也就3岁吧，总不能是他们自己对王爷动了杀心吧？哼，姐姐真是好算计，知道王爷心善，不会对2个小孩子防备，就先是让他们闹事，毁了我和王爷的婚礼，故意接近王爷之后，指使他们趁机下毒谋害。我没有，这是好宝宝，这没有。坏巫婆，诬陷我们！爸爸不气，清者自清，娘亲会证明我们的清白的。我哥哥，王爷，您瞧瞧王妃姐姐，王爷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介意2个小野种的身份？穆锦柔，你什么时候有千里眼的能耐了？王妃姐姐说什么呢？什么千里眼？你一会儿说我指使2个孩子闹事儿，毁了你的婚礼，一会儿说我指使他们刺杀王爷，图谋不轨。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必定是有千里眼，隔着院子就能看到了呗。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妹妹这能力实在是好棒啊！以后王爷再上战场，把她带着探查敌情，岂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啊？王妃姐姐，你别胡说，我没那本事。你没有千里眼，那怎么说的好像你亲眼看到我指使孩子作恶了一般？穆锦柔，我把你当妹妹，你凭空诬陷我们娘仨？当然不是，2个孩子闹事是事实，小金死了也是事实。八宝和周周身为王爷血脉，在自己家里玩耍着闹事儿，玩闹过度，你大可以告诉我和王爷，我们自会教导处罚，而不是怀恨在心，指着2个3岁的孩子揣度他们有多恶毒。婚礼仪式确认了，那么小金呢？他被毒死，总算是事实吧？小金的确是被毒死了，必须要仔仔细细的调查清楚。刚刚那个开口举证的侍女，你叫什么？奴婢春花。春花是吧？是你发现了小金吞吃了烤鱼？是。可有其他人看到？没有了。你旁边那个侍女没有看到？没有接触过小金吗？奴婢春景当时在照顾侧妃，并未看到，也没有接触过小金。王爷，你都听到了？啊！你们提着灯笼的都退远些。那是什么？蓝色的光？哇，是蓝花花，亮晶晶的，超漂亮的。妹妹在诬陷我之前，没有让人仔细检查那只烤鱼吧？周周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做烤鱼的时候在上面撒了夜光粉，只要接触，必留痕迹。那个叫春景的侍女，你不是没有接触过小金吗？你手上的夜光粉是怎么来的？奴婢，瞧瞧这满手的夜光粉，没少接触烤鱼吧？拿着烤鱼硬是往狗嘴里塞了。奴婢没有。天地万物皆有灵，这小狗被害死了，也会化成冤魂，找人追魂索命。鬼啊！主子，快走！冤有头债有主，这小狗要索命，也是找害死他的人，我们怕什么？不要管啊！别找我索命，别找我！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是侧妃。贱婢，是你们害死了小金。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不就是平日里调皮咬过你们2口，你们就对他下杀手吗？你们不要命，也该想想自己的家人。杀害太后爱宠，你们全家的贱命够赔偿吗？奴婢们知罪。王爷，妾身有罪，妾身教导不严，竟然让侍女生出了恶毒心思，害了小金不说，还差点误会王妃娘娘和2个孩子，妾身甘愿领罚。妹妹，如今你已经是韩王府的侧妃了，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王府的脸面，今日竟然还做出诬陷本王妃和小主子的事情，我这个做姐姐的若不罚你，
不让你长教训，那才是真正的害了你。王妃姐姐，妾知错了，不管王妃如何惩罚，妾都认了。第一，你之前口出狂言，无视本王妃，大胆的自称是王府的女主人，该掌嘴20下。第二，你污蔑本王妃和小主子的清白，该杖责20。第三，你的侍女害死了太后的爱宠，你有管教不严之责，也该杖责20。数罪并罚，就掌嘴20，杖责40。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如今因为你的侍女亡故，你该抄写佛经100卷，帮小金超度，也算是对太后娘娘有个交代。另外，春花春景2人立刻关押，仔细审问，为防止王府之中还有如他们2个这般心思不正之人，彻查所有下人，一旦有任何不妥当之处，立刻逐出府去。夫君，我这般处置，你可赞同？啊，王爷，王妃姐姐教训的事，妾御下不严，让王爷担忧了。今后一定严格约束下人，再不让王爷为难。另外，这2个孩子，乔这有3岁了吧？孩子过周岁就该上玉蝶才是。啊，妾多嘴了，王妃姐姐必定有自己的计划。我的孩子就不劳烦妹妹费心了。来人，请穆侧妃领罚。等等，小金可怜，将她送到王爷的院子里，仔细梳洗一番，准备一副小棺材，找个风水宝地埋葬才是。王爷，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我先带他们回西院了。跟上。周周，这是干什么？笨笨叔叔，你之前问过好几次了，周周在完成任务。你娘亲和你说什么呢？这个不能说。肯定是让你调皮捣蛋吧？啊？才不是，娘亲明明是让我盯着你。哎呀，妹妹又暴露了。盯着你啊！上他爹，上他爹！谁能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丁丁娃呢？乖宝宝，别怕，我是你们的叔叔。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盯着，虽然有人贩子坏蛋，但是周周盯着你呢。嗷嗷！三哥，你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瑞影，安王殿下，您快起来！大闺女大儿子，好白好漂亮的大宝贝。嗷！三哥，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哥哥，这个人好像是吃小孩的大灰狼。妹妹，可以把好像去掉。别闹，会吓着爸爸和周周的。别怕，宝贝们，我不是大灰狼，我是你们的四叔哟，就是你们爹爹的亲兄弟。四叔带你们出去玩，买糖吃好不好？出去玩？真的可以出府吗？爸宝和妹妹都没有出去过，外面好玩吗？今日天色晚，你们如果想出去的话，明天我带你们去，好不好？大宝贝们，你们刚刚不是还想出去吗？娘亲说可以才能出去。娘亲？哦，暮云，四弟，那个四嫂，我口误。那个三哥，这2日你新婚没有上朝，朝堂上因为你的事情都吵翻天了。因为赈灾银两贪墨的案子。不是案子，是你的后院，很多人都在议论，说你堂堂韩王给别人养了孩子，还说慕云兰给你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大闺女，谁能拒绝这样一个大闺女？三哥，你把孩子给我养吧，我不怕朝堂议论，更不怕父皇责罚。想得美。三哥，那今晚我不走了，我要和宝宝们一起睡。一起睡。三哥，你别这么小气啊，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三哥，你别踹人啊，我错了错了。瑞影，送安王殿下出府。让我走也可以，至少让我抱抱八宝和周周。三哥，求你了。送客。三哥，你好冷酷，好无情，好让我崇拜和喜欢。那说好了，明天出府玩。三哥，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和孩子们，一应花销我全部报销。娘亲，娘亲，八宝好想你哦。周周也想，和哥哥一样想的那么多。娘亲也想八宝和周周。娘亲，周周完成任务了，一直在盯着大坏蛋呢，就这么狠狠的盯。好，周周任务完成的很棒，现在可以玩耍了。下次有任务，组织会主动找你的。收到。不是忙着装修西院，找本王什么事？我的那些嫁妆，王爷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瑞影，带着王妃好好的看一看这嫁妆。是。西院，王妃的嫁妆理应随着您一起入西院存储，只是当初西院建造的时候并没有库房存在，王府下人不多，西院侧面的房屋就一直空着。
王爷就让人先将您的嫁妆存在了那里，只等着重新改造完了院子，再存进去。只是后来，西院被封禁，我这个王妃也被关了进来，东西都在里面了。这是娘亲，如果八宝是说如果我和妹妹跟着大坏蛋出去玩，娘亲你会不开心吗？啊？出府吗？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四叔叔，他说，娘亲听说过你们口中的四叔，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娘亲，我们可以去吗？可以，不过要带好娘亲给你们的防身药丸。莫云览已经看过他嫁妆了。回主子，王妃已经查验过了。说了什么？王妃的脸色很是不好，吩咐属下将那些箱子都收拾整理出来。箱子？是，王妃说了，那些东西只有箱子最值钱了。主子，时辰不早了，您歇着吧。明日一早，安王殿下还要来接您和小主子们出去玩呢。亲爱的甜心宝贝大乖乖们，四叔来喽！开门，快开门！别躲在里面不出声。三哥，甜心宝贝大乖乖们呢？你是不是把我的大儿子大闺女藏起来了？我告诉你，你这样是极其自私的行为，你这样是要被批判的静静脑子。冷静了。小阴阳，我大儿子大闺女呢？殿下，属下叫瑞影。天色尚早，小主子们应该还在睡着。睡着？房间里除了我三哥的寒气，哪里有我的甜心宝贝大乖乖？小阴阳，你骗我！不敢欺瞒安王殿下，小主子们一会儿就过来了。还有，属下叫瑞影。小阴阳，本王知道了。你说小宝贝们在哪里睡？我亲自去提供温柔叫醒服务。叔叔早上好。早，甜宝贝大乖乖们早啊！一夜不见如隔三秋，来让四叔抱吧。哎呀，这也太可爱了，好萌好乖好可爱，好香好软好像拐啊！娘亲说了，不可以捏捏，不可以哦。哥哥说的对，拒绝捏捏，文明为怪，不然就要吃周周一拳哦。三哥，求求了，你把俩孩子送给我吧，我保证以后他们就是我的亲爹。不是，我就是他们的亲爹。那我们就出发吧。三哥，我的亲三哥，两个不能都给我，给我一个也行啊。我拿我以后生的儿子给你换，两个换一个行不行啊？我想了想，乖乖们这么好，两个换一个，三哥你确实吃亏了。那三个换一个，四个，5个，不能再多了，再多我怕我生不出来啊。三哥，你可以抱着周周，但是不能戳小白人哦，那是娘亲给我做的。大乖乖放心，四叔保证绝对不戳哦。看护好了周周，稳重些，别吓着他了。三哥放心，大闺女少一根汗毛，我给自己剃秃瓢。哎呀，大乖乖，你想吃什么买什么，都告诉四叔。四叔今天带足了银两，多多的。不要，四叔，娘亲给周周和哥哥准备了钱的。周周喜欢吗？喜欢四叔给你买啊。买，这不好吧？必须买。四叔不能买啊？为啥？买孩子触犯了大周朝律法呀。你后院只有四弟妹一个人，你们成亲了3年都没有子嗣，你可想过纳妾？三哥，不是你当初告诉我男儿要专情，不能朝三暮四吗？我娶了明妃一人就足够了，其他的女子再美都不仙女。三哥，我刚刚说错了，男人虽然要专情，但是若有佳人美成这般样子，我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开玩笑的，三哥，娶了明妃我这辈子是知足了。不过三哥，你和后院那位关系那么僵，侧妃也是被逼着纳的，你不考虑再找一个贴心的？三哥，要不我们下去看看？三哥，我看刚刚那位姑娘是去朱颜阁了吧？看来必定出身不俗，只是最近也没听说有哪个高官回京啊，倒是有不少巨富商贾频繁往来。不过看那位姑娘的气度，绝对不是一般人家能孕养出来的。三哥，你是不知道，这朱颜阁虽然开起来只有短短2年，却已经是名声大噪。朱颜阁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朱颜阁专门做女子生意，不许男子入内，所以弟弟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媳妇对朱颜阁推出来的胭脂水粉极为喜爱，小小的几个巴掌大小的盒子，足足花了300两银子。三哥，虽然给我媳妇花钱我不心疼，但是背不住弟弟穷啊，300两银子我1个月俸禄呢。所以
你知道我为什么猜测那姑娘是高官府邸出身了吧？一般人家根本就消费不起朱颜阁的东西。大闺女大儿子，你们乖乖吃点心，吃菜菜啊，我们去就回来。小莹莹，看护好2位小主子。天哪，这是穆掌柜！诸位夫人、小姐，以前不方便，只能披上易容，今日才得以用真容和诸位贵客相见，实在是惭愧。穆掌柜千万别如此客气，你的苦衷我们都明白的。穆掌柜，你现在卸了易容，是不是说明你已经逃离牢笼，彻底得到自由了？我被发现了，怕是短时间内逃不出牢笼了。穆掌柜，你离开不了那个渣男，岂不是性命堪忧？这该怎么办才好？是银子还不够吗？我再办张8888两银子的至尊卡，这样够吗？不是银钱的问题，是我办理牙牌和路引的事情被发现了。现在那个渣男以孩子的安危威胁我不能走。木兰丫头，你说那渣男在哪儿？本夫人去生撕了他。纳兰夫人，是纳兰夫人，见过纳兰夫人，夫人有礼。你，夫人，木兰，你真好看。夫人和穆掌柜一样，都是1顶1的美人儿。以前总以为诸位贵客生的美，心肠善，如今还要再说一句眼光独到。我知道诸位这么捧着我，肯定是听说我新做好了一批美容丸吧，所以想给我戴个高帽，好让我打折。好吧，诸位成功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见不得美人失望。今天的美容丸1枚只需要100两银子，骨折价。美容丸终于来了，穆掌柜，还是和之前一样，每人7枚吗？是，药材珍贵，只能每个人限购7枚，还请诸位贵客理解。快把我的那份包起来。还有我的。夫人体内的余毒已经全部排出，只需要再服用几剂调养身体的汤药，就彻底恢复了。木兰，多谢你，不然……夫人客气了。我可不是客气。2年前，若不是你，我怕是早已经魂归黄泉了，哪还会有今日？夫人心地善良，自然吉人天相。不说我了，倒是你，真的不用我出手帮忙吗？只要你的夫君不是皇子，其他的任何人，我都能帮你脱离火海。夫人，我自己会想办法的。掌柜，有2个3岁的孩子敲响了后门，说要进来找娘亲，名字叫八宝和周周。娘亲，怎么了？在外面玩的不开心吗？不是开心，可是看到娘亲就觉得好想你哦。娘亲，八宝也好想你。娘亲也很想2个宝贝啊。宝贝们今天很勇敢，没有娘亲的陪伴也过得很开心，非常棒。娘亲，叔叔和爹爹还要拐卖孩子呢，八宝打消了他们危险的想法。周周吃了3块点心，也有多多喝水。那今天八宝和周周表现的都很棒，回到家里每人奖励1朵小红花。三哥，就这么让他们进去吗？我的心肝宝贝大乖乖们，那么可爱那么萌，这万一被人捡去了，保准没人还回来。不行，我得进去把八宝和周周救出来。没事。夫人，我一时情急让你见笑了。好乖，好萌，好可爱。夫人，漂亮阿姨好。你们好。夫人，这是我的孩子八宝和周周。好名字。可以抱抱的。啊，抱抱这2个小奶团。哎呦，我不抱孩子好多年了，这该用什么样的力道呀？乖宝贝，拿去花。木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儿子不争气，到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没给我生出个孙子来。看到八宝和周周，我瞬间找到了当祖母的感觉。1点银子，我给宝贝们的见面礼，你可不要拒绝啊，不然我可就真的生气了。那就收下吧。谢谢漂亮阿姨。不用客气，不过不能叫姨姨，我这个年纪应该当你们祖母才是。爹爹的姐妹叫姑姑，爹爹的哥哥叫伯伯，爹爹的弟弟叫叔叔，叔叔的……错了，再来一遍。爹爹，祖母就是爹爹的娘亲。漂亮姨姨，你搞错了，祖母是年纪很大的人啊。我就是年纪很大的人呢，黄土都埋了脖子了。夫人，时辰到了，该回去了。木兰，你别怕，我必定会护着你的。我的毒解了，府里管得严，再想要出来，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我们可以写信，我会派人每隔3日来一次朱颜阁。
你有什么难处一定要告诉我。好，夫人也要多多保重。姨姨，这个可以保护你哦，有坏人就撒在他的脸上。姨姨，发带送给你，可以扎头发哟，很漂亮的。谢谢八宝，谢谢周周。姨姨再见。再见。三哥，刚刚那位夫人怎么那么像德妃娘娘？出来了，出来了！三哥，快，那位姑娘出来了，她还牵着八宝和周周呢。哎呀，肯定是发现两个大乖乖找不到爹爹和叔叔，所以专门送他们出来找人。果真是人美心善的姑娘啊！多谢姑娘将我家晚辈送了回来，我和我家三哥粗心，没有照料好孩子，还好遇到姑娘，不然真的要急坏了。公子客气了。姑娘是初次来上京吗？朱颜阁可是上京最受各家夫人小姐喜欢的地方，姑娘真是好眼光。只是看你两手空空，必定是因为照料我家孩子而耽误了采买东西吧？实在是对不住，三哥，我的好三哥，弟弟都把路铺到你脚下了，快抬脚继续往上走啊！三哥今天怎么有点走神啊？为表谢意和歉意，该我家三哥备下礼物送给姑娘才是，还请姑娘切莫推辞。你家三哥好像不是很想理我。怎么会？姑娘误会了，我三哥只是性格内向罢了。今日天气炎热，我和三哥在旁边的酒楼开了雅间，不知姑娘可否赏光上去一坐？该我们兄弟亲自给姑娘斟茶致谢才是。姑娘，我家三哥一向做得多，说得少，心里必定是感激姑娘的。太过激动，竟忘了向姑娘介绍，我三哥楚寒宵。原来是韩王殿下，久仰大名，失敬失敬。姑娘认识我三哥啊，真是太好了。可否冒昧请教一下姑娘的芳名？慕云兰。哎呀，好名字！原来姑娘叫慕。姑娘，你刚刚说……安王殿下，我说我叫慕云兰。哎呀，太丢脸了！三哥，我耳朵好像瞎了，我得回府去找我家明妃治治啊。那个啥，我先走一步哈。楚景木，三哥，我会照顾好大闺女和大儿子的。你和三嫂好好玩啊。那雅间我包下了。想吃想喝尽管点，弟弟请客，将功赎过。瑞影，带上人跟去保护。是。瑞影带人追了过去，我们先去酒楼雅间等待着吧。好啊，不过王爷刚才说的斟茶道谢的话还算数吗？徐兰，是你吗？是你在里面吗？徐兰，我终于等到你了。你是谁？徐兰，你不用为了保护我故意装作和我不认识的，你我两情相悦，不必顾及旁人。不是我。徐兰别怕，韩王殿下，你贵为亲王，高高在上，利用皇权夺走了我心爱的女子。4年前，云兰就说要与我远走天涯，可是她却被你囚禁，我苦苦等了4年，不会再看着她受苦了。今天，我就要带她走。找死！韩王，我和云兰是真心相爱的，你夺得走她的人，却夺不走她的心。你错，本王还可以夺走你的性命。徐兰，别怕，我把你给我的嫁妆放在了我们4年前约定的老地方，你记得。别杀他！你再说一遍。你不能杀他，楚寒宵，人死了，他说的话就彻底变成真的了。你冷静一点。徐兰，我就知道你爱我，为了保护我，你竟然不惜和他虚与委蛇。我不怕死，为了你我的爱情，我身死又何妨？闭嘴吧你！徐兰，你宋听雨是吧？徐兰，我知道你都是被逼得没办法，故意演戏给韩王看，你都是为了救我，都是为了我好。王爷，4年前我的确想要逃婚，不过只是因为不喜欢被安排好的下半生，不想一辈子被困于后院，只能在四四方方的牢笼之中生活，所以才编出了喜欢君子书生的谎话。眼前这个宋听雨我的确认识，不过不是因为和他有奸情，而是因为这人是个骗子。骗子？当初我想逃婚，便计划留下一部分嫁妆当盘缠。当时国公府上下对我看得严，我只能委托穆锦柔来办。可惜穆锦柔也不能出府，所以帮我找了宋听雨。不是的。别急，一会儿有你说话的机会。弱鸡！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嫁妆交给了宋听雨，又给了筹监，让他帮我运输管理，只等着我离开王府之后再去取。哼，却不想这弱鸡竟然向国公府泄露了我要离开的消息，然后仗着我不敢声张，私吞了我的嫁妆。不是的。王爷，这宋听雨不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今日正好，4年前的事情也该一一解决了。本王信你。
借王爷一个跑得快的护卫一用，到顺天府报个案。云兰，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4年前，你我两情相悦，倾心相许，还约定了乘船私奔。如今你竟然说我是骗子，彻底否认了我们的过去。乘船？亏我对你念念不忘，亏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惊喜？不错，你曾经说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河灯，所以我为你准备了满盒璀璨。万万没想到，君心不改，妾意已决。你好狠的心呢，玉兰，你就别再说气话了。当初没有带你走，我心中悔恨了4年。如今我们不能再错过了。你给我的所有的东西，我都在好好的保存着，一丝一毫不敢损毁。除了你骗走的嫁妆，我怎么不知道还给你留了东西？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妾身见过王爷。王嬷嬷，你这又是为何？大小姐，您出嫁之后，宋公子一直浑浑噩噩，在街上撞见了老奴，老奴看他可怜，就劝说他要振作。宋公子知道老奴随着二小姐入了韩王府，就追问大小姐您的近况。老奴只能说您安心在西院休养。宋公子心疼您，这才按捺不住，计划着带您离开王府，成就4年前未尽的姻缘。分明就是孽缘！我一往情深，却换来无情辜负。上天，你为何不公？何其残忍呐！府尹大人，不知道诬陷亲王正妃是何等的罪名？轻者流放千里，重者拔舌砍头。刚刚他们的话，府尹大人可都听到了？是，已经听到。你说我们4年前定情，可有信物？有，你亲笔给我写了信，我一直贴身带着。府尹大人，您瞧，这是慕云兰亲手所写。这自己下官也看不出什么，这只能……大人，王妃姐姐的字迹我最熟悉了，我来看看吧。这应当不是姐姐所写。穆侧妃，你怎么能包庇你的姐姐呢？我没有，我只是……老身来看看如何？是君老夫人。老身做这个见证，不知韩王和府尹大人可相信？老夫人可以做见证，还我王妃清白，韩萧感激不尽。好，信拿来吧。这信不是韩王妃所写。不可能，我的意思是，事关重大，总是要调查清楚，有凭有据才好。从前并不知道居老夫人和王妃姐姐相识，怎么就识得她的字迹呢？你是？我是韩王新娶的侧妃。老身敢开口保证，自然是有凭有据。韩王和府尹大人瞧瞧吧，明鹤递过去的是韩王妃帮老身调养身体时开具的药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放肆！大胆刁民，竟然敢污蔑韩王妃！这宋听雨骗了我的嫁妆，如今又回来胡言乱语，继续行骗，还拿出所谓的亲笔信，要往我头上栽一个与人无媒苟合的罪名。这会儿证明了书信是假的，他又花样百出，拿着当初骗走的东西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他今日拿着几封不知道谁写的书信，污蔑我与他有私情，明日就能拿着一块手绢说我与他私相授受。当初我的确动过拒婚的念头，可我为什么不愿意嫁到韩王府？柳姨娘，你和妹妹应该是一清二楚吧？王妃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我一个妾室，平日里见到王妃这位大小姐，从来都是恭恭敬敬，不敢有丝毫逾矩之处。对于王妃的婚事，更是没有插嘴的资格。你拒婚与否，又怎么可能与我一个妾室扯上关系？姨娘不要伤心了，王妃姐姐说什么便是什么，哪里有我们辩驳的余地呢？王妃不愿意继续调查，那便不查了，直接把那宋听雨当成骗子拉下去处置了就是。哼，柳姨娘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若是立马让人把宋听雨处置了，反倒是显得我心虚。既然要查，那就大庭广众之下好好的查个清楚明白。府尹大人，我可否问宋听雨几句话？韩王妃尽管问便是了。第一个问题，你确定船上的东西就是我的嫁妆？没错。好。第二个问题，你确定这些嫁妆是我所赠，为的就是和你私奔，当做盘缠？没错。
如果最后查实这一切都是你的谎言呢？如果我所说的就半句谎话，那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诅咒发誓若是有用的话，何须朝廷律法来约束？若你说谎，那就是诬陷亲王正妃的大罪，逃脱不了律法的制裁。府尹大人，我的话问完了，请您派人上船把东西取下来吧。穆侧妃这是怎么了？瞧这脸色不太好的样子。姨娘，不能。天气闷热，耽误了大家这么长时间，事情也该有个了断了。府尹大人，直接让人将箱子打开吧。住手！妹妹这是做什么？之前你和柳姨娘不是还着急调查清楚真相，还我清白吗？孽障！事到如今，还不快把你当初犯下的错误一五一十的向王爷禀告清楚！王爷，王妃说的没错，那宋听雨的确就是个骗子。柳姨娘，你在胡说什么呢？谁是骗子？说的就是你。王爷，4年前，王妃因为年幼喜好自由，的确是生起过拒婚的念头，也曾想过要离开上京。不是这样的。王妃和锦柔都是性情单纯的好孩子，你故意接近，透露自己有一艘楼船，还说知晓从上京到江南的水路。他们2个深闺小姐哪里懂得人心险恶？王妃是希望得到自由，而锦柔则是想着要帮助自己的姐姐，让她开心，所以就这样将嫁妆交给你，想要借着你的船离开，却不想你直接卷着东西逃走了。你诬陷我，柳姨娘，你这是准备过河拆桥啊！你卷走了那么多东西，却依旧贪心不足，屡次写书信来威胁，让锦柔给你银钱，否则就污蔑王妃和你有私情。锦柔为了维护自己的姐姐，便答应将嫁妆给你一些，让你彻底离开京城。可她哪里知道，你就是条喂不饱的狗！贱人，你放屁！你王爷，我这次带锦柔过来，就是想向王爷和王妃认错，不再纵容包庇宋清雨这个恶毒小人。你的意思是，4年前王妃拒婚，并不是因为和这个宋听雨有私情？是。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着王妃澄清呢？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姨娘，人微言轻，平日连府门都出不得，哪里会有开口的机会？那楼船上抬下来的这些东西，是宋听雨胁迫锦柔不得不给他的。当初我被诬陷，百口莫辩，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宋听雨，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柳氏，你这个贱人，当初是你找到我，让我去勾引韩王妃的，还说让我尝尝世家贵女的滋味，是你们看不惯韩王妃，想要毁她清白，要她性命。韩王殿下，我和韩王妃清清白白，面都没有见过，一切都是柳氏那个贱人的诡计。宋清雨，事到临头你就胡乱攀咬，你可有证据？姨娘，侧妃，王嬷嬷，你太让我失望了。从你刚刚开口污蔑韩王妃开始，我就知道你和那个宋清雨就是一伙的。不是。我刚才没有出声，就是想看看你和宋清雨还能搞出什么把戏。王爷、王妃，这刁奴罪大恶极，勾结宋清雨，里应外合，算计王妃和锦柔的嫁妆。2位不必给他留丝毫颜面，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了。将他带回王府，暂且关入芳妃院。汉王殿下，这宋听雨，王妃之前说了，诅咒发誓无用，朝廷自有律法。本王相信府尹大人会秉公处置的。是，本官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大人，穆侧妃的嫁妆这宋听雨还没有来得及运走，可我的却已经4年不知所踪，还望大人帮我调查清楚，感激不尽。韩王妃放心，下官一定尽心尽力。那这些东西，既然是王府之物，自然应该由王爷和王妃带回。四叔可好了，还带我们去看他的宝剑和飞刀呢，那么大。四叔有好多书，他答应都送给我。我也有宝剑和飞刀，书也很多的。四叔还答应明天再带我们出去玩，嘿嘿。四叔明天还来呢。我明天不上朝，也可以带你们出去玩。才不要，我们才不跟你这个大坏蛋玩。你对娘亲不好，我们要跟你绝交的。这大冰山竟然也有这般平易近人的样子。娘亲，抱抱。娘亲身上脏，现在回去沐浴换衣服，宝贝们等着娘亲啊。好的。娘亲等你哦。水准备好了，你沐浴吧。
王爷，芳菲院的下人都遣送走了，我想重新招一批人过来。我这边也需要几个侍女来照顾起居。若是有侍女在，烧水这样的小事就不用王爷亲自动手了。你看着安排，那水还有些烫，自个儿再加一些凉的。我出去等你。王爷，还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吗？没什么，就是想提醒你一下，今日你在外露面时闹出了很大动静，怕用不了多久，母妃那边呢就该选我们进宫。主子，王嬷嬷还剩下一口气，请了屈大夫下了重要吊命，从他口中审问出了一些东西。确定了王嬷嬷所说的都是真的？属下生怕有假，还专门审问了春花和春景，他们一直跟在穆侧妃身边伺候，对于国公府内发生的事情，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他们的说辞和王嬷嬷相差无几。主子，王嬷嬷伤势太重了，只说了一点消息便咽了气。春花和春景知道的东西极为模糊，并不了解细节，想要彻底调查清楚4年前的事情，只能从国公府那边入手了。下去吧。是。等等，让秦总管选一些侍女入府，要规矩周全，性子安分，又会照顾人的，多选一些，送到王妃那边，让王妃挑选。是。还有，吩咐一下工匠，西院那边呢修缮加快速度，不过不能惊扰王妃和2位小主子休息。是。西院这每个月份例多加1倍，按时给王妃送过去。昨日府中不是新到了一批江南的果子吗？分拣出来送给王妃。是。你怎么还不走啊？啊，属下以为主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这就去。大宝，怎么了？是有什么心事吗？娘亲，大坏蛋不喜欢我们吗？八宝这么小，是楚寒萧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了吗？没有，八宝只是听到别人说大坏蛋会把我们都赶出府去，他不会喜欢娘亲，也不会喜欢我们。大宝，你瞧，我们不仅仅长了耳朵，还有眼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很多事情呢，不能只听别人说，也要自己去看看。娘亲，我懂了，我们不仅仅有眼睛和耳朵，还有聪明的脑袋。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遍。说的真棒，我们要用心、用脑子理智的去分析，然后呢，用心感性的去理解，综合起来才能不被外人左右。娘亲，八宝明白了。哇，是果子！八宝、周周，你们怎么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哇，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奴才参见王妃。王妃啊，王爷吩咐送来一些侍女，请王妃挑选，以后方便办些杂事，供王妃差遣。就他们8个吧。另外，芳菲院那边也要送过去2个人，秦总管看着安排。是。奴婢花间见过主子。你怎么进来的？奴婢关注着王府，见到秦总管一早挑选下人，便上前自荐。秦总管似乎认识奴婢，问都没问就让奴婢跟着一起入府了。江离呢？江离昨晚试探着入府，不过被王府护卫察觉，他让奴婢告诉主子，夜晚西院有10几名暗卫守护。我就知道他没那么简单。柳姨娘伙同宋听雨出手陷害，多亏你和江离的帮忙。主子，这不都是奴婢等人应该做的吗？说起来，还是主子思虑的周全，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主子，您问了3遍了，王妃收下果子了，但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八宝和周周呢？公子在自己的专属房间呢，说是在做什么很厉害的试验，属下不敢擅闯，小姐就在外面水边的凉亭里。周周来了，怎么不喊他进来啊？那个主子，您去瞧瞧就知道了。啊？主子。上钩了！不听话，周周揍你！小姐霸气，小姐威武！周周，叔叔，你看，周周抓的大炮鱼，给娘亲和哥哥炖汤。好，我让人送到膳房，中午炖鱼汤。是不是要找机会让八宝和周周改口叫爹？周周，昨晚睡得好吗？好。八宝和你娘亲呢？叔叔笨笨，周周睡着了，怎么可能看得到哥哥和娘亲的状况呢？今儿个你娘亲有说起过爹爹吗？没有哦。爹爹昨日帮着你娘亲撑腰出气，今日送了各色最好的果子，你娘亲没说什么？没有。花姐，上京最近多了不少流民。是，多了至少2成，大多数都是从洛城那边过来的。吩咐下去，周严格歇业，另外让江离带船亲自跑一趟江南，带足了银子，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方子上的药材。主子，您可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上京管控严格，这里多了2成流民，说明洛城以及周边至少有几千灾民流出，恐怕要出大事。娘亲，
也受伤了。是，听瑞影说，皇上当众惩罚了王爷，鞭刑50啊！周周不让你死！爹爹没事，就是点小伤罢了，不用担心。爹爹很厉害的，怎么可能会死呢？周周和哥哥一起玩一会儿，娘亲盯着，不会有事的。屈大爷，我来吧，打你的长鞭上裹了铁丝。啊！王妃，王爷受伤严重，后半夜怕是会发起烧来。看我，差点忘了，王妃医术超群，根本不用下官提醒。那下官等人就先告退了，不打扰王爷和王妃休息。等等，屈太医，你不留下看看？有王妃在，下官怎敢班门弄斧？将王爷交给您，再放心不过了。不是，我要照顾孩子们。王妃，您放心吧，属下会照顾好2位小主子的，而且还有侍女们在呢，一定不会出现任何差错。既然有侍女，王妃明鉴，王爷说了，侍女入府是为了伺候您和小主子的，他不用，说是交给侍女，王爷醒来发现之后必定会生气，生气了伤势好的就慢，好的慢了还得王妃您来照顾，这属下告退。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我得去研究，好好研究，彻夜研究，研究不明白，明天就上吊。你，王爷放心，我只是睡觉，不会对你做什么。你连躺下都不能，也不方便，对吧？分情况。什么情况？你灭蜡烛的情况？哦，这有内力确实挺方便，不仅方便，还省时省力，很厉害，很厉害。四叔叔，四叔的甜心宝贝大乖乖们，四叔想死你们了！四叔给你们带了好东西，正在门口往下卸车呢。哎，你们想看吗？想。好好好，瑞阳，快带着小主子们去看本王的礼物。森哥，你的伤？王妃帮着我包扎伤药，处理好了伤口，又服用了镇痛的药物。昨晚上都没有发烧，这会儿行动起来，只要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就没什么大碍。怎么了？森哥，你第一次和我说这么长的一句话。说正事。森哥，今天早上朝堂闹成一锅粥了，天刚亮，父皇直接下令杖毙了太子宫中3个属官，4名内侍，宫女也大换血。今天一早，父皇对太子的态度不冷不热的，我还是第一次见父皇对他这样。不过这也是他活该，赈灾的银子都敢贪墨，他就不怕夜晚睡不着，洛城受灾的亡魂找他索命吗？有父皇的庇护，他怕什么？事情算是过去了吧？啊，森哥，你都猜到了。森哥，父皇太偏心了，你只是说了实话就被当众鞭刑，丝毫不顾及你多日的辛苦。可太子呢？他赈灾银子都贪，那是多少条人命啊！他四弟，森哥，干脆借着这次受伤，称病不再理会，彻底将这桩案子脱手出去。太子那边生怕你再查出不妥，一定会找人接手的。事情已经闹大，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太子也不敢太过分。洛城那边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赈济。不用。三哥，难道你打算和太子硬扛到底啊？父皇不会允许任何人动摇太子地位的。太子可以因为父皇的偏心，暂时不用受罚，可那些官员、朝廷的蛀虫，一个也不容放过。森哥，你尽管放手去做，弟弟永远支持你。不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永远和三哥你共进退。皇兄，你尽管吩咐。吩咐倒是不用，就是你对八宝和周周这脾气，了解的如何了？大乖乖们呀，又乖又萌又聪明，又软又香又听话，简直就是梦中情娃。看来了解的很透彻吗？必须的。那你有办法让他们2个改口叫我爹爹吗？皇兄，你的意思是？八宝和周周是我的孩子，我要让他们成为韩王府堂堂正正的小主人，而不像如今这般被人百般议论。不就是改口吗？三哥放心交给我，我现在就去把八宝和周周带过来。周周叫什么呀？坏蛋叔叔。八宝要叫什么呀？叔叔。三哥。啊，三哥。爹爹。叫呀。传皇上口谕，韩王殿下，那2个孩子，怎么？父皇的口谕不是传给本王的吗？传皇上口谕，韩王楚寒萧戾气太重，以至于影响太后凤体康复。从即日起，发闭门抄经100卷。韩王殿下，还不快快领旨谢恩？
我家王爷心善，听到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太后娘娘凤体欠安，这是愧疚的失神了。王爷谢恩吧。是，儿臣领旨，谢父皇隆恩，必定在府中好好抄经，为皇祖母祈福。我想着让八宝和周周改口叫我爹。你说什么？不是你说的吗？他们是我的孩子吗？既然是我的孩子，那么叫我一声爹爹，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你试过了？我……八宝和周周不买账啊？想让我帮忙？唉，王爷，你要知道，小孩子幼年的经历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我虽然是孩子们的娘亲，可也不能逼迫着他们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啊，对不对？有道理，是吧？所以啊，得加钱。加钱？不然呢？他们俩是好孩子呀，你……多谢王爷提醒，加双倍。没事，王爷可以先写张欠条嘛，分期付款。分期？没错，花明天的钱还今天的愿，让生活美满，不留遗憾。那明天用钱时候该咋办啊？王爷，做人要有远虑，可也得想得开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万一没有明天呢？你岂不是赚到了？乖宝贝。娘亲，娘亲，胖经理不听话，都不会乖乖咬鱼钩。周周想要跳进水里教训他们，可是大坏蛋不允许。娘亲，大坏蛋今天想让我们改口叫爹爹，八宝和妹妹都拒绝了。娘亲，周周差点没有拒绝，是哥哥提醒了我。妹妹，你没有扑过去直接叫爹爹，已经很棒了。啊，真的吗？真的。现在有个事情，娘亲要宣布一下，娘亲把你们两个的改口全给卖掉了。娘亲，早知道改口能赚钱，八宝和妹妹当初就不应那么痛快的叫四叔啊。王爷，我把八宝和周周带来了，来孩子们，我郑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你们的爹爹。等等，王爷，契书都签了，手印都摁了，这可不能毁约，要付违约金的。不是，改天吧。改口延迟，钱不退的。好，不退。主子，王妃，大事不好了！宋廷宇不知为何在牢中自尽，自尽之前留下了血书，说自己和王妃有私情，而且还说两位小主子是他的孩子。人已经死了。是，顺天府大牢这狱卒是摆设吗？犯人关押其中，想自尽就自尽，还能留下来血书？用不了多久，这血书的内容就会传遍京城吧？是，如今已经开始流传了。云兰，对不住。你道什么歉？人又不是你杀的。太子是想着用这样的方式逼迫我放弃洛城赈灾银两贪墨案，放过牵扯其中的太子一派的官员。那你准备放吗？他们该杀。既然该杀，那就全部都给他们送走。王爷，准备纸张，我们开始抄经吧。抄经？没错，抄经，诚心诚意的抄完，然后供奉到太后的面前，好好的表一表孝心。八宝和周周也一起抄。孙媳穆云兰见过皇祖母。放肆，韩王妃，太后尚未叫起，你怎能自行其身？放肆，韩王妃，你太放肆了！听闻皇祖母头风之症发作的厉害，孙喜早该入宫请安的，不知道皇祖母现下如何了。你还知道哀家是你的皇祖母？皇祖母哪里的话，这么重要的事情，孙喜还能忘吗？哀家的小金呢？你进宫没把小金带来？皇祖母，穆侧妃上次入宫没有如实告诉您吗？小金死了呀。什么？死了？哀家的小金，哀家的头好疼。汉王妃口不择言，导致太后娘娘身体不适，头风之症再次发作，快去禀告皇上。好疼！太后娘娘，你忍一忍，皇上马上就到了。皇上驾到！皇祖母，您这是怎么了？皇祖母，参见皇上，太子殿下。你们是怎么伺候的？太后怎么能坐在地上？还不赶紧把太后扶起来！皇祖母这是头风之症又发作了，姑来扶吧。太医呢？太后病重，为何不请太医啊？你们这些工人都是摆设吗？把太医院所有人统统选过来！皇上，下官无能啊！太后娘娘的病症这是又严重了。皇祖母的头风之症不是好了很多吗？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严重了？
皇上，是韩王妃向太后娘娘起病的。太后本来好好的，见到韩王妃之后就这样。韩王妃是皇祖母的孙媳，还能冲撞了皇祖母不成？更何况，姑听说三弟和三弟妹这次入宫，可是为皇祖母送上佛经的。父皇，佛经可是三弟一家子共同抄写的，足可进新城啊！皇上，青天剑监正说过了，太后凤体欠安，就是因为韩王殿下戾气冲撞。今日韩王殿下入宫，太后的病症就突然严重了。这奴才多嘴，应当是巧合。那个孽障呢，还不赶紧让他滚进来！父皇，三弟已经知错了，您罚也罚了，万不能再如此动怒了。父皇，三弟身上有伤，三弟没有体弱，让他们起来回话吧。啊，起来吧，老三，你身上戾气重，现在立刻出宫闭门思过。儿媳参见父皇。何事？听闻皇祖母身体不适，王爷带着儿媳和2个孩子连夜抄经，终于写满100卷，特意送入宫中为皇祖母祈福。儿媳无意自夸，只是为我家王爷鸣不平。王爷孝心感动天地，身受重伤依旧坚持抄经，难道还不足以抵消守家卫国不得已杀敌时沾染上的那点戾气？父皇，好歹拿出王爷抄写的佛经，让皇祖母瞧一瞧吧。如此也算是给王爷和儿媳等人一个表达孝心的机会。准。哎呦，不疼了，哀家的头不疼了。太后娘娘脉象平稳，头风之症也已经不再发作，大喜大喜呀！皇上，瑶华宫的宫女在殿外跪求皇上救命呢。瑶华宫，德妃。皇上，请您救救我们娘娘吧。德妃怎么了？回禀皇上，德妃娘娘连续3日跪经，为太后祈福，称愿意以身相替，为太后娘娘承担苦楚。刚刚晕倒了，娘娘叮嘱过，万不可将此事声张。奴婢担忧主子，去太医院请太医，却被告知太医都在慈安宫，奴婢不得已，只能前来求助。父皇，母妃之教育儿臣，要好好的孝顺皇祖母和父皇。今日母妃以身作则，可以换来皇祖母的平安，是万幸之事，是儿臣无能，不能为着母妃分担痛苦，心中愧疚万分，请父皇责罚。老三，起来吧，你孝心重，父皇一直清楚。来人，立刻派遣3名太医前去瑶华宫，仔细帮着德妃看诊。皇祖母，德妃为您祈福，三弟抄写经文，真心是感天动地，这才换来您这么快转危为安呢。这些都是韩萧和他王妃抄写的，这字写的是真不错。哀家记得太医院的张院正对书法研究颇有心得。张院正，你瞧瞧这字写的如何？回禀太后，的确是一手好字，微臣钦佩。哀家的小金。皇祖母，孙媳知道您伤心，没有看护好小金，孙媳心中也是万分愧疚。小金在宫中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怎么到了韩王府突然就被害死了？皇祖母，您瞧，这里有几份供词，写明了小金被害的经过，凶手春花、春景2名侍女供认罪责，甘愿领罚。你说什么？小金的尸体里藏毒？没错，府中屈太医医术绝佳，经过他这查验，在小金的骨灰中发现了余毒残留。孙二想到皇祖母喜爱小金，最喜欢赏赐吃的给他，虽是不知道这毒是什么，可应该和宫中脱不了干系。小金中毒，岂不是说哀家也中毒了？太医，太医！微臣无能，请皇上太后降罪。脉象如何？没有异常。韩萧，你府中的那个屈太医，我记得他是上一任的院正吧？是。那医术肯定是没错的。皇祖母，屈太医这段时间一直废寝忘食的翻阅医书，为的就是找到这种毒的来源。皇祖母允许的话，明日孙媳带他入宫来为皇祖母请平安脉。好，哀家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明日按时进宫，哀家在慈安宫等着。参见皇上，参见太后。何事？皇上，今日一早，顺天府尹将一桩人命官司移送刑部，其中牵扯到了皇子，臣不敢擅自做主，特意前来向皇上禀报。皇上，死者乃是宋听女，上京郊县人士，
年22，男。5日前在临河码头因韩王妃状告他骗取嫁妆钱财而被捕。昨日在狱中自尽，自尽前留下血书，称自己绝没有骗取钱财，还说……皇上，最近这段时日，上京民意沸腾，议论最多的就是韩王府的2个孩子。如今都在说韩王妃失去清白，还剩下2个孩子，甚至意图混淆皇室血脉。臣请皇上严查。孩子，老三，这怎么回事？皇上，这件事情还是臣妾来说吧。这个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臣妾见过皇上。德妃来了，免礼。木兰，她怎么在宫中？不对，皇上，臣妾前来是有件大喜事要禀告给您和太后。臣妾本来身体不适，听到这件喜事之后，整个人都精神了。喜事？咱们皇室终于有女娃娃出生了。说起来，都怪韩萧这个孩子。韩萧一直想要有个女儿，之前没少到广度寺祈福上香。4年前有一次回来途中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僧，那老僧知他所求，告诉他命里有女。不过他多次上战场，煞气太重，和儿女命格相冲，所以要想保住孩子，必须和王妃避讳。韩萧自然焦急，谁不知道他和媳妇儿是太上皇赐婚，上天注定的姻缘，这一直避讳，岂不是和太上皇的旨意相违背？还好那老僧说，只需等孩子满3周岁，命格稳固之后就可以了。韩萧是个心眼实的，这几年一直严格遵守老僧的话语。他媳妇儿怀孕生下龙凤胎，他都强忍着初为人父的激动，一心避讳着，连我这个做母妃的都没有告诉我。这不，最近孩子们满了3周岁，他才彻底放心。皇上、太后，韩萧有了一儿一女，还是罕见的代表吉祥如意的龙凤胎。孩子呢？在外面等着呢。外面多热，孩子那么小，放外面晒坏了怎么办？宣进来。儿臣参见父皇、皇祖母。您瞧，我三哥家的龙凤娃娃，我给您带来了。爸宝、周周，快给你们皇爷爷、曾祖母行礼。昭昭拜见皇爷爷，拜见。不可！礼部尚书御前勋华，该当何罪？安王殿下，我乃朝廷命官，本王乃当朝皇子。皇上，你小声点儿，朕没聋。王爷爷，你好威风啊！有吗？也还好吧。比你们父王如何？父王是啥？妹妹就是换爹爹了。皇爷爷，娘亲说了，你是大龙龙，是最厉害的。哈哈，没错，朕的确是真龙天子。皇爷爷真的是大龙龙。皇上，2个孩子的身世尚且存疑，还是要先明确才是。父皇，当时为儿臣探查命格的高僧，乃是广惠寺了尘大师。父皇可以把人宣入宫中进行问询，朕有办法查验这2孩子的血脉。先皇曾经告诉过朕，老楚家这女儿金贵，若是有女儿出生，身上必定要带着楚家的印记。这事儿在皇家族谱上都有过记载。皇上，可是后腰处有一胎记，是月牙状。没错，这就是我老楚家的血脉，他们就是我老楚家的宝贝。好啊！父皇，您有孙女了，恭喜父皇，恭喜皇祖母，还有3弟和3弟妹，恭喜！恭喜皇上、太后。韩萧啊，你可当真是沉得住气？若是朕有了公主，早就昭告天下了。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父皇，您是君也是父，应当是明白儿臣的选择。为了八宝和周周，儿臣即便再怎么煎熬，也会忍着。现在好了，3年之期已至，八宝和周周不用再有着任何的避讳。韩萧，以前朕总感到你的心性太过冷硬，如今看来，你啊，只是不善表达罢了。王爷爷，我们见到了你，现在是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八宝都听到了，他们说八宝和妹妹是没有爹爹的孩子，还说一见到黄爷爷，黄爷爷就会让人把我们杀掉，通通杀掉。王爷爷，杀掉了八宝，可不可以放过娘亲和妹妹？我们有娘亲和爹爹的，
我们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恭喜皇上、太后，皇家终于有女儿了。定然是皇上英明神武，感动了上天，所以才赐下龙凤祥瑞，圆了皇上多年的心愿呐。皇上恕罪，老臣太感动了。这样的大喜事应该万民同贺才是啊！今日老臣有幸见到龙凤祥瑞，必须要表示庆贺，请皇上允许老臣献上2000两，聊表心意。黄金，皇上恕罪，老臣太过激动，竟然没把话说清楚，是黄金。皇上，臣也是想将事情调查清楚啊。朕明白，朕给你时间好好调查。什么时候查清楚了？什么时候外面不再议论朕的孙子和孙女？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述职了？皇上息怒，微臣也是为了皇室血脉的纯正。眼睛不好就挖出来当炮给踩了。你瞧瞧八宝和周周，莫非长得和朕不是一模一样吗？你说呢？回禀皇上，您说的对。中午了，让德妃带你们下去吃好的，可好？王爷爷，你也要多吃东西哦，这样才能长高高、长胖胖。好，皇爷爷记下了。周周喜欢这牡丹啊，来，祖母帮你摘。哎呀，我大孙女眼光真好，看中的牡丹都是名品。八宝呢？八宝不喜欢花呀？那你喜欢瓷器、字画还是玉器？你说那只金色的缠枝玫瑰纹瓷瓶不错，你拿回去练头壶玩呀。云兰见过母妃。好孩子，快些免礼。都傻站着做什么？去吩咐御膳房熬点滋养身体的燕窝粥。另外，快去本宫的库房，把本宫存起来的首饰、布料、玉石、翡翠一类的通通拿出来。算了，你们笨手笨脚的，慢死了。本宫带云兰自己去挑。哀家今日宣你入宫，是听闻你有法子治疗疫病，请皇祖母恕罪，不知哪里来的流言，实在是毫无根据。孙媳虽然懂些医术，可知道的都是调养身体的方子，能解决一些女人身上的小毛病，至于疫病，实在是无能为力。王妃姐姐，洛城千千万万的灾民时刻被疫病折磨，如今都有几千人丧生了。妹妹求姐姐不要藏拙，赶紧出手救救那些无辜的百姓吧。你觉得洛城灾民可怜就自己去，逼迫本宫的儿媳妇做什么？你们可真不愧是婆媳呀，一个两个的把哀家的慈安宫当成了什么地方？太后恕罪，妾身愿意领罚。只是我听说，不知道哪个畜生玩意儿把本宫的儿媳妇说成了什么神医，能治疗疫病，这不是狼子野心吗？德妃娘娘，太后面前你这般言语，似乎太过粗俗了些。本宫出身西凉，草原上跑马长大的，性格粗鄙，上不得台面，可也不是你一个妾室可以出口指责的。再说，本宫骂的畜生玩意儿又不是你，你急着跳出来对号入座。母妃恕罪。母妃？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也敢叫本宫母妃？你是不是瞧不起本宫？德妃娘娘，贱妾知错，可是贱妾真的没有坏心呢。没有坏心，你逼迫本宫儿媳去治疗疫病，我看你分明是心肝脾肺都黑透了。娘娘，锦柔只是不忍心洛城百姓继续受灾疫之苦。王妃姐姐的娘亲可是鬼手医圣的关门弟子，德妃娘娘应该知晓那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太后，德妃，身为宫妃，你应该以大局为重。来人，去告诉皇帝，让他来定夺。母妃，那就请父皇来吧。德妃，你们婆媳来和太后请安。见过皇上。太后经过了祛太医的治疗，头风之症不再发作，云兰大功一件，该赏。皇帝，云兰可不仅仅能立下这一件大功，还有更大的功劳呢。哦，皇上，王妃姐姐是鬼手圣医的徒孙，乃是名副其实的神医。如今洛城疫病越来越严重，姐姐若是能够前去帮忙，一定能拯救洛城灾民于水火的。你知道？外面都传遍了。传遍了？朕怎么不知道啊？哪个传的呀？皇上恕罪，这件事情奴婢也不知道从何传起。总之，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了。父皇，儿臣愿意前往洛城。韩王妃，
洛城的情况，儿媳听说了，今日一早传来的最新消息，洛城疫病横行，官员为了防止疫病传播，已经下令封城。不错，只是这是前7日的消息，如今洛城的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不过大概率只会更糟。你确定要去？是，儿媳身为皇家妇，自然也该为大周安宁贡献一份力量。儿媳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医，也没有碰到过疫病。不过为了洛城灾民，愿意勉力一试。好，不愧是朕的儿媳。传旨，韩王妃深明大义，自愿前往洛城解百姓之困，赐盘龙金牌，见金牌如面君，各州府竭力配合，若是有悖逆者，格杀勿论。儿媳谢父皇。云兰，快起身，你跟韩萧一样，都是好孩子，今日所做之贡献，朕看在眼里。等你们平安归来，朕亲自设宴，帮你和韩萧接风洗尘。好。哦，对了，妹妹也很是关心洛城百姓，不如和我一起为那边的灾民尽一尽心意。姐姐，我受了伤，还要侍奉太后，怕是不能陪着姐姐一起前往。是吗？那真是可惜了。哦，对了，妹妹嫁入韩王府带了不少嫁妆呢，不如捐出一部分来给洛城灾民当做买药的钱吧。不知道妹妹是否舍得？我也听说了，你的嫁妆有80台吧？那就拿出1半来。是。一个妾室也敢有这么多的嫁妆？修国公府是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忘了？姨娘掌家，哼，果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修国公罚俸1年，那什么姨娘禁足抄经。至于你，韩王与韩王妃都为洛城尽心竭力，你身为侧妃，自然不能作壁上观，每日归京4个时辰，只能多不能少，潜心的诵读经文，为2位主子祈福，直到他们平安的归来。见过太子。三弟妹，你们能够平安归来，大哥的心中实在是高兴啊！都是一家人，快免礼。礼不可废。父皇和百官在殿中等着给你们接风洗尘了。景木，这一趟你同样也出力不小啊。太子大哥，我可不是出力不小嘛，你是不知道，我三哥弄来粮食一车又一车，我跟着搬来着，胳膊都要断了，可累了。哎，太子大哥，父皇准备怎么赏赐我三哥三嫂？我出了那么大的力，怎么也能跟着受点赏赐吧？比如给我10几万两银子之类的。这，太子大哥，你是好人，之前我闯祸总是你帮着求情，这一次你帮我多要点赏赐，回头我分你1半也行啊。四弟，父皇还等着呢，你亲自去问问不就知道了。也好，三哥三嫂，快走，我都等不及了。八宝不急，坐着休息会儿啊，和皇爷爷一起玩小鸭子，你瞧胖墩墩的多可爱呀。王爷爷，龙椅不能擅坐，坐了是大不敬，要掉脑袋的。八宝还是很喜欢自己的脑袋的，不能掉哦。王爷爷，爸，娘亲，嘿，小心，台阶高，八宝小心点儿。娘亲，娘亲，周周吓死你了！快让韩王妃坐下，另外吩咐膳房熬点冰糖雪梨水过来，少放糖，不能太甜了。八宝和周周啊，小奶牙稚嫩，糖吃多了会把牙齿吃坏的。皇上，八宝和周周年纪小，又是第一次离开母亲这么久，想念得很，失礼之处还请皇上见谅。哇，爹爹也抱周周。老三，你怎么回事？都把朕的乖孙女给扎到了。儿臣见过父皇。好，快起身，这一路辛苦，快坐下，把你们这些时日的见闻好好的跟父皇说一说。三弟，你和三弟妹离京之后，父皇一直很是担忧，快些仔细说说洛城的经历，好让父皇安心呢，也让姑和其他大人们学习，借鉴一些经验，以后再遇灾祸，定不能如这次一般手忙脚乱了。父皇、太子大哥，你们是不知道，这一次洛城赈灾真是苦啊。父皇，出去2个月，儿臣终于可以安心的吃一口饱饭了。三弟、四弟、三弟妹，你们这一次前往洛城赈灾，的确是辛苦了。父皇，儿臣以为应该好好赏赐他们才是。父皇、太子大哥，我说的不是我们苦，洛城水灾本不应该如此严重，却因贪官延误、贪没赈灾银两而导致民不聊生，此乃百姓依苦。后贪污案被查，却没有以雷霆手段处置，从而导致某些官员心存侥幸，2次延误赈灾。只想活下去的百姓被安上暴民的名号，死伤者不知凡几，此乃百姓2苦。无粮无家，一子而食，已经是人间惨剧。可官员不作为，
对灾情掌控不充分，甚至刻意让洛城数以万计的灾民自生自灭，从而引得发生疫病，雪上加霜，此乃百姓三苦。父皇，我们的受苦由您疼惜，可百姓们的苦楚又能向谁来诉说呢？父皇，儿臣不善言辞，父皇您是最了解的。儿臣王妃这所言，句句是儿臣的心中所想。洛城灾祸虽是平息，可死去的都是大周朝的子民，这样的伤痛，怕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父皇，儿臣等人不要什么奖赏，只希望这一回洛城一案可以给天下官员一个教训，希望这样的苦难不要再降临到大周百姓的头上。父皇，儿臣也不要赏赐，经此一事，儿臣也想明白了，不能再虚度时光。以后再有什么差事，您派遣三哥前去的时候，别忘了儿臣。儿臣定然竭尽所能，帮三哥打下手，为咱们大周朝出力。爸爸也要出力的。韩王、安王，韩王妃为国为民，实乃大周之福啊！韩王之前战场领兵，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一次调查洛城案，临危不乱，处置果决，以最快的速度稳定了洛城。朕心甚慰，韩王妃巾帼不让须眉，身为女儿身，却只身的前往洛城，平息灾祸，救助万民，乃女子典范。安王也不错，以往总感到你贪图享乐不着调，如今事业成长了，以后要多跟着你三哥学习。你们都是好孩子，不过大周有律法，朝堂有规矩，朕亦是赏罚分明。韩孝亦是亲王之尊，这尊位上是没办法再提了，从即日起向亲王双奉。至于说韩王妃，皇上，有件事情微臣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提起的，可事情牵扯到了许多的官员家眷，微臣不得不说，韩王妃设立了朱颜阁，那是单独服务女客的地方，不仅有裁缝、量体裁衣，帮官员女眷提供衣服，还有医者为其诊脉调养身体。最重要的是，朱颜阁中的药丸卖的价格奇高，微臣了解过，一枚简简单单的美容丸竟然卖到了100两银子一颗，每次贩卖都是每人限购7枚，这就是700两银子。皇上，这分明是借机敛财。另外，朱颜阁有意讨好，引得诸多官员女眷逗留。这2年，韩王妃隐姓埋名，改变容貌，隐瞒身份，就刺探消息，讨好串联官员之嫌。太子，朱颜阁你可听说过？对此有什么看法？父皇，儿臣对朱颜阁有所耳闻，不过了解不多，只知道是3地府中的产业，具体做什么的，儿臣没有过多打听。不过儿臣相信3弟的为人，他不是喜欢结党营私、使用算计的。皇上，微臣惭愧，对家中女眷约束不力，竟是让他们沉迷购买什么美容丸，还在朱颜阁聚集，失了体统，请皇上降罪。皇上，微臣也要请罪。父皇，说起朱颜阁，儿媳有一事，正想禀明父皇。敢问诸位大人，还有要出来为自己家人请罪的吗？看来没有大人要请罪了，那我就要向父皇求恩典了。恩典？是，父皇，这个恩典不是儿媳为自己求的，而是为朱颜阁所有的客人求的。朱颜阁开办之初，儿媳的确隐瞒了身份，为的就是不想让人误会，说韩王府敛财，勾连官员女眷。可没想到张御史还是参奏了我。微臣只是实话实说。父皇，朱颜阁开办至今，刨去成本，总共盈利15万两。皇上，您都听到了，15万两，足足15万两啊！啊，谁？皇上面前公然殴打朝廷命官，简直放肆！皇上，我昭昭，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的，你为什么总打断我娘亲的话？哼，你娘亲没有教过你，好宝宝要懂礼貌吗？大侄你说的对，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张御史你怎么不懂呢？那就请韩王妃好好解释解释，赚了那么多银子的朱颜阁有什么功劳可请吗？父皇，朱颜阁每一笔银子进账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一次洛城发生疫病，儿媳购买药材制作治疗疫病的药丸，靠的就是这些银两。父皇，洛城此时平息疫病，单是药材花费总共23万两，其中朱颜阁贡献20万两。刚刚你说盈利15万两，怎么如今又变成了20万两了？儿媳离京前往洛城之前，庆国公府君老夫人、安顺侯府大房卢夫人等一共16位客人，捐献首饰银两，总计白银5万两。这些账目上皆有记载，购买药材的产地、价钱、运送途径、使用情况，账册上也记录得清清楚楚。父皇可请人检验。皇上，臣在核算洛城赈灾银两的时候，就觉得账目不对，尤其是治疗疫病的药材花费，理应该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才是啊。本想着等韩王和韩王妃回京询问清楚之后，再向皇上禀告，却没想到
原来购买药材所用的银两，竟然是韩王妃支出的。王妃大义，下官万分钦佩啊！其的初衷并不是赚取多少银两，所以赚到的银子始终都是好好的存着，等着有合适的机会拿出来回馈百姓。朱颜阁的客人们也是善良之人，得知儿媳前去洛城，纷纷主动捐款，希望对洛城灾民有所帮助。洛城疫病平息，不仅仅是儿媳一个人的功劳，朱颜阁所有有爱心的客人们同样功不可没。儿媳想做的就是为他们请功。韩王妃不愧为女子楷模，朱颜阁的客人们也是好样的，该赏。多谢父皇。父皇，儿媳斗胆，不知能否请父皇为朱颜阁题字？有了御赐的招牌，想来以后像张御史口中的那些误会，应该就不会发生了吧？皇上，臣妾觉得这个赏赐极好。文武百官为朝廷尽心尽力，身为官员家眷，自然也有报国之心。只不过女子身份，做事难免受到诸多限制。不过这心意却不打折扣。正值中秋佳节，不如就辛苦皇上多提几副字，并着月饼一起送出宫去，赏赐给那些女眷。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呀？皇上圣明，微臣等人叩谢皇恩。好，来人，准备笔墨。父皇，您写了那么多字，必定是累了。八宝和周周沉甸甸的，别累到了您。真不累，抱两个乖宝怎么会累呢？看时间，这宴会也该结束了呀。父皇，时间也不早了，八宝和周周也该睡觉。不错，时辰不早了，你们都散了吧，朕也该回去休息了。父皇，儿臣和王妃这就马上出宫，您把八宝和周周给儿臣吧。楚含笑啊，你什么意思啊？皇上，八宝和周周必定也想自己的爹爹和娘亲。八宝和周周跟着皇爷爷最好，他们自己都说了，对吧，乖宝？父皇，八宝和周周是儿臣的孩子，天下这万民都是朕的孩子。父皇，您如果想念这八宝和周周，儿臣自然会带他们入宫拜见的。朕现在已经开始想了。皇上，八宝和周周不可能一直不出宫，你今天不放人，以后再想见到，就该轮到人家不放人了。父皇，您不嫌打扰的话，儿媳定然时常带着八宝和周周入宫请安。时常？朕忽然想起来，你的朱颜阁女客众多，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吧？太医院这不少太医精通千金课，你要是有需要，让太医院的人轮流过去一诊。儿媳刚才瞧着八宝和周周这2个月竟然白胖了不少，父皇和母妃对他们的照料比儿媳都要细心，以后经常入宫，父皇母妃不要嫌烦。朕这忽然想到啊，这朱颜阁你花费了心思与时间，赚些银两也是应该的。韩萧这花钱大手大脚，这些年府中也没什么积蓄，你该赚的还是得赚，也不能太过淳朴良善，和那些夫人小姐该怎么来往就怎么来往。朕相信你有分寸。父皇，儿媳才想起来，明日要去看看朱颜阁，忙不过来的话，八宝和周周就给您送入宫吧。孩子们，不是娘亲势利眼卖娃求荣，实在是对方给的太多了。好，差点忘了啊，还有件事，韩萧已经是亲王，没有什么可封赏的，倒是可以赏一赏八宝和周周。八宝封郡王，周周的封郡主，这封号码等过2年，朕亲自来取。谢父皇。三弟，八宝和周周小小年纪有了封号，我这个做伯伯的也该送上一份贺礼才是。明日就让人送到府上。多谢太子。哇哈，厉害，爹爹好厉害！爹爹，你是最厉害的爹爹。爹爹会成为最厉害的爹爹，保护我们周周和八宝。哥哥，该你了，你试试。爹爹抱着打拳，周周像在飞哦。不用了，哥哥不喜欢。八宝试过之后才知道喜不喜欢，现在愿意试试吗？八宝不喜欢打拳的话，爹爹还会刀、剑、戟、棍术也会一些，不过不怎么精通，爹爹可以学。不了，哥哥真的很好玩的。爹爹会保护好八宝，不会让八宝受伤的。八宝可以给爹爹一个展示的机会吗？爹爹可以教八宝和周周功夫，既可以强身健体，也可以保护自己。周周要学，周周要保护哥哥和娘亲，还有爹爹。八宝会努力学的。喂，3位武林高手，我们是不是该吃早饭了？娘亲，娘亲，我告诉你，爹爹好厉害的。怎么个厉害法？爹爹力气好大，可以让周周坐在肩膀上，然后带周周打拳。超级厉害！爹爹，你可以抱着娘亲打拳吗？可以。可以什么可以？你不行。娘亲，可以试试才知道到底行不行。不用，娘亲懂医术，一看就知道。他不行。松开，别闹。
你会放开我？要是我放开，王妃又该说我不行了吗？你行，天下人谁都没你行，好了吧？王爷，你行。玉兰，妹妹，见过祖母。韩王、韩王妃，老身怎当得二位如此大礼？真是折煞老身了。本王是云兰的夫君，乃是晚辈，对老夫人行礼，您自然受的。韩王殿下，快免礼。这话虽然在理，可老身也清楚，修国公府没有教养好云兰，让她当年犯下错事。老身一直想着该去韩王府，带着不争气的孙女儿向你赔罪才是。云兰极好，为了八宝和周周，这4年受尽了苦楚，是我没有照顾好她跟孩子们，是该我向老夫人和岳父、岳母请罪才是。锦柔，快过来。锦柔拜见祖母，拜见父亲和诸位兄长。你呀，就是如此懂规矩。快起来，到祖母这里来。韩王殿下，云兰被娇养着长大，性子完全养坏了。不过呀，我这孙女锦柔倒是温柔体贴又懂事儿。不过到底年纪小，这些时日没给殿下添麻烦吧？老夫人，这是哪里的话呀？一个妾室性子乖顺本分，能够伺候好王妃就可以了。本王这平日里事情繁忙，没那么多精力去关注无关紧要之事。父亲，怎么不见我母亲？哦，回禀韩王妃，贱内病重，起不来身，所以不能前来行礼拜见。末将见过韩王妃。今日日头大，请韩王、韩王妃入府说话吧。父亲，3位哥哥，你们这般不欢迎我，这府门我不该进的。可我担心母亲入府拜见完之后立刻就走。来人，把礼物抬下来，你们暂且等候，我入府探望完母亲，立刻离开。乖女儿啊，好端端的，你怎么还生气了？妹妹，你都多久没回家了？来了自然要多待一会儿啊。是啊，妹妹你别生气，哥哥们最近在读书了，不像以前那样整日舞枪弄棒，让你看了厌烦。哎，妹妹，你相信我们，你不信的话，三哥给你背一段千字文咋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那啥来着？怎么感觉这一家子都不太聪明的样子？父亲和哥哥拦着不让我走，这是欢迎我回娘家的意思？乖女儿啊，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呀？这里是你的家，爹爹和你的哥哥们日夜盼着你回来呢，怎么会不欢迎呢？父亲，哥哥，虽然我嫁人了，可也是修国公府的小姐。出嫁后，我第一次带着夫君回娘家，是想让父亲和兄长们看看我过得是否安好。韩王尚且行了晚辈礼，你们对我却是一口一个韩王妃的。知道的是我们国公府规矩重，对皇家全心全意的敬重，可不知道的还以为父亲和兄长们是彻底和我生疏，不喜欢我再来国公府呢。乖女儿啊，爹爹可没有那么意思啊。母亲，您瞧，我就说云兰嫁了人也还是我的乖女儿，您非说要重规矩，不能给她丢脸。我今天还特意修了胡子，穿了这身弱了吧唧的衣服呢。老夫人，哼，差点忘了，这也是个搅事精，还是个地位不一般的搅事精。哎，妹妹，我们可没有不欢迎你的意思。听说你要回来，大哥亲自盯着人，把你的房间里里外外打扫了3遍。你二哥怕养的狗吓到你，直接用布把嘴都给他缠上了。还有你三哥连夜打扫演武场，把马厩里的马儿大大小小全部洗刷得干干净净的。礼仪规矩的确重要，可一家子哪里用得着那般生疏？是，还是乖女儿说的对啊。走，快回府，太阳大，别给你晒坏了。哎，妹妹不怕，哥哥们给你挡。岳父和几位兄长不用担忧，本王带了伞了。我先去给母亲请安。站住！你是何人，竟敢擅闯夫人的房间？让开！夫人病重，你擅自闯进去，说是惊扰了夫人，你负责吗？我是慕云兰，还不能进房间看自己的母亲了？见过大小姐，夫人正在调养，您还是等等。汉王殿下，夫人生病已久，大夫叮嘱了，不能见风，不能被人打扰，就连老爷都只能每3日过去探望一次。韩王身为皇子，身份尊贵，这后院还是不要去了，免得沾染了病气。让开！韩王殿下要过去也可以，还是先让侍女通报一声，让陆氏穿戴整齐，收拾一下妆容，以免失了仪态。您说呢？岳父，岳母身体不适，您不去看一看吗？是，我该去看看。老爷不好了，夫人快不行了！胡说什么呢？夫人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啊？老爷，奴婢不敢撒谎，夫人真的不行了。白鹤坠空，
这是不祥之兆啊！快看看，白鹤掉落到哪里去了？夫人，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我可怜的儿媳妇，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呀！夫人不会有事的，妾身还要跟在夫人身边听您的教导呢，您一定不会有事的。云兰，怎么回事？母亲，夫人，怎么会这样啊？大夫，快请大夫！老爷，夫人她已经去了。闭嘴！你敢诅咒当家主母？老爷，给妾身1万个胆子，妾身也不敢啊。只是夫人她真的去了。把那个庸医叫过来。他早晨还说母亲的病症已经有所好转，这才几个时辰，怎么又出事了？一定是他凶医害人。不是那个大夫，是大小姐，是她害死了夫人。上次小婢女竟敢污蔑韩王妃，简直是满口胡言。奴婢没有一句谎言，大夫吩咐了，夫人要静养，不能见风。是大小姐硬要闯入，还打开了窗户，奴婢阻拦了，可大小姐一意孤行，还一脚踹在了奴婢身上。云兰，是你做的？的确是我开了窗户，浇灭了热血所用的艾草。可是我，夫人，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你把贱妾也一并带走吧。您平日里那么温柔善良，怎么就走了呢？该死的是贱妾呀！怎么会这样呢？穆云兰，你这个孽障，还不快给你母亲跪下！祖母，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想想自己做的好事，还敢问我什么意思？我做了什么？是不是你硬闯进房间？是不是你打开窗户，浇灭了熏艾，阻挡了你母亲的治疗？是我开的窗，灭的艾，可我没有妨碍母亲治疗。你母亲都过世了，你还嘴硬不承认？你这个孽障，竟然糊涂到了这等境地！穆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老夫人，这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韩王殿下之前诚心为太后抄经，孝息感天动地，缓解了太后的头肺之症，可见也是个纯孝之人。如今却要护着穆云兰这个害死生母的孽障吗？母亲，云兰最为孝顺，她不可能是害死夫人的凶手啊！祖母，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是啊，妹妹最是孝顺了，懂规矩，她怎么可能会害母亲呢？糊涂！你们几个糊涂啊！陆氏是我最看重的儿媳，是当家主母，她过世了，你们却要维护害死她的人。可是云兰不会的。老爷，妾身知道您难以接受，可事实就摆在眼前，而且云兰她自己都开口承认了，这贱妾也痛心，可事实无法更改啊。母亲，锦荣才刚刚出嫁，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您，你怎么就被害死了？云兰，我相信你。祖母，我是你的亲孙女吗？你当然是老身的亲孙女儿，可老身也不能因为血脉相连就包庇你这个孽障。那祖母准备怎么做？大义灭亲，把我送到官府去？不行，母亲，云兰是我的亲生女儿，是夫人最为疼爱的孩子。那陆氏被害死，就这么算了？事情还未查明，还要怎么查？大夫清晨才诊了脉，换了药方，你也是亲眼所见。陆氏的确是好转了，可转眼间就被穆云兰这个孽障自以为是的害死了，你还帮着他说话？母亲，陆氏是云兰的生母，她不可能故意害死她的。老夫人，老爷说的对，云兰不可能故意害死生母，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姐姐也是懂医术的，应该是想救母亲吧，结果匆忙间好心办了错事。祖母，您饶了姐姐这次吧，她现在也一定后悔万分。穆云兰，你有什么话说？祖母，我真的是你亲孙女吗？当然是，你反反复复这么问，是想表达什么？哼，我是不敢相信，原来血脉骨肉之间也会做出互相残害之事。妹妹，我相信你不会害母亲的，祖母，这其中必定有误会。好，你们都相信他，是我这个做祖母的不辞。既然如此，那就通知官府，直接让人来查。
不可！好啊，我说好，祖母立刻报官吧。你认命了？不，我是看不惯有人草菅人命。老夫人，云兰一时接受不了自己无意间害死生母，受刺激过大，您别和他一般见识。哼，老身若是真要治他的罪，早就让人报官了，怎么会等到现在？你现在报官也不晚。云兰，快别说气话了，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事情怎么能闹得人尽皆知？若被外人知晓，你以后该如何立足？那依柳姨娘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啊？老夫人，您看，韩王殿下，穆家管家不严，让您见笑了。云兰这性子，我这个做祖母的是给她掰不过来了，将她嫁到韩王府，实在是对不住您。不过还好，这个锦柔她是个万般懂事的，闹出了这样的丑事，殿下对云兰应当也是失望至极吧。若是殿下想与她和离，修国公府必然赞同，只希望殿下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留她一条性命，不要将这件事情散布出去。和离？是，云兰做出了此等畜生不如的事情，哪里还有资格当韩王妃？等王爷与她和离之后，穆家会选一处安堂，将她送进去，对外宣称她出家，让她从此在安堂吃斋念佛，赎清罪过。你们这是把我的结局都给安排好了？孽障！你以为自己懂些医术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能治得了疫病，靠的不就是你母亲那本医圣手札吗？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神医了？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这位老夫人，为的就是那本手札吧？祖母，你说什么呢？我能够治疗疫病，靠的自然是我自己，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医圣手札。你真是……罢了，云兰，别怪祖母心狠，祖母这是为了你好。若是再不对你多加约束，总有一天你会闯下弥天大祸，到时候别说是修国公府了，就连韩王府都要跟着一并受牵连。韩王殿下，您若是没有意见，老身这就让人准备笔墨，让云兰孽障写下请离书，您拿着往皇上面前一送，就可以与他和离了。韩王殿下这么高兴，也别写什么和离书了，直接写休书，还能显得你更加大义灭亲一些。本王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义灭亲，只知道这帮亲不帮理。老夫人，时间久了，您是不是想不起来，本王的岳母出身自陆家了？老身怎会忘记？陆家的老家主，也是同先皇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陆家这满门忠烈，为护我皇爷爷安全，誓死抵抗敌军。陆家上下83口人，全部的壮烈牺牲，只留下了岳母一个孤女。皇爷爷还曾想下旨封她为公主，却被岳母以无功不受禄婉拒。殿下说这些做什么？本王是要提醒下老夫人，岳母虽是没娘家庇护，可是陆家战功赫赫，先皇特许随葬皇陵，也不是什么人都想害她就能害她的。王爷，自从王妃嫁入韩王府，夫人日夜担忧，思念女儿，身体就不好了。这2年更是汤药不离口，本来有所好转的，是王妃打断了夫人的治疗。王妃的医术精湛，怎会害死岳母？岳母究竟是如何过世？这些年经历过了什么？本王自会调查得一清二楚。所有做过亏心事、为难、暗害过她的人，本王和王妃必定会为岳母讨个公道。王爷，老身之前提议，可都是为了王爷好。云兰这孽障害死生母，老夫人，人是不是云兰害死的，得等通知官府验尸查证之后再下定论。你要是再往云兰的身上胡乱攀扯，本王现在就可以对皇室不敬为由，先把你拖下去处置。你，韩王，我乃皇上亲封的一品诰命，我的夫君乃是老修国公，他老国公性情刚正，为大周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本王钦佩。可是老夫人您引以为傲的诰命，视若倚仗的龙头馆，靠的是老国公的血汗，和你一个只知道压迫亲孙女的妇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老夫人，您怎么样？姐姐这就帮您去请大夫。好一个韩王啊！老身竟然不知道，你竟然也有这般伶牙俐齿的时候。老夫人谬赞了，本王不善言辞，只不过有时候喜欢实话实说。老身自认没有教养好孙女儿，为了不牵连韩王府，也为了修国公府的声誉，这才忍着心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着让你们和离。
韩王殿下既然不领情，那老身也不勉强，索性不管了，让天下人都知道韩王妃忤逆弑母，韩王谋私包庇，老身倒要看看韩王、韩王妃，你们如何堵得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不行，母亲，这件事情不能宣扬。祖母，母亲已经过世了，你不能再毁了妹妹啊！父亲，三位哥哥，你们信我吗？自然信你。好，你们信我，那今天我要清理门户，为母亲讨还公道，你们可愿意支持我？穆玉兰，你说什么？祖母，柳姨娘，我母亲这些年身体不好，可有请大夫调养？自然有。那大夫为我母亲医治，什么脉象，用了什么药，效果如何？可有记录脉案？有的。拿过来，我要查。瑞莹，立刻去淮安堂捉拿为我母亲看诊的那个大夫。大小姐，府上为夫人请的大夫可是医术绝佳，盛名在外的，您无凭无据的去抓人，这闹开了，还以为咱们国公府以势压人呢。根据脉案记载，我母亲刚开始只是脾胃不和，血亏体虚，偶感风寒之后咳嗽不止，可他们却开了大寒的药材。单单是这一位婷丽子，看着镇咳频喘的，可我母亲乃是体虚导致的阳气不足，这药反而会加重病情，根本不对症。大夫每个人诊脉情况不一样，也许用药有失妥当也是有可能的。这有可能。那么我母亲体虚导致的月事失调，她却开了大寒和活血的药物，从而导致她长期流血不止，以至于得了夏红症。刚刚入门的学徒也知道这夏红症应该是温补止血，慢慢调理，可她的方子却从始至终没有变过，这不是草菅人命，故意谋害吗？你懂医术？哼，麝香和泽兰互相配合，活血效果加倍。母亲的夏红症久久不愈，这熏香功不可没。熏香，刘氏，这熏香是你让人调制的？老爷，妾身吩咐下人制香，是听闻夫人失眠严重，为的给她养神安眠。妾身根本不认识什么麝香，更不知道泽兰为何物。大小姐却总是含沙射影，指责我谋害夫人，妾身冤枉啊！王妃，夫人都过世了，你竟然还对她的尸身不敬！滚！夫人，母亲，你怎么样？云兰，是我。别动，夫人别动啊！你的身体虚弱，不能乱动啊！我还活着，让你失望了。夫人，您没事真的是太好了，妾身还以为您差点要跟着您一起去。好孩子，你醒了，太好了。母亲，您对儿媳有什么不满，尽管冲着我来，我这身子不顶用了，大不了用这条命给您赔礼道歉。你这什么话？母亲若不是对我不满，怎么会一上来不查不问就说云兰害了我的命呢？还有老爷，你答应过我什么？夫人，我什么都答应你，只要你说，我什么都应。你答应过要保护云兰，保护我们的女儿，哪怕活出命去，你忘记了？没有，我怎敢忘啊！那有人要害死你女儿，你这个做爹的不为了她拼命？夫人，我急糊涂了，我该打。母亲，儿子知错。韩王殿下，岳母，请殿下恕罪，我身体虚弱，无法向殿下行礼致谢了。岳母，哪里的话？云兰是我的王妃，我维护她是夫君的应尽职责，何须要感谢啊？是我病糊涂了，不过这病来得好，生了这场病，看清了不少东西。柳姨娘，你过来。夫人要责罚，妾身甘愿领受，只是妾身却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何处，请夫人明示。夫人别动怒，你得保重身子啊！我身边的侍女都被换干净了，留下的2个整日对我嫌弃，除了你来探望，床褥都不愿意给我换，你可知道？什么贱婢，他们怎敢？他们不仅敢怠慢我，还敢给我灌药。我早晨起来迷迷糊糊，觉得汤药味道不对，便不想喝。可是那2个侍女硬生生给我灌了下去。母亲，可是这2个贱婢？不错。留活口，审问清楚，
2个奴婢可是没有谋害主子这胆量。多谢韩王殿下提醒，这2人是你安排的？不是，老爷，这两人是老夫人指派的，您忘了？你这个孽障，你怀疑老身会害死你媳妇？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陆氏，母亲知道你受苦了，可是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母亲对你历来疼爱，柳姨娘也是恭顺有加。这2年你病着，她打理府中事务，从来都是妥妥当当。倒是云来说到的那个大夫，开的药方不对症，很是可疑。老夫人说的是，一定是淮安堂的那个庸医。王爷、王妃，淮安堂刚刚着火，给修国公夫人看诊的大夫方敏逃生不及，葬身火海。死了？是。哼，这可真是巧啊！我前脚要查他，后脚人就死了。瑞英，将这2名侍女扣押起来，我要亲自审问。这2个贱婢，老身指派了他们伺候，就是看他们手脚勤快，脑子也灵活，定是做事周全，却不想他们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原来今天的事情是祖母冲动了，竟差点误会了你。都是一家人，你不会跟祖母生气吧？一家人？祖母口口声声指责我谋害生母的时候，可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逼迫王爷与我和离，恨不得把纸笔塞到王爷手里，让他立刻写下休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你竟敢这般跟我说话！云兰，我可是你的祖母。你是我祖母，不是我祖宗。你这么跟我说话，简直大不孝。孝，上慈下孝，做长辈的慈爱，我们做晚辈的才甘愿孝顺。你诬陷我害死生母，都要毁了我的名声，将我送入安堂当尼姑了。一个孝字，就想压着我忍下这份委屈，那我就是个傻子。你，穆清风，你养的好女儿，我一把年纪了，还要帮忙费心府中杂务，既要安排人照顾陆氏，又要帮衬着柳姨娘处理后院，还不是因为你们几个爷们儿不争气？若你们能撑得起修国公府的门楣，我本该荣享尊荣的时候，何必再劳心劳力？云兰，你已经成为韩王妃，以后好好和韩王过日子。这国公府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母亲，今日的事情都是一场误会。是啊，都是误会。谁知道一个小小的大夫，竟然因为自己的龌龊心思，歹毒的要谋害国公府的夫人。话又说回来，淮安堂的大夫已经死了，人死罪消，我们也无法再追究。更何况府中出了侍女和外男沟通的阿萨事，也不好闹得太大，以免牵连府中女眷的名声。母亲，我夫人在自己的家中险些被毒害，显然我们国公府的规矩已经疏漏的跟筛子一样了。你想说什么？先前皇上下令说儿子宠妾灭妻，竟然让妾室当家，十分不妥当，还罚了儿子的俸禄。如今国公府又出了谋害主母的恶事，简直骇人听闻呐。所以这钟馗还是交还我夫人手中吧。陆氏，你瞧瞧他现在病弱的样子，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如何管得了这偌大的国公府？母亲说的对，我夫人还在病中，又体弱，单单靠她一人，的确是难以管理整个国公府啊。云兰啊，父亲厚颜，向你讨几个嬷嬷和侍女来帮衬一下你母亲，如何？穆庆风，你糊涂了。云兰一个外嫁女，你要从她身边捡人，难不成我堂堂修国公府连几个下人都买不起？母亲啊，皇上都下令斥责我了，您还敢让柳姨娘掌家？您是觉得我这个修国公当得太舒服了，想让儿子挪挪位置吗？你胡说什么呢？你的位置是先皇钦定的，我们国公府3代袭爵，皆不用降位。先皇是下了旨，袭爵不降位，可没说儿子自请削夺国公府的称号也不行。你疯了！你们父女都商量好了，还看我做什么？以后这府中有什么事情，也不必来找我商量，就只当我这个老夫人死了好了。母亲定然长命百岁，为了让母亲好生休养，以后府中的这些杂事，儿子和夫人一定处理好，不再让您劳心费力。治不了，朕大把的银子供着太医院，竟养出了一堆酒囊饭袋不成啊？治不了八宝，朕就摘了你们的脑袋。八宝，建真，娘亲，娘亲在哪？八宝不要乱动啊！
八宝知道，娘亲给八宝扎针，八宝不能动。皇爷爷、祖母，八宝不疼了，不用难过的。好，祖母不难过，爸爸好起来，祖母就不难过了。八宝乖，皇爷爷下令让人填了那座荷花池，以后再不会让你落水了。妹妹喜欢荷花的，妹妹呢？皇上娘娘，小郡主哭得厉害。周周让哥哥呼呼，痛痛飞飞。哥哥不怕，周周保护哥哥。周周力气很大，谁敢伤害哥哥，周周就打死他。好，哥哥相信周周。爹爹在，爹爹会保护八宝和周周的。爹爹，还有娘亲呢。对，爹爹也会保护你们娘亲的。这难道是传说中已经失传的鬼门13针？必定是了。鬼门13针用的便是金针刺穴，是可以从阎王的手中抢人的。只不过早在20年前，最后一位传人过世之后，便再也无人能够用得出了。韩王妃的医术果真是精妙至极呀！一群酒囊饭袋。娘亲，八宝都露肚肚了，快点给我盖上啊！方才一心只想着救八宝，还没来得及向父皇和母妃行礼，还请恕罪。无妨，不必放在心上。父皇、母妃，儿媳想问问八宝因何落水？八宝和周周正在水边上滑，听到这草丛里有着小狗的呜咽，便上前查看。没曾想池边这地砖松动了，八宝刚过去，便失足落入了水中。父皇，宫中哪来的小狗啊？又为何那么凑巧的在两个孩子身旁出现？还有，宫中的每块地砖从不会无缘无故的松动，除非是有人蓄意而为之的。皇上，刚才的情况您亲眼看到了，如果不是云岚医术高深，恐怕今天八宝就……这件事情，臣妾一定要彻查到底，给八宝讨个公道。放心，朕已经让人去查了。父皇，这件事情儿臣要亲自去查，那么你就去查吧。父皇，儿臣的查案手段粗暴了些，若是对父皇有所冒犯，之后甘愿领罪。来人，立刻是把今日照顾八宝和周周的所有工人，猫狗房的所有工人，3日内去过荷花池的全部工人，集中到瑶华宫，任何人不得例外。是。娘亲，八宝闻到了一股兰花味。好，娘亲知道了，等着，娘亲去帮你们报仇。主子，就是这2只小狗。谁养的？回禀韩王殿下，这2只小狗刚刚满月，是奴才伺候着的。来人，直接杖毙！哎呦，饶命啊，王爷饶命！奴才也不知道这2只小畜生是怎么逃出去的，奴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猫狗房管事何在？奴才在。玩忽职守，一并杖毙。皇上，奴才赵福没有管理好猫狗房里的宠物，的确失职，可罪不至死啊！皇上饶命，救救奴才啊！怎么，没听着本王的命令是吧？汉王殿下饶命，奴婢只是从荷花池边经过，绝对没有丝毫停留，请殿下明察。王爷饶命啊！奴才冤枉啊！3日之内去过荷花池边的，全部给我站出来！汉王殿下，奴婢要举告。昨日奴婢路过荷花池，听到草丛之中有人窃窃私语，是2名内侍，奴婢生怕惹事，没敢靠近，因此并不能确定是何人。是周才和周禄2兄弟，他们2人昨天很晚才回到下人房，奴才还看到他们脚上沾染了泥土，手里还有被划伤的痕迹。主子，这2人手上确有划痕，而且指甲盖中藏有泥土。你们是把知道的说出来，还是本王把你们凌迟处死？王爷，奴才冤枉，奴才什么都不知道啊！是也，先把他们割上2刀，让他们尝尝滋味。是。啊！本王这耐心有限，再给你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不说实话的话，以后就永远都不必说了。王爷饶命！奴才说是桂嬷嬷，是慈安宫的桂嬷嬷吩咐奴才2人去撬动了那块地砖的。奴才2人，这真的只是奉命行事啊！只想着那么靠近边缘的一块地砖，撬动了也不妨事，从没有想过会害到小郡王和小郡主。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任盈，给他们个痛快！住手！三弟，你这是做什么呀？工人们犯了错，也该按照宫规来处置，怎么能动用私刑呢？直接就将他们杀了呢？我这个人战场上领兵杀敌习惯，性格暴虐，冷酷不讲情面。有工人敢以下犯上，算计我的儿子，让八宝落水，险些丧命，便是把这些人全部给杖杀。
也难消我心头之恨。三弟，你的心情我很能够理解。太子的儿子也被人害得险些丧命了吗？这没有。既然没有，你就无法体会我如今的心情。怎么理解？太子若想阻拦我，就先让工人把你的儿子算计得奄奄一息。到时候，要是你还可以心平气和，你的劝说本王也许就听了。三弟，可你别忘了，这里是皇宫，不是你的韩王府。太子也别忘了，这里是皇宫，父皇才是这里的主人。父皇都是还没吱声呢，你冲什么大头狼啊？太子殿下，皇上宣您进去。把桂嬷嬷抓来。主子，太后说身边需要桂嬷嬷伺候，这会儿不便前来瑶华宫。既如此，那么本王便亲自的去慈安宫找她。太后救我！你这个不孝的孽障，竟然手持染血的长刀闯入哀家的宫殿，你想做什么？楚寒霄，哀家是太后，是你的皇祖母，你可不要一时糊涂铸下大错。一群贱婢，你们傻了不成？还不快去把皇帝喊来，让他好好看看自己的好儿子！楚寒霄，你这么看着哀家做什么？皇祖母，八宝出事，你知道吗？哀家刚刚听说，毕竟皇上把整个太医院都搬到瑶华宫了，哀家怎么可能注意不到？八宝因何出事，被谁所害？皇祖母知道吗？哀家怎么会知道？怎么，你这是在审问哀家？八宝是被人用2只小奶狗吸引到了荷花池边，后因为荷花池边的石板松动，不慎的跌落其中。本王已经查到，是皇祖母身边的桂嬷嬷指派了内侍前去把石板弄松的。桂嬷嬷确有此事？不是的，奴婢冤枉。奴婢的确是让内侍去挖点土，好栽培太后最喜欢的兰花，却没想到那些内侍偷懒，不愿意去远远的运土，竟然直接从荷花池边挖了。太后救我！楚寒霄，桂嬷嬷照顾了哀家几10年，在皇宫之中也是有头有脸的存在，可不是任由你在这里喊打喊杀的。皇帝来得正好，快来看看你的好儿子。三弟，你这是做什么？还不快把长刀放下！皇帝，哀家并非是你的生母，你若是对哀家有什么意见，直接说便是了，不必纵容着儿子来闹，给哀家没脸。母后说的什么呢？楚寒霄手持利刃，一路冲进慈安宫，对着哀家身边的桂嬷嬷喊打喊杀，这是要处置下人吗？这分明是在打哀家的脸面。皇祖母，孙儿已经说过，桂嬷嬷是害八宝落水的元凶。皇祖母不心疼自己的曾孙子，不心疼真正的皇家血脉，反倒是要护着这个刁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桂嬷嬷刚才都说了，是底下那2个内侍偷懒，为了取土，无意间将荷花池边的石板弄松，并不是故意的。再说了，八宝最终平安无恙，何必因为这一次意外而徒增杀孽呢？皇祖母的意思是八宝没死，就不用计较害他的人了。楚寒霄，你要做什么？三弟，住手！楚寒霄，那可是皇祖母，你怎么能……简直太放肆了！楚寒霄，住手！来人，快来人呐！还不快把他给拦下来！皇祖母，现在桂嬷嬷也还活着，之后好好养养，能够一直活下去，活到寿终正寝，这人也没死，皇祖母就别跟孙儿计较了吧。你不是人，你就是一只恶鬼，来找哀家讨债的恶鬼。皇祖母，我家王爷不善言辞，竟让皇祖母如此误会。身为人子，我家王爷既能征战沙场为国效力，保卫大周朝安宁，又能孝顺母妃，时刻周全细致，让母妃开怀。身为人夫，我家王爷宽容大度，对我这个做王妃的体贴入微，后院干净，条理分明。身为人父，我家王爷对待2个孩子既慈爱有加，呵护他们好好成长，又能宽忠有严，教导他们为人的道理。不管是为人子，还是为人夫、为人父，王爷都竭尽所能的做到了最好。孙媳实在是想不明白，怎么到了皇祖母的口中，我家王爷变成了一只恶鬼了？即便我家王爷真的是恶鬼，那怎么也没见他向父皇和母妃讨债，偏偏认准了皇祖母呢？你，皇帝，今日的事情你打算如何处理？必
必须给哀家一个交代。楚寒霄行事莽撞啊，虽是无心之过，但到底对太后不敬。来人，把他带下去，杖责20。还有你，身为韩王妃，应该好好的劝诫自己的夫君，怎么是没能在他冲动行事之前把人劝住呢？不过念在你是初犯，就和楚寒霄一并的禁足2月，以儆效尤。皇帝，你瞧瞧哀家的样子，再看看现在的慈安宫和桂嬷嬷，就杖责20，禁足2个月了事。太后说的是，朕考虑不周了，竟是忘了还有桂嬷嬷。这刁奴虽是居心不良，但到底是太后身边的一等女官，看在太后的面子上，朕也应该保住她的性命才是。哀家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来人，立刻把太医院的太医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好好的帮助桂嬷嬷诊治。韩王妃已经帮着止血吊命，这人他们要再救不回来，朕可就当真是不轻饶了。黄爷爷，周周好想你哦！你有想周周吗？有没有周周想你想的多呀？周周想你很多的哟。周周不能来看黄爷爷，还对着星星许愿了呢。星星有没有乖乖帮忙告诉黄爷爷我想你啊？黄爷爷的乖孙女，黄爷爷自然想你们了。乖孙女呢，还对着星星许愿了，难怪黄爷爷觉得这2天的星星都格外的亮呢。哇，周周的小手脏掉了，会把黄爷爷身上的大喽啰弄脏的。不怕，黄爷爷还能嫌弃周周吗？不行的，爹爹和娘亲说了，黄爷爷今天过生日，生日是很重要的日子，黄爷爷要威武霸气。八宝，让黄爷爷看看，身体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黄爷爷，八宝都好了，让黄爷爷为八宝担心了。乖，真不愧是黄爷爷的乖孙子。这是给黄爷爷准备的吗？黄爷爷喜欢。皇上，那是皇上甜吗？当然。周周亲手做的呢。赏。周周和八宝喜欢什么，去黄爷爷这库房里随便挑。父皇，今日是您的千秋寿辰，第一杯酒，儿臣敬父皇。但愿父皇福如东海，日月长明，寿比南山，松鹤长青。好，太子筹办朕的寿宴也着实辛苦，当赏。父皇，以前您的寿辰都是儿臣先行送上贺礼，今年也该轮到弟弟们先展示了，儿臣最后再来，如何呀？太子这是卖起了关子来了。父皇，这个关子儿臣可是卖定了，还请父皇耐心等待片刻，儿臣必定会给父皇一个惊喜。好，太子都这么说了，朕还能不允吗？父皇，儿臣也卖个关子，晚一会儿献上寿礼吧。好。太子大哥和三哥都卖关子了，二哥又不在，那就让我这个做弟弟的拔个头筹。父皇，儿臣的礼物可是花费了大力气准备的，您快瞧瞧。这绣工可真是了得呀！哎，若不是知道是刺绣，简直跟画上去的一般。好，景木这礼物实在是深得朕的心，赏，重赏。那儿臣就谢过父皇了。父皇以后还想要什么刺绣，尽管跟儿臣说。儿臣在江南认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手艺最好的绣娘。三弟，就剩下我们兄弟2人了，你看这礼物是你先来还是姑下来呢？太子殿下，不如你和我家王爷一起来。父皇，儿臣为父皇献上医圣手札。太子，你送上的是什么？哦，三弟和三弟妹的礼物竟然也是医圣手札吗？我这本乃是鬼手医圣的亲传弟子进献，不知道你们手中的那本是？竟然都是医圣手札，那么就一并呈上来吧。韩王与韩王妃有心了，这份寿礼可当真是贵重无比。朕，父皇，儿臣的礼物父皇不喜欢吗？你的礼物着实是让朕惊喜啊。父皇，儿臣实在是有些好奇，不知道可否请三弟和三弟妹解释一下，你们手中的医圣手札是如何来的？三弟妹，这医圣手札乃是鬼手医圣所著，世上只有一本，记载了各种珍贵的药方，若是假的，难免有所疏漏，一旦流传出去，恐怕会伤及很多无辜之人的性命。太子殿下说这话，是怀疑王爷和我献上的医圣手札是赝品？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要更加的谨慎一些。孤之所以献上医圣手札，是想将其推广至天下，让更多人能够免于疾病的困扰。三弟和三弟妹想来也是同样的心思，这若是假的，那可就真的是好心办坏事了。这手札是真是假，朕自会找人论证。你们2人的礼物，朕都很满意。
来人，把礼物仔细收好，朕要好好的珍藏。父皇，医圣手札关系重大，儿臣请求父皇当众检验2本手札的真假。太子啊，今日是朕的寿辰，别管是你还是韩萧，都是朕的儿子。不管送什么东西，哪怕只是送块糕点，朕的心中也十分的欢喜。你又何必太过执着呢？父皇，太医们随时可以受召前来，不过是略微验证一下，想来三弟也是不在意的吧？太子，我劝你还是不验证的为好。今日是父皇的生辰，开开心心的过去便是了，何必是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三弟这话是指责姑让父皇寿辰都过得不安宁？现在这个场面不是已经很明显吗？韩王，太子乃是一国储君，更是你的兄长，你怎么能如此与他说话呢？皇上，太子殿下为了获得这份医圣手札，可是亲自三顾茅庐，拜访鬼手医圣的亲传弟子，以自身贤德感化了他，才让他拿出了这份至宝啊。是啊，皇上，太子殿下心系万民，自从洛城疫病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推广医道，更是耗费心血，严请名医，为的就是让天下百姓少受病痛之苦。真不知道韩王殿下什么时候得了风声，竟也找来一份医圣手札，还在皇上的生辰宴上故意当众献出，这分明是东施效颦。哼，诸位大人除了当官，莫不是还有个做厨子的副业吧？要不然怎么添油加醋和甩锅都做得如此熟练呢？韩王妃，这里是朝堂，哪有你一个女子插嘴的份儿？这里是朝堂，父皇还没有说话呢，轮得到你一个官员来嚣张？口口声声上下尊卑，我这个韩王妃难道还比不过你一个从四品的官员了？还是说你需要的时候才把上下尊卑搬到台面上，不需要了就完全抛之脑后，全然不顾了？感情这上下尊卑何时需要注意，都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了。皇上，微臣绝对没有此意。还有没有哪位大人觉得我一介女子不配站在这里说话的？我就说嘛，父皇英明贤德，朝堂上的官员们自然不会像刚才那位大人一样，都是沽名钓誉之辈。韩王妃，你怎能公然侮辱臣子？侮辱？当初洛城发生疫病，诸位大人一口一个我乃韩王正妃，是皇室中人，理应为百姓效力。如今洛城一案才平息几日，我就成了你口中的一介女流，没有在父皇面前说话的资格了？还是你觉得父皇是不辨是非、不计功过的昏君？来人，脱了他的官袍，摘了他的顶戴，直接扔出宫去，永世不得录用。父皇，刚刚是我家王爷一时口误，错把医典大全说成了医圣手札，也难怪太子殿下会心生疑虑，本就是完全不同的2本书，完全没有再行甄别的必要。父皇，儿臣一时口误，引得了太子误会，搅扰了父皇的生辰宴，心中这万分愧疚，还请父皇责罚。口误？什么口误？会把医典大全说成是医圣手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是隔了10万8千里呢。除韩萧和慕云兰，分明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原来是误会啊！既然这样，那就是2份完全不同的寿礼了。皇上，太子殿下和韩王送上的寿礼都是医书，而且都有心将其推广开来。既如此，那为何不让太医院的太医们将其整理一番？如此也好取长补短，更好的为大周朝百姓谋利啊！父皇，请父皇定夺吧。太子，你也认为应该宣太医入殿？父皇，儿臣觉得诸位大人说的有道理，请父皇宣太医入殿吧。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么朕也是没办法。来人，宣太医院院正。张院正，您瞧瞧。皇上，这不是韩王妃带领着下官等人重新修订编纂的医圣手札吗？可是上面出现了什么纰漏？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太子完全是自取其辱。张院正，你是不是记错了？这医圣手札……怎么会记错呢？这医圣手札可是韩王妃献给皇上的，下官和太医院其他11人一同被选中，在韩王府潜心研读，几日前才将其彻底完善。太子殿下您瞧，旁边这3大册厚厚的医书，就是韩王妃带领着下官等人忙碌了2个多月的成果。王妃仁善，虽然下官等人并没有出多大的力，王妃却依旧允许我们在扉页之上签下了名字，以示我等是共同编撰人。太子殿下手中有医圣手札，韩王妃的手中也有，难不成这医圣手札是1式2份？鬼手医圣性子最是桀骜，耐心极差，教导手底下的弟子都时常没有耐心，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抄写2份医圣手札呢？皇上，
不知道陈父能不能说上两句。老夫人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了。皇上也知道，陈父年轻的时候也曾受过鬼手医圣的恩惠，还曾见证过鬼手医圣的收徒礼。当时医圣收下的弟子便是韩王妃的母亲，陈父倒是能够证明医圣手札的确是鬼手医圣亲手交到韩王妃母亲手中的。至于医圣有没有再写一本传给其他的弟子，陈父就不知道了。不过鬼手医圣亲口说过，他给每个弟子的拜师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韩王妃母亲的这本医圣手札，在最末页清楚地写了赠与爱徒陆石浅。父皇，陆石浅正是家母的名讳。太子殿下，不知道您手中的那份医圣手札可有在最末页写明了要赠与那个所谓的亲传弟子吗？父皇，原来是儿臣想多了，差点误会了三弟和三弟妹，请父皇责罚。知道是自己误会了就好，你这个性子就是太爱较真儿。父皇教训的是，今后儿臣一定吸取教训，再不会如此了。韩潇、云岚，你们献上这份礼物，深得朕心，朕要替大周朝的百姓感谢你们。父皇，这是儿臣和王妃该做的。是啊，父皇，儿媳也是大周朝的一份子，更何况身为皇子妃，理应为父皇解忧，为百姓谋福。好，无权，宣旨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韩王、韩王妃进献医圣手札有功，特赏赐黄金10000两，呈交黄庄一座，翡翠玉石。多谢父皇。太医院协助韩王妃同样功不可没，特赐品阶晋升1级，另外每人赏赐黄金200两，以示嘉奖。微臣多谢皇上。德妃，你教出了2个好孩子呀。皇上，臣妾只是一介后宫妇人，只知道照顾好皇上。韩潇和云岚能够如此懂事，定然是皇上言传身教的结果。你在德妃的位置上待得也挺久了，自今日起，德妃晋封为德贵妃，择吉日行册封礼。臣妾谢主隆恩。好了，都坐下来饮宴吧。左都御史，怎么，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啊？皇上，臣要参奏韩王和韩王妃。皇上，臣要参奏朱颜阁哄抬物价，骗取官员女眷们的钱财。皇上，最近新开了一家芳菲阁，同样是鬼手医圣的亲传弟子所开，里面所售卖的药物和朱颜阁一模一样，但是价格却要低上2成。皇上，臣可以证明左都御史参奏俱为事实。云岚，可有此事？回禀父皇，确有此事。如此说来，韩王妃这是认可左都御史的参奏，承认自己抬高物价，骗了官员女眷们的银两。我之前在朱颜阁前后花了将近1万两银子，后来有了芳菲阁才知道，实际上花个几千两就够了，完全是被人当成了冤大头呢。韩王妃想挣银两无可厚非，可以不能把我们当成傻子吧？是啊，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效用，朱颜阁比芳菲阁硬生生贵了2成。还好这位鬼手医圣的亲传弟子出现，不然呢，我们被人占了便宜还不知道呢。原来是礼部尚书家的夫人，我还以为礼部尚书仍旧在外面平息流言，没有入朝呢。父皇，儿媳做生意讲究的是1分银两1分货，朱颜阁中售卖的所有药丸皆是儿媳亲手制作，里面还添加了独家秘方，绝对不是其他人想仿制就能仿制的。儿媳定的价格也绝对公道，绝不存在故意骗取任何人银两的行为。皇上，臣父相信韩王妃。皇上，臣女臣父等人同样相信韩王妃。同样相信韩王妃。看来愿意多花冤枉银子的人不少，这倒也是你情我愿的事。好痒，这是怎么了？可是宴席上的东西有所不妥。来人，快宣太医，帮这些夫人小姐们诊治。皇上，出事的夫人和小姐们没什么大碍，只不过是用了不太干净的东西在身上。不太干净？是，礼部尚书夫人脸上涂抹了一种粉霜，可以使人面容白皙无瑕，不过这里面却添加了许多铅粉，引发了过敏之症。其他一些夫人们则是脾胃不和，明显是吃错了东西，导致体内有细微的毒素堆积，
以至于今日恰巧发作罢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夫人和小姐同时出事，而且症状如此的相似？难不成他们用了一样的东西？是方飞阁买的那些东西，一定是方飞阁。你怎么入宫了？皇上，上京之中发生骚乱，牵扯进去大约上千人。怎么回事？回禀皇上，起因是那京城之中新开的方飞阁，方飞阁的顾客用了其售卖的东西，纷纷出现面起红斑、腹痛、呕吐等一系列不适的症状。又是方飞阁，出了这么大事情，方飞阁就没给个说法？众人前去方飞阁讨要说法，却不料有人当场认出建立方飞阁的那个所谓的亲传弟子，竟然是江南那边流窜过来的骗子。众人愤怒不已，不仅将方飞阁给砸了，还把那个骗子打了个半死。还好下官及时赶到，把人给救了出来。不过民愤难平，现在外面人闹着呢。父皇，儿臣实在是没想到，那骗子如此胆大包天，竟然冒充鬼手医圣的弟子，不仅欺骗了儿臣，还用方飞阁来敛财，害了那么多无辜之人。请父皇立刻下令将其处死，给无辜受害的众人一个公道。皇上，这方飞阁出现的颇为蹊跷，不仅直接开在了韩王妃的朱颜阁对面，而且里面卖的东西也是比照着朱颜阁来的，而且还蓄意压低了价格。微臣觉得这件事情绝不是巧合。皇上，微臣觉得这方飞阁有可能是针对韩王妃来的。哦，你可有什么凭据？微臣没有凭据，只是心中猜测，请皇上恕罪。不过韩王妃手中掌握着治疗疫病的药方，这些时日上京之中多了不少外族面孔，说不准这方飞阁的幕后黑手就是外族奸细。哼，真不错，会说你就多说点。禁军统领立刻率200人彻底搜查方飞阁，全部的物品尽数封存，送入宫中。你也即刻出宫，把全部的身体不识之人的名讳、住址仔细记录在册，以便之后追查。若是有这无辜百姓受了牵连，需细心的安抚，病情严重者，朝廷会出银两帮他们治疗。回禀皇上，那么多人聚集，的确有百姓受伤，还有一些受害者伤情严重。不过朱颜阁已经开门接纳所有的病人，现在病情严重者已经全部被妥当安置了，只剩下一些轻症还在外面闹着。云兰，又辛苦你了。儿媳也不知道方飞阁会突然闹出事来，还好之前经历过洛城疫病一案，也告诫掌柜和所有伙计，一旦发现有人生病，一定竭尽全力救治，以人命为重。若为救人，朱颜阁里的药物可随意取用，不计代价。看来儿媳找的掌柜很是靠谱，没有把儿媳的叮嘱当做耳旁风。好，你教导有方，手底人也乖顺听话，都该赏。这么多太医都找不到合适的方子帮他们缓解痛苦吗？父皇，儿媳倒是知道一个立竿见影的法子，可以最大程度上帮助到诸位小姐和夫人。哦，快说来听听。儿媳要先向母妃请罪了。请罪？是，儿媳之前帮母妃调养身体，送来了一批药丸，其中有一部分是清热解毒的，可以拿过来先给这些夫人小姐们服用，恰好对症。原来是这样，云兰如此心善，母妃自然支持。怀素，快去瑶华宫把云兰说的那些药拿过来。不愧是朕的儿媳妇，韩萧能够迎娶到你是她的福气。城郊处有着一处清燕园，周围有着良田百亩，正适合种植各种药材。朕就把园子还有田地都送给你了。多谢父皇。娘亲，那是给祖母的东西，现在要拿出去给别人用吗？先拿出来应应急，之后娘亲会做了新的，再给你们祖母送入宫来。那他们用娘亲和祖母的东西，为什么不自己道谢呢？多谢韩王妃愿意出手相助，我等感激不尽。光是一句感谢，就心安理得的用别人东西。云兰，你送入宫中那些药丸，放到朱颜阁应该卖多少银两啊？父皇，一颗药丸200两吧。啊，每颗药丸200两黄金。无权，你仔细的记着药丸分发出去多少，都分给了何人，记清楚。明日这么一早，让这些人把黄金送入宫中，由朕交给云兰。儿媳多谢父皇。王爷爷大公无私，皇爷爷威武霸气，王爷爷英明神武，皇爷爷威武霸气，王爷爷明察秋毫，皇爷爷威武霸气。周周夸了皇爷爷很多遍威武霸气，还不能夸点别的？周周已经很棒了。皇爷爷也棒，超级无敌，那么棒。云兰呀，你过来看看这些东西，可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父皇，
这些药丸配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基本上和朱颜阁的差不多，只不过是这些药丸用的都是质量劣质的药材，而且为了最大程度上催发药效，里面还加了能够透支人气血的药物，如此人服用下去，表面上容光焕发，极有效用，可实际上损伤的却是自己的身体。韩王妃，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是啊，我们还有救吗？诸位体内都积累了一定的药毒，需要将其催化排出体外，之后身体会虚弱一段时间，好生调养问题不大。皇上，请一定严惩冒充鬼手医圣亲传弟子的骗子。皇上饶命啊！是你开办了芳菲阁？不是啊，是韩王，是他。韩王？怎么可能是韩王殿下？是啊，韩王还能捧出一个芳菲阁来，与自己王妃的朱颜阁打擂台，简直是可笑。父皇，儿臣不懂这人在说什么。攀咬当朝亲王，罪加一等。草民没有撒谎，没有撒谎啊！那药方是韩王侧妃给草民的，银子也是他出的。那韩王侧妃不就是韩王的人吗？草民没有说错呀。不是我。你是？皇上，此人就是韩萧的侧妃穆锦柔。一个侧妃也配出现在朕的寿宴上？贱妾知罪，贱妾是入宫陪伴太后娘娘的，是贱妾痴心妄想，想着能为皇上贺寿，沾沾喜气，所以才央求了太后娘娘带妾前来。姐姐救我！妹妹，你怎么会和芳菲阁扯上关系呢？你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医术吗？而且你手中的银两都交由我来保管，怎么会又给那个骗子药方，又给钱财的？皇上，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锦柔是哀家看中的孩子，性子最是恭顺柔和，不像其他人似的总爱在外面抛头露面出风头，怎么会和芳菲阁扯上关系呢？父皇，儿媳也不愿意相信穆锦柔和芳菲阁有牵扯，想来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皇上，臣女见到过穆锦柔女扮男装进入芳菲阁后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大约在5日之前。5日前？那个时候妹妹的确告诉我，说柳姨娘身染重病，要到国公府中去照顾。难道你是以市集为由前去芳菲阁？难怪这芳菲阁和妹妹所住的芳菲院名字相似，原来其中就有妹妹的参与。皇上，修国公在殿外求见。把人宣进来。是，宣修国公觐见。老臣教女无方，让他受了奸贼蒙蔽，闯下祸端，特来向皇上请罪。修国公，你这是在替谁请罪啊？孽障，你都做了什么，还不实话实说？父亲，别叫我父亲，我可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女儿。你糊涂啊，竟然为了跟你姐姐置气，被奸人蒙蔽，逞强好胜，去开办什么芳菲阁。如今好了，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就是把你当场杖毙那都是轻的了。皇上，穆锦柔这个孽障从小争强好胜，凡事都喜欢与他姐姐相比，看到韩王妃开办朱颜阁，受到皇上赞赏，百姓称道，也想着做出一番事业来，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以至于被骗子利用，当了别人的垫脚石。皇上，此人名为赵春，乃是常年游荡在江南的混混，自小便以行骗为生。穆锦柔这个孽障就是受了他的蒙骗。这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是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冒充鬼手医生的弟子，如今出了事儿，怎么就能把罪责往我的身上推呢？修国公，你是何时知道这件事的？回禀皇上，芳菲阁出事，老臣府中的柳姨娘知道纸包不住火，才将事情的原委告诉老臣。柳姨娘？朕记得之前你让一个姨娘管家，还被朕罚过。身为臣子，不能为皇上解忧，反倒因为家人为朝廷添乱，实在是愧为人臣，臣甘愿领罚。来人，把赵春这个骗子拉下去，关入天牢，严加审问。至于穆锦柔，父皇，穆锦柔身为儿臣的侧妃，却屡次不敬王妃，挑起事端，如今更是因为嫉妒，闹出了这么大乱子。王爷，父皇，儿臣要休了他。对，就是该这样做。韩萧性子冷酷又不懂浪漫，冷冰冰的，根本没什么意思，完全就配不上儿媳妇。身边若是再有些个花花草草，把自己的身子弄得不干净了，怕是这辈子都没什么机会了。皇帝明显偏着太子，芳菲阁的事情闹得再大，也不会真的将他如何，还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先行把穆锦柔扔出府去，让韩王府彻底干净。皇上，是老臣教女不严，没有将穆锦柔教导好，虽得太后娘娘疼爱，为她赐得了一份好姻缘，却也是无福消受。老臣愿意将其领回府中，好好的磨练她的性子。
让他改过自新。既如此，那么针灸云……皇帝，锦柔是韩萧的侧妃，可老话说得好，两口子吵架历来都是床头吵，床尾和。唇齿如此亲密，尚且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更何况锦柔还年轻，一时糊涂犯些错，只要用心改过就是了，何至于吵到要休了他的地步？太后，穆锦柔可不是一时糊涂犯错那么简单。您瞧瞧殿下那些饱受痛苦的女眷们，便是将穆锦柔杖毙也不为过。皇上看在修国公府满门忠烈的份上，没有要她的性命，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锦柔这次犯的错的确是大了些，性格方面也有些缺陷，那顶多也就是罢了她侧妃的位分，将她变为个普通妾室也就是了。皇帝，你也知道，当初哀家的头风之症是何等的严重，要不是锦柔献上了灵药，哀家现在说不准还卧病不起呢。皇上，安王妃说是有急事求见皇上和太后。宣，明妃见过父皇、皇祖母，祝愿父皇万寿昌隆，祝愿皇祖母福寿康泰。明妃有一桩要事，关系重大，想向二位回禀。究竟何事？细细说来。皇祖母的头风之症，近些时日可有再发作？后来又发作过几次。那服用了穆侧妃所进献的药丸，可有像之前那般起到极好的效用？服用了之后虽有效果，可是却不怎么明显了。太医诊脉时说过，说是身体对药逐渐适应了，所以才会衰减药效。皇祖母，你也知道，孙熙的祖母也患有和您一样的病症。孙熙回到祖母身边，却遇到有人在售卖治疗头风之症的丸药。孙熙曾经在慈安宫中见到皇祖母服用穆侧妃进献的药丸，从外表看，两种药丸竟然一样。你不是说治疗头风之症的药是从一个神医手中偶然所得，全部买下来送到哀家面前了吗？是，倩倩的确是遇到一个神医，把他手里的药都买下来了。你把这枚药丸带回来，可是这药有什么不妥？皇祖母，孙熙本是想买下药丸给自己的祖母服用，可是却被为祖母治病的江神医阻拦。他告诉孙熙，这药能够极快的止疼，稳定心神，看着是能治疗头风之症的。什么叫看着？难道时机并不对症？是，这药里增加了曼陀罗果实研磨而成的药粉，虽然能够祛风镇痛，但是长期服用会使人神经麻痹，从而导致暴躁易怒，更严重者会变得痴痴傻傻。不仅如此，这药丸里还增添了许多透支人气血的药物，表面上瞧着身体好转，气血充盈，实际上却是亏空身体的底子，而且还极易上瘾。贱婢，你给哀家服用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难怪哀家这段时间总是胸闷气短，难怪小金突然之间发了疯。原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你这个贱人！不是的，不知道，哼，可真是一副无辜面容呢。那你可知道谋害当朝太后，足够诛你9族？皇祖母，这件事情的确不能全然怪穆侧妃。你这话什么意思？回禀皇祖母，这药丸被精心炮制，而且还增加了许多会小药材气味的香料，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大夫都难以分辨其全部成分。想来这也是为什么太医都没有发现药有问题的原因，不然这有问题的药丸怎么可能被送到皇祖母的面前呢？你口中的江神医可是赫赫有名的江清风？是。难怪江神医乃是心灵圣手，治疗过许多疑难杂症，只可惜生性自由，不惜束缚，朕才没有把其宣入宫中。父皇爱才，天下皆知。儿媳的祖母和江神医乃是故交，得知他游历到江南，这才有幸将他请入府中。得知药丸有问题之后，明妃连忙询问可有调理之法，幸得江神医心善，给了我一瓶玲珑珍宝丸。哀家听说过，这玲珑珍宝丸极为珍贵。是，不过再珍贵的药丸和皇祖母的凤体比起来，都是不值一提的。除此之外，明妃还有缘得到了2株千年人参和1朵千年灵芝，一并带入京中，献给父皇和皇祖母。无权，把这瓶药拿去给韩王妃瞧上一眼。韩王妃可拿仔细了，这药可是江神医独家制作，因为其药材太过珍贵，如今
已经再无法仿制。里面用到了极为珍贵的千年雪莲，如今已经灭绝，的确是非常珍贵。父皇，这玲珑珍宝丸的确有温养调理身体之效，适合皇祖母服用。哼，还好有安王妃，不然哀家这身体最后还不知道如何呢。之前韩王妃也推荐了一名大夫入宫帮哀家看病，那个时候怎么没查探出异常呢？还是说查出来了，却因为你想包庇自己的妹妹，没有跟哀家如实禀报？皇祖母，若是孙媳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曾经推荐屈太医入宫帮皇祖母看诊，而且还提出过帮皇祖母看一看最近服的药，可是却被钱太医拒绝了。你倒是伶牙俐齿，哀家也不知道是和你们韩王府相克还是怎的，每次碰上准没好事。本以为这穆锦柔还算不错，没想到最后也包藏祸心。太后息怒，穆锦柔这个孽障的确罪该万死，可药丸制作的隐秘，极难让人察觉异样，他这才被人利用蒙骗，这实属是无心之事啊！不然便是给他10万个胆子，他也不敢谋害太后啊！请皇上太后明察。父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儿臣请求父皇将其交由我来调查清楚。交给你？穆锦柔是你的侧妃，她的姐姐穆云兰是你的正妻，修国公府是你的岳家，交给你来查，那岂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父皇，皇祖母所服用的药物里面有着伤人血气的药材，都是表面上看上去症状减轻，实际上却害人的根基。您不感到这样的做法极为耳熟吗？你指的是芳菲阁？是，儿臣觉着故意是把药物售卖给穆锦柔，和为芳菲阁提供药方的，怕是同一方势力。先是谋害太后，再是对朝中女眷下手，这是有人看不得我们大周朝的安宁啊！查这件事情必须要一查到底。韩笑，朕相信你处事公允，绝不会包庇任何人。这桩案子便交由你来调查，不过必须由刑部以及顺天府、左都御史等人共同的监督。是，儿臣不需任何人监督，一定是秉公处理。穆锦柔，你危害了太后的身体，虽是无心，但也同样罪大恶极。皇上，求皇上饶过这孽障的性命吧，老臣教导无方，愿意替这个孽障领罚。看在修国公的份上，朕可饶你，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把穆锦柔拖出殿外，杖责80。从今日起，休离韩王府。皇上，哀家险些被害得失了性命，只惩罚穆锦柔一个就算了。母后说的是，修国公，老臣在。你教女无方，导致一个庶女竟是妄图欺压嫡女，还心思恶毒，间接的害了太后，修国公府降为修国侯府，你罚俸5年，以儆效尤。老臣叩谢圣恩。朕要罚你们爹爹和娘亲，八宝和周周会生皇爷爷的气吧？皇爷爷，周周做错了事，娘亲也是会罚我们的。娘亲说过，这不代表娘亲不喜欢周周和哥哥，只是想让我们意识到错误。皇爷爷，大周朝律法当中明确写了，妻妾犯错，一家之主有管教不严之责，也是要受罚的。爹爹和娘亲说了，我们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宝宝。不错，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韩王、韩王妃罚俸半年，潜心抄写经书100卷，为太后祈福。父皇，认真追究起来，朱颜阁被牵连污蔑，我三哥和三嫂也同样都是受害者。是啊，事情都是穆锦柔一人的主意，和三哥三嫂并无多大关系，请父皇从轻责罚。皇上，朱颜阁救人有功，韩王妃又请求德贵妃为臣妇等人送上药丸解除痛苦，即便是有失察的罪名，也功过相抵了。既然这么多人为韩王和韩王妃求情，那么就抄写经书10卷，罚俸半月吧。皇帝，母后不必再为韩萧和云兰求情了，让他们罚抄经书10卷，罚俸半月，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不能再轻罚了。好，那就这样处置吧。太后身体不适，太子身为众皇子的表率，也该抄写经书为太后祈福。是，儿臣会潜心抄写经书100卷，仔细供奉于佛前，为皇祖母祈福。啊，安王妃揭穿药丸有问题，又献上了珍贵的药材，理应重赏，赐黄金1000两，锦缎10匹。谢过父皇。好了，
今日这生辰宴就到这儿吧。妹妹，你的朱颜阁没事了吧？今日在皇宫之中，可有受到府中牵连？刚才吓到了没有？还好韩王殿下反应快啊。三位兄长放心，我没事，朱颜阁也没事。老身见过韩王、韩王妃，老夫人怎么嘴上说着见礼，身上却不动弹呢？难不成是许久没有离开修国侯府，连最起码的规矩都忘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意思表达的还不够明显吗？老夫人口中说着要拜见我，我怎么能服了你的面子呢？好了，老夫人来见礼吧。我是你祖母。哼，你刚刚称呼我为韩王妃，那自然跟我讲的就是君臣之礼。怎么我让你拜见的时候，你又开始跟我论辈分了？陆庆风，这就是你和陆氏教养出来的好女儿。修国侯身体不适，到旁边坐下来休息会儿吧。老夫人对我家王妃有什么意见，大可与本王来讲。我的心口好疼。正好我随身带着护心丹，花间过来拿一枚，给老夫人送过去。我这是老毛病了，用不着服药。那老夫人多注意些，省得待会儿你晕倒了，我还要多找些药给你灌下去。这有效果还好，万一没效果，那可就糟了。你这是在威胁我？老夫人说什么呢？我不过就是站在一个医者的身份上，关心老夫人的身体罢了。毕竟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有时候一些不起眼的小毛病，说不准就能要了性命。我这个人最讲究有来有往，别人对我什么态度，我便对别人什么态度。简单来说一句话，素质不详，遇强则强。若是就事论事，我便和你分辨几句；若你再继续搬出长辈的架子来压我，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既然韩王妃要就事论事，那我们便静下心来说一说。老夫人这不是也能好好说话吗？说吧，你想谈什么？这第一桩自然就是我国公府降爵的问题。皇上圣口裁决，我和王爷可没这个资格让其更改圣旨。更何况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未必是好事。父亲已经多年不上战场，府中几位兄长又还未入仕，修国公府一日站在这里，就要一日面对朝堂风云。3代承袭不降爵，实在是太过惹眼了。我们穆家没有必要做那出头的传子，更何况男儿志在四方。3位兄长若是有本事，大可以走祖父的道路，战场立功，出人头地。若没有本事，继承了爵位，反倒如小儿抱金过闹市，反而酿成大祸。妹妹说的是，男子汉大丈夫，理应自己创下一番事业，怎能只靠祖宗庇佑呢？我的想法和大哥是一样的。大哥和二哥都去战场建功立业了，我留在上京保护母亲和妹妹。老夫人，这爵位的事情谈完了，还有别的事情要说吗？还有你妹妹锦柔。母亲，锦柔已经不再是韩王侧妃，因为杖责80，还被打断了腿骨，以后走路都有问题啊。她伤成这样，也算是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以后就留在我的身边，好生养着吧。母亲，锦柔的性子不适合养在府中，我已经让人做了安排，即刻送她去冀兆安。求求你饶过锦柔吧，饶她一命吧！韩王妃，求求你饶过锦柔吧，她是你的亲妹妹啊！现在把她送走，她会死的。柳姨娘这拳拳爱女之心，可真是让人感动啊！韩王妃，锦柔现在没有了侧妃的身份，不会跟你争抢什么了。求求你，就把她当成个小猫小狗，给她留一条活路吧。父亲，这件事情，俗话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即便是陌生人，也讲究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更何况还是亲姐妹，还是不要赶尽杀绝的好。哼，亲妹妹，穆锦柔她可真是我的好妹妹。为了强出头，购买带毒的药丸送给太后的是她，屡次针对要毁我名节的是她，洛城疫病爆发，推着我前去送死的还是她。他自己作死，连累了府里，落到了今日的境地。现在你们却认为是我赶尽杀绝吗？王妃，贱妾绝对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只是想让你在老爷面前说说情，让锦柔留在府中休养吧。我为什么要帮他求情？你怎能如此冷血无情？那是你的亲妹妹啊！我还是你的亲孙女呢，还不是在这里被指责冷血无情吗？老夫人，
你非要我把府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个清楚明白吗？你胡说什么？府中有什么事情，也轮不到你一个外家女过问。我也不缺你一个孙女孝顺。好，既然老夫人不需要我孝顺，今后就别给我摆什么祖母的架子，有事儿也别求到我头上。老身求你，哼，老身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孙女儿。母亲，您这是在说什么？穆庆风，老身今日跟你说明白，我福气浅，受不了那些个身份尊贵之人的孝敬。锦柔是我最喜欢的孙女儿，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被送入纪兆庵等死。你要送走她，我就陪她一起走。老身倒要看看这个大不孝的罪名，你担不担得起？母亲，你那么大声做什么？你是在对我这个母亲表示不满？好啊，来给老身收拾东西，我立马回南州老家。老二孝顺，绝对不会像你这个不孝子，整天就知道忤逆。逆子，你就是个逆子！早知道你如此不孝，当初袭爵的时候就应该将爵位交给你二弟。如今倒好，你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老二一家子远在南州，困苦不堪。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父亲，穆庆风，夫人，你怎么过来了？你们三个这么大的人了，一个个都是木头吗？你们妹妹都知道维护父亲，你们却只知道傻傻的站着。母亲，孩儿有错，请母亲责罚。母亲，你身体没好，先回院子歇着，这边的事情我来处理。傻孩子，母亲还在呢，怎能让你一个孩子顶在前面？乖女儿歇一歇，母亲来。韩王殿下，岳母，你休了穆锦柔，以后府中难免再入新人，还是希望你挑选的时候选些性子和善的，免得欺负了云兰。岳母多虑了，韩王府不大，有一个女主人就足够了。男儿一诺千金，有韩王殿下这句话，我这个做母亲的就放心了。你今日休了穆锦柔的决定，我只能说万分正确。陆氏，你听听自己的话，像是当家主母该说的吗？别忘了，穆锦柔也是穆家的孩子，也要称呼你一声嫡母。老夫人说这话都不觉得亏心吗？你说什么？穆锦柔是从柳姨娘肚子里爬出来的，真正是我孩子的就只有云兰一人。我向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怎么了？穆庆风还是你亲生儿子呢，你还不是向着二弟一家？反了！老夫人，我嫁入穆家23年，你看我不顺眼23年，我始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你今天能不能明着跟我说说，当年柳姨娘怀着身孕找上门，你不顾我生产在即，非要逼着穆庆风纳她为妾，我答应了，哪怕因此动了胎气，导致云兰生下来就体弱，我也没有怨对过你。穆锦柔出生之后，你要我对她视如己出，还非要将她抱养到我这里，到底安的什么心？我安的什么心？谁家的庶女不是嫡母负责教养？哼，既然交给我来养，那老夫人你为何派遣了4个嬷嬷守着，看顾的这么周全了？为什么足月的穆锦柔却动不动就发烧生病？为什么我不亲自去照顾，你就斥责我苛待庶女？照顾庶女也是你应该做的。是，我为了不让你斥责，专心照顾穆锦柔，结果忽视了云兰，导致她冬日受寒高烧不止。我抱着她不断的祈求上天怜悯，3天3夜不敢闭眼。穆云兰，我成为了你以后，你真正的亲人就由我来照顾吧。当然了，这其中可不包括那些不配为人的渣渣。那还不是怪你自己无法兼顾平衡。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专心照顾2个孩子。云兰有的，穆锦柔也必定有一份。除了嫡女的名头，穆锦柔在府中一点都不比云兰过得差。我认真照顾着他们2个，再没有出现差错。老夫人口中的兼顾平衡，我做到了。可你为什么还要百般挑剔？老夫人，对你，对柳姨娘和穆锦柔，我已经仁至义尽。穆锦柔自己作死，那就让她死。老夫人，你要回南州找二弟，我也不拦着。我孝顺了你这么多年，也该二弟一家子好好尽尽孝心了。你不怕背上大不孝的名头？怕？现在国公府已经变成修国侯府，大不了再变成伯爵府、子爵府，哪怕最后变成白参又怎么样？我的3个儿子有力气，有武艺，
哪怕变成白参重新参军，也一样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我的女儿是王妃，懂医术，治得了疫病，开得了朱颜阁，身为女子同样风生水起。他们就是我的底气，就是我的倚仗。老夫人你呢？陆氏，你不敬婆母，犯了7处之条，我要让穆庆风休了你。休了我和穆庆风的婚约是穆庆风跪求，老修国公亲自恳请，先皇特意赐婚定下的。想休了我，做你的春秋大梦。我不休了他就是好的。夫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什么都行，休夫可不行啊！一边蹲着去。好。老夫人，你是现在走，还是我派人通知二弟，让他来接你？老夫人，我建议你走水路，联合码头有渡船，我帮你包个柜的，平稳，速度快，让你能尽快见到二叔。几位大夫，老夫人身体状况如何？你们但说无妨，今日我们这么多人都在，可以共同做个见证。不管结果如何，保证都不会牵连到你们的身上。说，你们放心大胆地说，今日别管发生了什么事，没人动得了你们。老夫人，您的脉象有肝气郁结之症，这是时常动怒、情绪起伏太大的缘故。心火和胃火也有些旺盛，这是平日里用多了滋补的东西，导致了补得过头了。老夫人上了年纪，平日里的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你们是不是被穆元兰给收买了？老夫人，您这是在说什么呀？我们本来在药房之中安心坐诊，是您派人请我们过来的。我们都是有良心的大夫，除了一些必要的诊金，没有受过任何人的收买。是啊，老夫人您身份尊贵，可也不能开口闭口就污蔑我们啊！你们诊脉诊清楚了，我刚刚明明感觉喉咙发疼，胸口憋闷，到现在胸口的骨头都疼得厉害，怎么可能正常呢？老夫人啊，你明显有怒火攻心之症，可体内却有一股药力，极好的保护了心脉。胸口疼痛憋闷，这是一点轻微的后遗症，休息一下就能好。不知道老夫人吃了什么神丹妙药啊？老夫人刚刚的确是怒火攻心，导致情况危急。我家王妃为老夫人服下了一枚护心丹，可老夫人却怀疑丹药之中有毒，哪怕王爷亲自服用下一颗丹丸，证明其无毒，老夫人还是不信。刚刚老夫人一直喊着王妃要毒杀她，就是因为这个的缘故。华坚，别说了，祖母一时情急，再加上因为妹妹的事情对我有所不满，一时误会也是有的。你害我！祖母，我的性子随了母亲，自小不被祖母喜爱，以往府中有什么应酬，祖母也从来不爱带着我。谁让我没有锦柔妹妹的性子讨喜，更受祖母偏爱呢？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锦柔妹妹犯了大错，差点害了太后的凤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听从你的意见，再将她当成亲妹妹一般对待了。这是老糊涂了吧？嫡亲的孙女儿不喜欢，反倒喜欢一个庶女，真是让人想不明白。一个庶女，还是险些害了太后，牵连到整个家族的庶女。若是放在我的府中，早就拖出去打死了，怎么会有人护着这等孽障？诸位，祖母只是一时糊涂，并非有意说刚才那些话的，惊扰了诸位，还请大家见谅。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今天的事情还请诸位不要向外传扬。元兰在此谢过诸位了。有劳了。是啊，韩王妃尽管放心便是。过些时日，朱颜阁会新上一批调养身体的药丸，不仅是对女子有效用，男子服用之后也有调理身体、补气养血之效。朱颜阁到底是专门接待女客的地方，所以这药还是得由各家夫人小姐购买。我也没什么其他东西能送的，就提前送出一批药丸来给诸位试用效果。有什么意见的，尽管告诉我。多谢海王妃。本王听闻，最近又是有一些个关于八宝和周周身世的流言传出来，告诉礼部尚书，让他好好的查，仔细的查，查清之前，就别去上朝了。你们不要乱来！老夫人，您怒火攻心急糊涂了，还是回到府中好生养着吧。不，我要去南州。老夫人别急，这去南州有的是机会，早晚都能去的。你们别乱来！真是胆大包天，你还管到我的头上了！老夫人可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说有一个牧童放羊时觉得无聊，便对着山下大喊狼来了。第一次，全村的人都聚集过来，要帮牧童打狼，结果发现根本没有狼。第二天，这牧童又对着山下大喊狼来了，
全村的人再次跑过来，结果发现又被戏耍了一通。到了第3次，狼真的来了，结果这牧童喊破了喉咙，村里的人都以为这牧童是在虚张声势，根本没有人过来。老夫人想知道最后这牧童如何了吗？还能如何？必定是所有的羊都被咬死了，这牧童也被开膛破肚。母亲聪慧，结果的确是如此。祖母刚刚对外喊着我要毒杀你，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若是再喊上几次，不知道这最后的结果会不会如同狼来了的故事一般，以后不管祖母怎么喊，都无人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了。穆清风，云岚今日的所作所为，皆是我想了许多年没敢做的。老夫人做了什么，你心中一清二楚。老夫人是你的亲娘，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你若是要责怪云岚，那我便立刻带着她离开穆家，绝不再碍你和老夫人的眼。夫人，你说什么呢？云岚是我的乖女儿，她自小最为乖巧懂事了，若有什么错，那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错，当然怪不得你和云岚了。我就是想让云岚来帮老夫人诊诊脉，看看要不要紧啊。父亲，老夫人是怒火攻心，导致一时痰迷心窍才晕倒的，由我给她服下的那枚护心丹，回去好好睡一觉，保管第2日什么事都没有。嘿嘿，三弟，二哥刚刚和你开了个玩笑嘛，没有吓到你吧？三弟，多年不上战场，你也不用变得这般娘们唧唧的吧？瞧你身上这身衣服啊，这颜色和花纹真是鲜亮啊！笑死我了。那可真是让你见笑了。哟，三弟好福气啊，从哪里淘换来的此等美人呢？我这回巡视归来，有人送了我几个百越女，滋味不错，我们兄弟俩交换品尝一下，如何呀？以前听说过红袖添香，这美人泼茶竟也香得很呢。现在还香吗？自然。你做了什么？楚寒宵，你敢偷袭本王？有什么话好好说嘛！亲兄弟怎么能随意动手呢？你看，把你二哥都伤成什么样子了。太子大哥，二哥和三哥许久未见，他们2个又都是领兵打仗的好手，彼此切磋一下，不也挺正常的吗？四弟，这切磋有用这么尖锐的瓷片往别人心脏的位置钉的吗？太子大哥说什么呢？别说隔着铠甲，那还有皮肉跟骨头呢，还能真的重伤二哥不成？二哥怎么可能那么弱？二哥，你说是吧？韩晓，你……王爷爷，八宝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皇爷爷呀！乖宝啊，快告诉皇爷爷，这是怎么了？老二，你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长相过于凶神恶煞，把朕的乖孙和乖孙女给吓着了？父皇，您说什么呢？瞪的，你瞪什么瞪啊？你眼睛多大似的？赶紧后退2步。乖宝啊，不怕，那是你们二伯伯，是你们爹爹二哥。二伯伯不是来杀八宝和妹妹的吗？嗨，怎么会呢？八宝是被你二伯伯这煞气给吓着了吧？不是吗？那为什么二伯伯要用长长的鞭子打八宝和周周呢？闭嘴！你们2个小崽子真是没教养，竟然编排起你们二伯伯来了。二伯伯不过是和你们开个玩笑而已，怎么这么不识逗呢？你闭嘴你！我好你个出警察，骂人骂到朕头上了。父皇，您说什么呢？儿臣怎么敢骂您呢？八宝和周周由朕来养着，是朕在一手教导。你说他们没教养，朕看你没教养呢。一家衣服上下都没教养。父皇恕罪。王爷爷，娘们唧唧的是什么意思啊？八宝怎么忽然问这话呀？可是有谁这般说你了？没有说八宝，说的是爹爹，坏蛋二伯伯说的。你个小小孩怎么还当告状精呢？二伯伯不过是和你们爹爹开玩笑罢了。那说要抢娘亲，也是开玩笑吗？坏蛋二伯伯，你没有自己的娘亲吗？为什么要抢八宝和周周的？就是二伯伯丢丢脸，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到处抢别人的娘亲。娘亲是周周和哥哥的，没有办法再给你当娘亲了。父皇，儿臣没有别的意思，初次见到三弟妹，一时没有认出来，还以为是三弟府中的哪个侍妾，一时嘴快说了几句玩笑话。父皇，您是了解儿臣的，儿臣这个人历来是有嘴无心，说话不过脑子的。朕的生辰宴闹哄哄的，过得不好。这一次冬猎本想出来放松放松，谁如果再搅了朕的好心情，那么就别怪朕让他也高兴不起来。父皇，英王对儿臣的王妃口出狂言，
儿臣方才小惩大戒，用瓷片伤了他，儿臣愿领罚，却不知错。父皇，儿媳多年不见二哥，还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登徒子，在他出言不逊之际，用茶水泼了他，还在里面下了些药。儿媳也愿意领罚，却也同样不知错。老二既然受伤了，那么就回马车上，好好的养伤吧。父皇，儿臣还要负责禁军调度，保卫您的安全呢。不用，这事便交给太子来做。父皇，八宝，周周乖啊，不哭了啊！皇爷爷心疼死了。王爷爷，你怎么能那么厉害呢？你保护了八宝和周周哎。王爷爷是大英雄，呼的一下就打败了大怪兽，周周还以为会被打死呢，结果得救了。哎呀，什么大怪兽小怪兽的，只要敢过来，皇爷爷不打死他。王爷爷是最厉害的。把手拿过来。一点小伤不要紧。王爷，我刚刚都阻拦你了，我自己对付他就好。你和鹰王到底是亲兄弟，你和他直接动手，总会影响你的名誉。云兰，你其实我和鹰王是兄弟，是不是忘了我们俩是夫妻？看着自己的妻子受辱，却无动于衷的男人，不配在这世上活着。疼！王爷，你这脑袋是铁做的吗？我看看撞得厉害吗？这需要用什么药？我来帮你涂。云兰，别动。王爷，我听说你们习武之人都有丹田，你的内力存放在哪里啊？这里。云兰，你若是说是想，可以等中途安营扎寨。我不想。你我是夫妻，倒是也可以想。我真的不想。要不再好好想想，你到底想不想？我不用想，我一点都不想。王爷，你手中的书好看吗？自然。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这本《小红帽拜大灰狼》的儿童画册好看到哪里啊？小宝，一会儿你的伯伯和叔叔们都过来吃饭，你们跟着皇爷爷做。可是皇爷爷，周周想要和娘亲一起做，娘亲的额头受伤了，周周要给娘亲护护。你们娘亲的肯定上过药了，不用护护也不疼的。跟着皇爷爷做，皇爷爷桌上这的东西更多更好吃。云兰，鲁妃这边好吃的也多，咱们自己吃，不给楚寒宵，让他欺负你。鹰王呢？怎么这会儿还没过来啊？回禀皇上，鹰王殿下说是身体不适，晚上没办法来陪伴皇上一起享用了。无权，鹰王的伤势如何？回禀皇上，奴才知道您关心皇子们的身体，专程找太医询问了。太医说只是一点皮外伤，伤口并不深，清理之后上一些药便没事了。传朕的口谕，让鹰王好好养伤，在到达皇家猎场之前，都不必过来伴驾了。是。皇上恕罪，四公子不是有意冲撞的。这不是燕王家的老四荣心吗？这般急匆匆的做什么？你这个坏女人，你害了我爹爹，我爹爹要打死你！放肆！小小年纪对着自己的婶婶出言不敬，你的规矩学到狗肚子里去了。荣心，你这是怎么了？快到祖母这里来。荣心是吧？你找三婶婶有什么事吗？云兰，皇上贵妃姐姐，荣心只是个孩子，看到自家爹爹被人所伤，难免心中愤怒，做事失了分寸，还请皇上和贵妃姐姐见谅。坏女人，知道小爷的厉害了吗？放肆，真是太放肆了！贤妃，你这个祖母是怎么当的？都不知道好好教教自己的孙子规矩吗？贵妃姐姐，孩子太小了，天真烂漫才是好的。那些死板的教条规矩都给孩子教傻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哪有不犯错的呢？本宫没记错的话，楚荣心是7岁，不是7个月吧？还有，本宫看你是脑子糊涂了，你管这毫无规矩的粗鲁样子叫做天真烂漫？我就打那个坏女人怎么了？谁让她蛇蝎毒妇害了我爹？那是你婶婶。什么婶婶？一个女人，我呸！打她骂她又如何？我可是皇孙。双脸怪，周周打死你！打！周周，别打肋插骨，那里最疼了。打肋插骨，周周记住了，打！来人，快来人，快把小郡主拉开。贤妃妹妹，刚刚是姐姐不对，你说的没错，小孩子嘛，打打闹闹调皮一下很正常的。放开！有本事我们两个来单挑！
哥哥说过了，骂周周的都是在狗叫，全部不用管。哎呀，乖宝不气啊！黄爷爷看看小手红了没有啊？哎，黄爷爷，你放开周周，然后躲远点，当心溅你一脸血。不错啊，这才是我老楚家的女儿，小年纪就是如此的不凡。黄爷爷夸的没错，周周不凡，超级不凡。如心，你怎么了？快让祖母看看。爹爹威武，爹爹最棒！哇，爹爹霸气，爹爹无敌！你瞅啥？瞅你咋的？再瞅个试试，试试就试试。闭嘴！你闭嘴！老二，你再是没规矩的胡来，别怪朕现在就让人把你丢进宗人府里去。父皇，您怎么总说我呀？那你怎么不说惹事的总是你呢？父皇，我不过是个嘴上没有把门的，说了三弟和他王妃两句，结果你看看我，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您看这伤，朕看见了，你再晚说一会儿，这伤都快自己愈合了。父皇，不仅仅是这伤，还有韩王妃给我下的药，又痛又痒，宛若千万只蚂蚁钻心刺骨啊！什么？韩王妃，本宫知道你懂医术，可你也不能随意把毒药带在身上吧？贤妃，若不是你儿子出言不逊，云岚会小惩大戒。贵妃姐姐，你护着儿媳妇，妹妹能理解。可是你再怎么，也不能忽视皇上的安危啊！为了防止有人趁乱对皇上不利，朝廷早有规矩，任何人面圣不得携带有毒之物。慕云岚身为韩王妃，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看自己有功，有恃无恐，还是心存不轨，明知故犯？父王，爹，那个坏女人凶我，还有那个赔钱货，他打我，你帮我报仇，你帮我打死他们！孽障，你说什么呢？王爷爷，虽然又没说错，一个女娃娃不就是赔钱货吗？女娃长大了就要嫁人，还要给嫁妆，变成了别人家的人，都是赔钱货。皇上，楚荣心一个孩子，却满口荒唐言论，丝毫没有小孩子的天真性情，分明是没有被教导好，又或者是跟着什么人学坏了。德贵妃说的是，小年纪，没有一点规矩。来人，把楚荣心带下去，打掌心20下，然后把他身边全部的嬷嬷、宫女、内侍尽数杖责50，遣送入掖庭服役。贤妃，连自己孙子也管不好，如何的管理公务啊？今日开始，后宫这一切事宜全部由德妃来负责。至于你，每日抄写佛经，静思己过。皇上，臣妾的确没有教导好荣心，愿意领罚。可是臣妾不能看着您身处险境而不管呢。贤妃娘娘误会了，二哥冒犯我当是什么当徒子呢，所以有心惩戒。不过用的不是毒，是钱麻叶。什么钱麻叶？一种植物。哼，贤妃妹妹自小养尊处优，不知道这钱麻叶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东西碰一下就会让人又疼又痒，说是接触的多了，还会让人皮肤红肿。本宫小时候还研究过，牛羊牲畜都认识，见到都不吃的。多谢贵妃姐姐教导。即便如此，皇上，贤妃妹妹多关心您的身体呀。不过像是钱麻这种东西，野外随处可见，妹妹这么关心皇上，心意不可辜负，不如就让鹰王将猎场周围的钱麻一类清一清，如此既能让妹妹放心，又成全了鹰王殿下的孝心。皇上，好啊，贵妃这个提议极佳，不日将抵达皇城猎场，到时候鹰王便带着儿子们去拔钱麻吧，记得拔得干净些。父皇，儿臣这双手是领兵打仗的，怎么能做拔草坪、刨地那么低贱的活呢？你说什么？王爷爷不骗，坏蛋二伯伯，拔草才不低贱，农民伯伯哪个不拔草，哪个不刨地？娘亲说了，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农民伯伯是很厉害的，你娘亲没有教过你吗？八宝都比你懂事，到了猎场，你不光是要拔草，还要每日交给朕一份3000字的拔草心得。如果写的朕不满意，战场你也不必毁了，就留在猎场好了。是，父皇，儿臣知道了。父皇，儿臣身上实在是难受啊，太医也看不出是什么。和朕说有什么用？三弟妹，二哥今日鲁莽了，你这给我泼的是什么吗？赶紧给我解开吧。二哥平日里不洗澡吗？什么？不过是一点钱麻泡的水，回去之后洗个澡，水温略微凉一点，很快就没事了。
坏蛋二伯伯肯定不喜欢洗澡。周周怎么知道的呀？你二伯伯这小时候给他洗澡，得3、4个人抓着，跟杀猪一样。王爷爷，因为坏蛋伯伯臭臭的。父皇，儿臣先告辞了。周周要去洗手了，双脸怪也臭臭的。周周有没有伤到？双脸怪，你还要害周周？周周跟你拼了！怀素怎么样？王妃放心，奴婢没事儿。多谢你。王妃客气了，护着小主子是奴婢应该做的。把这个孽障给我拖下去，打20板子，50下手心。皇上，若曦还小，还是个孩子呀。3岁看大，7岁看老，他还是个孩子，就出手这么狠了。长大了还不知道如何呢。拖下去，打，重重的打。父皇，你要是再求情，朕连你一块儿打。你们都是坏人，坏人！欺负我年纪小，等我长大了把你们都打死！好啊，真是长本事了。皇上，小孩子的话当不得真的。你给朕住嘴！把楚荣心的嘴堵上，打！柔心呐，你怎么样？快点跪下，跟你皇爷爷认个错。啊，柔心，你做什么？没有错，我有什么错？你凭什么不帮我？凭什么看着我受罚？放开！你这个混账，快放开！我是你祖母。你是我祖母，为什么不帮我？小畜生，放开你祖母！不帮我，谁都不帮我！打死你们！打死你们！父皇，荣心这孩子好像是疯癫了，您退后一些，别被他伤到了。靖王，你愣着做什么呢？还不快把你母妃给救出来！你这个孽障，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快去看看荣心怎么样了，千万别被踢出个好歹来。太医，快传太医！云兰啊，今日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时候也不早了，带着孩子们回去歇着吧，明日一早还要赶路呢。是，多谢父皇。皇上，出事了！安王妃遭遇蛇群，被逼落下了山崖呢。什么？哪片山崖？后山，落笋崖东南边的位置。父皇，落笋崖东南边是一片绝壁，不过儿臣巡查猎场的时候路过，曾经在那个地方听到过流水声。崖底地势深邃，若有水，必能汇聚成潭，四弟跟四弟妹便不会有事。禁军统领，立即调集人手下山崖寻找，一定要把安王和安王妃平安的找回来。皇上，眼下这个季节，蛇群都应该冬眠了才是，无缘无故的出来，必定是有人暗中作乱。微臣必须留在皇上身边，保卫您的安全。放肆！你连朕的命令都不听了吗？皇上的龙体为重，只要皇上身体安康，什么样的责罚，微臣都愿意承担。父皇，禁军统领言之有理啊，而且要下到那么高的断崖底下，普通的护卫徒手根本就难以抵达，要搭建绳梯的话，恐怕也要花费几日呢。皇上，微臣听闻韩王殿下武功高强，内力深不可测，在江湖上都名声赫赫。韩王和安王关系最佳，应该让韩王殿下带人前去寻找，如此效率更高。韩萧，立刻带上人手前去后山寻找安王和安王妃。安王殿下在犹豫什么呢？难不成你和安王殿下关系好，都是装出来的？之前韩王殿下战场重伤，安王殿下为你千里求药，情谊感天动地。如今安王和安王妃已经命在旦夕，韩王竟然不愿意前去营救他们吗？诸位大人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韩王妃这是什么意思？父皇，崖底情况不明，四弟和四弟妹又是被蛇群逼落，必须要准备周全才能够下山崖，不然就连王爷也会一同落入险境。云兰之所说极是，韩萧，父皇担忧安王和安王妃，同样担忧你的安危，一定要准备万全，再下山崖，千万不可逞强。是父皇，四弟虽性情不拘一格，可他本身却不是冒进的性格，他落崖这事必有内情。我知道。那你还让我离开？王爷应该看明白了，这用的是阳谋。王爷若是不去，那就是不顾亲兄弟的生死，必会留下千古骂名。王爷，你若是不去，四弟和四弟妹出了什么事情，这件事就会成为你心中一辈子过不去的坎儿。那你跟孩子们……王爷放心大胆的去，谁敢朝我这边伸爪子，我必定剁了他。这应等韩王府的人手都给你留下，等着我，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的。好。花间，传信给江离，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在暗中保护爸爸和周周。若有人敢动2个孩子，全力动手，不必留情。有什么后果我担着。是。王妃，皇孙楚荣心不见了，禁军正在到处寻找。皇上担心其他的皇族人也会遇到危险，请王妃立刻去皇上的营帐。准备妥当了。是，王妃，一切妥当。我的肚子！三弟妹，我替荣心向你磕头了，你把他……二嫂怀有身孕，濒临生产，不用专门过来替荣心道歉。我一个做婶婶的早就不怪她了。只是二嫂，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到处乱逛？二嫂身边的侍女照顾不周，真是该罚。瑞颖，立刻派人出去，一波去请太医和产婆，一波去把二嫂身边的2名侍女即刻扣押问罪。二嫂不要慌，羊水破了，现在将你送回自己的营帐怕是来不及了，只能就近在我这里生产了。王妃，立刻准备热水、烈酒、剪刀、干净的布巾，还有，我给你那张安胎的方子，立刻找太医抓药熬制，别耽搁了。王妃，准备这些东西，你要亲自给英王妃接生吗？准备了也不一定用得上，担心什么？英王妃距离生产还有一阵子呢。二嫂，你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是担心再生出一个楚荣心那样的怪物吗？楚荣心那个孩子自小就异于常人吧？你想要做什么？放心，你不会有事儿，你肚子里的孩子也会平安降生。当然了，大概率这个孩子会和楚荣心一样。毒妇，你要害本王的王妃和孩子！英王，我家主子乃是韩王妃，还请你自重。本宫的儿媳怎么样了？小皇孙情况如何？毒妇，你害了本宫的儿媳妇，还敢害本宫儿子！本宫今日就替你母妃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贤妃、燕王，你们若敢对本宫的儿媳妇不敬，本宫活扒了你们的皮！反了，你们2个是真的要反了！本宫的儿媳心善，救了燕王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你们2个却恩将仇报，反过来对她动手，跑去禀告皇上，贤妃和燕王疯了，要大杀了本宫的儿媳。是，奴婢这就去。皇上救命！贤妃和英王要杀贵妃娘娘和汉王妃了。娘亲，不慌，先让皇爷爷问问是怎么回事。快把怀素带进来。皇上，英王妃担忧走丢的皇孙，不顾怀有身孕，在夜色中乱走，不慎绊倒之后被韩王妃所救。可贤妃和英王却一心认为是我们王妃要谋害英王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对我家王妃喊打喊杀。父皇，贤妃娘娘和二弟应该不会如此不知分寸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皇上，我家王妃发现英王妃只身一人乱走之后，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让属下等人去寻找英王妃的侍女，却不想正好撞见这2名侍女正在谋害产婆。你说什么？皇上，属下前去抓人的时候，也有禁卫护卫同样亲眼所见，他们2人出现在产婆的营帐之中，2名产婆都已经中毒身亡，而装着毒粉的纸包就在2人的衣袖之中。贱婢，好大的胆子！你们杀了产婆是想做什么？这2个奴婢好生恶毒，没有了产婆，英王妃如何平安生产？若真有个3长2短，救了她的韩王妃，才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英王妃现在在何处？回禀皇上，英王妃摔在地上，虽然有韩王妃和身边的侍女保护，可依旧受到惊吓，破了羊水，因此不宜挪动，被韩王妃安置在了自己的营帐中。太医赶过去了吗？回禀皇上，已经全部赶过去了。好，朕也去瞧瞧。父皇，儿臣来抱着八宝和周周吧。吴权，赶紧让人准备软轿。不算太远，不用准备软轿了，走过去便好。太子，你抱好了八宝和周周，千万别摔人了。是，父皇放心。护驾！八宝，周周，八宝，周周，快保护孩子！我已经制住他了，快来将他击杀。父皇，您怎么样？可有受伤？朕没事，八宝和周周呢？八宝，周周，救！快，一定要救下小郡王和小郡主！怎么回事？怎么会有狼群呢？父皇，快走！八宝，周周，父皇，2个孩子怕是都怪儿臣，是儿臣的错，儿臣没有抱好小侄子和小侄女，我怎么那么没用啊？
皇上，狼群似乎和那些敖犬有仇，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后撤，不然等他们厮杀完，您的处境可就危险了。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狼嚎声？八宝，周周，你不能走，你不是要救本王的王妃吗？现在立刻马上救！太医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儿媳和皇孙的命可都在慕云兰一个人身上了。他现在若是走了，我儿媳和肚子里的孩子一尸两命，这个罪责算谁的？让开！贵妃姐姐，你和慕云兰现在离开，就是害死我儿媳妇和孙子的杀人凶手。只要你们敢走，本宫和英王绝对会让你们和韩王府身败名裂。你，贵妃娘娘，韩王妃，大事不好了！皇上遭遇敖犬袭击，太子抱着小郡王和小郡主的时候不慎跌倒，失手将2个孩子抛到了敖犬群中。本也是有机会将人救出来的，可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狼群，直接对着那些敖犬厮杀过去了。如今小郡王和小郡主跌落的位置已经全部被狼群踏平，2个孩子实在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哎呀，这可真是贵妃姐姐节哀呀！这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总是说不准的。就是可怜了2个孩子，3岁多还不到4岁吧，就这么没了。贱人！我告诉你，你最好祈祷八宝和周周平安无恙，那样本宫会给你们一个痛快。若是八宝和周周有个3长2短，本宫连同本宫身后的西凉，豁出所有的人命去不要，也要让你们这些贱人给本宫的孙儿们陪葬！你疯了！把你臭嘴闭上！云兰，你别怕，别管是狼群还是虎穴，母妃一定将八宝和周周平安带回来。母妃，毒妇，你哪里都不能去，快救人！江离，娘亲、祖母、大狗狗，好多大狗狗！江离，辛苦你了，可有受伤？主子放心，江离无事。云兰，一定要好好奖赏这个护卫才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八宝、周周，准备好了吗？娘亲，周周准备好了，一定完成任务。好，交给你了。是，主子放心。云兰，你这是要做什么？母妃，楚荣心不是无缘无故失踪的，那些獒犬就是他放出来的。什么？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啊，他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想得到这些？又怎么可能不惊动旁人做到这些？这背后少不了有人给他提醒撺掇。那狼群难道也是太子安排的？是，太子想除掉八宝和周周，又想要救驾之功，彻底赢得父皇的宠爱和信赖，让人圈养了狼群，专门眼接着这出戏呢。我看太子是走火入魔了。云兰，你想让八宝和周周做什么？母妃，这份救驾之功给八宝和周周是不是更合适？朕的孙子和孙女被狼群围困，生死未卜，你们竟然劝朕离开！父皇，您是大周朝的主心骨，说是您出了什么事情，江山社稷该何去何从啊？太子，朕是皇帝，可朕也是人。身为一国之君，连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护不住，朕这个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朕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身为储君，可以处理国事，可是八宝和周周如果出事了，朕必定会懊悔，心痛一辈子。立刻的驱散狼群，救下小郡王和小郡主。若是八宝周周出事，今日的在场禁军全部陪葬。坏蛋大狗狗，不许伤害我皇爷爷！是周周，那2个小畜生不是应该死了吗？八宝、周周，乖，是你们吗？皇爷爷，护驾，快护驾！你群坏蛋大狗狗，不许欺负我皇爷爷！皇爷爷，你别怕，坏狗狗欺负你，周周揍死他！老天保佑，这是老天保佑吧？什么老天保佑？我看是小郡主应该是天生祥瑞之体才是啊。没错，一定是天生祥瑞之体，不然怎么可能让百兽之王臣服呢？大猫咪，冲！打跑坏狗狗，保护皇爷爷！朕的乖孙女。谢谢你，大猫咪。周周，快让皇爷爷看看，可有受伤了？你哥哥呢？是不是跟着你一起获救了？皇爷爷，周周没有受伤，是大猫咪救了周周和哥哥。哥哥抱着好大胆在后面呢。
好大胆不怕，那是你爹爹。王爷爷，刚才有很多可怕的恶犬，还有狼，王爷爷有受伤吗？王爷爷要是受伤了，周周就带着大猫咪杀到森林里去，把那些坏蛋大狗狗通通揍一遍。皇爷爷没事，有八宝和周周保护，皇爷爷一点事都没有。皇上得上天庇佑，平安无事，实乃大周朝之幸啊！朕的确是有福气，不过却不是上天庇佑，而是八宝和周周有孝心。皇上，小郡王和小郡主不仅化险为夷，还带着猛虎前来营救皇上，实乃神迹呀！皇族那么多年都没有女孩降生，却偏偏得了小郡王和小郡主这一对龙凤胎，本身就是祥瑞，自然是非比寻常。不错，八宝和周周是朕的福星，是大周朝的祥瑞。好孩子，皇爷爷的好孩子。父皇，猎场已经不安全了，不仅有狼群，还有猛虎。为了父皇的安全，儿臣恳请父皇即刻启程返京，再派遣更多的禁军清剿山林。哼，太子伯伯大坏蛋！周周怪大伯也是应该的，是大伯伯不好，没有保护好你们。王爷爷，太子伯伯不喜欢八宝和妹妹吗？八宝为什么会这么问啊？因为太子伯伯把八宝和妹妹扔给了那些坏狗狗啊。八宝误会了，当时天色太黑，地上又有一个坑，太子伯伯没有站稳，摔倒在地，没有抱紧你们。才不是，没有抱紧和扔出去，周周还是分得清的。太子伯伯就是把周周和哥哥扔出去的。你们两个受了惊吓，一时分辨不清，太子伯伯不会怪你们的。父皇，眼下当务之急。皇上，太子殿下受了重伤，瞧瞧这身上的血迹，必定是失血过多了，还是先退出此地，请太医过来帮太子殿下包扎疗伤吧。周周，刚才那只大虫。什么大虫？哪里有大虫？很大吗？能不能扔到坏蛋太子伯伯的脑袋上？就是刚才你骑着那只大猫咪，是他救了你跟八宝吗？皇爷爷，大猫咪是来找好大胆的，周周和哥哥身上有好大胆的味道，所以大猫咪就找到了我们，还把我们从坏蛋狗狗的嘴巴里救了出来。虎毒不食子，动物之间尚且有着不残害幼崽的灵性，实属难得。父皇是用老虎来敲打我，他真的因为那两个小畜生的话怀疑上了我。王爷爷，娘亲呢？怎么没有看到娘亲？快来人，立刻是把道路和营帐清理出来，全部的受伤之人统计明会，按照伤情的轻重由太医诊治。父皇，这件事就由儿臣来安排吧。不必，你伤的也不轻，等太医帮你包扎之后，好生的休息养伤。这件事情之后就交由这老五平王来安排。父皇，儿臣没有经验呢。有那么多官员在一旁帮衬着，你也就是起一个坐镇调度之作用，没有经验就虚心的向别的大人请教。你已经成家立业了，等回去之后也该入朝理政了。是。皇上，奴才斗胆，也想沾一沾小郡王和小郡主的福气，让奴才抱一抱两位小主子如何呀？皇上放心，奴才就是把自己个儿摔死了，也绝对不会伤到小郡王小郡主一根汗毛的。不要，周周不要别人抱。王爷爷累了，肯定是平时没有好好吃东西，锻炼身体的缘故。傻孩子，皇爷爷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王爷爷不是能活10000岁吗？怎么会年纪大呢？王爷爷吃这个，这是娘亲专门给八宝做的。八宝以前身体也很坏，好好吃东西，好好锻炼，现在已经恢复了。哎呀，小祖宗啊，皇上入口的东西没试过毒是不会吃的。王爷爷走吧，我们快点去见娘亲。王爷爷辛苦，周周也可以自己走，不过要皇爷爷牵牵。皇上，奴才怎么感觉您像是突然之间年轻了许多呢？八宝和周周乃是天生的祥瑞之体，我这个皇爷爷自然是跟着享福。药丸的事情不准任何人知道。是，奴才谨记。母妃，时间到了。武云兰，鹰王，我已经在帮鹰王妃接生了，你还想做什么？贱人！我好歹是宫妃，你们婆媳两人竟然如此对待本宫，看我的皇上面前如何告你们的状！告状？贤妃娘娘不去，我还要去呢。我好心好意救鹰王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为什么到了你们口中却成了罪人？而且你们明知道八宝和周周遇险，为什么拦着我不让我去救人？哼，救本宫的儿媳，我怎么不知道你穆云兰什么时候生出了菩萨心肠？本宫的儿媳和孙儿之所以会遇险，肯定是因为你吧？如果不是你伤了他们母子，
何苦巴巴的舔着脸非要救？贤妃，你少在这里含血喷人！贵妃姐姐这么激动，是不是做多了恶事心虚了？哼，八宝和周周那2个小畜生出事，完全就是你们的报应。你好大的胆子！你再敢胡言乱语，本宫便废了你！废了我？哈哈，笑死了！我可是皇上亲口赐封的贤妃，你有什么资格？朕有没有资格？亲，你们没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父皇，是你救了八宝和周周吗？儿媳叩谢父皇。奸夫，朕问你话呢，废了你，朕有没有资格？父皇，母妃一时言语无状，请父皇宽恕。小郡王和小郡主果真是福星啊！有他们带来的福气，皇上现在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扇人都更有劲儿了。皇上，臣妾知错，臣妾不该口不择言，可这一切都是事出有因的。父皇来了，贤妃娘娘倒是仔细说说，什么因，什么果？皇上，因为荣心之前的冒犯，陆云兰一直怀恨在心。应王妃前来找他询问有没有见过荣心，却被他推倒，以至于羊水破裂而难产。微臣来晚了，请皇上责罚。你们现在才过来？皇上，微臣等人收到英王妃要生产的消息，立刻就往这边赶。可是，在半路上遇到了恶犬之后，又有狼群袭击，躲到一处营帐中死守，才勉强保全性命啊！你们去看一看英王妃的状况。皇上，多亏了韩王妃帮忙施针，用药调理，英王妃一切安好，肚子里的孩子也无恙。怎么可能？贤妃娘娘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可能？难不成你知道英王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将不保？云兰，你这么说，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父皇，英王妃生活的如何，本应该是二哥和二嫂之间的家务事，我本不应该插手这些。可既然撞上了，我也不是怕事的人，总要说2句公道话。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父皇必定为你做主。是，父皇。儿媳收到您让前往营帐聚集的消息之后，便出了门，却不想迎头便撞上了英王妃。她只身一人，身边没有带任何侍女，险些摔倒在地上，而且见到我便直接替楚荣心开口道歉。当时周围有很多禁军，皆可以作为人证。皇上，臣妾不知道这些细节。不知道细节你就满口胡说，往本宫的儿媳妇身上泼脏水。德贵妃，以后再遇上这样的事情，不要总是动嘴骂人。皇上，这贤妃……来人，把贤妃拖至营帐外，掌嘴30。皇上，臣妾一时不察，不是有意污蔑韩王妃的，皇上恕罪，恕罪啊！父皇，母妃只是太过担忧儿媳妇和小皇孙了，这才一时口不择言，请父皇从轻发落。朕忘了还有你呢。是啊，父皇，儿臣都这么大了，母妃也一直兢兢业业地照顾父皇，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呢，还请父皇饶过母妃这一次吧。身为儿子，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母亲被责罚呢？去，把英王一并拖下去，让他跪在贤妃的身旁，一同掌嘴。父皇，怎么，你不是很关心你的母妃吗？让你跟着母妃一起受罚，又不乐意了？当然不是。不是就好，拖下去。你看，光嘴上说是没什么用的，得拿出一些个实质性的惩罚，这样才可以让这些人守规矩、长教训。你现在成为了贵妃，掌管着后宫的公务，手段必须要强硬起来。是，有皇上这句话，臣妾今后就知道怎么做了。皇上，臣妾知错，不该误解了韩王妃，请皇上原谅臣妾这一次吧。云兰，你刚才的话没有说完吧？接着说，你在英王妃那边还发现了什么？还没完。父皇，儿臣安置好了英王妃之后，帮她诊脉，却发现她服下了过量的烈性堕胎药。不可能，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呀？你说堕胎药？英王妃已经濒临生产，这个时候堕胎？是，那堕胎药药性格外强烈，服用过后不出半个时辰，胎儿便会死在腹中。英王妃想杀了皇孙，她怎么敢的？难怪微臣刚才给英王妃诊脉的时候，发现她的脉象十分奇怪，颇有一种破而后立之象。哦，原来是服用了堕胎药之后，又被韩王妃力挽狂澜地救了回来。韩王妃真乃神医也呀！我一心只想救人，可没想到贤妃娘娘和英王殿下反倒转过头来咬我一口，非说是我要害英王妃，儿媳实在是冤枉。
以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怕是不敢出手了。朕相信韩王妃，你们一个身为婆母，一个身为夫君，连自己的儿媳妻子都照顾不好吗？皇上，臣妾平日里对英王妃百般疼爱，知道她怀有身孕之后，不偏赏赐流水一般的往英王府送，自认没有任何对不起这个儿媳的地方。贱人，你竟敢服用堕胎药，你还是瞧不上本王，不想生下有本王血脉的孩子。放肆！来人，还不快把英王这个孽障给朕扣押住！父皇，您扣押儿臣做什么呀？赶紧把儿臣放开，儿臣要好好问问那个贱人，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让他竟然恨到不愿意生下孩子。你这个孽障，英王妃是你的正妻，如今正为着你生孩子，有什么话不能等孩子平安降生之后再说呀？还生什么呀？他这么恨儿臣，谁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哪里来的野种？父皇为儿媳做主。英王妃，你先平安的生下了孩子，有什么话之后再说。孩子平安，你的一些所作所为，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孩子如果出事，那么你便是再无活路了。父皇，儿媳本来就没有什么活路了。这么些年，儿媳日夜遭受折磨，也早就活够了。父皇，您知道这些年儿媳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因为当初选秀传出过几句儿媳会被指给太子的流言蜚语，结果这么多年，别管是贤妃还是英王，都对儿媳怀恨在心，百般折辱。贱人，你还敢提当年？本王就知道，你还做着入太子府的梦呢。你不就是瞧不上本王，想着另攀高枝吗？果然，贱人永远都是贱人。你给朕闭嘴！英王如果再敢插嘴，直接把嘴堵上。父皇，您瞧见了吧？这位英王殿下不仅在战场上威风，回到府里更是威风。他就是个恶鬼，就是个变态。他在床上对儿媳百般折辱，也让儿媳感受到疼痛为乐。平日里，只要是在府中，就必定将我叫过去，让我跪在地上伺候他。你这个贱人，是彻底不要脸了吗？这样的话你都敢往外说？我以前就是太要脸了，才让你对我为所欲为，将我折磨得不成人样。你是个大变态，楚荣兴就是个小变态，你们父子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闭嘴！父皇，你不是好奇我为什么不想生下肚子里的孩子吗？为什么？因为我肚子里怀的和楚荣兴一样，就是个天生的坏种。你说什么？那楚荣兴小小年纪便脾气暴躁，吃奶的时候就咬伤了好几个奶娘，再大一些就以伤害羞辱身边的侍女内侍为乐，甚至喜欢将绳子拴在人的脖子上，看人在地上跪着爬行，几次险些闹出人命。楚荣兴才只有7岁。是啊，所以儿媳才说他是天生的坏种。他自小就知道怎么折磨人，甚至连我这个母亲都不放在眼中。儿媳一次一次的想要教好他，可他完全不配合，不仅一个字听不下去，还动辄就咬儿媳的手臂。小孩子顽皮一些，怎么了？你跟他斤斤计较，那才是没有一点做母亲的样子呢。立刻把英王绑了，把嘴堵上。楚景湛，你竟然也有今日！皇上，楚荣兴明明有问题，我跟他说过不止一次，英王却视而不见。我只能去找贤妃，可不仅没有换来重视，反倒被贤妃一顿责骂，说我没有照顾好孩子。朕会让人去查实这些，若你的话都是真的，朕会软禁楚荣兴，绝不可能让其成长为皇室的耻辱。皇上，韩王妃的确是清清白白，是儿媳不想要孩子，又害怕背负上杀害皇孙的罪名，所以才服下堕胎药，想要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韩王妃的身上。还有我身边的2个侍女，也是儿媳安排他们去毒杀了产婆，为的就是双管齐下，不让这个孩子平安降生。你倒是想得周全。比起让这个孩子成长为另外一个楚荣兴，还
如不让他降生在这个世上。鹰王有其他子嗣，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问题。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有很大的概率是健康的，而且你想要打掉他，应该早些行动。现在他已经足月，你再喝下那么多堕胎药，杀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你自己。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有可能是健康的。是。可是他明明告诉我啊！父皇，鹰王妃要生产了，请太医帮着瞧瞧吧。寻找有接生经验的嬷嬷立刻调集过来照顾鹰王妃。太医赶紧诊脉开药，确保皇孙平安降生。回禀皇上、贵妃娘娘，鹰王妃生下一个男孩。皇上，鹰王妃平安生子，只是失血过多，伤了根基，今后再也难以有孕了。小皇孙他，这个孩子如何？孩子在母体之中憋闷的时间太久了，而且孕期没有补充足够的营养，长大了之后，可能会不怎么伶俐。哎，不怎么伶俐也无妨，生在皇室，自然能保他一生快乐无虞。把孩子送回鹰王妃的身边，让她亲自服药。皇上，鹰王妃已经疯魔了，怎么能让她来养孩子呢？楚荣心出问题，你知道吗？臣妾不知。那个孽障现在何处？臣妾不知。父皇，护卫巡逻发现了荣心，儿臣怕您担忧，将他送了过来。坏女人，肯定是你告发了我，让敖犬咬死你，咬死你们！你最好不要这样大吵大叫。叫你管！喂，坏女人，敖犬怎么没有撕了你呢？还有八宝和周周，应该把你们都吃掉，统统吃掉！孽障，你都做了什么？皇上，一切都是楚荣心这个孽障所为，不关臣妾的事情啊！您，这是怎么了？太医，传太医！皇上，皇孙这得的是急症，微臣等人医术浅薄，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病症，实在是请皇上恕罪。荣心，救人呢！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救人！你们救不了人，本王就让你们陪葬。鹰王殿下，若有一人愿意出手，皇孙兴许还会有一线生机。谁？立刻喊过来救人！你们什么意思？殿下，我等医术有限，韩王妃胜我等100倍。云兰，荣心眼前的状况，你可能救治。贤妃娘娘称呼我一句韩王妃就好，直呼名讳，显得我们关系多亲近似的。韩王妃，之前是我不对，我对不住你，不该误会你，伤害了鹰王妃。三弟妹，之前是二哥不对。那二哥展开说说，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有句话不怎么好听，却在理。这世上可没有上桌吃饭，下桌骂娘的道理。有些人犯错了却不认错，真认为这世上什么便宜都让你们占了？韩王妃，求你救救荣心，他只是个7岁的孩子呀，你忍心看他死在你的面前吗？贤妃和鹰王都忍心，我有什么不忍心的？韩王妃，是我不好，我被猪油蒙了心，看着荣心犯错，还一心包庇，委屈了你，是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诬陷你害了鹰王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该诅咒八宝和周周，不该阻拦着你，不让你去救他们，我有罪。这种病症并不算特别罕见，有一些人病症不明显，能平平安安的活到成年，还有一些发作起来宛若疯癫，凶性大，脾气暴躁，无法控制，越长大一些便会沦为杀人惯犯。父皇，楚荣心的病症已经十分严重，今后必须长期服药，才能够确保其平安长大。儿媳犹疑了许久，到底是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死去。回到京城之后，我会研制出一款药丸，专门治疗楚荣心的病，以后每月按时送到他那边。好，云兰，委屈你了。儿媳之前心中的确有气，甚至想过不救他，可到底是皇家血脉，儿媳就算再怎么不喜欢，也顾虑着他体内流着楚家的血，也不能太过委屈了你。给楚荣心的药，收多少银两该收的就收多少，让鹰王府补给你。好，我收了鹰王府的银子，就多制作出一些药丸来，免费发放给那些患有同样病症的孩子。皇上，您瞧见了吧？云兰这孩子究竟有多么善良？韩王妃着实是心怀大义，医者仁心啊！贤妃诅咒皇孙出言恶毒，苛待儿媳品行低贱，不堪再为妃尉，即日起贬为嫔尉。回宫之后禁足半年，每日抄写佛经，好好的静思己过。皇上，
你再开口多说一个字，朕不介意把你贬为庶人。我刚刚去看了，周围的蛇群依旧没有散去，都怪我。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你们不会受这么重的伤。王爷，那是最后一枚药丸了。王爷，安王现在的状况，王爷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也被狼群抓伤，又被毒蛇咬了。若是再把这最后一枚药丸喂给安王，你该怎么办？什么安王？那是你的夫君，还有四弟妹请自重。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王爷，也许这里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了。王爷，你后悔下山崖救助我们吗？王爷，你还记得10年前我们初次遇见吗？那个时候我刚刚9岁，父亲还没有坐上丞相的高位，只是个普通的3品官。跟着母亲前去参加宫宴的时候，我被人陷害，闯了太后的宫殿，还摔了一身的泥。是王爷救了我，带着我走出了慈安宫，还为我披上了一件披风。你所说这些我已经不记得，人还是要往前看当下这道路，而不是总回头念着过去。这些话我本打算藏在肚子里，一辈子不与人讲。可眼下我们被困在这里，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离开了。我才发现，我不想带着遗憾走，至少我想让王爷明白。本王不想去明白，你也不必再说了。王爷，我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只是想把这些事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曾经有个女子从很小的时候为什么？滚！四弟，明妃，四弟，你先顾好自己。三哥，明妃，他去打水了，一会儿就回来。三哥，是我太过心慌，一时口不择言，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还请三哥不要怪罪。你忍一下。三哥，你怎么样？是不是那石头缝里有毒蛇？我的脚扭了。当成拐杖拄着。三哥，怎么了？云兰。王爷。云兰，你是来救的吗？是，王爷，我来帮你。你对本王做了什么？王爷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你这是怎么了？你以为本王不敢杀你？王爷，杀了我，你也会死的。就要死在这儿了吗？云兰，八宝，周周，云兰。王爷，楚寒笑，你疯了！云兰，我在呢，我在呢，你怎么了？我来了，我来带你回去。三嫂，景木，求求你，救救景木。三嫂，景木怎么样？放心，我没说让他走之前，阎王爷来了也得把人留下。那就好。云兰，别急，等我缝完楚景木再去缝你。我不急。外面应该已经清扫干净了。四弟妹若是觉得这里太过血腥，可以到外面透透气。不用，我想留在这里陪着景木。王爷来的正好，坐下，缝你。好了，云兰，来吧。你的手怎么了？王爷那么久没有消息，王妃自然担忧的不行。和皇上禀报过后，匆忙的就下了山崖，手上的伤自然是下山崖的时候留下的。放心，便是手肿了，也不会把你的伤口缝错。毕竟总不能影响我们韩王殿下的俊美之姿，不是？王妃，外面的毒蛇已经尽数清理干净了，禁军正在四周驻扎，请王妃吩咐。派人去通知皇上，就说人已经找到。不过安王殿下重伤，需要至少等3日才能挪动。运送一批物资下来，衣服、食物以及各种药材，够3日所用即可。其余人等就地扎营，撒好驱虫的药粉，注意警戒。是。三哥，之前我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一时没有控制住情绪，才失言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并非有意冒犯，也不想辜负了景木。这样的事情，一旦景木或者三嫂知道，必定心生误会，到时候我就算是死，他是也难以弥补自己的过错。我什么都没听过，也什么都没记下。从今以后，好好做你的安王妃。本王祝你和四弟相亲相爱，举案齐眉。是，我记下了，多谢三哥。王爷跟着我过来做什么？云兰，
你生我气了？王爷说笑了，我有什么气好生的？我不该逞强，不该让你担忧。我没想过山谷下除了毒蛇和狼群，竟还埋伏着刺客，好几日没有消息，定然是让你跟孩子们担忧坏了。王爷只想说这些？自然不是。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王爷若是真要感谢，直接把这份救命之恩折合成银两就是了。我也不多要，20万两银子差不多了。鉴于王府的经济状况，王爷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银两的话，也可以先给我打个欠条，分期付给我就是了。云兰，整个王府都是你的，你想要什么，自然都可以拿走啊。花间，营帐都布置好了吗？回禀王妃，已经搭建好了，去瞧瞧。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回答本王的问题？那个主子，您刚刚问属下怎么哄自己的媳妇儿，这个问题吧，得分情况来考虑。比如呢？比如属下这样的，根本就不用考虑，因为属下是光棍。主子，属下等人和瑞影一样，都是光棍。你们说说。我慢慢说，不着急，说仔细点。媳妇儿是生气得哄着。怎么哄？送礼。送什么？我送鹅毛。送鹅毛？这可有什么说法吗？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妻子收着之后，可是有什么反应？属下送完媳妇跑了。主子，寇杰拔他胡说八道，您和王妃必定是恩爱白头的。罢了，你们也别说了，匆忙之中让你们说，总想得不周全。你们回去写下来，多打几遍草稿，每人写上3000字，然后给本王送过来。我是王爷，属下等人先告退了。这大半夜的，王爷受伤之后不去休息，来我这里做什么？我来领罚。韩王殿下可是大周朝的战神，英明神武，魅力四射，何必委屈巴巴的跑到我面前来领罚？英明神武有几分贴切，可是魅力四射从何而来啊？哼，若是韩王殿下没有魅力的话，体内的情毒随便吧，反正跟我没关系。玉兰，你都知道了。玉兰，我错了，不该隐瞒你的。他扭了脚，我帮他把脚拔出来时候被毒蛇咬伤，之后便感觉身体发热，十分的不正常。我才意识到不妥，本想着把人杀了，也绝不能发生有违伦理之事，结果你便奇迹般的在我的面前出现了。玉兰，我没想过跟傅明飞有什么，甚至考虑过揭穿他所有之心，让四弟休了他。可是四弟他喜欢傅明飞，喜欢了多年，当时父皇赐婚，他高兴的喝了3天3夜，之后更是不顾着皇家规矩，3书6聘，亲自骑马迎接。甚至到现在，他与傅明飞成婚多年，一直没有子嗣，却从未想过要纳妾。如果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傅明飞的背叛，我怕他真撑不住，我也怕我们的兄弟情谊从此灰飞烟灭。玉兰，我跟他没什么，没有单独见过面，甚至连话都没说几句。而且刚才我已经警告过他了，让他跟四弟好好相处，不要再生出任何的其余的心思，否则我跟他第一个算账，绝不容情。这不是毒蛇咬伤，不是吗？是蜈蚣。有剧毒的蜈蚣不多，带情毒的就更少了，除非是有人专门饲养炼制的。娘亲，娘亲，周周好想你哦。娘亲，你终于回来了，爸爸又担心死了。母妃，本宫的云兰，好孩子，快让母妃瞧瞧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检查？多谢父皇，让您担忧了。无妨，行完礼之后就往旁边让一让，别挡着太医帮云兰检查。父皇、母妃，儿媳没事的，让你们担忧了。朕就知道你有分寸，你的骨子里淌的可是陆家人的血。好孩子，真是辛苦你了。哼，这倒霉儿子，等回去之后再跟他算账。母妃，我没事的。好好好，营帐都布置好了，这几日你在山崖下必定是累坏了，快些回去休息。娘亲乖乖哦，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告诉周周，周周来照顾娘亲。娘亲的脉象很平稳，但是要注意休息，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做，要让孩子做。娘亲记住了吗？好，娘亲记下了。王妃这几日着实辛苦，母妃跟孩子们多关心关心，也是应当的。本王的伤势也不重，王妃又给上药包扎，到如今好了大半，自然是不用过多在意。三弟，姑刚刚陪着父皇喝了一杯茶，正想要去看看你呢，
听闻三弟在崖下受了伤，姑十分的担忧啊。对了，怎么只有三弟一个人？你的那些护卫呢？哎，这做下属的怎么能如此粗心大意？德贵妃忙着照顾韩王妃，那些护卫们应该仔细照顾着你才是啊。多谢太子关心。我这个做大哥的自然关心你们这些弟弟。太医们这会儿都聚集到了四弟那边去了。三弟你身体说是有什么不适的话，可不要忍着，姑现在便去叫人喊2个太医过来，专门给你看看。弟弟的肩膀受伤了，八宝不能撞的。爹爹，你现在疼得还厉害吗？周周给你呼呼。痛痛飞飞。爹爹没事了，你们娘亲给爹爹用了最好的伤药，伤口现在都是已经结痂了。爹爹，你肯定还是很疼的。周周之前摔倒，摔破了膝盖都很疼呢。爹爹还能走路吗？要不要周周来背着你？周周这2天和好大胆打架，力气变大了很多呢。没关系，爹爹可以自己走，还能抱着八宝和周周。爹爹，你之前教导八宝，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先照顾好娘亲。刚刚八宝和妹妹已经把娘亲安顿妥当了，现在来照顾爹爹。好，你们都很棒，失陪了，太子殿下。爹爹，要不你把手放在八宝的脑袋上吧，八宝可以给你当拐杖。哥哥，你身体不好，还是让周周来吧。可以把黄爷爷给周周做的小车车拿过来，让爹爹坐着，周周拖着爹爹走。韩王妃，太后宣您到前面伴驾。韩王妃，太后吩咐，请您一个人过去。你是先到太后身边伺候的？是，韩王妃称呼奴婢一声玉嬷嬷即可。玉嬷嬷，我这几日没去慈安宫，不知道贵嬷嬷可还安好？山路崎岖，韩王妃身体娇弱，自然应该由王爷陪同。是奴婢多嘴，罪该万死，韩王妃小心脚下。德贵妃，佛祖面前你打扮的这般花哨，哪里有一点上香祈福的样儿？太后教训的是。太后，贵妃姐姐出身西凉，听说那是个贫苦之地，她不懂我们大周朝的规矩，也是情有可原，请您不要生气了。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蛮夷的土地自然孕养不出什么好花。武妃，你快瞧，天上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好像是仙鹤。啊，等等，你们瞧，那仙鹤嘴巴边还衔着什么东西呢？这是牡丹花的花枪，好神奇的香气啊！我竟然感觉神清气爽，身上都暖和了许多。这不是仙鹤献瑞的吉祥之兆吗？太后娘娘，你要上香祈福，正准备登山呢，这仙鹤就出现了，分明是冲着您来的呀。叶嫔娘娘说的极是，皇祖母，仙鹤衔牡丹，还是并蒂莲枝的黑白双色牡丹，着实是罕见的祥瑞之景。太后娘娘，仙鹤立在青松枝上一直等待，该不会是等着您过去接过牡丹花枝吧？好，那哀家就接下这祥瑞了。等着吧，因为这祥瑞我们估计要好好的站一阵子，然后对着太后捧臭脚了。皇祖母身份尊贵，凤仪万千，这仙鹤瞧见了都被震惊的晃神了呢。就你嘴甜，都快把哀家夸出花来了。皇祖母，虽喜可没有夸张，一字一句都是实话实说。这仙鹤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哎呦，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您的衣裙被沾湿，按道理来说应该立马更换过，可是眼下人数众多，又是在佛门脚下，这是上京第一场初雪，都说瑞雪兆丰年，这瑞雪自然也是吉祥之物。皇祖母，这也是沾染了祥瑞之气呢。皇祖母，这仙鹤献瑞，自然只能远观，见过了就是难得的福气了。眼看着时辰不早了，不如早些上山烧香祈福吧。贵妃姐姐一直盯着仙鹤瞧，莫不是也瞧上了那独特的双色牡丹？妹妹还是要提醒姐姐一句，牡丹乃是花王，一株双色更是难得，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染指的。太后娘娘，您说是吧？啊，你们快瞧，仙鹤又飞起来了！
仙鹤这是要做什么？母妃，看样子这仙鹤是想把这双色牡丹献给您的，母妃快些接过吧。这个贱人凭什么？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多年未见，大师一切可安好？见过太后，佛祖保佑，贫僧一切安好。哀家这次来上香，果真是来对了，竟然有缘见到大师。难怪贫僧忽然心有所悟，觉得一定要回上京一趟，原来是有祥瑞现世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见过了陈大师。许是仙鹤飞累了，把这双色牡丹送到了本宫的手上，正好来到了普惠寺，又巧遇了大师，那本宫就借花献佛吧。能得如此奇花供奉，实乃是难得的缘分，请诸位施主移步上山上香吧。大师，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佛曰不可说。云兰，你和韩潇那个臭小子。母妃，我们现在还处在恋爱阶段，也就是互相考察对方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携手一生。啊，母妃懂了，就该如此，好好的考，狠狠的查。这男人花言巧语可是很会骗人的，一定得摸透了本质，再看这男人是不是值得托付终生。施主，贫僧看你红鸾星动，这是遇上天命之女的征兆啊！算命观星象，那是道家的本事。大师什么时候转行了？施主年纪轻轻，怎么如此迂腐，不知道变通呢？万物皆有缘法，贫僧对道家偶有涉猎，那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大师看看，我主管财运的星宿动没动？会不会是有着欠钱不还的僧人，忽然把5万两银子还给本王啊？阿弥陀佛，施主，佛门圣地不谈俗物，普惠寺准备了上等的素斋，里面请。是，八宝和周周的身世问题，多亏了大师帮忙，早就应该送上谢礼，只可惜一直无缘得见，今日恰好补上。施主客气了，举手之劳，不收的话，施主必定难以心安呐。那贫僧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还是大师看透世事，心性通达。另外，这场法会主要是为了让人参观祥瑞，不知是不是大师亲自主持？主持法会的是普惠寺的住持，不过呢，贫僧觉得普惠寺住持不太行，这样重大的法会当然是该由我来主持才是。施主觉得如何呢？当然是大师主持最为合适。这是我送上的香油钱，请大师收下。阿弥陀佛，施主心善，佛祖必定会保佑施主心想事成的。祥瑞是冲着我和王爷的母妃来的，我也觉得母妃雍容华贵，和双色牡丹最为合适。是，的确如此。祥瑞是献给德贵妃的，贫僧亲眼所见，出家人不打诳语。大师，这些还请收下。施主直说就是，你想让贫僧超度了谁？啊，大师误会了，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敬重大师人品，想着送上一点银两，借大师之手帮助更多的贫苦百姓，也算是为我、王爷以及2个孩子积攒福缘。小郡王和小郡主今天也会过来吧？是。2位施主不介意的话，可否让贫僧亲自诵经，为2个孩子祈福呢？自然是求之不得，多谢大师。王爷放心，贫僧已经明白了。大师，云兰的意思只是祈福就好，没有别的。施主放心，贫僧懂，都懂。王爷、王妃，皇上马上就到了，该前面接驾了。娘亲，爹爹！不是说了尘大师也在吗？怎么没看到大师的身影呢？主持，不许无礼！何事如此匆忙？没看到圣驾在此吗？主持，您快去看看吧，祥瑞！难不成是祥瑞出现了什么问题？快去瞧瞧吧。佛祖显灵了！阿弥陀佛，天降福星啊！这一波搞大了。大师你好，我是八宝。大师你好，我是周周。阿弥陀佛，
两位小福星有礼，贫僧了尘。大师，你真厉害，你肯定是所有的大师中最厉害的。小福星为何如此肯定啊？因为大师你的光头最亮。大师，童言无忌，还请勿怪。哈哈哈，心性纯然，率直坦荡，又天生神力。贫僧恭喜皇上拥有了天命神女啊！哈哈哈，几年不见，大师的佛法越发高深，仅仅是一眼就看得如此明白。皇上有礼，贫僧瞧着您面色红润，周身金色真龙之气与紫色祥瑞之气交相辉映，想必已经感受到了两位小福星的能耐。有福星相伴，皇上今后必定龙体康健，福寿延绵呐！没错，这都是八宝和周周的功劳，朕深有体会。生而早慧，得上苍嫉妒，却又逆转乾坤，遇难成祥，果真不愧是福星之体呀！了尘大师，刚才那些锦鲤。皇上，仙鹤献瑞，为德贵妃送来了双色牡丹。贫僧刚刚本是按照规矩来供奉，却不想锦鲤们感应到了祥瑞之气，才欢快地跳跃不停。贫僧之前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到了两位小福星紧跟着德贵妃，才知道原来是两方祥瑞遥相呼应，才引发异象，得佛祖显灵，此乃大周朝之福啊！那就麻烦大师按照规矩供奉祥瑞，为大周朝祈福吧。皇上，不好了，杀人了！说仔细些，什么杀人了？韩王妃杀了纪兆安的一名姑子。胡说什么？这里是普惠寺，哪里来的什么姑子？贵妃先不要着急，说不准这其中是有什么误会呢。皇上，这下人说来说去的，总是说不清楚。要不然我们一并过去瞧瞧，说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也好帮韩王妃做主，以免传扬出什么不利于她的流言来。祖母不生气，祖母，娘亲会救人，会救好多的人，却从来都不会滥杀无辜。八宝说的对，本宫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品性，大周朝上下就没有不知道的，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杀人？皇上，既然太后都说要去看看了，那不如就劳烦皇上移驾，一同前去瞧瞧。不怕，皇爷带着你们去瞧瞧。八宝、周周，你们年纪小，若是害怕的话，就让你们祖母带着你们到旁边这院子玩耍，皇爷爷会查清真相的。皇爷爷，周周马上就要4岁了，不再是3岁的小孩了，才不怕。这慕云兰，你真的杀了人！父皇、皇祖母、母妃，你们来了。皇上，韩王妃杀了自己的亲妹妹。什么？你快进去瞧瞧。回禀太后，被杀的女子的确是前一任韩王侧妃穆锦柔。韩王殿下都把人给休了，而且修国侯府也把这个庶女送到了尼姑庵中修行，这到底还有什么仇什么怨，竟然下如此狠手？都住口！事情还未查问明白，怎么诸位大人却齐刷刷的咬死了是本宫的儿媳妇杀人？母妃，地上脏乱，别过来，免得脏了您的衣裙。云兰，母妃信你绝不是肆意妄为之人，究竟发生了何事？你仔细向你父皇说清楚。皇上，贫尼等人在纪兆庵修行，因为普惠寺要举办法会，人手不足，纪兆庵距离普惠寺不远，所以前来帮忙准备斋饭一类。这件事情普惠寺的住持是知道的，贫尼也知道韩王妃和穆锦柔之间有过节，还特意叮嘱了，让他就待在这处禅院之中，不可出门。却不想韩王妃突然闯入院子，还命侍卫将我们拦在门外。贫尼两人听到一声惨叫，紧接着穆锦柔满身是血的跑了出来，向我们喊救命。我们本想上前搭救，可韩王妃却直接将人拖回了房间之中。云兰，这姑子说的可都是实情。父皇，他描述的的确与之前发生的事情相差无几。我确实对穆锦柔动手，只是我并未杀人。刚才奴婢验过，穆锦柔已经没有了气息。锦柔，我的孙女儿啊，你怎么救？老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参见皇上太后，老身失态了。
你是老修国侯夫人张氏。是。一把年纪了，快起来吧。发生了这样的事，谁也没想到。你节哀顺变吧。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怎么就不听祖母的话呢？祖母都说了，让你好好思过，好好反省，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呀？唉，哀家年纪大了，最是见不得这样的场面。皇帝，你瞧这桩杀人案该如何处置才好？太后，事情还未定性，穆锦柔是不是云岚所杀还不知道呢。你们刚才所言可有半句虚假？刚才所言皆是我们亲眼所见，绝无半句虚假，否则愿受五雷轰顶之罚，永不超生。穆云岚，穆锦柔变成这样，是不是你所为？是我做的，只不过穆锦柔有再多不是，那也是你血脉相连的亲妹妹，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皇上，是锦柔该死，汉王妃杀了她，也算是她罪有应得。皇上，云岚定是一时糊涂，才做下了此等错事，请皇上不要怪罪她。老身愿意替云岚领罚，别管什么样的惩罚，哪怕是砍头，老身也甘愿。请皇上饶恕了云岚吧。皇上，父皇，儿媳觉得这件事透露着怪异，不能轻易定罪，还是应该将来龙去脉搞清楚才是。三嫂，刚刚那姑子说是你带着人闯进来的，必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发生了吧？不然此处禅院如此偏僻，三嫂断不会径直过来才是。王爷想为我也求一个平安福袋，出门去找两辰大师，结果久久未归。我出去找人，遇到了一个小沙弥，那个小沙弥说看见王爷进入了这处荒僻的禅院，还说是被一名女子扶着。仔细询问才知道竟然是纪兆安的人，我心中担忧，便直接带人找了过来。韩王来这里该不会是发现了穆锦柔了吧？王妃，您之所以会动手，是不是因为嗅到了房间之中两相欢的味道？不错，张院正，不知道这两相欢是何物？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香料，和檀香混合在一起燃烧，有催情之效。父皇，定然是穆锦柔心怀不轨，还想要再次攀附韩王，所以三嫂才会怒而动手，这也算是情有可原。穆云岚，即便情有可原，可穆锦柔到底是你的亲妹妹，对自己的血亲都能下杀手，你这心性可真是够冷硬的。老夫人啊，穆锦柔虽然混账，可也是你的亲孙女啊。手心手背都是肉，锦柔自作孽已经去了，这死了的人总没有活着的重要。哎呀，韩王妃，瞧见你的祖母这般维护，你心中难道就没有几分愧疚之情吗？祖母，您一定要如此吗？云岚，不，韩王妃，修国侯府养育你多年，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对你从没有任何的亏欠。锦柔的死是他活该，我代表修国侯府不追究此事，只是从此以后你也不必再叫我祖母了。祖母是要代表修国侯府与我彻底断绝关系吗？这一次我愿意为你顶罪，什么样的惩罚都甘愿受着。可是穆家满门忠烈，容不下残害自己手足之人，所以经历过此事之后，穆家再没有你的位置。好，经历过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再叫你祖母了。成了。刚刚张院正说了那两相欢，既然有人瞧见了韩王殿下是被人扶进来的，想来必定是身体有所不妥。那么韩王人呢？来人，立刻搜查整个普惠寺，把韩王找出来。寺庙里面没有的话，会不会已经出去了？那两相欢和檀香一起燃烧，效用极其迅猛，韩王殿下就算是离开，应该也走不了太远。这已经是晚上，应该不会有女子出现在寺庙周围才是啊。救命！救命！皇上，救命！救救我家郡王妃吧！灵心，你不是侍奉本宫儿媳妇的灵心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究竟发生了何事？娘娘，有贼人闯入了郡王妃休养的别院，意图对郡王妃实施不轨，而且还杀了小主子。
这普惠寺距离皇陵还真是不远，英俊王妃休养的别院就更近了。难道韩王？皇上，这件事情必定有误会，韩萧绝对不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他更不会背叛云兰。德贵妃，哀家平日里看你也算是识大体，怎么现在就拎不清了？来人，把德贵妃拎起来。王嬷嬷，你带上几名宫女，跟着护卫立刻赶往别庄，封锁别庄，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更不许走漏任何一点风声。皇帝，哀家这样处置，你觉得可有不合适的地方？没有，就按照太后的意思办，禁军先行，其他人……皇上，臣妾不信闯入别院的人是韩萧，请皇上准许在场众人一并前往。若韩萧真的做出了恶事，不用皇上动手，臣妾生了他就能处置了他。准，一起去。皇上，别院的护卫尽数被击杀，一击封喉，十分干脆利落。有禁军在围墙处发现了脚印，而且找到了一块玉佩。这是韩王的玉佩。郡王妃呢？本宫的孙儿呢？快把叶嫔带出来！赵元昭，快帮叶嫔诊治。贱人，我杀了你！叶嫔娘娘，您还是冷静一些为好。贱人，你这个贱人！楚寒萧奸杀本宫的儿媳妇，害死了皇孙。今日我一定要让你们偿命！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可怜的儿媳妇，可怜的孙儿啊！叶嫔娘娘，韩王妃说的对，说不准这其中有误会，还是调查清楚的好。贱人，你也是和韩王府一伙的，人就在地上躺着，本宫的孙儿也已经死了，这不是证据吗？禁军发现的脚印，发现是楚寒萧的玉佩，难道也不是证据？皇上，求您为臣妾做主，为臣妾可怜的儿媳和孙儿做主啊！真是好啊！慕云兰杀了自己的亲妹妹，楚寒萧奸杀兄嫂，残害皇嗣，皇家怎么就出了这样两个丧心病狂的畜生？皇帝，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严肃处理，给叶嫔、给英郡王一个交代。皇上，韩王和韩王妃丧心病狂，所犯恶行人神共愤，请皇上下旨降罪。请皇上降罪。皇上，韩王今日能对着自己的皇嫂做出此等恶行，今后说不准会如何的丧心病狂。还有韩王妃亲妹妹都杀害，明显毫无亲情可言，请皇上降罪吧。请皇上降罪。云兰，你可是有什么想说的？父皇，诸位大人说的对，有证人，有证据，一应俱全，全部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父皇您也是亲眼目睹，我该说什么？我还能说？直接认罪，韩王府完了。不对劲儿啊，他不该是这般反应才对。任何人面临着绝境都不可能毫无挣扎，除非一心求死。可慕云兰绝对不会是坐以待毙的人呐。父皇，您就按诸位大人所言，直接给我们定罪吧。砍头也好，流放也罢，亦或是贬为庶民。一次次遇险，一次次的变故，儿媳是真的怕了。只希望父皇看在儿媳和王爷也算是立下过功劳的份上，将我们一家四口放在一起，不要让我们分开。都是坏人，你们都是坏人！大坏蛋，赵赵讨厌大坏蛋！皇上，臣妾无才无德，实在是难以胜任德贵妃的位置。皇上要惩处韩萧和云兰，顺便把臣妾也一并处置了吧。王爷爷，你有好多伯伯和叔叔陪着，爹爹和娘亲只有八宝和周周两个人，所以八宝以后不能陪着您了。不能见皇爷爷了吗？还是皇爷爷吃药要怕苦，还要周周喂糖糖的。皇爷爷，我舍不得你。那么按照你们这意思，应该如何处置韩王与韩王妃啊？央求着朕处置了韩王府的是你们，如今朕问你们意见，又都不说话了。皇上，这件事情牵扯重大，还是应该由皇上圣心裁决。什么事情都让朕来裁决，那么要你们这帮官员做什么？皇上，事情关系到皇子以及皇子妃，按理来说，我们这些臣子别管说什么惩处，都是大不敬的了。可先帝曾经定下过规矩，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韩王犯下的过错，若放到民间，哪怕是被砍头问罪，依旧要被千夫所指。
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韩王就地格杀。皇上，韩王殿下到底是皇子，而且又是因为被人下药才做出了此等恶事。微臣认为罪不至死，只需要被贬为庶人，终身囚禁即可。贬为庶人，终身囚禁？礼部尚书这么说了，你们其余人可是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微臣等人赞同礼部尚书的提议。看来礼部尚书颇有威望，其余官员竟都是纷纷的附议。那么你就接着说说吧，慕云兰呢？该如何处置啊？皇上，韩王被贬为庶民的话，韩王妃自然也要一同革去封号，皇上御赐的金牌也要收回。另外还有朱颜阁，庶民的身份，又有杀害自己亲妹妹的罪行，自然不能再接触官员女眷。毕竟连亲妹妹都容不下，谁知道他会不会暗中挟私报复呢？八宝和周周呢？皇上，2个孩子到底无辜，又是皇家血脉，倒是可以留在宫中。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以后被人利用，亦或是生出什么妄念，掀起事端，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恩宠了，将人关入了冷宫之中，派遣几个嬷嬷内侍照顾着，能让他们平安长大，已经是格外的恩泽了。逆人！那本王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别打了！别打了！韩香我的头发，我的头发！皇上，你要为下官做主啊！父皇，不知我韩王府是如何得罪了礼部尚书，儿臣刚才一回来，就听到他言之凿凿的要处置我的王妃与孩子。韩王，你犯下大罪，还殴打朝廷命官！就你这副怂样，也配当朝廷命官吗？还有，什么大罪啊？本王察觉有贼人上山，意图行刺父皇，所以连夜追凶，好不容易的才把贼人绞杀。没有功劳就罢了，竟然还犯下了大罪。什么？诸位大人神色为什么如此奇怪啊？本王没犯下什么罪，你们很失望？王爷，你没有发生什么事吧？玉兰，你怎么了？他们都说王爷丧心病狂，奸杀了英俊王妃，还残害皇孙。这都什么混账话？父皇，儿媳和皇孙差一点就见不到父皇了。到底发生了何事啊？父皇，儿媳本来带着皇孙奉命在别庄之中休养，却不想夜晚有刺客闯入，意图对儿媳施暴，还要杀掉我的孩子。多亏了三弟和了尘大师及时赶到，救下了我们母子，诛杀了那些刺客。三弟，请受二嫂一拜。二嫂不必如此，都是一家人，自然是应该互相的扶持。只是这些大人是怎么回事？三弟是救了我和孩子们的人呢，为什么说他是凶手？你该死！皇上，微臣也是被人给蒙蔽了，皇上饶命啊！父皇，您该不会是相信是儿臣闯入了别院，意图对二嫂不敬吧？是谁信口雌黄，蛊惑圣心？王爷，你出门向了尘大师求福袋，之后便有人告诉我，说你被一名女子扶着，进入了一处荒僻的禅院。我放心不下，便带着人追过去查看，却不想一进门就看到了濒死的穆锦柔，房间之中还点燃着具有催情效果的2香花。我根本是没去过什么禅院，出门之后我便找了尘大师去了。没错，贫僧可以作证，韩王殿下来的时候，还有几名僧人一同瞧见，皆可为人证。我说过，可是这些大人不信，又有大人提出说王爷中了2香花，该如何解毒？会不会在佛门圣地做出什么使皇家丢脸的事情来？恰好二嫂身边的侍女前来求救，说有贼人闯入了北院，意图对二皇子妃不敬，还残害了皇孙。他们就理所当然的把罪责推到你头上。我相信你，母妃也相信你，可是我们再如何信任，也敌不过诸位大人口中所谓的铁证如山。好精明的算计啊，好恐怖的阴谋！难怪有人是故意的引我出普惠寺，一路来到了别院，原来是准备把这么一盆腥臭难当的脏水硬生生的泼在我的身上。父皇，儿臣本来正和了尘大师说话，却听着外面的异响，一路追出来之后就发现了黑衣刺客。儿臣和了尘大师不放心，跟随那位贼人一路到了别院，发现正是有人对着二嫂不利，赶忙出手把那位贼人斩杀，尸体现在还趴在房间。之后儿臣便遇到了贼人的围杀，
而且那些人还不断的撒毒粉。还好儿臣的身上有云兰备下的药丸，这方才是没有中招。我请了了尘大师保护这二嫂，自个儿则是一路追凶，好不容易才把贼人尽数斩杀。结果这到头来，自己却被误以为是贼人。这是打着杀掉二嫂和皇孙，然后下药控制住你，让你来背黑锅吧。王爷，还好你武功高强，若是你被算计成功，我和孩子们……父皇，儿臣想不明白，什么时候朝堂之中办案子如此的草率？别说儿臣是当今的皇子，是您亲口御封的亲王，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身上背负着命案，也得审理查证吧。儿臣在外追凶还没赶回来，这就有人着急给儿臣定罪了。王爷是不知道，房间里趴着的那名刺客尸体，直接被误认为是二嫂呢。别说审理查证了，都没有人进去把那具尸体翻过来，好好确认一下死者身份。毕竟确认身份，哪有往王爷身上泼脏水来的重要呢？臣等有罪，请皇上责罚。好啊，好啊，都瞧瞧，这是朕千挑万选才提拔出的朝廷命官。臣等罪该万死，请皇上责罚。你们是该死！你们这脑子里只有荣华富贵，哪里还有丁点的为朝廷办事的心呢？三言两语就把一个巨大的罪名扣在了一位亲王头上，案子没查清楚就接连跪在地上，请朕直接处置降罪。你们这把朕当成什么了？任由你们驱使的刀吗？还是连最基本的是非黑白都分辨不清楚的傻子？皇上，这一次的事情设计如此周密，若是能够成功，一则除掉了韩王和韩王妃，二则打压了英郡王，三则影响了皇上对诸位皇子之间的信任，可谓是一举数得。臣以为这场布局一定精心谋划了许久，不像是匆忙之间制定下来的。联想到上一次皇上在猎场之中受到围困，必定是敌国奸细所为。又是敌国的奸细？朕怎么不知道啊？敌国的奸细这么厉害，把朕的所到之处都安插成了筛子。是臣等失职。既然都承认了是自己失职，那么朕就可以罚了今日全部的官员杖责20，然后到宝殿之中跪经30。好好的想想，朕要你们这些官员到底是有何作用？礼部尚书，朕觉着做个礼部尚书委屈你了，开口就是要把朕的儿子儿媳贬为庶人，还要把朕的孙子孙女打入冷宫。你不该当礼部尚书，应该到地下当个活阎王才是。摘去礼部尚书这顶戴，脱掉官袍，直接就地杖杀。副丞相，就由你带领着百官来施行吧。父皇，儿臣和礼部尚书做了这么长时间邻居，看到他这今日的下场，实在是唏嘘。既然礼部尚书已经伏诛，那么他的家人就不要过多计较了吧，否则传扬出去，还以为是儿臣没有容人之料。从之前芳菲阁开始，就隐约是有了敌国奸细的影子，再然后是猎场突变，到现在寺庙无闲，这所谓的敌国奸细可真是越来越猖狂了。韩笑，说论起来杀敌国奸细，整个朝堂上下全部的武将加起来都没有你一个人砍得多。这次的事情仍旧让你来查，如何？怎么你不敢接？父皇，儿臣的确是不敢。你再说一遍。父皇，你有没有想过，若是今日派遣过来的死士再多些，若是儿臣的武艺不如人，那么母妃云兰和2个孩子会有怎么样的下场？儿臣相信父皇，即便是儿臣有什么差池，你也会保住云兰和2孩子的性命，可他们必定会为儿臣身上的脏水一辈子无法抬头做人。朕会查明真相的。儿臣不怀疑父皇的能力，如果这一次儿臣出事，父皇一定会查明真相，还儿臣一个清白。那么下次呢？下次呢？被诬陷次数越来越多，父皇这每次都会坚定的查明真相吗？父皇，韩萧稳稳当当的站在这里，您并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如果儿媳也告诉您，她口中所说的一切并非是危言耸听呢？你想说什么？世颖，将穆锦柔抬上来吧。云兰，你这是……张院正，麻烦您上前帮穆锦柔验一验伤。住手！韩王妃，锦柔已经去世，你为何还要折辱她的尸身？就不能让她安安生生、清清白白的走吗？老夫人，太医院张院正，你应该也是认识的。他是医者，而且德高望重。医者看诊，历来不用避讳男女，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何来什么折辱之说？你也说了是看诊，如今锦柔都已经死了，还有什么看的必要？老夫人就不想知道穆锦柔究竟是因何而死吗？还能是因为什么？老夫人到一旁站着吧，不要阻碍张院正。是。
指甲微微发青，尖端都有些发黑了，这是中毒的症状。另外，他脖颈处有被簪子划伤的痕迹，但是伤口不深，没有划破血脉，不足以致命。致命伤应该是胸口的这一刀，刀口很深，有些倾斜，虽没有伤及心脏，但却伤了肺，所以才导致。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应该，完全不应该呀！皇上，莫锦柔被匕首直接刺穿了肺部，而且还身中剧毒，按理来说必死无疑，可是他还活着。父皇，他的确还活着。这怎么可能？你害我！啊！我的腿！贱人！你是个小贱人！疯了！我看你是疯了，竟然敢如此对待自己的祖母！呸！你这个老不死的，为何要害我性命？莫景柔，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要害你的人到底是谁？皇上，是我祖母，是她要害我，我知错了。被送到祭诏庵，我就已经知错了，而且痛改前非，不再痴心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可是祖母她不死心，她还撺掇我继续接近韩王，我不同意，她就给我灌了药，让两个姑子硬生生的把我绑上了曾惠寺，让我给韩王下药，还逼着我刺杀慕云兰，不然就不给我解药，让我毒发身亡。什么？皇上，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不要杀我，留下我一条贱命吧。姐姐，你能救我，你能救我的，对不对？我不想再待在祭诏庵了，我会被他们折磨死的。姐姐，你不是想知道还有谁要害你吗？我告诉你。父皇，我不知道穆锦柔说老夫人害他究竟是真是假，我只知道应该安分的待在祭诏庵之中的他，不应该恰到好处的出现在普惠寺。还有老夫人，她前段时间举止疯癫，很多住在修国侯府四周的人都见过。她这般年纪应该好好的在家中容养，也不应该恰到好处的出现在这里。父皇，儿媳一再强调自己没有杀人，可是却无人相信。母妃帮儿媳说了2句话，却被2个嬷嬷钳制住，根本动弹不得。儿媳是韩王妃，母妃更是高居贵妃之位，可我们却依旧做不到为自己辩白。如果不是王爷击杀了刺客，眼下这针对韩王府的必杀局已经完成，那个时候，八宝、周周，到皇爷爷这儿来。皇爷爷，坏人，好的坏人！王爷爷不相信八宝和妹妹，觉得我们是坏孩子。哎呀，不哭不哭，是皇爷爷不好，皇爷爷错了，没有第一时间的站出来维护八宝和周周，让你们受了惊吓。韩萧、云兰，你们2个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更不用害怕。朕既然是把这桩案子交给你们来调查，对你们自然是12万分的信任。云兰，朕给你那块金牌可不仅是摆设，该用的时候拿出来用就是了。父皇，可是金牌事关重大，儿媳又是一介女流，那金牌若是不用，供奉起来，岂不就是一块无用的铁疙瘩？父皇既然是把它赏赐给了你，自然就是要让你派上用场的，明白了吗？八宝和周周，一个是朕封的瑞和郡王，一个是昭祥郡主，他们是朕最为亲爱宠爱的孙子和孙女，既有了正经的封号，也该给他们建造自己的郡王府和郡主府。这件事情由工部来督办。父皇，儿臣定然竭尽所能，调查最近发生这些案子，说是有敌国奸细，一定把他们抓出来，格杀勿论。哎，周周好，你是我三舅舅。不对，不对，你是我的大侄女。八宝、周周，这是娘亲的三哥，你们的三舅舅。三舅舅好，三舅舅好。一边去，一群大老粗，别吓到了八宝、周周。外祖母。对，我是你们的外祖母。没想到八宝和周周竟然认识我。哼，娘亲说过，外祖母的脸颊靠近耳朵的位置有一颗小痣。嘿嘿，外祖母瞧，周周和哥哥也有。八宝乖乖，我是外祖父。外祖父好。好啊。王妃，属下没有控制好马车，让王妃和小主子受惊，请王妃责罚。什么人在别人府门前乱冲撞？你是棉枝。大伯母，对不起，棉枝不是有意的，只是看到大伯和大伯母心中太过激动，加上日头晃眼，没有看到马车，所以才冲撞了姐姐。棉枝，我的乖孙女呢？
祖母，面纸终于见到你了！快过来，让祖母好生瞧瞧。这些年待在南州那个穷苦之地，着实是委屈你了。棉枝，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上京？大伯，求您快派人去救救父亲吧！父亲和母亲回京途中遇到了山匪，被山匪打断了一条腿。什么？我的儿，穆清风，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带人去救你弟弟！母亲还是要问清楚。问什么问呢？我看你就是心肠恶毒，巴不得你弟弟死在外头。母亲总要问清楚二弟到了何处，走的哪条路吧。面枝，快说，你父亲现在到哪里了？我不知道。不知道？祖母，我第一次来京城，看到了那么多美丽的景色，我好开心，好感动，觉得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清。我欣赏风景太过沉迷了，然后忘记具体出事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了。那你走了哪条道？总应该记得吧？我在路上救了一只受伤的小猫，结果被野狗追赶，慌不择路。啊！我的侍女被野狗拖走了！都怪我！闭嘴，别哭了！什么野猫、野狗？我问的是你父亲。祖母，小猫也是有生命的，它那么弱小，那么可怜，我不救它，它就没命了。父亲知道了，一定也会赞同我的做法。来人，送老夫人和穆棉枝回后院。另外，派人沿着路经的道路寻找穆家二老爷，再派遣2个人寻找被野狗拖走的侍女。姐姐，多年未见，棉枝好想你。穆小姐，还请将手拿开，不可对韩王妃不敬。每个人不都是平等的吗？姐姐，你看着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怎么会？赶紧来人，送她去照顾老夫人。哼，这都什么玩意儿？副丞相知道自己带了什么样的人入京吗？云来，快入府，外面天气寒冷，别着了寒气。母亲，周周有些沉了，我来抱抱。哪里沉了？我们周周身材苗条着呢，正好。母亲抱得动，周周和八宝一起，母亲也抱得动。外祖母好厉害的！妹妹没事的，路不太平。妹妹，那个今天府里石头多。爹，稳住啊！发火的不是娘亲。干什么？没见过人做深蹲的，混小子们就是没见识。云兰乖女儿啊，没事的，爹爹在陪着八宝玩呢。宝宝乖，你瞧这样好玩不？好玩，外祖父呼呼飞起来，好厉害！这算什么？外祖父飞檐走壁，无所不能。八宝也想飞檐走壁。飞，乖外孙想，那必须飞。等等，为什么父亲上墙头的动作都如此熟练啊？修国侯，早啊！一大早就被夫人赶到墙头上来了。老邢，早啊！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大外孙和大外孙女来看我了？哎呀，也没什么，也就是一胎双生，龙凤祥瑞，又是天降的福星。见过瑞和郡王啊！刑部尚书大人不必多礼。老邢啊，你刚才行礼的姿势有点不太熟练呢，回头再练练啊。修国侯，你再废话，回头我就让人把墙上都插上铁麒麟。哎呦，我会怕啊！老邢啊，你反应这么激烈，该不会是嫉妒了吧？也是啊，你没有闺女，自然不会有大外孙和大外孙女。好了，你快点走吧。我现在啊，可是有外孙外孙女的人，不跟你这种人讲话了，不在一个层次啊。云兰，别理你父亲，让他在外面嘚瑟吧。之前见到刑部尚书，还以为他性子颇为严肃，没想到竟也是个有趣之人。刑部尚书和你父亲相识多年，年轻的时候没少凑在一起玩闹，后面又有幸做了邻居，彼此之间常来常往，说话间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啊，原来如此。好了，别在你们妹妹面前胡闹了。想带周周玩也行，不过要仔细些。周周可是女孩子，万不可粗鲁，将她给吓到了。母亲放心，我们一定小心再小心。出去玩好不好？
就能把天上排队的小白云给抓下来。哈哈哈！好，三舅舅带周周去。谢谢舅舅，摘到了小白云，第一个给舅舅玩。小心些，说吓到了周周，别怪母亲对你们用家法。知道了，母亲。母亲，让三位哥哥带着周周玩吧，周周胆子大着呢。放心吧，没事儿。小乖乖们，这一只猫够吗？不够的话，外祖父再去旁边的府邸给你们薅。刑部尚书那里有好多只猫呢。娘亲，你快看，金色的小白云。三舅舅说了，等周周做出了小白云，可以帮我挂到天上去。周周觉得金色的小云最好看。到底该怎么做呀，才能把小白云送上天，实现周周的愿望呢？哎呀，头好疼，感觉要长脑子了。娘亲也觉得金色的小云最好看，不过要多多注意，不要弄伤了猫咪。父亲，这猫是尚书夫人养的？不是，是刑部尚书自己养的。他那个人啊，在外面性情严肃，在刑部更是有活阎王之称。实际啊，小时候胆子小的不行，我们几个晚上去抓鬼，就属他叫的最大声啊。修国猴啊，你快把嘴闭上，把我家大怪还给我。哎呀，老邢，你急什么？等薅完毛就给你送回去了。好好好，你清高你清高，你薅我家猫去哄你家宝宝。父亲，猫咪用太多的香料不好，平日里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啊，老邢这个猫奴还给猫咪用香料呢。老邢，你听到了吗？多谢韩王妃提醒，府中新得了2坛子好酒，改日亲自送到韩王府。刑部尚书客气了。哦，父亲兄长，母亲心情好，亲自下厨去了。哇，外祖母要做什么好吃的吗？周周也想尝尝。周周乖乖呀，什么都尝只会害了自己。听外祖父的话，咱们不尝。你年纪还小，怎么能受这样的苦啊？舅舅，外祖母做饭很难吃吗？你们娘亲做饭好吃吗？就一般。你们外祖母和你娘亲做饭，那属于是一个菜系啊。老爷夫人，二老爷回京，直接到顺天府外敲鼓鸣冤，要状告老爷和夫人苛待老夫人，不堪为人子为人媳。顺天府的差役正在府外等候，说是请老爷和夫人前去瞧瞧。老夫人说我父亲母亲联手虐杀你，那么请问他们是如何做的？他们在我重伤之后，不准大夫帮我医治。请个大夫不过花几两银子的事，而大不孝却是一生的污名。父亲母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也不帮你请大夫。老夫人不妨说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令他们如此决绝？老身什么都没做。老夫人刚才说，府中上上下下都听母亲和父亲的话，想杀掉你一个行将就木之人，随便用点药就可以让你归西，怎么可能让你有机会逃出来，还直接来到了顺天府衙？哎，韩王妃说的有理，这老夫人年迈体弱，又断了腿，身受重伤，想要杀她应该容易得很。是啊，本就身受重伤，死掉了连借口都是现成的，根本不会引人怀疑。他们太过歹毒，想留着我慢慢折磨。我身边的下人良心发现，不忍心看我一把年纪还受苦，帮着我逃了出来。老夫人在修国侯府生活了几十年都没事，突然之间我父亲母亲就心思歹毒，要虐杀你。老夫人不觉得这个借口太过牵强了吗？我刚才说错了，穆清风和陆氏他们两个应该是恨我的。那老夫人展开说说，你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啊？我不过是在普惠寺一时言语不慎。老夫人记性不好，本王妃提醒你一下，你不是言语不慎，你是言语凿凿。说我杀了穆锦柔，要给我扣上一个谋杀亲妹妹的罪名。之后穆锦柔被我救醒，亲口指认是你逼迫着她前往普惠寺，还因为太过恨你，弄断了你的腿。什么？这老夫人身上的伤竟然是这么来的？那穆锦柔疯疯癫癫的，谁知道是不是被你用了什么手段？我若真有控制人的手段，老夫人你还有机会站在这堂上向我父亲母亲身上泼脏水，我直接就把你控制在修国侯府了。老夫人，你瞧瞧自己富态的样子，看看自己保养极好的皮肤，再瞧瞧那双从未劳作过的手。修国侯府虐待你，却把你虐待的一身是肉，皮肤细致，十指不沾阳春水。老夫人呐，这里是顺天府衙，公堂之上，若是胡言乱语、满口谎话、诬告诽谤，那可是要被拖下去打板子的。我没事儿。
原本我还十分同情这位老夫人，如今瞧着，分明是满嘴谎言。说只是爱撒谎也就罢了，还喜欢往亲儿子身上泼脏水呢。府尹大人，是非曲直，相信大人已经看明白。老夫人口口声声说侯府要虐杀她，可实际上是满口胡言，没有一点真凭实据。如此品性败坏、不仁不慈的长辈，本官也是第一次见到。虚报案情，搅乱公堂，按理应该杖责20。大人，老夫人年迈体弱，受不住杖责。这不是还有我二叔一家子吗？我们凭什么？草民愿意。大人，我们的父亲断腿受伤，不宜再被用刑，草民2人愿意替祖母受罚。大人，既然二叔和2位堂兄如此有孝心，大人就成全他们吧。好，既如此，那这20板子就由穆庆龄的2个儿子分摊，1人10板子。你们先别起来，趴着吧。韩王妃，你这是什么意思？府尹大人罚都罚过了，难不成你还想对着我的2个乖孙动用私刑？老夫人，刚刚府尹大人罚的是你捏造证据、扰乱公堂，还有其他的罪名没有惩处呢。穆玉兰，你什么意思？你还想做什么？府尹大人，我和老夫人已经断绝了关系，那么他对我这个韩王妃言语不敬，直呼姓名，该如何惩处？这按照规矩，这是不敬之举，重则流放，轻则掌嘴。虽然我和老夫人没有了关系，可是他和我父亲还是亲生母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流放免了，就掌嘴50吧。大人觉得如何？王妃仁慈，处置的十分妥当。来人，按住穆庆林的儿子，每人掌嘴25下。等等，韩王妃，惩罚到现在还不算完吗？祖母和你没有了关系，可还有血缘呢。是啊，韩王妃身份尊贵，又得皇上夸赞，人善纯孝，应该不会非要把我们100年级的祖母逼上死路吧？老太爷，你走得太早了呀！抛下我一个人，面对着不孝的儿孙，该如何自处啊？老太爷，你泉下有知，把我也带走吧，不要让我一个老婆子孤苦伶仃，备受欺压。不追究老夫人，那就追究一下二叔二婶和2位堂兄吧。追究我们做什么？是啊，我们才刚刚来到上京，路遇匪徒，财物被抢不说，二老爷更是被打断了腿，我们都可怜到这等地步了，还有什么好追究的？这第一点，你们之前说匪徒是我父亲买通，故意打伤二叔的。我长久不在上京，和人无冤无仇，那匪徒打我的时候，还说什么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不是刻意寻仇吗？除了大哥，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谁。大人，草民当时也是合理猜测，说明情况，并没有说有证据指认，这不犯法吧？请大人明察。陈述案情，不可夸大事实。你这情节不算严重，不过你敲响鸣冤鼓，却没有切实的冤屈可查，也应该杖责20。这杖责是二叔自己领，还是让2位堂兄尽一尽孝心？韩王妃，你这是要打死我的2个乖孙吗？他们还是个孩子。老夫人心疼2个孙子，那就让二叔自己收着就是了。不行，庆林他的腿断了。那老夫人的意思是？穆清风，你……我乃堂堂休国侯，穆庆林一个草民，也配让本侯爷替他领罚？老夫人，你若是再耽搁，惩罚可就不是简单的杖责20了。冯氏，要罚也该罚他了。她是二夫人，是穆庆林的正妻，夫妻一体，庆林断了腿不能受罚，让他来正合适。我不行，我一介女流，身子弱得很，怎么能罚我呢？就是你，府尹大人，我身为婆母，替自己的儿媳妇做主了，就让冯氏来替我儿子领罚。如此，二叔告状侯府的案子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该我告状老夫人和穆家二房了。韩王妃啊，您要状告老夫人和穆家二房？是。韩王妃身份尊贵，韩王要对你极尽宠爱，言听计从，有什么不快直接处置了就是了，还用得着装模作样的在公堂上分辨？你怎么来了？王妃在这里，我怎么能不过来呢？毕竟本王对王妃言听计从，王妃这是做什么呢？可是有能用得上为夫的地方，为夫现在貌似还有些位高权重啊。站在一边，这些人我来就够了。好，我乖乖等着王妃。府尹大人，我要状告老夫人联合着穆家二房，
侵吞我的钱财。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贪过你的钱？大人，韩王妃在胡说八道，她也在扰乱公堂，是不是也该被杖责？韩王妃，您可有证人或者证据？有，证人证据一应俱全。你准备的倒是挺齐全，为了诬陷我们，费了不小的功夫吧？你倒是把证据拿出来。老夫人这么迫不及待，那就成全你。夫人大人，我的证人已经在外面等候了。把证人带上来。柳姨娘，她怎么过来了？兰，好个心思缜密的小贱人，和她那个该死的娘亲一路货色。贱妾柳氏见过府尹大人。大人，这是侯府的柳姨娘，她能够证明老夫人在之前4年时间内先后贪下了8万余两白银。我没有。府尹大人，贱妾不敢有一句谎言。韩王妃嫁入王府之后，因特殊的原因一直与世隔绝，住在西院之中。夫人放心不下女儿，每隔一段日子便会派人往王府送信，随着信一起送过去的还有夫人积攒下来的银两，而这些银两和信件全部被老夫人扣押下，合计起来总共有8万余两白银。柳姨娘，你这样说可有证据？自然有证据。负责送信件和银两的，表面上是侯府的管事，实际上却是老夫人的人。老夫人为了奖赏他做得不错，赐给了他20亩良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管事该有的。老身看那管事做事认真负责，极为合我的心意，所以破格赏赐也不行吗？哼，老夫人要这么说，也勉强算是合理。可有一件事，你再如何辩驳，也是无法推脱的。还有什么？老夫人极为厌恶夫人，很喜欢拿着夫人写给韩王妃的信嘲讽。那些信件一封不落的被老夫人收在了一个木盒子里，藏在了她的院落之中。穆侯爷，这些信件都是证据，应该由差役前去将其取回。母亲，那都是夫人写给云兰的信，你怎么能够拦下来呢？韩王妃真是好手段呢，竟然说服了柳姨娘，让她背叛了我。说服柳姨娘说出实情一点都不困难，毕竟老夫人折磨人的手段太多了。她若再不说实话，很快就没有再开口的机会了。母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更何况是嫁入皇家。你整天往韩王府写信，皇家该如何看待我们？会不会觉得是我们不放心韩王，觉得将女儿嫁给他委屈了？我这可都是为了整个侯府着想。你撒谎，你恨我。从我嫁给穆清风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对我不满。我以为你不满的是我孤女的身份，是我无依无靠，没有受过母亲的教养。我竭尽所能的学习规矩，侍奉在你的跟前，想要做一个好儿媳，可你还是不满。这种不满让你推动着柳姨娘入府，让我成为了京城的笑话。我就是厌恶你，怎样？你陆家，我好听了说是满门忠烈，说难听点儿，不就是一家子死人吗？我穆家是何等门楣，迎娶你入门，对穆家没有丝毫的帮助不说，还要背拖后腿。老身凭什么不厌恶你？你说不同意穆清风娶我，为什么不一开始说明白？我也不是非他不嫁。你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就是个擅长蛊惑男人的狐妹子。就是因为你，穆清风第一次违背了我的意愿，宁可被我责罚，宁可跪在地上，也要将你娶进门。更何况你是先皇赐婚，我想不同意也不得不同意。什么一家子私人呢？陆老将军那可是为国捐躯，先帝亲自下旨随葬皇陵，那可是配享太庙之人。修国侯夫人是陆家仅剩的血脉，血脉何其尊贵，别说是穆家了，就算是嫁入皇家，那也是完全配得上的。就是因为穆清风跪求违背了你的心愿，所以你就厌恶我至此，这样还不够吗？穆清风是我的儿子，他应该最听我这个母亲的话。可是你嫁到穆家之后呢？你让他逐渐远离朝堂，你管着他交际，管着他银钱，甚至就连他多吃了几口饭都要管着。姐，父亲过世，却得先皇格外优待，已经是处在风口浪尖。夫人劝我远离朝堂，实际上是在保穆家安宁。至于你说的交际银钱，您瞧着侯府昌盛，可这些都是表面啊。偌大的侯府需要花费银两的地方太多了，夫人是在为这个家考虑。还有吃东西，您瞧瞧儿子以前的身体，再瞧瞧夫人嫁过来之后，
是不是更加的强健？就连以往丢下的武艺，也全部都重新拾了回来。你这个孽障，到现在还只顾帮着陆氏说话。今日能够听到这些真心话，这趟衙门来的也值了。母亲，嫁入穆家这么多年，我自然没有一丝一毫对不住你的地方，可你却恨透了我。原来小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安插嬷嬷，硬生生将他管教的胆小怯懦，受了欺负都不敢出声求助。之后，你又纵容柳姨娘和穆锦柔，算计云兰的名声，想毁她的婚事，断她的前程。母亲，你知道吗？云兰居住西院的这4年，我每天都为她日夜全心，每天都想着收到哪怕一点点消息也好。你藏起来的那些信，我每一封都修改过无数遍，生怕一个字用的不妥当，让人误会，让云兰为难。这4年我苦苦支撑着，就是希望能够收到云兰回过来的只言片语，可是你却把心都藏了起来。母亲，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在呢，我就在你身边。云兰，我可怜的孩子。这就是个心思歹毒的老钱婆，不仅搓磨自己的儿媳妇，还苛待亲孙女。老夫人啊，经过查实，你克扣了韩王妃8万余两银子，人证物证俱全。你现在若是将银两补齐，还给韩王妃，倒是能够考虑对你从轻发落。我也是最近才和韩王妃断绝了关系，之前她还是我的孙女呢。我身为长辈，扣她些银子花用怎么了？她当初出嫁的时候，穆清风和陆氏可是恨不得把整个侯府都掏给她，我现在不过是拿回来一些。大人，从亲情上讲，老夫人身为长辈，却克扣小辈的银两，视为不慈。从律法上来讲，她是侯府老夫人，可我却是韩王妃，比她尊贵，她克扣我银两，视为不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她克扣下来的银两，并非出自侯府的公账，而是我母亲自己的产业所得。原来如此啊，多谢韩王妃提醒。老夫人，你都听明白了吧？你克扣的那些银两，乃是萧国侯夫人自己的嫁妆贴补。大周朝律法有规定，女子出嫁之后到了夫家，嫁妆也是她自己的产业，侵吞别人私产可是要双倍偿还的，情节严重者还要受流放之刑。双倍奉还？流放？凭什么？穆青林，将银两双倍赔偿给韩王妃，你可有什么意见？凭什么？克扣韩王妃银两的是老夫人，和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啊！府尹大人，光是双倍赔偿恐怕不够。这些年，穆家二房仗着老夫人的宠爱，暗中可没少从修国侯府拿银两。你这个贱人，还不快把你的嘴闭上！哼！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夫人历来偏心二房，当初侯爷袭爵的时候，老夫人就百般阻挠，恨不得将最心爱的儿子推上去。只可惜朝廷律法有规定，他没有办法违抗，便只能阳奉阴违。平日里没少从侯府公账上支取银两，一转手就送去了南州。你胡说！柳姨娘，你敢含蓄喷人！府尹大人，相信您也知道，贱妾曾经主持过一段侯府钟会，查账册的时候发现有大笔的银子不知去处，完全对不上账。后来几经打探才知道，一切都是老夫人在从中捣鬼。母亲，你怎么如此糊涂呢？大哥对您那么孝顺，只要您开口，大哥就没有不答应的，您何必偷偷摸摸的呢？府尹大人，银两的事情的确是我做下的，只是觉得庆林一家子守在南州太过可怜了，作为母亲，暗地里贴补一下受苦的小儿子，也在情理之中吧。府尹大人，您是不知道南州那个地方苦啊！本官的家乡便是南州。修国侯啊，除了韩王妃的8万两银子，韩某侯府银两的事情应该算是侯爷的私事，不知道侯爷是要继续状告，还是私底下解决呢？母亲，清风，你这是做什么？你我母子之间何必行这般大礼？老夫人，你动侯府公账上银两的事，我就不计较了。儿子感念母亲抚养我长大的恩情，对母亲的要求从不敢违背，自认从未做过任何愧对母亲之事。你说这些做什么？可是母亲却对我从来都只有不满，不管我怎么做，母亲的眼中都只有二弟。母亲动侯府银两我不在乎，母亲贴补二弟我也不在乎，可母亲不该扣下我夫人写给云兰的信啊！4年呐，母亲，你看着夫人从原本的飒爽英姿到后面的行销骨立，
你看着她思女成疾，日夜煎熬心血，你怎么忍心呢？清风啊，母亲之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是我不好。母亲，儿子不如二弟对您孝顺，不配再继续奉养您。从今天开始，您就跟着二弟去享福吧。你什么意思？你要把我赶出侯府？不是赶您走，是儿子不遵孝悌，无颜继续奉养您。您在侯府每日看着我这个不孝子，看着我夫人这个不孝媳，必定心情不愉快，对养伤极为不利。为了您的身体着想，儿子才让您去跟着二弟。老爷说的是，二弟一家子极为孝顺，多年不曾在母亲膝下侍奉，必定也是极为遗憾的。如今二弟一家来了上京，要恰逢老夫人受了伤，需要人照料，这可是个让二弟一家尽心的好机会。我可是你们的母亲，是侯府的老夫人。你永远是我的母亲，是侯府的老夫人，只是您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母亲，同时也是二弟的母亲。我不能因为自己想要多多尽孝，而剥夺了二弟孝顺您的机会。大哥，弟弟受惊过度，一时慌了心神，说话难免前言不搭后语，还请大哥不要与我计较。二弟说什么呢？你我是亲兄弟，怎么可能因为3两句话而生分了？二弟好不容易回来，就在上京多住一段时日，正好方便你对母亲尽孝。对了，二弟可有落脚的地方？大哥，弟弟离京太久了，这匆忙之间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地方，不如就住到侯府。时间尚早，二叔赶紧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早些离开府衙，还来得及去找一个好去处。云兰说的对，二弟啊，你抓紧点时间吧。你这个畜生！庆林可是你的亲弟弟，他好不容易来一次上京，你竟然要把他赶出去居住？母亲，哪有什么赶不赶的？只是侯府最近乱糟糟的，不适合人静养身体。我是怕耽误了母亲和二弟的身体恢复。再者说，我们是亲兄弟，二弟若登门拜访，我还能拒绝他不成？你这般对待自己的弟弟和母亲，就不怕受奸夫所指吗？修国侯干得漂亮，偏心的母亲，无良的兄弟，让他们进门做什么呀？访客为主，颐指气使吗？案情已经清晰明了，老夫人动用修国侯府公账上的银两可以不计较，可属于韩王妃的银两需要双倍归还，由本官做公证，签下归还银两的契书，写明归还银两的时间数目，你们就可以走了。当然，如果老夫人没有按时把银两交给您，您也可以带着契书前来顺天府，到时候本官会按照拖延的时间加一些银两做补偿，并且让差役帮着您追缴。母亲，事情已经了结，我们回去吧。这不是三弟和三弟妹吗？见过太子殿下。诸位，快免礼，今日孤过来，只为向君老夫人贺寿，可不要因为身份搅扰了庆国公府的寿宴才是啊！我没有来晚吧？太子大哥，你只关心二哥，都不关心我这个弟弟吗？我养伤这么久，可是每天都想念大哥你的。四弟也来了，我怎么不关心你呢？送往你府中的药材可少了？药材是不少，可我不是惦记上太子大哥宫中的那方端砚了吗？不找些理由，怎么让太子大哥你主动送我啊？四弟你呀，想用还用得着找理由，直接去大哥的宫中拿就是了。你我都是亲兄弟，可不用如此客气的。四弟，你和三弟关系最好了，平日里想要一点喜欢的东西，该不会都要这般拐弯抹角吧？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三哥府上的确有我顶顶喜欢的，可惜不能随便要。说起来还是你三哥小气，换做二哥，二哥一定什么都给你。三哥，你听到了吗？要不你向太子大哥、二哥学一学？不可能。三哥，你好冷血，好无情啊！四弟，不必求人，你想要什么，二哥去帮你找来。二哥，这件事情恐怕只有三哥才做得到。这就小瞧你二哥了不是？你尽管说就是了。真的吗？二哥，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就是看中了三哥家的八宝和周周。二哥，你看吧，我就说这件事情只有三哥才做得到。八宝和周周可不是一般的小娃娃。小郡王和小郡主天然之资，可真是这天底下独的一份，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有福气之人了。是啊，小郡王和小郡主当然不是一般的孩子，那可是天生的祥瑞之体，廖晨大师都亲口承认过的。有小郡王和小郡主在，是大周朝之福啊！老身见过太子，见过诸位王爷。老夫人不必多礼，孤特意前来向老夫人祝寿，同时父皇也给老夫人送来了寿礼，孤一并带来了。
主子，老夫人带着二夫人和木棉之来了，此时正在府外下马车呢。老姐姐，你我多年未见了吧？确实是好久不见了。当初我们都是国公府的老夫人，何等的风光！如今你仍旧光辉灿烂，可我就不一样了，变成了路边的烂泥。哼，别人风光那是懂得修养自身，见好就收，自己沦为烂泥，怎么不想想之前都做过什么呢？谁说不是呢？这位老夫人的所作所为，京城之中可是都传遍了。放着明珠不要，偏偏把榆木当宝贝，还诬陷修国侯夫妻要虐杀他，最后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哼，这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今天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说起来，他是怎么好意思过来的？还能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身后那两个了。老姐姐，你我相识几十年，别管身份如何变换，都是难得的老姐妹。你来自然是庆国公府的座上宾。见过诸位夫人，这是我家小女棉枝。棉枝，快上前向君老夫人和各位夫人小姐们见礼。棉枝，见过君老夫人，见过各位夫人小姐。棉枝妹妹身体不好，第一次见到君老夫人这般有福气的长辈，难免心情激动，竟然脚软了。花姐，快去扶棉枝妹妹起来。不如东海，寿比南山；不如东海，寿比南山。大毛，快过来！嘿，祖母，这是我送给您的寿礼，没想到让他跑出来了。拜见祖母，祖母吉祥安康。真是聪明，岁岁有心了。哟，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鹦鹉呢。话说的也清楚，必定花了沈小姐许多心思。这羽毛的颜色也这般艳丽啊，真是好看。大毛，快来向祖母献礼。仙女姐姐，仙女姐姐，木马木。哎呀，木姐姐是我叫的，你不许叫。木姐姐，仙女木姐姐，大毛的。我的。丑八怪，你长得丑，咋想得美哟。哎，岁岁的礼物我真是喜欢得紧。快些让人将鹦鹉抱到后院去，拿上等的粟米喂一喂。身在曹营心在汉，大毛永远向你看。别人等风也等雨，大毛永远等着你。沈小姐天真烂漫，想出来的鹦鹉也是独具灵性，属实难得。姑也喜欢鹦鹉，不过自己养的那只不会说几个字，不知可否请沈小姐帮忙调教一番。哎，岁岁这孩子打小性情活泼，虽然及笄了，可还跟个孩子似的，全然被府里给宠坏了，当不得太子殿下夸奖。君老夫人太过自谦了，沈小姐自幼养在老夫人身边，性情品性自然是无可挑剔。而且沈小姐敢说敢言，直率坦荡，谁舍得用规矩束缚她呢？岁岁这丫头哪里有一点沉稳的样，还有的学呢。不瞒二位殿下，老身虽然儿孙众多，可我最是偏心云禾这丫头。眼看着也没几年活头了，就是希望留她在西夏多陪伴我几年。今日太子殿下和诸位皇子贵客临门，为我母亲贺寿，在下感激不尽，略备下薄酒，请诸位不要嫌弃。君老夫人，您声名远播，在南州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传奇名号，棉枝对您也是一直崇敬不已。今天有幸前来贺寿，棉枝准备了一份礼物，想献给老夫人您，希望老夫人不要嫌弃。什么样的礼物，老身都喜欢。老夫人，您真的好慈祥，好温暖，好宽容。棉枝从您的身上感受到了好多从未感受过的慈爱。穆小姐也是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不知道这礼物。请老夫人稍等，棉枝稍作准备。穆小姐辛苦了，来人，把屏风仔细收好。今日请了有名的戏班来唱堂会，请各位贵客移步，老身去更换一身衣服，暂且失陪，还请见谅。薛老夫人，是棉枝痴心妄想了，这也觉得。敏之，不要耽误君老夫人的时间，你且退下。穆姐姐，她没事吧？华姐，
去瞧瞧，顺便送他们回府。韩王殿下，借用韩王妃一会儿，还请殿下允准。老夫人，这是哪里的话？玉兰，我在这儿等你。老夫人，今天的事情，事情可怪不得韩王妃。老身知道您也是无辜受累，请王妃过来，是我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忙。老夫人请讲。王妃，我求你，主要是因为穗穗这丫头，太子和英郡王都曾私底下递过话来，太子想要纳穗穗为侧妃，英郡王则是想要迎娶她为继室。继室？老夫人，那您的意思是？老夫人，您这是做什么？我想请王妃开一副药，让穗穗突生重疾，不宜疫情。老夫人，药我能开，只是如此一来，穗穗以后若是遇到想嫁之人，恐怕……我知道，可是眼下没有办法。别管是太子还是英郡王，都不是庆国公府能够抗衡的。太子和英郡王互相争起来，若是闹到皇上那边，所以穗穗必须病重，而且要病得毫无破绽，哪怕是太医都瞧不出来。所以我只能求王妃了。老夫人，这种药效用强，还不能对身体有副作用，需要3日的时间来调配。我做好了，第一时间让人给您送来。多谢韩王妃，以后但凡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庆国公府一定不遗余力。老夫人不好了，七小姐落水了。在何处落水？可救上来了？什么人所救？可有人围观？在靠近西侧院的小池塘，七小姐因看到独自哭泣的穆小姐而上前询问，结果不知怎的，2人似乎起了冲突，一并掉入池塘之中了。因为小池塘距离竹园不远，有侍女惊慌之下大声呼救，结果引来了不少人。本来太子和英郡王都想上前救助小姐，可最后是修国侯府的穆三公子将小姐救起。绵枝，我可怜的孩子，不就是和沈家七小姐说了几句话，好端端的怎么就落水了呢？我早就说过不来，可是老夫人惦记着和君老夫人多年的情谊，想着带着晚辈见见世面。可什么人有什么命，一些人一出生就注定了荣华富贵，位高权重，不像我可怜的绵枝，什么都没有也就罢了，连性命都有人惦记着。穗穗，老夫人，求您为小姐做主，小姐落水昏迷，还被伤了脸，可穆家二夫人硬生生阻拦着，不让我们去请大夫。我什么时候阻拦着不让沈七小姐看大夫了？我只是想弄明白我家绵枝为什么会落水。是，民妇出身低贱，我家绵枝同样比不上沈七小姐身份贵重，可大家同样都是一条命吧？难道我可怜的女儿丢了大半条性命，我这个做母亲的连问一句的资格都没有吗？老夫人，七小姐本就身体娇弱，寒日里骤然落了水，惊吓过度，寒气入体侵袭了肺脉，情况十分危急，赶紧将她挪入暖房之中。另外，我之前给老夫人送来的年礼有一个紫色的瓶子，老夫人赶紧让人找出来，将里面的药丸给七小姐服下。好，快去找。王妃，您高高在上，算是民妇，求求王妃，救救我可怜的女儿吧。老夫人，您快来，您帮我一起求求韩王妃吧，求她不要这般狠心，不要见死不救。绵枝，我可怜的孙女儿啊，韩王妃，过去的事情是我不对，你有什么怨气冲着我这个老婆子来？求求你不要因为我们之间的仇怨而牵连到绵枝，她才刚刚来上京，性子善良纯真，什么都不知道啊。二婶，你关心女儿，难道不知道她落水之后最需要保暖？地上那件狐裘是我侍女花间给你的吧？你为何不用？我们身份多低贱，哪里敢用韩王妃的东西？哼，你敢把我的狐裘披风扔到地上，却不敢给自己的女儿用。你一口一个身份低贱，却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威胁我给穆绵枝诊治。二婶，我见识少，是真的看不懂你的做派了。你到底是想救自己的女儿，还是嫌弃她死得不够快？二婶，你想让我帮穆绵枝治病是吧？是，求韩王妃救救我的女儿。韩王妃不愿意救人，大可以直说，让二夫人请别的大夫就是，何必如此折辱人呢？就是，穆小姐落水已经够惨了，竟然还落井下石，直接甩人家巴掌，还说什么医者仁心呢？
哪家医者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二婶儿，我这治疗效果你可还满意？云兰，没事吧？我没事儿。韩潇，让人照顾一下我三哥，我要去看看翠翠。这里，放心。木姐姐，你真好看。韩王妃，让您见笑了。好疼。翠翠，别乱动，你脸颊上有伤，我先帮你处理一下。老夫人，庆国公夫人，翠翠脸颊上的伤口有些深，恐怕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彻底恢复。我知道，留疤也没关系，只要人没事，一切都好说。庆国公夫人误会了，我是说彻底恢复，不会留疤的。什么？这怎么可能？韩王妃，大恩不言谢，老身和庆国公府都记下了。老夫人哪里的话，这件事儿，韩王妃，老身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不糊涂。你是你，修国侯府是修国侯府，穆家二房是穆家二房，我还是分得清的。多谢老夫人理解。木姐姐，我受伤了，你得专门看着我，不能去看祖母和母亲。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也不看看祖母和你母亲担忧成什么样子了，这会儿竟然担心起我们抢你的木姐姐了。我脾气坏，我吃醋。翠翠，在池塘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还记得吗？那个木棉枝坏，他哭说木姐姐瞧不起他，说所有人都瞧不起他，还说木姐姐让人孤立他，说你故意抢他的风头。我气不过，上前理论，却被他抓着手腕哭。我觉得不对劲儿，就挣扎，然后就脚下一滑，掉到池塘里了。祖母，给我请师傅，我要学武。小祖宗，你别想一出是一出了，你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吧。老夫人，穗穗脸颊上的伤明显是被利器划伤，看伤口的深度和形状，应该是簪子一类。穗穗的首饰可还齐全？穗穗的首饰是全的，这些都是我今天早上亲自为她搭配的。那问题应该出在木棉枝身上，而且那簪子不是普通的簪子，簪柄应该是中空，被人放了毒。韩王妃，你可是想到谁才是真正的凶手？王妃，你可还记得老身之前跟你说过的话？王妃若不记得，老身就再说一遍。王妃救了穗穗，就是整个庆国公府的恩人，以后但凡有需要庆国公府出力的地方，国公府上下必定竭尽全力。老夫人，您这话代表了整个庆国公府？是。那么这话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还是对整个韩王府说的？是对您一个人的许诺，也是对整个韩王府的许诺。老夫人，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如今的庆国公府蒸蒸日上，又始终洁身自好，保持中立，深受皇上的信任。不管怎么样，您都没有说出上面那番话的必要。王妃，您有小郡王和小郡主两个被上天钟爱的孩子，又掌握有朱颜阁还有皇上御赐的金牌，可能生活的随心所欲，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若想获得一份长久的安宁，自然要步步小心，时时谨慎。现在的庆国公府跟王妃的处境一样，迎风直上，百尺竿头，固然是好，可船总要靠岸，现如今波涛不断，暗流汹涌，若是再不暂且后退，积蓄力量，恐怕就只有倾覆这一条路可走了。可我不明白，老夫人为何选中了韩王府？因为王妃您。老夫人，您说是因为我？不怕王爷和王妃怪罪，如果没有王妃的出现，庆国公府会始终站在皇上这边，为帝王皇权所驱使。那为什么现在变了？因为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以前的韩王殿下战功赫赫，可是性情刚直，不屑于变通，宛若一柄锋芒无匹的寒剑。可过刚易折，这般性子若为将为帅，那是极好的，可放在皇室之中，却极难生存到最后。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王妃，韩王殿下这把削铁如泥的寒剑有了剑鞘，便不会再如之前那般不计后果。老夫人如此信任我，信任韩王府，那么我们也必定会竭尽全力，不让老夫人和庆国公府失望。祖母娘亲，我们家这是和穆姐姐家结盟了吗？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常年跟在穆姐姐身边，好方便我们沟通？你哪里是想我们方便沟通，你分明是想多亲近一下韩王妃。
别以为娘亲看不透你的小心思，你呀，就好好的在府里养伤，什么时候把身体养好了，什么时候再说。王妃，你之前的猜测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了？我怀疑暗中出手的是傅家。丞相府傅家？是。穗穗脸颊上的伤口被池塘水浸泡，毒性已经冲淡了一些，没有发作的情况下很难辨别种类。这些时日，韩王府一直派人盯着穆家二房，他们连给老夫人请大夫的钱都是典当的东西凑足的，根本没有余力再来买毒药。这些时日，唯一与穆家二房有接触的，便是丞相府傅家的人。那位穆小姐虽然瞧着有些不着调，做事莽撞，不计后果，可也实在不像是心思歹毒之人。若是被人威胁利用，那就说得通了。老夫人独具慧眼，应该看得明白。太子虽然表达了对穗穗的意思，可是丞相府却并不希望有人入主太子东宫，分担了太子妃的宠爱。是啊，那位太子妃可是丞相府的掌上明珠，副丞相从小教养起来的，别管是性情还是品性，都是比照着未来皇后。傅家绝对不希望太子拥有一个出身比丞相府还要略胜一筹的侧妃。我们穗穗也不稀罕当什么太子侧妃，那副丞相太过杞人忧天了。你没看明白，率先对穗穗动了心思的是英郡王，太子是不得不争。因为一旦穗穗成为了英郡王继室，我们庆国公府就不得不支持二皇子，对太子是个极大的威胁，所以他不得不争，哪怕把水彻底搅浑。我二叔被山贼打断了腿，他的腿上便染了和副丞相一样的毒。当时他们状告到官府，意图用老夫人来威胁侯府，为的就是让我低头，好帮副丞相拿到解毒的药方。只可惜副丞相计划得很好，老夫人却舍不得对自己下重手，让我找出了破绽反击回去，这才没有得逞。老夫人，这些不过是我的猜测，还需要仔细查证。如果我猜测的正确，副丞相势必提前在庆国公府已经安插了眼线，方便之后拿到药方。老夫人不妨查一查府中的下人，尤其是那个在穗穗落水之后大喊大叫，把人都惊动过来的侍女。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王妃是想说穆三公子吧？是，老夫人，我三哥性情中正耿直，绝对不是举止孟浪之辈，情况危急之下只为救人，绝对没有损毁穗穗清誉的意图，也没有妄图攀附的心思。王妃想到哪儿去了？穗穗被人算计，如果不是穆三公子及时出手，能不能挽回一条命都是两说呢。庆国公府上下感激不尽，怎会怪罪？母亲说的是，如果不是穆三公子及时出现，让太子或者是英郡王下了池塘，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老夫人，夫人，英郡王和韩王殿下在前院闹起来了。三弟，你现在爵位比我都高了，确实是威风了，都敢直接对我这个二哥动手了。二哥要切磋武艺，我这个做弟弟的上来奉陪一下而已。二哥怎么反倒是不高兴起来了？你我兄弟一起长大，你的身手如何我早就知道了。现在我想换个人切磋，穆家三公子，我记得是叫穆瀚海是吧？怎么堂堂8尺男儿连切磋武艺都不敢吗？英郡王愿意教导我家老三武艺是他的福气，只是老三自小愚笨，学艺不精，还是不在郡王面前献丑了。英郡王刚毅勇猛，在战场上以一敌百，皇上都交口称赞，自然是万中无一呀。是啊，英郡王是真正上过战场，掌过敌手的，穆三公子在这方面就略有些不足了。孬种，替我孬种！二哥身为皇子，说话也该注意些。修国侯乃是朝廷重臣，更是本王的岳父，你羞辱他，实在和我过不去。羞辱你又如何？还岳父呢？谁不知道当初穆云兰闹腾着不嫁给你，一心想嫁个什么君子书生，甚至差点就与人私奔了，也就是你还拿着破鞋当个宝贝。楚寒萧，你这是做什么？英郡王可是你二哥，你怎么敢直接对他动手？二哥要和我切磋武艺，我这个做弟弟的自然是要拼尽全力，只是没想到二哥下盘这功夫真是不如嘴上功夫硬，我只不过轻轻的踹了一脚，竟是把人踹飞了出去。你说什么？楚寒萧，今天我这个做哥哥的就好好教导教导你，什么叫做真正的武艺。楚寒萧，你这哪里是切磋呀？
分明是想要了你二哥的命，你简直放肆！来人，快来人，把韩王绑了，将英俊王救上来。太子，武者之间比试，当然要下真功夫才能起到效果。三哥和二哥都是强者，强者比试更是要拼尽全力，这是对强者的敬重。二哥，你羞辱我可以，但是不能羞辱我的王妃，记下了吗？王爷，三哥小心！韩萧，混账！你们两个简直混账！楚景战、楚寒萧，你们两个可是亲兄弟，如今却在君老夫人的寿宴上当着这么多人打生打死，你们可还顾念着一点兄弟情谊？你们真是好样的！姑是劝不了了，只能让父皇来劝。来人，立刻进宫，将这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禀告父皇。父皇，儿臣有错，三弟和二弟发生冲突，我这个做兄长的却没能将人拦下，以至于二弟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请父皇责罚。宣太医，张院长，我二弟的情况如何了？皇上，太子英俊王落水受寒，不过情况不算严重。张院正可检查仔细了，现在是冬日，二弟又多次落水，而且身上还有伤，定然要好好检查。二弟以后还要领兵上战场呢，继续为父皇解忧呢，可不能给身体留下隐患。太子殿下，英俊王脉象太过特殊了，下官医术浅薄，实在是不能完全看透啊。你可是太医院里医术最好的，连你都看不懂，难道二弟的身体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了？皇上，韩王和韩王妃在殿外求见。宣他们进来吧。为什么父皇的语气如此平淡，竟没有想象中的愤怒？难道父皇真的偏心楚寒萧，偏心到了不顾其他儿子生死的地步？请参见父皇。云兰，你先起身，到一旁坐着。父皇，他这是老糊涂了吗？不惩罚慕云兰也就算了，还让他坐着，凭什么？楚寒萧，仔细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啊？父皇，二哥羞辱我，羞辱云兰，我忍不了就动手了。混账！那是你二哥。云兰是我的王妃，是与我携手与共，并将要走完余生的心爱之人。相比较二哥，儿臣自然站在王妃这边。何况是二哥出言不逊在先，他下次再敢胡言乱语，儿臣还要揍他。你也不能一次次把你二哥踹水里吧？如今可是大冬天，万一动出好歹来呢？儿臣有分寸，更何况不是还有云兰在吗？你二哥刚是对云兰出言不逊，若真出了什么事情需要救治，难道你不会阻止云兰出手救治吗？父皇，儿臣是想揍二哥，又不是要他命，更何况儿臣还要养八宝和周周，穷得很，治疗二哥时候都要些银两就可以了。反正二哥现在孤家寡人的，银子多了也没地方花呀。朕本以为你是几个兄弟当中最使人省心的，真是没想到，翻起魂来动手也最为利落。多大个人，还跟自己二哥动手，哎，就不嫌丢人是吧你？父皇，您别亲自用脚踹，仔细脚疼，让吴公公给您拿根棍子吧。就老三这皮糙肉厚的，还能怕疼啊？我家王爷英武，疼也许是不怕的，可入宫的路上一直都心怀忐忑，担心这大过年的再气到了您。算了，起来吧。多谢父皇。太子也起来吧，今儿的事情怪不得你，不必放心上。父皇，二弟他……云兰，时间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了。楚寒萧，老二吼什么呀？既然醒了，就赶紧跟你三弟三弟妹道个谢吧。父皇，我挨了揍，还被撒了药粉，还要反过头来向他们道谢。昏迷了一下子，这世界彻底黑白颠倒了。老二，朕让你道歉，听懂没有？父皇，儿臣听到了，可是儿臣不明白，您知道楚寒萧做了什么吗？他一次一次地把儿臣踹到冰冷的池塘中，若不是儿臣身体强健，哪里还有机会来到父皇面前？朕知道。您等等，您知道？韩王府送你的年礼，你可认真看过？父皇，您是不知道，楚寒萧实在是欺人太甚。他送给儿臣的年礼，竟然只是对联一副，饺子一盘，还给儿臣送了一瓶味道异常刺鼻的药丸子。楚寒萧这不是目中无人吗？随着年礼一并送去的帖子，你看过没有？儿臣没看，直接撕掉了。朕就知道，你这暴躁易怒的脾气，什么时候都改不了。
但凡你看上一眼就能知道，那药丸是给你调养身体用的，光是里面这药材就有这好几十种，银两花费了无数，可是比你送到韩王府的年礼值钱多了。父皇，您可不要被老三两口子给骗了，他们性情奸诈的很，什么药丸子，还花费了银两无数，难道还能起死回生？不能够起死回生，却可以救你的命。父皇息怒，也是我这治病的方法过激了些，二哥一时没明白，也在情理之中。您坐下喝杯茶歇一歇，还是儿媳这个医者来解释吧。二哥落了那么多次水，刚才又吐了一大口血，此时感觉如何？我的身体这是……楚荣新身上的病症是二哥遗传给他的，只不过二哥的病症比较轻，并未在小时候发作。不过经过战场厮杀的刺激，二哥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韩萧身为弟弟，自然是关心着二哥你的身体。只是我们初次相遇，相处的并不愉快，后面又发生了楚荣新的事情，更是加深了芥蒂。我若是主动提出帮二哥治病，恐怕也会被误会别有居心，所以我便将这件事情禀告给了父皇，另外告知了父皇具体的治疗方法。果真是满脑子都是打打杀杀，云兰担心主动开口会被你误会，把你的病情和治疗方法都给了朕。父皇，这谁知道慕云兰说的是真是假？这封信是5天前随着年礼一并送入宫中的，你和老三的冲突是今天才发生的，难不成你要告诉朕，韩王妃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你今日要和老三发生冲突，所以提前送了封信，方便洗脱罪名吗？父皇，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一切发生的太巧了。你还在为自己找借口。老三武功高强，又是你的亲兄弟，是帮你淬炼身体的最好人选。今天这事表面上是把你打了一顿，可实际上是在救你的命。父皇，罢了，二哥能够平安无恙，我们也就放心了。至于二哥承不承认这份救命之恩，我和韩萧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大家和睦相处，能够让父皇少费些心，多安乐，这就已经极好了。本来还以为之前禁足多少可以让你有所反思，如今看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啊。父皇，儿臣知错了，您也知道儿臣从小性子直，心里藏不住事儿，想什么就说什么，刚才一根筋没有转过弯来，三弟和三弟妹救了我心中自然是感激的。三弟三弟妹，今天的事情是我误会了，把你们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二哥我在此向你们道歉了，同时也多谢三弟和三弟妹为我治病，救我性命。二哥不用客气，下回再需要我出手，弟弟仍旧会不遗余力的帮助二哥。难道我的病症一次没治好？二哥，你的病症还需要慢慢调理，后续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切莫动怒，一旦再动怒，难免会加深病情，到时候可就不好了。这慢慢调理需要调理几次啊？视情况而定，我又不会未卜先知，眼下也说不准的。问这么多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懂医术，这大周朝再找不出来比云兰的医术更好的人了，你听他的准没错。是，我什么都不能问，只等着挨揍就行了呗。云兰，既然英郡王不稀罕你送的年礼，那么你就干脆别把礼物送他了，直接卖他，花费多少钱你写清楚，送到父皇这儿来，父皇来当这个中间人，保管老二不敢赖账。父皇，儿臣哪有什么银子呀？你没有银子，送到这庆国公府的礼物可是不少，要不要朕派个账房到你府中查一查呀？行了，都退下吧。皇上，庆国公、休国侯以及君老夫人前来求见。平身吧，来人，给君老夫人赐座。皇上，老身年纪大了，最疼爱的就是沈云禾这一个小孙女，求皇上开恩，给云禾指一条生路吧。老夫人这何出此言呢？哎，云禾这丫头，朕记得她过100岁的时候，朕还赐过一个长命锁呢。之前参加宫宴，朕也看到过她。那丫头啊，生得俊秀，又是个性子活泼讨喜的，这好端端的怎么要生要死了呢？皇上，云禾今日落水，被伤了身子，毁了容貌。什么？你来说怎么回事？父皇，儿臣太过心急，忘了向父皇回禀，沈七小姐的确是落入了池塘之中。为何落水啊？这主要是因为木棉枝。父皇，君老夫人过生辰，休国侯府老夫人和穆家二房也前去祝寿，那木棉枝就是二房家的小姐。穆小姐表演完受挫，哭着跑开，之后在池塘边和沈七小姐发生了冲突，两人双双落入水中。休国侯府三公子将人救起，沈七小姐被救起来之时，脸已经被毁容了。之后二哥看穆三公子身强体健，
提出要和他切磋武艺，一拳将木仓公子打得唇角流血。我三哥便上前阻拦，说他陪着二哥切磋，然后二哥就开口辱骂我三嫂，说他反正就是不好听。我三哥就和二哥打起来了。老二，老四说的话可都是真的？父皇，当时发生的事情很多宾客都是亲眼所见，儿臣没有一句添油加醋，皆是客观陈述，请父皇明鉴。楚景战，老四刚才这陈述可都是真的？回禀父皇，的确都是真的。君老夫人，云和那孩子情况可还好啊？多亏了有韩王妃在，及时将云和救醒，又帮他处理了脸颊上的伤口，只是身体底子毁了，再如何调养，怕是也难以恢复如初。至于脸颊上的伤口，现在还不知道能恢复成什么样。在皇上面前失态了，请皇上降罪。无妨，有云兰在，朕相信云和肯定会没事的。云兰，治疗沈七小姐需要什么药材，尽管让人从太医院里拿。是，父皇。皇上，老臣携犬子前来领罪。你家老三不是救了沈小姐吗？何罪之有啊？皇上，您有所不知，如今外面都传遍了，说是韩王和英郡王兄弟相残，冲冠一怒为蓝颜，就是因为我那不争气的犬子。等等，你说因为什么？因为我家那不争气的老三呐。不是前面那句冲冠一怒为蓝颜。如今百姓们传得有鼻子有眼，都说因为我那不争气的三儿子韩王和英郡王才大打出手，犬子败坏了两位殿下的声誉，我修国侯府实在是罪孽深重，请皇上责罚。流言终归是流言，不去理会也就罢了，至于说降罪，免了吧。多谢皇上。行了，起来吧。皇上，云和此次落水，多亏了穆家三公子搭救，两个孩子年龄般配，样貌家世也都相当，且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既有如此缘分，必是上天注定。老臣想恳请皇上为云和和穆家三公子赐婚。好，既然你们两家都满意了，那么朕就下旨赐婚，也算成就了一份良缘。多谢皇上，多谢皇上。闹哄哄的，把朕吵得头疼。都退下吧，朕和君老夫人许久未见，跟她单独说说话。老夫人，你刚开始入殿，神色十分难看，可是还有这其余事情啊？皇上果真是慧眼如炬，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有件事情关系不大，兴许是我年纪大想多了。皇上，云和被毁容并非是偶然，而是被人故意用这枚金簪划伤。只要按动金簪头上镶嵌的绿猫眼，就可以让毒针探出。就是这金簪伤了云和的脸。是。朕记得穆家二房很是不成器。是。朕明白了，老夫人放心，这件事情朕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多谢皇上。安一，奴才在。查。是。大老虎来了！哎呦，哪来这大老虎啊？快来护驾！王爷爷，是周周呀！哦，原来是周周啊！皇爷爷还以为真是有大老虎呢。八宝小老虎也来了，来，让皇爷爷掂了掂，小老虎有没有长大些啊？我们八宝还要努力啊！皇爷爷，你受伤了吗？皇爷爷没有受伤，八宝怎么这么问啊？因为皇爷爷这里有臭臭的味道，好像流血了一样。我们八宝可真是厉害啊，小鼻子灵敏得很呢。皇爷爷刚才用了一把刀，这把刀帮着皇爷爷斩杀过不少东西，因此啊，沾了许多血腥。皇爷爷有厉害的刀可以用，你不开心吗？皇爷爷没有不开心啊，只是担心这把刀啊做了坏事。娘亲说过，刀是工具，工具不分好坏，用工具的人才分。我爹爹有很多厉害的刀，那么长，2个周周那么长。爹爹耍刀从来不会伤到我。妹妹，爹爹用的是长剑，不是刀。爹爹耍剑从来不会伤到我，只会伤到院子里的花。皇爷爷，我爹爹耍剑可厉害了，刷，然后那些花的花瓣就飘起来了。花花会围着哥哥和我跳舞，也会围着娘亲跳舞。就是爹爹第一次耍剑的时候不太成功，地上有很多土，把娘亲的眼睛都给迷住了。娘亲拎着剑追着爹爹跑了好一会儿呢。
大乖乖，你们爹爹还做过这么有趣的事呢。周周还帮忙了呢。哦，周周帮的是你娘亲还是爹爹啊？当然是娘亲。周周在爹爹跑过去的时候，伸出了腿，一下子就把爹爹绊倒了。周周可真是厉害啊！那是当然。那黄爷要是追着你爹打，你是帮黄爷爷还是帮爹爹啊？周周帮黄爷爷，周周还伸腿把爹爹绊倒。那要是黄爷爷追着你娘亲打呢？黄爷爷，你答应我不要追着娘亲打行不行？黄爷爷打周周，娘亲说周周胖乎乎肉嘟嘟的，打起来手感一级棒。好，黄爷爷就打你爹爹，追着他一个人打。父皇，今日辞旧迎新，儿臣敬父皇一杯，祝愿父皇福寿安泰，祝愿我大周朝国泰民安。好，今年对朕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黄爷爷，爱你哦。今日辞旧迎新，朕心中甚是喜悦。这第一杯酒，我们便君臣同饮吧。皇帝，你之前说将选秀和年宴凑在一起，如今这年宴正值热闹，自然不能将那些秀女们给忽略了。太后所言极是，选秀匆忙，秀女都是从京城的官员府邸中选拔的。今日是年宴，也该让他们过来，正好可以见一见家人。秀女们编排了一支舞蹈，想着要献给皇上呢。那哀家就让他们上来。好，既有如此心意，自然是不能辜负，先让他们上殿吧。好，不错，真是不错，该赏。臣女等人多谢皇上。那白衣服的是哪家的秀女？怎么如此不知规矩？你呀，性子就是严厉。这大过年的，别给这孩子吓到了。哀家年纪大了，就是喜欢性子活泼的女孩子。这木棉枝是修国侯府的老夫人推荐过来的，旁人不认识，韩王妃应该对她极为熟悉吧？皇祖母说的是，我的确认识。木棉枝是我二叔家的嫡女，也是我的堂妹。我记得穆家二房似乎没有功名在身吧？那他们家的嫡女自然就没有选秀的资格。来人，德贵妃，你才掌握公务不久，很多规矩没有弄清楚。秀女虽然讲究出身，可也讲究德行。木棉枝的父母虽然没有功名，但他的祖母却是一品的诰命夫人。她性格温顺，对长辈孝顺有加，而且为了自己的祖母以身试药，孝心感天动地。有修国侯府老夫人的推荐，本身又德行绝佳，自然是可以参加选秀的。多谢太后提醒。这木棉枝我越听越是耳熟，好像是前些时日把沈家七小姐推入水的那个吧。太后久居深宫，对外面的事情了解的不够清楚，可千万不要被一些心思深沉的人蒙骗了。贵妃娘娘，云河落水的确是和眼前这位穆小姐有所关联。不是的，贵妃娘娘，君老夫人，不是的，我从来没有害过沈七小姐，我们都是失足落水。若有凭据，君老夫人怕是早就把人拉下去处置了吧？如今人还好好的站着，不就是没有切实的证据吗？君老夫人这般年纪，心绪也该放得平和些。棉枝和你的孙女儿一同落水，难道就是她推的人？庆国公府什么时候这般霸道了？棉枝，你和韩王妃是姐妹，还不快些上前向韩王妃行礼？棉枝见过姐姐。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你这句姐姐着实让人误会。而且我们多年未见，彼此之间也没有多熟悉，你还是依照规矩称呼我一句韩王妃吧。姐，韩王妃就这么讨厌棉枝吗？我只是想要有一个姐姐，难道这样也有错？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一直这么讨厌我？滚！韩王现在到底是威风，都不把我这个皇祖母放在眼里了。哎，皇祖母啊，这您可就误会了。我三哥不仅把您放在眼里，还把您敬重在心里呢。实在是这位穆小姐，今天可是年宴，辞旧迎新之际，这怎么一上来就哭哭啼啼的？人到伤心处，感情自然真。棉枝这孩子就是太过重情义了，把姐妹情分看得太重，一时失态也可以理解。云兰，今天过节又逢选秀，可谓是喜上加喜。
皇祖母有什么话可就直说了。皇祖母有什么教导，云兰自当听着。绵之极为得哀家的喜欢，又是你的堂妹，哀家想着让你们亲上加亲，就让穆绵之给韩王当个侧妃，如何？皇祖母这个提议实在是不怎么样。韩王，你现在可是亲王之尊，府中只有一个正妃，像什么样子？哀家听闻你府中用的都是护卫小厮，连个伺候你起居的侍女都没有，这实在是有些不像话。皇祖母这么关心孙儿的后院，你这是什么话？哀家身为皇太后，自然要注重皇家子嗣绵延。那么皇祖母首先该关心太子。太子身为储君，一把年纪了，却连个嫡子也没有，还有二哥，有了嫡子等同于是没有。说我干什么？我好歹能生，还有老四呢。到现在啊，皇祖母，孙儿这里不着急，毕竟我和明妃年纪都还小呢。皇祖母，孙儿有5个嫡子了，您不用担心我。好，哀家好心好意竟被当成了驴肝肺，果真是翅膀硬了。皇帝，你可都瞧见了，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一个个的都学会忤逆长辈了。老三，你皇祖母，父皇，儿臣有云兰一人足矣，后院人多了，难免这影响云兰的心情。云兰如果心情不好，该如何给父皇再生个孙女啊？你皇祖母就那么一说，你不同意的话，就算了啊。云兰啊，这保持愉快的心情自然是最重要的。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韩萧说，韩萧做不了主的还有德贵妃，德贵妃也拿捏不定的还有朕，可不能生了闷气，委屈了自己啊。儿媳知道了，多谢父皇。饭合胃口吗？要是不合胃口，让御膳房单独的做一份。已经极好了。哎，那就好。这不过就是一个孙女，皇上是不是有些太过重视了？你们懂什么呀？皇室都多少年没有女儿了，皇上这点偏爱算什么呀？要是放到先帝那儿，就凭借着生下了周周这份功劳，韩王妃想上天，先帝都得让人给他搭梯子。真的？出家无女可是被视为诅咒的，我父皇那可是曾经想打死个儿子祭天的狠人呐，为的就是吓唬男娃别投胎过来了。最后先皇的嫔妃们都不乐意贡献儿子，再加上大臣们撞柱死谏，这事儿也就没成。这也太夸张了吧！我皇兄到底是经历过差点被祭天，对女娃娃的执着没有那么强了。有心力的男人就是不一样，成熟多了。文老王爷，您也喜欢女孩吗？那怎么可能不喜欢啊？本王还年轻的时候啊，一直想给自己的名字改成盼妹呢，只可惜啊，我母亲不同意。本王可是因此一直遗憾了好久啊。就怎么说呢？您们开心就好了。为了小女娃，都是狼灭呀，比狠人还要厉害，还多一点。那个什么穆家的，还杵着干什么呢？皇帝，这穆绵之……母后，您如果是实在喜欢这个穆绵之，就带身边当个小宫女吧。姐姐，我没有想过破坏你的家庭，更没想过和你争宠，我只是想要跟姐姐在一起。你跟本王的王妃在一起，那本王呢？是不是要腾地方？这穆家小姐该不会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吧？如此特殊的性向，可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太后娘娘，您快帮帮我呀！您说过会让我……你胡说什么？这规矩上果真还是欠缺一些。你嬷嬷，快些将人带下去吧。皇祖母关心我和韩萧的生活，孙媳心中感激。这杯酒我就敬皇祖母吧。皇祖母可是生孙媳的气了，连我的敬酒都不喝吗？哀家年纪大了，反应有些慢，也不宜过多饮酒，就喝一口吧。多谢皇祖母成全，这杯酒祝愿皇祖母多福多寿多康健，少忧少思少烦迁。哀家年纪大了，这菜肴略微一凉，就没什么胃口。你嬷嬷，你让人把桌案上的东西撤换下去，重新换些清淡的吧。是臣妾考虑不周，布置的菜肴不合太后的胃口。无妨，让人换2盘就是了。怀素，你去。不用让怀素来回跑了，让敏嬷嬷去就是了。把人的眼睛蒙起来，在他的手腕上破开一道伤口，而后在他旁边放一盆水，让水一滴一滴的落下，像是血液在滴落一般，如此就能直接把人吓死。这有些人吓死了也是活该。太后没事吧？哀家没事儿，这人年纪大了，想端杯茶都有些力不从心。
皇上继续和百官同乐，哀家下去换身衣裳再来。好，让底下人呢精心的伺候着。云妃，你怎么了？可是身体不适，要不要请太医过来瞧瞧？王爷不用担忧，不过是有些气闷，出去透口气再回来，不必惊动太医，以免扰了父皇的雅兴。那我陪你。不用，王爷的伤势还没有好全，外面天寒地冻的，别再着了寒气，我去就回。四弟，你也成亲多年了，却一直没有一个孩子，如今正值选秀，有些世家贵女与你呢品貌相当。三哥，你说什么呢？我对明妃的心意和你对三嫂是一样的，哪怕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我也不会让其他女子进府的。哀家听闻前些时日副丞相病重，难以上朝，不知如今可好些了？多谢太后娘娘关心，臣已经完全康复。副丞相可是朝廷重臣，哀家住在深宫，却也听说皇上对你的病情十分关切。听说你身在病中，却怜民百姓受疾病困扰之苦，请了不少大夫入京城组织义诊。只是想多做些善事，可臣身体不适，也没能亲自为百姓做些什么，反倒没少劳烦安王妃啊。我也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安王妃做得不错，该赏。哀家这里新上的菜肴还一筷子没动呢，就赏赐给副丞相和安王妃吧。臣多谢太后。父亲您怎么了？副丞相的脸色怎么突然间如此难看？宣太医，我的手啊！这刚才不是还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长脓疮了？是啊，这明显是吃错了东西吧？难道……皇上，副丞相这是中毒了。中毒？这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太医，你们快检查一下桌案上的那2盘菜，看看里面可有什么问题。回禀皇上太后，这菜里的确有毒，正是导致副丞相出现此症状的百破花之毒。皇上太后，汉王府的护卫刚刚被禁军抓住了，说是他刻意窃窃御膳房，意图不轨，而且在他的身上还搜到了有毒的药粉。你说什么？汉王府的护卫？这怎么可能？回禀太后，的确是汉王身边的护卫，名叫瑞影。确定是人赃并获？是，禁军亲自搜身，搜出来一包药粉。回禀太后，的确是百破花之毒。你们怎么能？来人，把韩王妃拿下！太后，事情还没查问清楚呢，怎么就要开始拿人了？那瑞影别说是哀家了，就是皇上也认识吧？那可是楚寒霄的心腹，他最为信任的护卫。他身上藏毒，还下到了菜肴之中，难道不是受了韩王和韩王妃的指派？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哼，误会？如果不是哀家见皇上赐菜想起了副丞相，那2盘菜必定是哀家自己吃了。等哀家也变成副丞相那般凄惨的样子，德贵妃才确定不是误会吗？太后娘娘息怒，德贵妃说的有理，事情还是要调查清楚些为好。副丞相，你都被害成什么样子了，还如此深明大义？只可惜某些人是蛇蝎心肠。父皇，今日可是年宴，竟然有人在年宴的菜肴上动手脚，实在是胆大包天。请父皇允许太医仔细检查所有的菜肴，确保其他大人们的安全。太子殿下考虑的周全，还是要全部检查一遍，才能让人安心呐。是啊，这入口的东西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可就太严重了。说起来，这年宴的一应菜肴准备，可都是德贵妃。回禀皇上太后，除了副丞相以及安王妃桌案上的1盘素菜，其他的菜肴均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好说的？楚寒霄、穆银兰，哀家对你们2个的确是严厉了些，可都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关切。你们即便不接受，也不能用出这般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哀家吧？你们太让哀家失望了。皇帝，事情都已经清晰明了，你打算如何处置？皇上，这件事情太过巧合了，说不准便是有人在背后安排。安排？德贵妃说的轻巧，这里可是皇宫，禁军把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怎么进行如此精妙的安排？再说了，刚才那瑞影离开席位，紧跟着太后身边的嬷嬷而去，
很多人可都是瞧见的，德贵妃还在这里帮着狡辩呢。把八宝和周周抱到后殿去，灭账。父皇，三弟和三弟妹感情好，容不得旁人插足，一时想不开也是可以理解的，还请父皇从轻发落。皇帝，你都看到了，如果不是副丞相帮哀家挡了灾，那么现在承受此折磨的就是哀家了。楚寒霄和慕云兰着实是心思恶毒，他们今日能因为这点小事谋害哀家，来日会不会因为对皇帝你不满而出手加害？此等品性之人留在身边，着实是让人寝食难安。皇上，哀家知道你对楚寒霄和慕云兰宠爱有加，又碍于八宝和周周的存在，想要给他们几分脸面。可这件事影响太过重大，两个孩子跟着这样的父母，今后还不知道会被教导成什么样。皇上不知如何开口，那哀家今日就替你做这个主。慕云兰、楚寒霄谋害哀家，心思恶毒，且大不孝之极。今日起圈禁韩王府。皇上，臣如何受苦都无所谓，可事情牵扯到太后，若是让她凤体受损，那可就是整个皇室的丑闻了。副丞相所言极是，太后娘娘单单只是将人圈禁，已经是宽容至极了。韩王、韩王妃胆大包天，胆敢在宫宴菜肴之中做手脚，属实是肆无忌惮。皇上，您瞧，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两人仍旧是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甚至都不曾跪下请罪，请皇上严惩韩王和韩王妃。下毒之事证据确凿，那么朕……皇上，臣觉得此事仍旧存疑，应该仔细调查。皇上，刑部尚书说的有理，入宫之前，所有人都必须检查有无随身携带违禁之物。那么明显的一包药粉，韩王护卫是如何带入宫的？从始至终只说证据确凿，却根本没有将韩王的护卫带入到大殿之上亲口问询。即便是韩王的护卫真的下了毒，那也应该交由刑部审问，必须要有供词签字画押，怎么能如此草率的就断定那护卫是受了韩王和韩王妃的指使，要谋害太后呢？韩王、韩王妃，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呀？父皇，儿臣真是没想到，看不惯我和云兰的人可真是不少，就连皇祖母都参与其中。放肆！你们夫妻二人要谋害哀家，还不容许哀家反抗吗？非要活生生被你们害死了才行。三弟，你和三弟妹一时糊涂，意气用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别说这些气话来惹皇祖母不快了，赶紧跪下道歉，请求皇祖母的原谅。哼，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清清白白之人也要给人道歉了？放肆！慕云兰，哀家是太后，是你的皇祖母，你说话就是这个态度。云兰跟皇祖母讲道理，皇祖母就拿出身份来压人。我们如今这态度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皇上，百善孝为先，韩王面对自己的皇祖母都是这样的态度，其叛逆不孝心思可见一斑。诸位大人都是读过圣贤书的，既然说出百善孝为先这几个字，那怎么不说说后面几句？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你们紧抓着我家王爷说话的语气不放，怎么不想想他为何如此？还能为何？自然是恼羞成怒。一派胡言！我家王爷分明是不想皇祖母被人利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太医，副丞相之所以身上长满脓疮，是因为吃了有毒的菜肴。回禀韩王妃，的确如此。菜里有什么毒？百破花之毒。那百破花之毒服用之后有什么症状？会让人皮肤红肿，严重的起脓疮。还有吗？其他的症状还会使人呕吐。没错，还有这点，在之后医书上就没有记载了。不对，情况不对啊！皇上，韩王和韩王妃是被冤枉的。张院正，你说什么呢？证据如此确凿，怎么可能被冤枉呢？是啊，张院正之前跟着韩王妃编撰过医书，该不会碍于往日的情面开口说谎吧？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在皇上面前，微臣若敢有半句谎言，愿被天打雷劈，五雷轰顶。张院长，你可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回禀皇上、贵妃娘娘，百破花之毒会让人全身红肿溃烂，还会起一身的脓疮，但是速度却不会如此之快。有一个词叫做因人而异，副丞相中毒之后症状来得快一些，也不无可能。因人而异的确存在，但是症状出现的速度有快慢，却绝对不会出现本不该有的。
白破花会让人起脓疮，却绝不会有这股臭味。副丞相中的不是白破花之毒，而是一种奇毒——恶幽。此种毒极为少见，也是从花草之中提炼。症状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和白破花是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那股恶臭。也因此，很多医者在帮人诊病的时候都会误诊，导致不仅解不开毒素，还会让病情加重。皇上，微臣想起来了，副丞相之前称病没来上朝，丞相府中就有这股恶臭的味道传出。微臣的府邸和丞相府距离得很近，还因此食不下咽呢。臣妇也可证明，之前的确是闻到过这种臭味。多谢诸位大人和夫人的仗义直言，那我就想不明白了。菜肴里面的毒是百破花，副丞相中的毒是恶幽，而且副丞相早在入宫之前就已经中毒，那我和王爷这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呢？皇上，副丞相中的毒和菜肴里下的毒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最为重要的是，副丞相疑似在入宫之前就已经中毒，由此可见，下毒一事绝对存有内情，请皇上明鉴。父皇，儿媳单独给您的那本册子，父皇应该还留着吧？如此珍贵之物，朕自然留着。不知父皇可否介意，儿媳将册子上的内容说给诸位大人听一听？好。各位大人都清楚，身为鬼手医圣的传人，我不仅精通医术，而且还精通毒术。凡事有利就有弊，我虽无害人之心，但却防不住有些心思深沉之人借此往我身上泼脏水。所以在重新编撰医学宝典的时候，我单独整理了一本毒物大全，呈送给了父皇。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的毒物，我还给父皇准备了双份的解药，保证在危急的时刻能够用到。刚才诸位大人都听太医说过了，百破花会让人皮肤溃烂起脓疮，但是发作的速度却不快，而且会让人难受，却不足以致命。父皇手中握有解药，随时都能拿出来解毒。我和王爷就算是傻子，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宫宴菜肴中做手脚。是啊，韩王妃送了毒物大全和解药给皇上，怎么可能又指使着人在宫中用毒呢？这下了毒，即便太后服下，皇上也能立刻拿出解药解开，完全就是白费功夫，给自己增添罪名啊！韩王和韩王妃都是喜欢默默做事的，有了什么贡献也从不喜欢张扬。这背后算计之人根本不知道韩王妃早有防范，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诬陷。父皇，我现在想见一见瑞颖。立刻把瑞颖带上来。张院正，拿金针。是。怎么回事？臣赶到的时候，瑞颖护卫已经身受重伤，倒地不起。伤他的是何人？是看守他的禁军。好啊，好啊，禁军帮朕驻守皇宫的精锐，竟然这般的有主意。朕都还没发话呢，就敢直接替朕处置人了。皇上息怒。父皇，儿媳想要一个解释。说说，为何要把人伤成这样啊？回禀皇上，是护卫瑞颖想要反抗逃脱，奴才等人生怕他心怀不轨，冲撞了圣驾，不得已出手将他制住。禁军的选拔都是要文武全才，禁军统领，我说的没错吧？是。既如此，那这些人都是识字的。劳烦吴公公给这6人准备纸笔，让他们将瑞颖何时反抗，如何反抗，先攻击了谁，中间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全部写清楚。韩王、韩王妃，你们坏了我的大计！父老贼，你做主杀我羌族数百勇士，此仇不共戴天。这次没能将你杀死，算你命大，下次你必死无疑。羌族，本王怎么不知道羌族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本事？敢做就要敢当，放了狠话之后，怎么就选择了自尽？护驾，快护驾！护驾？禁军里面都是有奸细，护哪门子驾啊？臣没有管理好禁军，竟让奸细混在其中，罪该万死，请皇上责罚。皇上，是刚才的奸细蛊惑了我们。瑞颖护卫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清白，说不曾藏毒，可是那奸细却说他巧言令色，意图狡辩。皇上，臣有罪，差点误会了韩王和韩王妃。皇上，臣在从普惠寺回来之后，身体就开始不适，渐渐的有脓疮生长，还伴随着一股臭味，所以前些时日才会告病没有上朝。可臣已经通过大夫将病症给治好了。今日听太医说菜肴里有毒，便没有往之前生病上面想，只以为是食材中毒所致，误会了韩王和韩王妃，实在是万分惭愧，臣甘愿领罚。父皇，
我和王爷也不知道得罪了哪路神仙。最近这段时日，误会我们的人好像格外的多。朕发现了，韩王府的确是容易被人误会。因臣一人搅扰了宫中年宴，使得太后娘娘凤体受惊，也让皇上担忧，百官受累，实在是罪责深重。皇上，臣御前失仪，又差点让韩王、韩王妃无辜蒙冤，实在是无颜再担任丞相职责，自请辞去官职，回家好生静思己过。皇上，刚刚那名意图自尽的禁军，乃是羌族的奸细，副丞相也是无辜被害呀。皇上，那奸细居心叵测，说不准今日所有的事情都是羌族的阴谋啊，为的就是现在君臣猜忌、朝堂不稳的局面啊。太子，你有何想法？回禀父皇，最近奸细时常作乱，这一次更是将手伸到了皇宫之中，实在是胆大包天。儿臣认为应该立刻严查。之前是三弟负责调查的吧？怎么没查出什么结果，反倒让奸细进入皇宫之中，威胁到父皇的安危了？说起这个，我的心中也十分不解。这要用那么多人手，里里外外查了个遍，除了当时开芳菲阁那个奸细，就再没查出来其他人。这些个奸细着实实力高强，能自由出入普惠寺，甚至能够在防卫森严的皇宫中任意下毒。可真正要去查的时候，又藏匿的无影无踪。他们就仿佛是鬼魅一般，看不见摸不清，可是每次出事又都有他们的身影。白月和羌族被我们大周朝屡次教训，从来没见过他们在战场上有多么高深的谋略。如今倒好，2年不打仗变得聪明了。说句大逆不道之言，那羌族的奸细更是奇怪，都能够在宫宴的菜肴之中下了毒了，毒杀的对象竟然是副丞相，而不是皇上。是啊，给副丞相下毒，说的那么狠辣，可下的又不是致命的毒，这到底是恨还是不恨呢？若真是奸细那还好，若是有人打着奸细的名号故意搅乱朝局，那可就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副丞相，你这病回去好生养着吧，养好了再回来上朝。是，臣叩谢皇上宽恕。韩萧，这些人你来处置，一定是要严查他们，以及他们家族中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有任何的疑虑之处，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父皇，儿臣领命。臣会让人日夜巡守，在韩王殿下提审这些人之前，他们都会好好活着，且保证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提前接触。好，本王相信。两位大人说到办到，今日是年宴，辞旧迎新，本该开开心心的过，如今却闹成了这般样子。臣等有罪。请罪的话就不必说了，大过年的总该是有些令人开心的事。太后之前关切诸位皇子的子嗣，倒是提醒了朕，皇子们的后宫中也该多进些人，为皇家开枝散叶才对了。太子妃只多年不孕，太子便多纳俩侧妃，太子太傅家的庶女与你自幼相识，还有这情分，且心情温婉，给你当侧妃正好的合适。还有保文阁大学士家这嫡女，容貌和才情皆是上品，也一并入东宫。老四，堂堂的安王只守着一个女子过日子，实在是不像样。可是三哥，别拿你三哥跟三嫂说事，能跟他们比吗？你三嫂可是生下了八宝和周周的，你要抗旨？儿臣不敢。那就听从安排。好了，宫宴就到这儿吧，都回去好生的歇着。父皇，还有儿臣呢。你先把这病治好吧。明妃，副丞相这边有太医照顾，我们也该回去了。王爷，我要送父亲回府。你又不懂医术，现在跟着回去也无非是徒增担忧。你现在跟我回去，明日一早我们准备好药材，再去探望副丞相。明妃，四弟，有时候姑真是羡慕你，永远都是那么的天真。三哥，三嫂，我和你三嫂生怕你身上的伤势复发，放心不下，所以回来看看。三哥，我没事的，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今天可是除夕，三哥和三嫂好好的过吧，我也该回府了。四弟，傅明妃。三哥，我身体不好，恐怕明天一早没办法到韩王府去向三哥三嫂拜年了。四弟，今日下毒全然是傅家算计，傅明妃也参与其中。三哥，明妃心地善良，说不准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我也希望是有误会的，可是他并非第一次出手了，当时在猎场的山崖上。你做什么？三哥，如果明妃做了什么对不住你和三嫂的事情，弟弟我愿意为她承担任何责罚。他是他，你是你，你是我的四弟，三哥不会因为他而迁怒你的。多谢三哥、三嫂。三哥、三嫂，我先走一步，把安王送回去，他若反抗，就打晕了抬上马车。别过来！你们统统都滚开！滚就滚！贱人，德贵妃，你这个贱人！你们要害哀家，你们都要害哀家！云兰太后头风之症发作，恰逢梦魇，受到了惊吓，到小福堂中祈福，却又失手打翻了油灯，险些致丧身火海。如今整个人仍旧陷入了梦魇中，回不过神来。太医们的诊治说他似乎得了失魂之症，全部的束手无策。朕担心太后的安危，所以让你入宫来瞧瞧。儿媳进去瞧瞧。你们都是鬼！放开哀家！哀家是太后，你们如此大胆，哀家要砍了你们所有人的脑袋！你们都退一下吧。汉王妃，可是太后现在……放心，没事。不愧是皇祖母，这戏演的十足的真切。我刚刚扎的是百会穴，有提神醒脑通窍的作用，却不是控制人的。皇祖母，你安静的太快了。贱人，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皇祖母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呢？你送给哀家的符菊更有问题。皇祖母，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符菊羹不仅仅是我的心意，也有母妃、含萧、八宝和周周的，用的都是最好的符菊和最珍贵的药材。而且皇祖母是不是忘了，那符菊羹不仅仅您一个人吃过，父皇恰好过来也吃过呢，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慕云兰，你这个毒妇，你少在这里扮无辜！谁不知道你医术天下无双？你想要动手脚，医术最好的太医都察觉不出来，更不要说其他人了。我的符菊羹一定有问题，不然哀家怎么会好端端的陷入梦魇？皇祖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您呢，就是白天的时候思虑过重，到了晚上才夜不能寐呀。你胡说！哀家宽仁待下。皇祖母，我这个人性子直，便是在父皇面前也是有什么说什么。您说自己宽仁待下，这话不觉得有些可笑吗？不说别的，单单是和月就差点被您折磨死了，您都忘了吗？那是他伺候的不周到。宫女伺候不周，大可以将人送去内务司重新教导规矩，再不行还能罚去掖庭做些苦累的力气活。可是皇祖母，你两个道都没选，却自己私下惩罚。哀家什么时候罚了？那和月的脸上、脖梗上被烫的都是水泡，您还让人掌果的用指甲划伤她的脸。皇祖母，和月只是个小丫头，才15岁的小丫头，您怎么下得去手啊？闭嘴！皇祖母，您是大周朝的皇太后，父皇多年没有立后，天下女子都以您为尊，以您为楷模。哪怕顾虑到这一点，孙熙还是劝您性子放得平和些。父皇对您孝顺，底下的皇子皇孙也心存敬重，您多想想轻浮，少些戾气，这头风之症也不至于发作的那么频繁。你这个不懂规矩的毒妇！哀家皇祖母的宽仁，孙儿是丝毫没看到，只看到了您是如何倚仗身份倚老卖老。含笑，怎么跟你皇祖母说话呢？好小子，会说你就多说点儿。母后，你让朕听着，朕听明白了。父皇，原来您都听着呢。父皇，儿媳对皇祖母心存怨气，所以刚才言语多有不敬，实在不是一个晚辈应有的态度。儿媳心中懊悔，可再重来一次，有些话儿媳还是得说。儿媳有错，请父皇责罚。父皇，儿臣刚才听到皇祖母辱骂云兰，一时冲动，口不择言，请父皇责罚。不是，皇帝，你听哀家说。太后，皇上刚才看到您状若失魂，举止疯癫，心中担忧坏了，连忙让人出宫去寻云兰。可没想到，您竟然都是装的，这是何必呢？然后你既然没事，就好生的在慈安宫休养吧，等什么时候这头风之症除了根再出来。皇上，你相信哀家，慕云兰惯是会演戏，
他表面佛口蛇心，实则一肚子算计。云岚有错，朕会责罚，你就不必管了。皇帝，你糊涂呀！你以为慕云岚是个省油的灯？你瞧瞧，朱颜阁串通了多少关系，看看无极堂收揽了多少人心，你还一味的纵着。再过几年，这天下是谁的，还真不好说。太后这很关心前朝朝政吗？皇帝，哀家是你的嫡母，我会害你吗？朕以前也以为是不会，可是太后你身为含萧的皇宗，怎么忍心把其关在了小佛堂之中搓磨呀？皇帝，你听谁胡说八道了？哀家什么时候？小佛堂着火，护卫前去救火，在佛像底下意外的发现了些东西。那个叫何月的宫女呢？奴婢何月。皇上把这丫头选上来做什么？哀家可没有罚她，是她端不稳茶盏泼到了自己的身上，皇上可不要被她凄惨的样子骗了。她早就被德贵妃收买，平日里想着法儿的害哀家呢，这就是个贱婢。太后，就是你口中的贱婢，把你从小佛堂中背了出来。什么？何月这丫头平日里莽撞不懂规矩，而且也不知道听了谁的撺掇，对哀家也颇为不敬。那武司什么时候大了胆子，规矩都学不会的丫头也敢送进太后的宫中？皇上，哀家没有指责内务司的意思，只是觉得既然这丫头不懂规矩，对你还不敬，那就不必留在慈安宫里，继续惹太后厌烦了。皇上，何月将太后从小佛堂中背出来，很多人都是看见的，总不能将她随意处置了，以免让人觉得皇室不知感恩。正好我的瑶华宫还缺一个帮忙洒扫的宫女，就让她到臣妾的宫中吧。也好，那么就由你来处置，让她也好好的瞧瞧这一治这身上的伤。是，皇上放心。皇帝，哀家这边也需要人伺候。太后现在身体不适，身边照顾的人自然也是要选让太后看得顺眼的，否则岂不是不利于身体恢复？朕看太后对闵嬷嬷颇为器重，就让她好生的照顾着你吧。就留下闵嬷嬷一个人？其余宫人呢，只顾着偷偷躲闲，竟是连主子身陷险境都不知道，留着有什么用啊？把慈安宫的其余宫人全部的拖下去，打入掖庭，做最苦最累的活计，一生不得调离。皇帝，太后好生养病吧，多关注自身，其余事情少问少管少费心。闵嬷嬷御前事宜理应杖毙，不过看在她十分受太后的器重的份上，死罪可免，拖下去杖责50，然后继续照顾太后。为了让太后安心养病，即刻起没有朕的命令，闲杂人等不准前来惊扰太后。爹爹，你和娘亲成亲的时候也是这样吗？皇子们成亲流程都是差不多的。爹爹坏坏，你跟娘亲成亲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请我？爹爹呢倒是想请，只是有些困难。哼，有困难你就不请我和哥哥了。周周要去找皇爷爷告状，周周要狐假虎威。对，狐假虎威。周周不气，等爹爹和你娘亲再成亲，肯定不会忘了你的，可好？还能再成亲吗？当然可以，不过要多准备些时日。好，那爹爹你要好好准备哦。王爷，喜悦想了很久，你该去前院迎接宾客了。闵妃，我不去，我就在这里陪着你，可好？父皇因为宫宴上的事情，完全误会了父亲，以至于对我也心存不满。2个侧妃入府，比我当年嫁给你还要热闹，这还不够让我难堪吗？王爷若是不去迎宾拜堂，父皇又该如何想我？王爷，时辰不早了，宾客们都已经到齐了，不能再耽误了。闵妃，迎娶侧妃并非我所愿，即便是让他们入府，我也不会碰他们的。王爷，闵妃，对不起，我以后肯定会加倍对你好，加倍补偿你的。王爷，你若是真的想补偿我，就帮我救救父亲吧，可好？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就要迎娶侧妃，你说要补偿我，却不肯帮我为父亲求解药。我的婚姻已经破败了，你还要我家破人亡吗？闵妃，你别哭啊！我答应了，我帮你。三弟和三弟妹来的正好，快来尝尝这酒酿春。父皇为了四弟迎娶侧妃，特意赏赐下来的，我们这也是跟着四弟沾光了。太子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这酒酿春我们还当个宝贝呢，三弟和三弟妹怕是早就不新鲜了。人家两口如今可是宫里的常客，父皇都破例允许他们留宿在宫中了。贡酒一类的，还不是随时想喝就能喝到吗？二哥的新府邸建造如何了？等你的府邸建造好，二哥正式的住进去，我便向父皇讨上几坛子贡酒，当做礼物，庆祝二哥乔迁之喜。二弟、三弟，今天可是四弟大喜的日子，我们这些做兄弟的可不能让他为难呢。老四就是想不开，身为皇子，竟只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这生得再美，长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过上几年，还不都变成黄脸婆了？二哥这么想得开呢，真是令人敬佩。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就比方说，这人早晚都得是死。那些于国于民有利的，活着做贡献；那些没有职位、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会说风凉话的，还活着做什么呢？三弟妹历来是牙尖嘴利，这女人还是不要太过强势的好，否则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倒是听说二嫂之前性情温柔如水，可最终这下场也没见得好到哪里去啊。可见这女人强不强势和过得好不好没关系，最主要的是还得是看嫁的男人有没有用。韩潇，你说是吧？云兰所说极是。我随口说两句玩笑话，二哥怎么那么认真呢？好像对号入座了似的。这做人啊，不能那么敏感，不然也太累了。你，二哥千万别动怒，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呢，万一动怒引发了病情，还要我和韩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医治。我们倒是不怕麻烦，只是担心搅扰了四弟的婚礼，那可就是大罪过了。云兰，这场婚事怕是没有办法圆满的完成。圆不圆满的先放在一边，你有没有发现四弟的脸色很是不对？他这是……等着吧，用不了多久，四弟应该就找过来了。谢见过王爷。你们，皇上赐了婚，我们又乘坐花轿一路来到了安王府，过了安王府的大门，自然就是王爷的人了。王爷对我和庄姐姐有所不满，不愿意亲自引我们下花轿，必是有什么我们做的不对之处，甘愿领王爷教诲。我和小妹妹来得太早了，以至于让王爷没有时间更换喜服，实在是罪过。不过更换喜服也耗费不了多长时间。来人，快些帮王爷更衣。王妃，前院没有闹起来，王爷更换了喜服，正和两位侧妃拜堂呢。你说什么？奴婢亲眼瞧见，如今却换上了喜庆的红色喜服，身上还绑着大红花，两位侧妃一左一右的站在他两边，场面热闹得很呢。怎么会？楚景木他明明答应过我，怎么会？奴婢见过安王妃。嬷嬷不必多礼，可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按照规矩，侧室进门总要给正室敬茶，以示恭敬圆满。两位侧妃和王爷拜堂完毕，奴婢专程前来，请王妃过去接受敬茶。好，我这就去。这就是两位妹妹吧？姿容绝艳，各有千秋，父皇好眼光，我们王爷好福气。王爷，今后有两位妹妹作伴，实在是太好了。敬完茶，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你若不愿，王爷说什么呢？我怎么会不愿？有两位妹妹相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人，备茶。明妃，混账！你做了什么？宣太医，太子，你的那位侧妃也都是朱烟阁的常客吗？那你自求多福啊。你们连工具都准备好了？吃席不带蛋，好比烧水不盖盖，吃亏的嘞。妹妹，这个好，可以带回去给皇爷爷。三弟，不是二哥说你平日里没有亏这两个孩子吧？瞧给这两个孩子饿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多没出息呢。这个问题，二哥应该是去问父皇。八宝和周周在宫里的时间比较多。哼，二伯伯，不是烧鸡吃不起，是吃席打包比较有性价比。二伯伯连吃席的规矩都不懂吗？哥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有见识的。皇爷爷教导过我们，不要和没见识的人讨论长短，争论对错。你们两个对，二伯伯你说的对。韩王妃，我们家王爷有事情想和你们谈一谈，命奴才前来请二位到后面叙话。穆姐姐，安王妃有喜了。我知道了，你们回自己院子休息吧。穆姐姐小心。三哥三嫂，我有孩子了，我也有孩子了。那就恭喜四弟四弟妹了。三嫂，四弟妹，你这是做什么？老四，三嫂，宫宴之上，
我父亲一时不察误会了三哥三嫂，我心中也很是愧疚。你想让我给你父亲恶幽之毒的解药？是，父亲已经真心反思了，也知道对不住三哥三嫂，只是现在病体沉重，没有办法亲自前来向你们道歉。我这个做女儿的，看着父亲每日被折磨，实在是心如刀绞。三嫂，你是唯一者，仁爱天下，求你救救我父亲吧。老四，扶你的王妃起来。三哥，明妃她怀有身孕，副丞相也知错了，所以能不能……你这是求解药，还是逼着你三嫂给解药？楚景木，你什么时候这般的拎不清？三哥，我也不想，可是我不能。云兰，我们走。四弟，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起来吧。三嫂，你答应了吗？我若不答应，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若有个3长2短，我岂不是成了罪人？三嫂，我没有，怀上身孕实属偶然，我之前也不知道，根本没想过拿孩子做威胁。明妃，我信你，从无一丝疑心。我嫁给王爷多年，一直没为他生下一儿半女，心中愧疚的很。如今心愿达成，我就算是拼着性命不要，也会好好保护这个孩子的。好，希望你说到做到。解药制作需要时间，我会尽快制作，做好了让人送过来。三嫂，解药准备2份吧。你什么意思？楚景木，三哥，不怪明妃，是我自愿的。你糊涂你！楚景木，你是皇子，是楚家人，如今你竟是为了帮助傅明妃，沦落到了给人施药的程度，你还有尊严吗？你还……三哥，我不糊涂，我从来都是最没用的那个皇子，朝堂处理政务不行，战场杀敌立功也不行，我跟在你的身后，就像是个跟屁虫一样，我哪里还有什么尊严？我没用，我废物，我不要尊严，我只想守着明妃，只想守着我们的孩子。混账！三哥，你打完了，解药能给我了吗？我会让人送2份解药过来，另外再配上1份伤药。四弟，我和你三哥尊重你的选择，只希望最后的结果配得上你现在的奋不顾身。多谢三嫂。三哥，我没有你这样拎不清的弟弟。明妃，你感觉怎么样？可需要请太医？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感觉小腹坠坠的疼。那我现在立刻让太医过来。王爷，三哥和三嫂似乎是因为我的事情怨上你了。是，都是我不好。三哥和三嫂明显还是怀疑傅家，我应该好好向他们解释清楚。王爷，我的身体不要紧，你快些让人追上三哥和三嫂，我再和他们说一说。明妃，不用解释了，年宴上发生的事情，误会也好，有心也罢，都已经过去了。三哥和三嫂不愿意相信，我们又何必勉强呢？可他们这般误会你，我心里看了难受。更何况三哥还说出今后没你这个弟弟的话，别人不了解你，我可是从头到尾看得清楚。这些年你没少支持三哥，帮他做事，结果就因为这点小事就毁了你们的兄弟之情，都怪我。三哥性情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明妃，你跟我说句实话，傅家还是原本那个只忠于父皇的傅家吗？当然，当初皇上之所以会选中我的嫡妾成为太子妃，不就是看中了父亲持身忠正、光明磊落吗？这些年我父亲没有变，傅家亦没有变。我相信你，只要你说，我便相信你。帮傅丞相解了毒，我们就彻底不管这些事情了，好不好？我向父皇请命，带你去庄子上休养，我们开开心心的等着宝宝降生，好不好？王爷说什么呢？你刚刚迎娶了2位侧妃妹妹，难不成要把她们冷落在王府吗？我不会去碰她们，等我们的孩子降生，我便去求了父皇，还给他们自由。这怎么行？2位妹妹无辜。是，我知晓他们无辜，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到时候夺爵也好，贬黜我的身份也罢，我都愿意承担，哪怕被贬为庶人，只要有你和孩子，我便觉得万事圆满了。王爷，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王爷现在该去招待一下前院的宾客了，总不好让人觉得我们安王府没有礼数。云兰，我知道你担心四弟，但是有些路须得他自己去走，才能知道能不能走通；有些苦楚也只有他自己去尝，最后才能看得明白。四弟为了傅明妃，竟做出了以自身安危为筹码，来胁迫你给出解药。我担心他之后会做出来更多错事。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四弟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可以抛下性命不管。当初陪着王爷前去洛城，也是险些丢了性命，明显是重情重义的。别管是面对高官子弟，亦或是平头百姓，哪怕是八宝和周周这样的小孩子，他与之相处从来都是真心相待。越是想这些，越是觉得他不该被傅明飞如此利用蒙骗。你我不是当事人，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只能让四弟一个人去处理。即便四弟不跟我要解药，最终这解药也还是得给，那可是一国丞相。这些年他坐在那个高位上，提拔了多少人，勾连了多少人脉，都是难以想象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父皇对他失望，要除掉他，也绝不会用任由其毒发身亡这样的手段。说的也是，主要是父皇还没有完全对太子失望，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过去这个层面，哪怕四弟不出面，父皇也是一定会对我们开口，让你研制解药。是啊，所以王爷就别生气了。我只是担心傅明飞接下来会更加丧心病狂。那我们就好好的照看照看，至少保住四弟性命吧。我的那个好二叔，如今的状况也快撑不住了吧？是，不仅腿上久久不愈，身上还起了脓疮，时时刻刻的经受折磨，动不动就对着老夫人大肆辱骂，邻里左右许多人都听不下去了呢。找个人去告诉他，就说手里有解恶幽之毒的解药，不过要20万两银子。王妃，穆家二房可是穷的都快没米下锅了，老夫人之前带去的那些东西，能典当的也全部典当了，他们哪里拿得出来这么多银两？拿不出来，自然就要找拿得出来的人去要了。母亲，老爷，你还记挂着那个老不死的呢？那完全就是个坑人鬼，好处没给我们带来一分一毫，反倒整日吵吵着要吃好的用好的，我们早就身无分文了，哪里还有银两来供养这样的祖宗？好你个贱妇，身为儿媳竟敢如此辱骂婆母，我看你是活到头了。我活到头了？嘿，我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活到头了？反倒是某些上了年纪的老贼，不能帮衬儿子不说，反倒还看在后面拖后腿的，才是该早早下去见阎王的。你满嘴胡言，没有一丝一毫的小心，看老身不撕了你的嘴！哟，撕我的嘴？你来呀，我倒要瞧瞧你这个老贼婆子还能不能站起来。我怎么了？我再怎么不好，那也总比某些逼死了自己亲孙女的人强吧。老贼婆想想穆景柔，你这些日子可睡得安稳？我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这恶幽之毒的解药啊？不要的话，我可就走了。你刚刚说什么？你有恶幽之毒的解药？不错。你是何人？是不是韩王妃派你过来的？老爷，我姓贾，你可以叫我贾老爷。我只是一个商人，哪里有福气和韩王妃扯上关系啊？听说你家男人感染了恶幽，正好有解药，特意来卖给你。是，我需要解药，快给我。给？我是商人，又不是善人，你让我给？是我说错了，买，我买。不知道这解药什么价格？这解药用料珍贵，价值连城。不过看你们这条件，也不像是能拿出多少银子的。不用太多，给个成本价，成会20万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这不是正在……看来你不需要了。那算了，我再去问问别家。你等等，我们再商量商量。你看这院子最值钱的也就是那口水缸了，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子。你可怜可怜我们，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没钱那就想办法筹钱呐，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啊？想想这办法总是有的，人家丞相府都得到解药了呢。筹集到了钱，就到来福酒楼找我，我就等你7天啊！老夫人，不，母亲，你都听到了，现在20万两银子就能救你儿子的命，你去求大哥。你做什么白日梦呢？你们撺掇着我告他，害得整个修国侯府差点身败名裂。我现在回去求他，他还能理我？去不去的，可由不得你。穆年之，把你祖母抬上，我们直接跪到修国侯府门前。没用，你跪死了也没用。那什么贾老爷，明显就是穆云兰的人，他敢派人过来，还能想不到你会用这招？你闹腾得很了，穆清风和陆氏彻底和我们断绝了关系，银子拿不到不说，我们就彻底没有回还的余地了。那你说该怎么办？你们没听到吗？丞相府都得到解药了。当初
庆林只是简单的摔断腿，是丞相府的人许诺了好处，还把那什么毒给他染上。现在他们凭什么不管我们？那可是丞相府，万一惹恼了副丞相。副丞相不敢杀我们，你没听到消息吗？傅家和韩王在宫宴上闹开了，一旦我们有什么事情，慕云兰和韩王就有了追究傅家的借口，所以他们不得不破财免灾。母亲，你说慕云兰是不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派人过来故意利用我们？你应该庆幸我们现在还有被利用的价值，给谁利用不是用呢？得到好处才是真的。好歹有穆庆峰挡着，慕云兰和韩王不至于真的要了我们的命。母亲，要不说这姜还是老的辣呢，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您。刚刚儿媳多有得罪，我心直口快，您可别怪罪。我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不碍事的。那就好。母亲，你好生说说，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见过副丞相，老身腿脚不便，就不起来向你行礼了。不妨事，老夫人今日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情啊？没什么，这不是听说副丞相的恶幽之毒解开了，特意前来贺喜吗？老夫人消息倒是灵通啊，两位的祝福我已经收到，回头让人多做些点心送到贵府上去。送客。副丞相，你的毒解开了，我儿子的毒还没有呢，所以特意来求副丞相给我们也来一份解药。老夫人，你糊涂了，想解毒去找大夫，我这里没有多余的。那没事儿，我知道一位商人手中有，只不过贵了些。副丞相给我些银子，我们自己去买也是一样的。老夫人今天过来是来威胁本相的。您是丞相，又是太子妃和安王妃的父亲，身份异常的尊贵。我一个老太婆，别说是空有一个一品诰命了，就算是一品官，也不敢在相爷面前造次。副丞相，您刚正不阿，又最是心善，之前面对普通的百姓都能组织名医来给他们义诊，如今知道了我家二儿子和您一样经历过恶幽之毒的折磨，怎么会坐视不理呢？老身相信您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老夫人呐，若是你当初面对修国侯的时候有如此理智，想来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吧。副丞相说的哪里话？若还是在修国侯府当那风光无限的老夫人，今日这样的场面又何必我来交涉？再者说呀，人的身份高了，总是格外的在意脸面，身份低了就不一样了。俗话说得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见到同病相怜之人，本相自然也是于心不忍，只是20万两银子数目太多了，即便是想帮，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副丞相说笑了，您可是堂堂丞相大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别说是20万两银子了，就算是天上的星宿，那还不是想想办法就能握在手中。20万两着实太多，我只能拿出2万两，其余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副丞相，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2万两银子已经能够体现您的良善，可到底救不了我儿的性命。老夫人，给我解药的人你也认识，现如今就在韩王府中，你去求他岂不是比求我更加的便捷啊？我倒是也想，只可惜之前顺天府告状，韩王妃已经明言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我后悔呀，后悔当初不该听老二一家子的话。若是我没有离开修国侯府，没有和韩王妃关系闹僵，我来丞相府必定是被人当成座上宾，而不是吃了几盘子点心就受人白眼的老婆子了。副丞相，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您救救我儿的性命吧。您能派人将我二儿子一家接到上京，要是不想看到最后我们家破人亡吧。若真到了那等境地，我会说出些什么，这不好说呀。老二家的扶我起来，我们回去等着副丞相的好消息。皇上，乌鸡堂可是您都赞扬过的，说是售卖平价的药材，让所有的百姓都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可事实上呢，竟然沦为了敛财的工具，实在是丧心病狂啊！户部尚书这话说的不对，
虽然说运送药材的船只里发现了银子，可这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这些银两与韩王府有关。无极堂就是韩王妃开办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还能与他无关吗？你这话说的好生可笑，你还是户部尚书，主管天下钱粮人口呢。不说别处了，单是上京每日那么多人偷鸡摸狗不干正事，都与你有关系吗？你这简直是胡搅蛮缠！是你先入为主，还没有调查清楚的事情就急着下定论。儿臣见过父皇，选你们入宫是为了调查无极堂的事情。你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吗？回禀父皇，无极堂采买药材的船发现了大量的银两，儿臣和云兰已经知晓。知晓？你们是什么时候知晓的？2日前的夜晚，无极堂掌柜派人过来韩王府，请我们俩过去，便是交代了这事。这2天，儿臣和云兰一直在调查此事，可是因为时间匆忙，并没有查出来多少有用的信息。父皇，除去了运药材的船上发现了15万两的银砖之外，还有这一些银砖已经随着药材送到了无极堂。儿臣派人清点过，正好5万两，也就是2处加起来共20万两银子。韩王殿下，你可不要说这么多银两是凭空出现在药材船上。要是户部尚书耳朵不好，那么就请大夫好好治治。本王什么时候说过银子是凭空出现的？皇上，这么多银两已经足以坐实韩王和韩王妃贪污受贿的事实。户部尚书不仅耳朵不好，连查案定罪需要证据都不知道了吗？皇上，如此大批量的银砖，想要将其锻造运输，都需要极其繁杂的人手。想要将其查清楚，并非难事。请皇上允许微臣前去调查，臣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皇上，这么多银砖，不知道有多少贫苦的百姓受到了盘剥。一想到这里，臣便感觉心如刀绞。臣愿意前往南陵彻查此事。父皇，这件事情牵扯到了3弟和3弟妹，儿臣的心中也是十分焦急，愿意亲自前往南陵，将此事调查清楚，还3弟和3弟妹一个清白。安静！真没有想到啊，今日诸位爱卿倒是十分的积极。事情牵扯到了当朝的皇子，影响十分恶劣，派遣一人前去调查，始终不够慎重，就由副丞相跟刑部尚书一同前往调查。是，微臣领旨。是，微臣领旨。朕平日对你们2个多有宠爱，可是你们却让朕极为失望。早已知晓了这批银两的事情，竟是不直接入宫来禀告给朕，以至于现在整个上京流言纷扰，就连这皇室的威严都因此而受了影响。来人，把韩王跟韩王妃带去崇英殿，让他们跪在祖宗牌位面前仔细反省。皇上，这件事情疑点重重，还没有调查清楚呢，也许……没有调查清楚，那么就去查，怎么还傻跪着？是，臣等告退。皇爷如果还在世，看到了爸爸和周周，不知道该多高兴了。先帝可真是想女儿都快想疯了。微服私访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小女孩，完全走不动道。放肆，不准揭你皇爷的短。先帝啊，咱们爷俩上次说好了啊，现在我是有孙女的人了，在咱们老楚家地位得特殊点，所以这头我就不给你磕了啊。朕罚了你们，你们心中可还服气？父皇，是不是先让我们起身说话呀？起什么身呢？又不是没有蒲团，不会坐着吗？父皇罚我和云兰，定是另有打算。朕不相信你们会为了这20万两银子拿整个无极堂儿戏。药材船从江南阳城装货，一路北上，不管这批银子是怎么上船的，问题一定出在了江南。朕怀疑江南这盐税出问题了。父皇，您需要我们做什么？接下来朕会先关闭无极堂和朱颜阁，然后将你们禁足韩王府，你们就不怕？父皇，若是我们害怕的话，您在大殿之中问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银子的事情和盘托出了。朕的确不是有意要罚你们，而是借这个机会让你们前往江南。父皇是让我们查江南盐政，不仅是盐政，还有江南的官员，牵一发而动全身，20万两银子，朕不信是凭空出现，也不信他们没有来历。你们全部的查清楚，若是发现盐政真的有问题，杀。父皇，杀到极品呢？你敢杀到极品呢？儿臣信奉见恶必除，除恶必尽。所以朕才是让云兰跟着你一起啊，诛首恶，其余的酌情处理。云兰手中握有金牌，若遇者的危机，随意调动江南各地守军，不可以身犯险，明白吗？是，儿臣明白了。
啊，把自己保护好了，也保护好云兰。八宝和周周留在宫中，朕和德贵妃呢会好好照顾，绝不让俩孩子委屈了。那儿媳可得叮嘱父皇几句，您宠孩子的时候悠着点儿，八宝和周周不能惯得太狠了。在开春的时候，他们就要入上书房学习，总要调整一下性情。好了，你们回府收拾收拾，准备好了就出发。为了演戏演得更像，你们就不要去瑶华宫见德贵妃了。是。衢州、阳城、苏城、郓城，全部的人手散布出去，调查这几个地方大小的官员。本王要真真切切的证据。是。另外，调查江南3年内盐价的浮动、盐引分配、盐税的收支，不惜这一切手段，把账册拿到手了。是。云兰，你还有什么是要补充的吗？没有，东林，你去吧。一个衢州的盐商都如此猖狂，整个江南必定乱得不成样子。王爷准备怎么做？父皇说诛首恶，其余的酌情处理，那么就首恶凌迟处死，其余的直接砍头。所有人都杀了行不通的。现在大部分食盐都掌握在这些盐商手中，他们没有了活路，若是选择玉石俱焚，将盐全部毁掉，各地的百姓该怎么办？玉兰，你有什么主意啊？商人逐利，若是我能提供更加省时省力的制盐方法，你说会不会有人高价购买？这是自然，可他们是不会轻易相信的。那就让他们不得不买。商业说难很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就来和他们打一场价格战。价格战？明天租个铺面，我甄公子要为民谋利，现在盐价多少？400文一斤。好，那我就40文一斤，买1斤送2两，这个价格，盐商们该跳河了吧？云兰，价格战要打的话，我们是不是得首先有盐可卖啊？没错，我们得抓紧时间进货。匆忙之间去什么地方进货？当然是去我们的仓库了。我们什么时候有仓库了？那些盐商的不就是我们的吗？我看盐商季家的仓库就很好。云兰，怎么了？楚寒霄，如果我告诉你，我有办法从那些盐商的仓库之中把盐全部运走，你信不信？我信。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做到吗？这取决于你想不想说。你想说，我就想知道；你不想说，那我就不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这当然是因为我是仙女。那你是专门为了我下凡的吗？我是下凡历劫的，恰好遇到了你而已。身为仙女，我当然是有很多手段的，像是搬点盐之类的都是小儿科。你还记得普贵寺仙鹤谢瑞的双色牡丹吗？那其实就是我养的仙猪开的花。我现在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你，你就得替我好好保密。若是有朝一日你泄露出来，按照我们仙界的规矩，我就得杀了你。楚寒霄，你该不会是……云兰，你这样泄露天机，对你没影响吗？你我是夫妻，若你真心待我，自然就不会受影响。我当然真心待你，一生都真心待你。以后这样的秘密就别告诉我了。云兰，你我是夫妻，不管你是仙女还是凡人，亦或者什么灵魅精怪，你都是我妻子。云兰，那我们现在就去季家仓库吗？啊？你就不好奇我在天上的生活？我更喜欢与你珍惜当下。等你想知道了就来问我。走吧，趁着现在夜黑风高，正好方便我们前去进货。真是盐铺开业大酬宾，40文钱食盐买1斤，买1斤送2两，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真是盐铺值得选择，瞧一瞧看一看嘞！真是盐铺最划算，40文，别人那里买1两，我们这里买1斤。秀才，你刚刚听到了吗？自然听到了，恩人这样做必有目的。我们虽然卑贱，可也知道该知恩图报。不管恩人为何要这样做，我们帮着他就是了。回头就把这个消息传扬出去，能传多广就传多广。有说还是季兄弟你最是会享受啊！瞧瞧这园子，瞧瞧台子上的细死的针条，别说是在整个江南了，哪怕连上京都算上，都找不出比这更出彩的了吧？是啊，季兄弟在我们当中年纪最小，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当真是后生可畏呀！谁说不是呢？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季兄弟的提携呢。诸位大哥抬举了，若是没有各位，自然不会有季家的今天。今后我们还要通力协作，共创辉煌才好啊！家主，不好了，新开了一家盐铺，正在以40文1斤的价格往外卖盐，而且买1斤还送2两。你说什么？40文钱1斤还送2两？
是，刚开始很多人都不信，后面真的有百姓从里面买出盐来，结果全城的人都疯了，如今都往真实盐铺那边挤呢。走，去瞧瞧，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吃了雄仙豹子胆，敢不把我们徐州盐行的人放在眼中？是该去好好瞧瞧了。你们干什么？盐铺的东西呢？还不赶紧滚出来！来衢州卖盐，难道不知道先拜码头吗？没有我们衢州盐行的允许，就敢私自定价？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什么人胆敢在我真公子的店铺里闹事？把他们的手脚打断，直接扔出去，这样就干净多了。我最讨厌有人用手指着我了。我的手废了！来人，快来人啊！快把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给本老爷抓起来！我要剁了他们的手脚！大家不是还要买盐吗？怎么不进来了？东家，咱们的秤被人给撅折了。那就估摸着来2铲子吧，比1斤2两只能多不能少就是了。放肆，简直是太放肆了！你们这群刁民，还不快把路让开！哎呦，那不是盐商王老爷吗？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袭击我衢州的义商！快，赶紧把这群刁民抓起来，关到县衙大牢里去！都站住，别动！摔倒在地的人赶紧站起来，不要被踩伤了。知县大人，这些刁民想要谋杀我们呢！大人，您刚才都亲眼瞧见了吧？若不是大人来得及时，我等可就要被这帮刁民给踩死了。大人，一定要将他们抓住，抓入牢狱，严肃处置。我身为衢州的父母官，肯定是要为你们做主的。诸位一心为衢州做贡献，可都是大大的善人，自然不能被刁民们给欺负了。来人，把这几个扰乱盐价、鼓动刁民闹事的贼寇拿下！你们这些暴民，你们这是要谋逆！我看你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是敢对我家公子无礼。楚护卫，衢州知县不知道我的名号，一时失礼，也算是情有可原。你怎么如此暴躁呢？快来人，诸位盐商请上2楼，我要好好的向诸位赔礼。那姓甄的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他怎么胆子这么大，敢直接对我们动手？大人您不知道，那我们就更都不清楚了。来人，给我抽他！等等，为什么？为什么？差点坏了父本公子的计划，竟还敢问为什么？看来不多抽你几个嘴巴，你倒是想不明白了。接着打！现在知晓本公子的身份了吗？您是盛京那边？哼，还算你有点眼力劲儿，不然本公子可就让人把你抽死了。哎呀，也不知道大人是怎么想的，竟然提拔的都是这样的酒囊饭袋，就知道一个劲儿的捞钱，丝毫不知道顾全大局，惹出了祸事，还要我来帮他们收拾烂摊子。照我看呀，就该这一批不听话直接杀了，换下一批听话的上来。这世上还缺想当官的人吗？公子消一消气，不是谁都可以像公子一样，能够精准体会大人的心意的。说的也是，一身的酒气。来要你们脑袋的人都在半路上，还有心思饮酒作乐，简直是不知死活。公子，请恕小人们眼拙，没有看清公子的身份，还请公子不要怪罪。您是？我都把话说得如此明白，你们还没猜出来？你们上面有几个主子？这当然只有一位。还不明白吗？我为大人办事儿，大人为上面的那位乾隆办事儿，如此明白了吗？公子，不知道您可有什么凭据吗？掌嘴！大人可是一再吩咐过，为他办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一定不能留下任何对大人和那位主子不利的证据。你们该不会没做到吧？不，公子误会了，我们都是按照大人的吩咐办事，绝不敢留下任何证据。这还差不多。你们要记得，大人要是出了事，我们底下的这些小喽啰一个都别想活。那是，自然不敢牵连大人。知道口说无凭，你们心中存疑，不过信物一类的，给你们看了，你们也不认识。叫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甄公子，还请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请公子恕罪。啊？说什么呢？这位就是季家的家主吧，也是衢州盐行的行主。季王，见过甄公子。季王，这个名字倒是特别。听说你喜欢往江里扔东西，看人捞起来。一点小爱好，不足挂齿。哼，我也有这个小爱好。你说我把这块银砖扔到衢江里，季家主，
你能不能给我捞上来？季某必定竭尽全力。竭尽全力怎么行呢？是一定得捞上来才行。不能把事情做出个结果的人，是没有资格爬到岸上的。你说呢？公子说的是，季某一定会把公子扔下去的东西给捞上来的。好，找个机会试一试，正好让我好好欣赏一下季家主的风采。多谢公子。公子，您之前提到的事情，你还好意思说？大人只是想帮头顶上的那位主子缓和一下手头紧的问题，你们怎么就把江南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件事情已经引得皇上关注了。什么？这怎么会闹到皇上的耳朵里呢？还不是因为有漏网之鱼跑到京城去了，放了把大火，差点就让这些银两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大人和那位主子，那位主子是什么样的身份？大人又是何等的能耐？自然是想办法将事情推到韩王府头上了。韩王？那可是位杀神呢。谁说不是呢？洛城那边闹事的时候，他可是走一路杀一路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谁都没逃过。不就是一个楚寒萧吗？至于把你们吓成这样？本公子就不怕。楚护卫，行了，你们也别太害怕了，本公子这不是来了吗？主子和大人让皇上相信那些银砖是送到韩王府的，皇上震怒，将韩王软禁在王府之中，而且还派出了刑部尚书负责调查。不过好在大人反应机敏，也跟着一同南下。有大人在从中周旋，我们还有机会将事情弥补过来，从而保住你们的脑袋。多谢公子，多谢大人。难怪公子一入衢州就直接低价卖盐，原来是为了保住我们。小人误会了公子的一番苦心，着实是该死。无妨，我对你们也颇为不客气，不过这都是为了你们好，能理解吧？能理解，能理解。公子越是表现的大公无私，才越是能够让百姓相信你和我们没有关系，以后帮我们说公道话，脱罪，才能让百姓信服。公子真是煞费苦心呐。孺子可教也。不知道甄公子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呢？可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季家主这话可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接下来我当然是要继续售卖食盐了。公子，您的食盐还是要以40文钱的价格出售吗？不然呢？像你们一样把价格提高到400文，然后我们一起脑袋落地？小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之前囤积了大批的食盐，公子要是以40文这般低廉的价格出售的话，小人们恐怕就得赔得倾家荡产了。那到底是家产重要还是脑袋重要？这公子开恩，我们若是倾家荡产，今后又该如何孝敬大人和上头的那位主子呢？是啊，我等倾家荡产不要紧，可若是耽误了大人和主子的大业，岂不是万死难赎啊？哼，少在这里装乖讨巧卖可怜。今年你们奉上去的20万两白银，放在你们随便哪个人身上，拔下根汗毛都比这值钱吧。公子冤枉啊！这盐业虽然挣钱，可是到处都需要打点疏通，再加上囤积食盐，导致大批量的银两被压在了里面，我们手上也没有多少银子呀。是啊，公子，能拿出20万两来，已经是我等的极限了。是吗？那要不本公子不再管衢州的事情，任由那刑部尚书查出来，到时候把你们的家底一抄，到底有钱没钱，不一下子就清晰明了了。公子，小人们的胆子小，您可就别吓唬我们了。说真是让刑部尚书查过来，那还剩下谁帮主子和大人办事呢？哼，天下商人多得很，没了你们几个，自然还会有更听话的过来。3年前不就是如此吗？公子，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若是大人和主子还有其他的吩咐，我等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一定要支持的。是啊，有什么话请公子明示。你们都会支持？是。好，那本公子可就直说了。前些时日，主子那边来了一位高人，进献了新的制盐方子。主子让人试验过，效率应当是现在的数倍。这怎么可能呢？瞧瞧吧。这是盐？什么？这是盐？盐还如此洁白？甄公子，这样一小盒盐，要加工提炼出来，恐怕要花费不少银两吧？本公子刚才说的还不够明白吗？这是主子得到的新的制盐方法，品相好，味道格外精纯，而且颜色雪白，不含杂质。最主要的是，制盐的效率高。主子还给这盐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号，叫雪花盐。诸位觉得如何？公子，这制盐的方子可有外传？当然没有外传。
不然的话，大人还派遣我过来做什么？直接等着你们家破人亡的消息不就好了吗？多谢大人，多谢主子。不过嘛，公子，可是主子和大人有什么别的吩咐？哼，你们还有脸问？主子和大人对你们恩重如山，可你们是如何回报的？区20万两银子，打发叫花子呢。公子息怒，我们这也是……少在这里满嘴胡沁，真以为主子和大人是好蒙骗的？不妨告诉你们，本公子来衢州之前，已经在整个江南转了2圈了。你们有多少家底儿，我了解的比你们自己还清楚。公子息怒，有什么话多好说呀。我本来没想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毕竟那层遮羞布扯下来，本公子都忍不住想要捅你们几刀。唉，不过谁让主子良善，大人宽容呢？这次我过来就是给你们一条生路，至于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活下去，就看你们的求生之心了。谁最是心诚，主人和大人也自然不会让谁失望。主子和大人如此的厚爱，季某无以为报，可惜身份低贱，想要为2人冲锋陷阵、肝脑涂地，都派不上什么多大的用场，唯独手头上有些银两，想要拜托公子献给主子和大人，这银两的数目也并不算多，等这批食盐售卖出去，大约有个80万两左右。公子，小人没有季家主那般头脑，囤积的食盐也不算多，全部都卖掉的话，也就是有50万两银子，愿意全部献给公子。公子，我100万。这样一个哄抬盐价，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的恶徒，不配脏了公子的手。季某已经帮公子处理掉了。自作主张。小人只是想为公子分忧。再有下次，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你。这毒可是好东西，每隔3日会发作一次，不致命，却会让人痛楚无比。等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再爬过来找本公子要解药。是，多谢公子。好了，闲话说完了，我们该说正事了。说是正事，其实也简单，就是这新的制盐方法，你们要还是不要？要，当然要。有了新的制盐方法，你们就可以节省下更多的人力物力，哪怕等食盐价格调整下来，你们也能有油水可捞。最主要的是，这盐别管放在哪儿，可都是顶好的东西。制造的多了，我们大周的百姓够用了，还能给销到外面去。反正有主子和大人在，这些事情都好办得很。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雪花盐还没有炼制出来，说什么都白搭。本公子，我等对主子和大人忠心耿耿，这方子可不能流落在旁人的手中啊。是啊，具体多少价格，还请公子示下。什么都要由我来定的话，那本公子岂不是要累死了？这方子的价值，但凡是有脑子的人都明白。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了。公子，您的意思是？你们有3日的时间考虑，然后写一个你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单独交到我手中。3日之后，我会告诉你们，究竟是谁能得到这张方子。当然了，你们一个人若是手中银钱不足的话，也可以找朋友联合竞价。主子将制盐方法交到我手上的时候，也曾给过一个底价。如果你们出的价格没有超过这个底价，本公子就要去其他的地方问一问别的盐商了。好了，时辰不早了，诸位也受了惊吓，都回去好生歇着吧。来人，送客。确定了是那只老狐狸？是，老爷放心，奴才等人没有绑送。好了，别把人打死了，把麻袋解开。下官见过副丞相，不知道丞相大人可还记得我？你是衢州知县，不错，正是下官。真是没想到啊，副丞相这样的贵人还能记得我一个小小的知县。3年前是本相提拔了你，让你补了衢州知县的缺，却没想到你是如此忘恩负义之人，还不可将本相放开。丞相大人的确是提拔了我，可这3年我也没少孝敬大人您吧？为什么出了事情之后，大人想都不想就要抛弃我们呢？你胡言乱语些什么呢？本相没工夫和你废话，赶紧将我放开。刑部尚书已经查到了衢州，你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别说呀，这副丞相的脸抽起来和别人的手感都不一样啊。真的吗？让我试试。你们怎么敢？我乃当朝臣，我们有利可图，你就是高高在上的丞相，我们成了亡命之徒，你不过就是砧板上的鱼肉，讨价还价的筹码。没错，
老狐狸，你和太子从我们这里拿了多少好处了？你心知肚明。如今出了事儿了，你们要弃卒保帅，要把我们当成废旗给处理掉。这世上没有这般好事。反正我们没有了活路，临死之前能拉着你一起，也算是值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还装呢？那姓甄的已经跟我们摊牌了。没错，太子就是要将我们献祭出去，当成他治理江南的功绩。他还派遣人暗中盗空了我们的仓库，那可是几百万两银子的食盐呐！什么姓甄的？你们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那个甄公子难道不是你的心腹？什么甄公子假公子的？我什么时候派遣了心腹过？你说的甄公子长什么样啊？面若皎月，身若萨星，是个世间罕见的神仙人物。卖花的？什么卖花的？他自称是你的心腹。蠢货，你们都被骗了。什么被骗啊？他可有拿出本相的信物？没有，不过他手中有新的制盐方法，而且他知道那20万两银砖的事情。愚不可及，愚不可及啊！哪有什么新的制盐方法？哪有什么心腹啊？那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难道都不会动脑子自己想想的吗？可是，别可是了，赶紧把发生了什么事情仔仔细细的说清楚。这两人突然出现在了衢州，第2日就开始低价售卖食盐。我们前去理论质问，然后就被狠狠地抽了一顿。再之后，先声夺人，震慑住你们，之后又以新的制盐方法利诱，让你们冲昏头脑。再之后献祭王延生，表面上是为了你们好，实则是在你们之间撕开了一个突破口，顺利找到证据。你们这些蠢货都被骗了。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楚寒霄、慕云兰？别说这么恐怖的事。奉祀！你们这群蠢货，要想活命，赶紧给本相松绑！我怎么知道你和那个钟公子不是一伙的？那甄公子叫什么？你们对他深信不疑，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活该呀！真是活该！不是你给我们写信，让我们听从安排，先降低盐价，而后选出一个人当替罪羊吗？还说你们已经打点好了门路，完全没有问题。那姓甄的是这样说的，我也没想到他最后会翻脸不认人呢。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洗干净脖子等死吧。副丞相，是我们误会了您和太子殿下，可这都是怪那姓甄的太过于狡诈，你快想想办法。你们手中可有证据牵扯到太子殿下？这并没有太过直接的证据。你们要清楚，太子殿下安安稳稳，你们才有机会活命。若是太子殿下倒了，那才是真正的天塌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死。3年前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自然记得。现在需要你们故技重施。副丞相，那可是韩王府的人呐。韩王府又如何？江南严正的遮羞布一旦揭开，你们全族都不够杀的。反正已经没有了活路，还怕什么？别说只是韩王的心腹了，便是楚寒霄和慕云兰本人也一样照杀不误。只要将他们全部留在江南，那么你们就还有一线生机。只要本相和太子安然无恙，就可以让你们改名换姓，再次重整旗鼓。你们怎么选？我们可以让3年前的事情重演，不过副丞相也该为这件事情出些力气了。就我们几个人能调动的人手不多，一旦失败，丞相也没法向太子殿下交。我当然会帮助你们，但凭你们，本相也不放心。那就好，他们只是要将3年前的事故重演，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般对待薛家和李大人的。王爷、王妃，我们兵分2路，我带上假的证据来吸引他们，你们在暗中离开，返回上京。若按照你的方法来，恐怕你会命丧江南。草民不怕。为了保住你的性命，你每天服用的药丸价值1000金，你死了倒是容易，这些银钱谁来还我？王爷、王妃，二位可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正愁抓不着那些个逃跑的盐商，如今他们要主动上门，自然是要好好的招待了。放出消息，5日后我们返回京城。要不返京的时候，你们2个偷偷的走吧。王妃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拖后腿的。行吧，不过记好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们比那些证据重要。王妃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她说我比证据重要。你说，王妃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可能是你欠她银子。士为知己者死，
等帮薛家洗脱了冤屈，我一定会努力赚银子，回报王妃的。我要让王妃成为天下的首富，我要让这世上掉下来的每一个铜牌都姓王。穆啊，王妃姓穆，都姓穆。拜这么久，也不知道八宝和周周想没想我们？收拾完最后这批人，我们就可以回去见孩子们了。好，那就速战速决。啊，除去那些讨厌的盐商，衢州这个地方还是极为适合养老的，哪怕是冬日里，气候也比较温和。你喜欢，明年冬季再来，去其余地方也可以。越是往南，气候越是温和，到了百越，四季如夏。你可是堂堂王爷，能随意出京？你想来，我就犯个错，让父皇把我们贬过来，顺道还可以再查一查江南的官场。这个主意也不是不行。是衢州城的百姓。邢大人，这是百姓们在为我们送行吗？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灯火，本官也是第一次见到。万家灯火，每一缕光芒都代表了一户百姓的安然和祝福。能看到这样的场面，也不枉来这人间走上一遭啊！等明年冬天，你就好好想想怎么犯错吧。好，我顺便想想怎么说服父皇和母妃，让他们同意把八宝和周周一并带过来。这个问题有些难度啊，你得好好的想。还有些时间，不急。江离，不用管我，你去押送犯人的船只上帮忙。我这边没事，那些人犯必须盯好了，可不能出现什么差错。主子，有人藏身于水底，正在凿船。下去，把人全部解决掉。云兰，云兰，王爷，您怎么样？王妃，快寻找王妃！不能再等了，准备撤退。楚寒修，楚护卫，韩王，下官见过韩王殿下。韩王殿下，你这是做什么？不知道下官怎么得罪了韩王殿下，要被殿下这般殴打折辱。殿下如此失态，想来应该是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事情吧。容下官提醒一句，我乃当朝丞相，百官之首，韩王殿下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对我下这般重手，可想好了如何向天下官员交代？你鼓动江南的盐商对本王行刺都不怕，本王杀你有什么好怕的？肆意残害朝廷命官，传扬出去对韩王殿下的名声不利吧？消息想传扬，也得有人活着泄露出去才行。只要本王不想，就没人可以活着离开。何况3年前江南发生的案子，以及眼下江南盐政治贪腐，本王已经查得清清楚楚。杀了你，天下百姓和朝廷官员还要称赞本王为民除害。那韩王殿下怎么不动手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殿下不敢杀我？让下官猜猜，是那些证人被杀光了，还是搜集到的证据没了，亦或者两者皆有？本王想杀你，别说是太子了，即便是父皇也保不住。韩王殿下，你可想清楚了，皇上没有下令免官，那我就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你杀了我，自己也讨不到好果子吃。除了此处，你还在什么地方设了人手？韩王殿下不仅要谋杀朝廷命官，还要对我带来的人手赶尽杀绝吗？怎么没有看到韩王妃呢？他与殿下不是一直形影不离吗？难不成曲江水流太过湍急，一不小心把人给冲走了？给上京那边的人送信，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太子妃。楚寒萧，你敢？等等，不要一下杀了，先砍下一只手一只脚，送给副丞相当礼物。副理，本王的云兰若是有什么闪失，本王把你全家剁碎了喂狗。那是当朝太子妃，是未来的一国主母，你竟然敢对她下手，你这是犯上谋逆！犯上谋逆，你傅家人也配？韩王殿下，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本王的王妃现在何处？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你问问其他的盐商，兴许是他们的人下的手。把他带回衢州，捆在府衙门口，然后将其包庇王盐商，开设暗娼馆，纵容盐商圈地，台下的罪责都写清楚，每天让人向百姓大声的宣读，任何人都可以前去对他进行报复，
恒王殿下，下官知错，下官知错了。这一切都是副丞相指使下官做的。他还说了，别管甄公子是什么身份，他都照样刺杀不误。殿下，殿下饶命啊！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小丫头啊，不要随便撒东西，伤到了老头子不要紧，要是伤到了外面的花花草草，那可就不好了。哎，老爷子，把我的锅还回来。这人参洁白如玉，已有了通透之象，至少500年份了，一片就足以给人吊命。你个小丫头直接炖汤，不怕补得流鼻血呀？哎，等等，不对，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玉液琼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玉液琼浆？哇啊！好喝吗？好喝。再加点料更好喝。老头子，偷喝我的汤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暴殄天物的怪丫头，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你有本事放开我！放开你又如何？你看我跑不跑就完了。哎，等等，老头，你站住！小丫头，老头子今天告诉你，江湖险恶，不行就撤。老头子告诉你，姜还是老的辣，酒还是陈的香。怎么样，老头子的吭叽吭叽蜗牛爬爬乐效果如何？这可是我刚研究出来的毒药，你是第一个试用的，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啊？果真是玉液琼浆啊，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温补效果，喝下去暖洋洋的，让人感觉身体都发烫了。臭老头，解药！你给我解药，我给你解药，我们两个握手言和，不打不相识，从此结为莫逆之交，怎么样啊？好。你这毒有点意思，有啥名字没啊？老头乐。咱们两个要诚实守信，我给你解药，你给我解药，大周人不骗大周人，好不好啊？可以。哼，被臭老头坑了。哈哈，你这个小姑娘生得真好看呐，小仙女一般。你这个小老头还是很有眼光的。你这小姑娘脸皮真像我，都是那么的厚啊！我收你当徒弟如何？不要！我告诉你，老头子那可是有宗门的，桃李遍天下，多少人哭着喊着抱我大腿，想让我收徒啊，我都没有理会。你当我亲传弟子，以后有苦你吃，有福我享，怎么样啊？老头，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了什么呀？哎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不过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你给我当徒弟，以后等我死了，我就把宗门传给你，让你当宗主，可威风了。不用，我有师门了。那你叛出师门一下子吗？不行，我对师公爱得深沉，我怎么能背叛他呢？你师公是谁啊？我和他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老头子一把药粉下去，毒不死他。哼，我师公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手医圣。鬼手医圣，那可是真正神仙般的人物，不是一般的臭老头能比的。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啊。你不要胡说，我师公长生不老，寿与天齐，最主要的是医术高深，医德高尚，那可是人人称赞的老神仙。这传的有些太夸张了吧？哪里夸张了，纯纯的写实，你理解不了也是应该的。毕竟这老头跟老头之间的差距啊，还是很大的。臭丫头，我告诉你，你要学会自己明辨是非，不要人云亦云。实际上啊，我不听，反正谁都不能污蔑我师公。你是谁家的孩子？据我所知，那鬼手医圣可是收了不少弟子的。修国侯府穆家。你是陆家姑娘的孩子？啊，我母亲出身陆家，后来嫁到了修国公府，如今变成侯府了。小丫头，我可是认识你师公的，跟他同一个辈分，你也喊我一声师公听听。不要。小丫头，你喊一声师公，师公给你准备见面礼。什么见面礼啊？我看你在制毒方面格外的有天赋，我手里有你师公的一本毒药大全，送给你如何？不要。那你想要什么？有银子吗？没有的话金子也行，或者翡翠宝石一类的，我也不挑。我要是有，我还来忽悠你啊！
没有。臭老头，我的人参拿出来，我还要继续炖汤呢。就你那厨艺，制毒还差不多，还是别炖汤。老头子我会做饭，你喊我一声师公，我做饭给你吃好不好啊？那也行。师公。好，乖丫头啊，师公这就给你做汤喝。师公来的时候，在林子里发现了不少干蘑菇，这大冷的天儿啊，再没有比喝一碗蘑菇汤更养人的了。师公我都叫了，还不知道老头你叫什么名字呢？名字这东西我可是好久没用过了，告诉你也无妨，我姓伊，名胜。伊胜？伊胜，没错，我可没瞎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这小丫头，以后就知道了。伊胜师公，你确定那个大红色的蘑菇能吃吗？怎么不能呢？这个大红菇味道格外的鲜美，老头子都吃了一路了，亲自试验过的，你放心好了。师公啊，你确定这蘑菇汤没有问题？好了，里面放了解毒丹，现在放心大胆的喝吧，就算有毒也是边喝边解，问题不大的。此之外还有什么线索？除了这条发蓝的烤鱼，旁边还有一只吃了烤鱼被毒死的狐狸，以及吃了狐狸被毒死的狼，还有吃了狼被毒死的老虎。立刻沿着河流朝上下游寻找，一定要找到王妃。云兰，云兰，喂，你到底要不要把我摘回家呀？云兰，没事，太好了，真是太好了，都怪我不好，太过自信，没有想过那妇里竟敢用火药炸船，是我没保护好你，以后不会了，绝对不会了。喂，你不要事帅行凶，把一颗蘑菇拔下来勒死，是很不人道的。云兰，你怎么了？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宝名贝，你可以叫我宝贝。云兰，你不认识我了？啊？难道我们之前见过？不可能啊！你长成这样还被我看到，我没有理由会放过你才对啊！臭丫头，你能不能有点见识啊？真是丢我们蘑菇的脸！哎呦，这长得的确是好看啊，跟你还挺般配。你是何人？我当然是你怀里那颗蘑菇的师公了。云兰，你把我摘起来，从此以后我可是你的姑了。你要好好的养着我，把我养得开心了，我就把洗澡水给你喝。洗澡水？对我们蘑菇来说那就是洗澡水，对你们人来说那是上等的蘑菇汤，你喝一口啊，肯定就会喜欢的。上等的蘑菇汤你还嫌弃上了？这样的话我们私底下说。为什么要私底下说呀？你是不是嫌弃我？你肯定是觉得我这样一颗平平无奇的蘑菇实在是配不上你这样的帅哥。我没有。你就有。哎呦，臭丫头，你看上的男人嫌弃你喽，他肯定是不想要你。蘑菇的一片真心终究是错付了。没有嫌弃。快点给我浇点水啊，我要干了。浇水？对啊，快点，我们蘑菇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这里水不干净，我带你先回去。通知暗卫回撤，王妃找到了。啊？王妃是谁？你除了我还养了别的蘑菇？没有。那你跟我解释一下，王妃是谁？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你少胡说八道，我明明是你的宝贝。我问你，我和那个王妃同时掉河里，你先救谁？先救你。这还差不多。臭丫头看上的男人，有腿了不起，腿长了不起啊，走得快了不起呗。背着那位老爷子。你是不是要谋杀本姑，好给你那个王妃腾位置？怎么会？那我土里长着的一颗蘑菇，你给我带到船上来做什么？看来王妃伤得不轻啊，府里那个混账真不是东西，他谋害当朝皇子皇子妃，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啊！我要立刻写奏折，好好的在皇上面前参奏他。那我去帮大人研墨。韩王殿下，王妃是不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啊？蘑菇汤颜色为鲜红色，上面还带着白色小点。除了蘑菇汤呢？别的嘛，本王就不知道了。可是王妃的身体有什么不妥吗？殿下放心，王妃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脉象平稳，只是心率有些过快了，还有些温补过头，不过影响不大。可王妃似乎认为她是朵蘑菇，
这应该是吃蘑菇中毒了。不过王妃的身体并未受到毒素的影响，只是陷入了幻觉之中。等蘑菇的效用退去，就能恢复如常了。不用开药。不用开药，王爷只需要顺着王妃一些，不要违背了她的心意，不然有可能等王妃醒来，对她的性格产生影响。这种症状会持续多久啊？短则2、3天，长的话应该会有4、5天。有狼，云兰。我早就想问你了，云兰是谁？我给你取的名字，你喜欢吗？难道我不配拥有自己的姓名？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啊？你的名字。渣男，你竟然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宝贝。这还差不多。你都不会养蘑菇吗？光是给我浇水是不够的，你还得帮我洗个澡。我可是爱干净的蘑菇，现在都变得臭烘烘的了。洗澡？洗澡你不会吗？你连洗澡都不会，那你怎么养我呀？让我当臭蘑菇还不如死了算了。可我看上的饲主是个不会给蘑菇洗澡的，他这么笨，会不会养着养着把我养死了？那我岂不是英年早逝？可怜了我一条孤命啊！我怎么……我会。你没有说谎？自然是没说谎，只是我怕你清醒之后。那还等什么呀？赶紧给我洗澡了，搞快点，我要馊了。我现在虽然能开口说话，但是道行还不到家呢。等我再修炼修炼，多吸收一些日月精华，就可以像你们人一样用自己的腿走路了。不能走路也没关系，我也可以一直这样抱着你。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你真好。王爷和王妃来得正好，刚刚护卫们进山打猎，捕捉到了不少的野鸡，这可是难得的美味。这会儿应该快要做好了。王妃，上等的蘑菇炖鸡马上就好了。楚寒霄，锅里是什么？我问你，锅里炖的究竟是什么？你二舅。楚寒霄。云兰，那就是寻常的蘑菇，跟你完全不一样。这话不对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普通蘑菇怎么了？普通蘑菇吃你家大米了？我们蘑菇精还不是从普通蘑菇修炼来的。就是，楚寒霄你太过分了。今天晚上不用你暖床了，你自己到别的营帐去睡吧。云兰，听我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傻子才信。就是，你是把我当傻子吗？自然不是，你听我说。你让听就听啊，那我们蘑菇精不要面子的嘛。丫头，身为一个过来人，师公可要好好劝你，男人不能惯着。他今天敢打马球，明天就敢打你；今天敢呼吸，明天就敢呼你，太恐怖了。哼，渣男。师公，不知晚辈有何事惹您不开心了，还请师公明示。韩王殿下，我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邹老头子，可当不得你一句师公啊。我与云兰为结发夫妻，您是云兰的师公，自然就是晚辈的师公。我和云兰对您孝敬之心是一样的。我这个老头子随心所欲惯了，当初收了陆家的那丫头，只甩给了他几本医书，却没有好生教导，实在是心中有愧呀。如今见到云兰这小丫头，倒是觉得她格外的合乎心意。我与她虽无教导传承之情，可到底占了个师公的名分。这小丫头若是被人欺负了，我可不会置之不理的。师公放心，云兰乃是我的妻子，是我深爱之人，我绝不会欺负她，更不会惹其不开心。好话谁都会说，可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却没几个。说到做到自然最好，说到做不到，老头子倒也有不少办法，让你不得不去履行承诺。请师公放心，也欢迎师公一直监督。云兰那小丫头气得可不轻，你准备怎么哄她？二舅被炖了，我去找大舅吧。宝贝，不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二舅，让二舅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宝贝，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想的。可是二舅已经遇难，我们更应该好好生活，不让二舅在九泉之下为我们担忧挂心才是。而且你瞧，我把谁带来了？你瞧，是大舅。天黑了，这林子里光线更暗，也许我看错了，这不是大舅，是三舅，或者是大表兄。韩萧，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把蘑菇当成亲戚了？云兰。啊？怎么了？你恢复了？恢复什么呀？哎呀，我怎么感觉脑袋有些昏昏沉沉的？我落入水中之后，不是在一片林子里吗？你什么时候找到我的？云兰。啊？
怎么了？对不起。有什么好道歉的？暗中做坏事的是副丞相，与你又没有关系啊。可是我们要保护好你，让你落水，经历了危险。你是傻子吗？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谁也没想到副丞相会用黑火药炸船，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副丞相难以翻身，而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还因此找到了施工，结局是好的，不是吗？你呀，不要总是患得患失。我信任你，我也希望你能信任我。我希望能够和你并肩，而不是生活在你的羽翼庇佑之下。云兰，宝贝。儿臣参见父皇，身体不适，一时之间竟睡过了时辰，差点耽误了正事，请父皇责罚。百官入朝议政，朕也在此等候。你这个太子去姗姗来迟，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都已经犯了失仪之罪。不过念在你身体不适，情有可原。等此次议政结束，罚你去崇英殿跪拜祖宗牌位1个时辰，好好的静思己过。是，儿臣领罚。刑部尚书，开始回禀报。是，皇上，微臣奉命前往南陵，找到了南陵本地的老河工一人，他提供线索，查实无极堂的药材船曾经中途检修。顺着这条线索，微臣查到银砖就是在检修的途中被人暗中塞入的，因此可以证明韩王妃和无极堂清清白白，根本不知道银砖的事情，反倒是有人存心陷害。刑部尚书掌管刑部多年，应该知道案子该怎么查。一个老河工，没有其余人证，怎么能确定此人说的是真的呢？说不准，这人就是韩王府收买安排，故意给自己脱罪的呢。回禀皇上，太子，为了查实这名老河工所说的真假，臣带着他沿途调查，在衢州郊区查到了制造银砖的作坊，并且抓捕工匠23人。他们对制造银砖且将其送入无极堂药材船的事情供认不讳，还承认是盐商季家故意陷害韩王妃。这些工匠微臣分开审问调查，获取的供词没有太大的出入。衢州盐商季王也对栽赃的事情供认不讳，可以确定为真。太子殿下不会认为这多人一并都是被韩王府收买的吧？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人人都知道韩王和韩王妃被父皇禁足，可最后2个人竟然去了江南，古现在真不知道什么能信，什么不能信。20万两银子来历不明，又是从江南运入了京城，必定是和江南的盐政有所牵扯。江南盐税历来贪腐横生，如今这忽然冒出了20万两银子，必定牵扯重大。朕自然是要派人前往调查，为了不打草惊蛇，才在明面上禁足了韩王与韩王妃，让他们暗中行事。皇上深谋远虑，实在是英明。是，父皇的确是英明，只是不知道四弟和四弟妹调查出什么来了。儿臣的确查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泼天巨案。父皇，这桩案子牵扯巨大，要从素心阁着火那人说起来。美女就从头开始说。是，素心阁大火烧毁了江南戏班搭建的在灵河之上的楼船，儿臣在楼船之上救了1个人。罪人薛玉京拜见皇上。薛玉京当时藏匿在了一口小箱子里，命在旦夕，是王妃妙手回春把他救了回来。询问之下方才得知，他出身自江南，乃是3年前因为严正贪腐被满门抄斩的薛家唯一的后人。3年前的薛家，我想起来了，薛家乃是盐商，当时江南爆发出盐税贪腐一案，正是这个薛家为了隐藏证据，买凶刺杀朝廷命官，最后被皇上下令满门抄斩。没错，前一任户部尚书李大人就死于那场刺杀之中。回禀皇上，3年前江南盐运使杜怀年贪污受贿，高价贩卖盐引，谋取暴利，压榨盐商，让他们不断提高盐价。我父亲不忍心看百姓吃不起盐，更不愿意向杜怀年献媚贿赂，联合了一部分盐商，想要向朝廷举告杜怀年的恶行，却不想被杜怀年得知。为了活命，杜怀年买通了朝廷派遣到江南调查盐税贪污的官员，将所有的罪名全部罗织到了薛家以及那些正义的盐商的身上。当时前往江南调查的主责官员便是前任户部尚书李大人。李大人明察秋毫，察觉到杜怀年的罪行，并且还找到了切实的证人。杜怀年胆大包天，为了活命，联合着那名被买通的官员，在李大人回京的途中设下埋伏，将李大人和那些证人全部击杀。只剩下被买通的官员
带着虚假的证据回到了京城。皇上当时雷霆大怒，相信了那份虚假的证据，将薛家以及其他的良心盐商们满门抄斩，还提拔重用了杜怀年以及被买通的官员。放肆！侥幸逃脱的罪人血脉，竟然敢在大殿之上公然指责皇上！皇上，罪人所言一字一句皆属实，绝无半句虚言。罪人愿意用性命担保。你本就是罪人，性命一文不值。父皇，儿臣和王妃奉命前往江南调查盐税贪墨一案，抓捕了大小官员32人，抓捕了盐商69人，搜查出来大量的证据，获得了大量的供词。那些官员和盐商为了减轻自己罪责，吐露出不少东西，其中就有着3年前的薛家案子。薛玉清所言的确是事实。老三，这让你前往江南，是为了调查盐政贪腐。你查3年前的薛家案做什么呀？回禀父皇，此次盐政贪腐的根源还是3年前种下的祸端。3年前，原以为百姓发生的清廉官员被杀害，不愿同流合污，抬高盐价的义商被屠满门，以至于剩余这些官员颠倒是非黑白，成功的窃居要位。3年时间，把整个江南变得乌烟瘴气，阶级敛财无数。儿臣既然奉命前去查案，自然是要从根源上把其查个清清楚楚。你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这桩案子旧事重提，想来必定已经是把全部的证据查得一清二楚了。是，那你希望朕怎么做啊？父皇，既然案子已经查错了，那么就应该为无辜蒙冤者平反。儿臣提议，3年前的案子需要重审重判，让颠倒黑白者受到惩处，为无辜被害者沉冤昭雪。3年前的案子不仅冤杀了无数的忠臣义商，还导致这3年来江南盐税贪腐越发严重，百姓民不聊生。儿臣以为父皇也是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给江南百姓一个交代。韩王，你太放肆了！即便3年前的案子有冤情，那也是杜怀年等人颠倒是非黑白，皇上同样被蒙蔽其中。你准备怎么让皇上负责？难不成要下罪己诏，昭告天下，说自己冤杀了几百人？有何不可？父皇，儿媳赞同王爷的提议。臣也赞同韩王殿下的提议。哈哈哈！好，看来朝堂之上，不全都只是知道附和谄媚的酒囊饭袋之辈，还有敢于仗义直言、为百姓主持公道的直臣、廉官。怎么，朕没有直接把你们拖出去砍了，就让诸位这般的惊讶？微臣不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管理整个大周朝，处理的政务多如繁星，自然不可能办到每件事都明察秋毫。朕也是人，同样的会犯错。既然犯了错，就应该为此负责。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不光只是说说罢了。皇上圣明，有此明君，大周朝何愁不兴盛啊？皇上圣明，圣明啊！父皇圣明。不必如此，你刚才说了，3年前那一桩案子，除了杜怀年这个罪魁祸首，还有这被贿赂的官员。那名官员是谁呀？是你自己站出来认罪，还是本王亲自的把你拎出来？臣何琼，不对，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跟在李大人身边的小官了，现在应该称呼你一句户部尚书何大人。你当时在户部任职，李大人对你有提携知遇之恩，一路为你保驾护航，得知你家境贫寒，还自己出银两帮你安置家人，只为你能专心为朝廷办事。可你是如何回报李大人的？你贪图钱财，忘恩负义，联合着盐运使杜怀年刺杀李大人，在李大人遇难之后，将李大人费尽心血查到的证据尽数销毁，拿着伪证蒙骗皇上，还借着这桩案子的功劳青云直上，顶替了李大人的位置。你该死！不是，皇上，臣冤枉啊！父皇，抓捕两淮盐运使杜怀年之后，儿臣下令抄家，在他28处园子里分批找到不少证据，其中就有3年前何琼与杜怀年之间这往来信件。混账！太子殿下，救救下官！殿下，您救救下官呐！太子，你有何话说？回禀父皇，何琼勾结杜怀年，谋害前任户部尚书李大人，制造了江南重大的冤假错案，还连累父皇的名声受到了影响，理应将其凌迟处死。老三，你以为呢？父皇，儿臣以为单凭一个杜怀年和何琼，没有这胆子敢直接刺杀2品朝廷大员。三弟，这是什么意思？我怀疑何琼和杜怀年之所以有这么大胆子，直接是对前任户部尚书动手，
是受了更上层官员，亦或是皇室中人的指派。更上层的官员还能有谁？当然是副丞相了。不错，我说的正是副丞相。还有这皇室中人，太子有什么猜测人选吗？三弟怀疑的该不会是孤吧？是。放肆！韩王殿下，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太子殿下乃是一国储君，你在朝堂之上，皇上面前公然质疑，乃是犯了不幸之罪。父皇都能坦然地承认错误，太子却容不得质疑。你们一个个的高居庙堂之上，拿着俸禄享着荣华，出了事情不问证据不查根由，就只会跳出来讲祖宗礼法。住口！韩王妃，你一介女流，应该做的是在后院相夫教子，朝堂大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不错，不过就是开办了2家医馆，利用手段博得了一些好名声，就敢在朝堂之上大放厥词了。闭嘴！韩王妃为百姓所做的贡献，连皇上都赞不绝口，你们凭什么空口白牙的指责？韩王妃乃是韩王殿下正妻，你们一口一个规矩礼仪，上下尊卑，怎么现在却出言不敬，以下犯上？先帝曾经立下规矩，后宫不得干政，皇宫的皇妃尚且如此，韩王妃凭什么高人一等？没错，难不成韩王自认比皇上厉害？韩王妃比后宫诸位嫔妃高贵？一名女子公然在朝堂之上指责朝廷重臣，这难道不算是坏了礼法吗？说我娘亲，跟你一脚！周大乖乖啊，小脚疼不疼啊？那些官员脸皮厚，别给你的小脚震疼了。你看你的官服，你是4品官。不错。妹妹，踹他！我是皇爷爷亲封的小郡王，妹妹是郡主。我们不仅品阶比你高，还是皇孙，是主子。按照规矩和礼法，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你现在应该爬起来，跪在地上，感谢我妹妹赐脚。坏官，你要对我的脚脚说谢谢哦。小郡王、小郡主，即便你们身份尊贵，也不能如此的不讲道理。皇爷爷，你快看，这个坏官被妹妹踹好了，他知道要讲道理，而不是只讲身份了。八宝、周周，到皇爷爷这儿来。皇爷爷，八宝和妹妹听到有人辱骂爹爹和娘亲，我们心中太过愤怒，一时没有忍住，所以就冲进了大殿。妹妹年纪小，八宝身为兄长，愿意替妹妹受罚，请皇爷爷责罚八宝。八宝、周周何错之有啊？来，大乖乖们啊，递上粮，坐到皇爷爷的身边来。满嘴礼仪规矩，却不用于正途，只知道胡搅蛮缠，亏你还是个4品官。扒了官袍，脱下去，杖责30，赶出宫去，永不录用。皇上饶命啊！微臣知错了。太子殿下，救救下官！一众官员竟是还不如俩孩子懂事。朕刚才说过，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啊？朕养了你们，不是让你们给朕讲规矩礼法，是让你们为朕分忧，为百姓解难的。谁要是在胡搅蛮缠，统统的扒了官服，给朕滚出去！你怀疑副丞相，可是有证据啊？父皇，儿臣和王妃在江南调查，抓获了盐商审问之后，得知了这3年，盐商们这每年都会给副丞相送上大笔的银两。副丞相见事情败落，竟是伙同盐商，意图故技重施，像3年前刺杀李大人一样，把我们杀人灭口。副丞相更是丧心病狂，商人用黑火药炸船，导致了王妃落水，失踪6日。还好是王妃福缘深厚，最终没有大碍。皇上，副丞相连同盐商炸船刺杀，臣乃是亲身参与者，可以为韩王殿下作证。罪人也可作证。这桩案子牵扯重大，由韩王主审，刑部配合，所有的案情必须查得清晰明了。是，父皇。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吧，退朝吧。父皇，盐商们提供的证据当中牵扯到太子，儿臣以为，父皇。三弟，江南一行辛苦你和三弟妹了，可惜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了。娘亲，周周好想你哦。周母说，如果小娘亲就可以去喂小金鱼，现在小金鱼被喂成小金猪鱼了。八宝小娘亲就去练字，八宝写了好多。以后娘亲再出远门，一定带着你们，好不好？知道你们要回来，2个小家伙昨天怎么都不肯睡觉，在床上跳来跳去的，闹腾得很晚。现在这是困了，偏偏一直让人打理着，
被子一类的都是刚晒过、熏过香的。你快去陪着2个孩子睡一觉。母妃，这样有些不妥当吧？这有什么不妥当的？皇上就是不知道体谅人。你们赶路回来多辛苦，一来就将你们宣入宫中回话。这会儿没什么事情了，还不能让你睡吗？你放心大胆去休息，谁敢嚼舌根，本宫拿鞭子抽他。云兰啊，你去吧，正好朕有些事情要和韩萧说一说。是，父皇。不错，那些蛀虫吃的是脑满肥肠，是该好好的惩治。副丞相之前伪装的忠正不二，还以为是个踏实的，如今才知道他连皇子和皇子妃都敢刺杀，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做的？府里的心大了，韩萧，朕已经是将人交给你来审问，你好好的审审吧。父皇，您上儿臣怎么审啊？府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那太子呢？老三呢？老三，你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直，若是没有云兰，不知要吃多少亏。太子朕会处置，可是不能按照你的意思直接公布他插手江南，为了银子害了那么多官员、盐商和百姓，朕有朕难处。父皇都愿承认错误，太子不行吗？太子不仅仅是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一层身份，朕需要考虑的事情着实是太多了。韩萧，若有朝这么一日，你坐上了朕的位置，你就明白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清官有清官的用法，贪官有贪官的好处。为君者，就是要从中找一个平衡，让两者皆为朕所用。你啊，在军中磨砺太久了，朝廷中的事务还需要再学。不过你有个好王妃，有云兰在，朕对你还是放心的。父皇，许是儿臣想法太过简单了。无妨，你的性子呀，自有你的好处。对了，你刚才说查获了不少银两，有多少啊？回父皇，9100万两。9100万两，这只是银子，还有很多产业没有清算完毕。你确定现在已经查抄出来了9100万两银子了？好像的确是有些出入。啊，朕就说嘛，肯定是把数目记差了，怎么可能是有着那么……木鸡堂那边不是还查出来20万两银砖吗？还没往里算呢，所以现在应该一共是9120万两。真的有这么多？数目上的确是没错，这次多亏云兰了。父皇也知道，让儿臣领兵打仗、动手杀人都没什么问题，可论起来盐水商业，儿臣就是有些捉襟见肘。不过好在有着云兰，他对这方面极为敏锐，原本只超出来几百万两银子，他看过了账册之后，发现是有问题，顺着往里查，这才发现了那些个盐商除了购买官府的盐引之外，竟是还贩卖私盐，谋取暴利，甚至私盐占了大头。之后清理了那些盐商的各处产业，把他们藏匿起的银两全部都挖了出来，还有这一部分银子是售卖食盐所得的。说起这个，儿臣还要请罪。请罪？请什么罪啊？为了平抑盐价，儿臣和云兰把盐商们囤积在库房的食盐全部拿出来低价卖了，这些个银两当中也有着几百万两，售卖那些个食盐所得的。啊，朕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和云兰没有做错，那些被囤积起的食盐本就该是卖给百姓的，自然不能够定价太高啊，不然百姓该如何负担得起啊？果然呢，这凡事都经不起比对。如今这么一想，朕以前原来就是个穷人。这么多银两，朕应该可以修缮下皇宫了吧？这皇宫上一次修缮还是6年前，如今这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掉漆掉色，还有些宫殿会漏雨。以前国库空虚，想干什么都舍不得，如今这有银子了，朕呢也稍微的奢侈一把。父皇，你也可以扣下来一些，放到司库当中。你一直不断的赏赐八宝和周周，自己司库里怕是也没剩什么好东西了吧？这不大好吧？您给我1000两做封口费，儿臣当做什么都不知道。1000两？你可是堂堂的大周朝亲王啊，怎么好说出口的？600两，不能更多了啊！900两，你不要得寸进尺了。700两，朕最后的底线。800两，少一文都没得说。成交，这么多银两收敛起来，江南那边不会受什么影响啊？影响肯定会有的，不过清除了这么多蛀虫，整体来说对江南的是还是好的，而且啊，想降低影响也不是没办法。你有什么主意啊？父皇，根据儿臣现在掌握的证据，3年前的薛家的确是冤枉的，如今要把这案子重审重判，自然该是为薛家平反。那么之前查抄着的薛家财产也应该是归还，归还倒是情理之中。朕在金殿上见过那薛玉京经历大难，却神色清明，说话间有条不紊，而且性格沉稳镇定啊，
倒是位可用之才。父皇慧眼如炬，看人是比儿臣准多了。您觉得他可以用，那么儿臣对接下来计划就更是有信心了。你有什么计划说给朕听听，若是有什么疏漏之处，朕也可以帮你补全。江南这些官员自然重新的任命，盐商也是要重新的选拔。儿臣想着把薛玉清重新放回江南，他经历过这么多，对官场的腐败恨之入骨，必定可以秉持本心，好好的为朝廷办事。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薛家人被杀了，即便这案子可以平反，人也是回不来的，只剩了这么一根独苗，朝廷自然的要厚待于他。到时候封薛家为皇商，也算多少做了些补偿。父皇英明，云兰和儿臣说过，盐政贪腐严重，重点还是盐商制作不易，从而导致了盐价经常有之波动，让商人有利可图。儿臣想着新的制盐方法推广出去，加大食盐的产量，同时朝廷开办一些盐场，专门是用来平衡市场，让食盐薄利多销，其中呢没什么油水可捞，自然就不会有着太大贪腐了。这一想法不错，既然你有了主意，那么这件事情就由你来办。韩晓，有件事情朕想问你。父皇，请讲。你对于太子之位有什么想法吗？一国储君的位置极为重要，之前太子对儿臣百般刁难，儿臣也曾想过取而代之，不过现在倒是对这个位置没什么想法了。没什么想法了。父皇也知道，儿臣亏欠云兰和2个孩子。云兰性情豁达，心中自成天地，还有出神入化的艺术，儿臣能娶她为妻，着实是三生有幸。若儿臣成了太子，就要为大周朝考虑，还要处理各种政务，哪里还有时间好好陪她跟孩子们呢？所以儿臣就不想，还是当韩王好。儿臣还想着，若是边境那边有动静，就带着孩子和云兰们再去戍边，看一看边塞景色。你闭嘴吧你啊！那爸宝和周周都是吃的大乖孙和大乖孙女，你想去戍边一个人去啊？甭带着孙子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受苦。父皇，儿臣的媳妇跟孩子当然是要与儿臣一起的，那就勉强让云兰跟着一起，爸宝和周周肯定的是要跟在朕的身旁的。父皇，您这就是有些不讲道理了。朕是皇帝，朕的话就是道理。您之前还说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怎么就开始胡搅蛮缠了？在金殿上那边说的是国事，如今在瑶华宫这是家事，国事与家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行了行了，都别吵了，云兰和2个大乖乖都跟在本宫身边好了。太子，你这是怎么了？父皇，父皇别过来，有人要害儿臣，儿臣不能连累父皇。父皇，儿臣的胸口好痛啊，有人在用针扎儿臣，好粗好长的针啊。韩王妃来了吗？儿媳参见。云兰，你来了，快来帮着太子瞧瞧。是。不，别过来，都别过来。太子。父皇，太子忧思过度，又长时间经济不安，再加上风寒入体，导致痰气上涌，迷了心窍，所以有些癫狂了。云兰，那这喘不过气来又是何种症状啊？可能够缓解？皇上，奴才斗胆回话，这些时日太子时常如此的经济不安，就连夜里都不能安寐，还时常梦魇，经常说胡话，总是说有人在用绳索勒他的脖子，还说用长针刺他的头顶和胸口，所以太子殿下才不许太医们近身，实在是这些日子太过于折磨了，生怕有人靠近就是在害他。殿下之所以会感染风寒，就是因为夜半睡不着，在小佛堂中祈福静心。为什么不早些派人来告诉朕？太子殿下说，皇上因为江南的事情过于烦忧，不想再因为自己让皇上再添忧虑了。混账！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啊！奴才也想说，可奴才看见太子殿下的症状实在是不敢，因为殿下这不像是病了，完全像是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在皇上面前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太子殿下像是被人用了厌胜之术给咒住了。放肆！回禀皇上，奴才便是有1万个胆子也不敢撒谎啊！太子殿下时常梦魇，而且做的还都是同样的梦，每次醒来身体都要比之前虚弱一些。殿下，事到如今了，您不要再隐瞒皇上了。小小内侍也敢在此妖言惑众？来人，把他拖下去仔细审问。贵妃娘娘，他是我身边最信任的内侍了，从小伺候着我长大的，还请贵妃娘娘饶过他的性命。太子，在朕的面前，你如实回答，那名内侍刚才所说可是真的？是，这些时日儿臣一直都会反复的一个梦境，
梦境中有许多的棍子朝着儿臣打来，还有许多长针直直的刺入儿臣的胸口，像是要把儿臣整个给刺穿了。你为什么不早说？父皇还关心儿臣的死活吗？这是什么话？父皇怎么会不关心你的死活？父皇，也许这就是儿臣该受的。你说什么？父皇，江南的事情儿臣是真的不知道。副丞相告诉儿臣，江南的官员想要孝敬我，联合起来送了20万两银子做年礼。你身为一国储君，整个大周朝都是你的，要那些个身外之物能做什么呀？儿臣一时糊涂了。殿下，事到如今，您就都说了吧。莫非还另有隐情？你来说，胆敢是有一句虚言，朕活剥了你。回禀皇上，殿下本是不想要那些银子的，可是今年的年宴，皇上过得很是不开心，太子殿下便想着要哄您高兴，所以想要用黄金给皇上塑一个金身，因此手头上的银钱便有些紧了。恰好副丞相说到这20万两银子，副丞相说江南的官员也只是想要巴结讨好一下，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殿下这才收下了。塑金身？是，皇上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到广度寺调查，那金身如今塑了一半了。父皇，不管因为什么缘故，都是儿臣犯错在先，儿臣愿意接受惩罚。你为什么之前不说？儿臣刚开始是想说的，可是后来听说了3年前薛家的案子有冤情，便知道这桩案子必将会震动天下。如果让百姓知道儿臣收下了那20万两银子是为了给父皇塑金身，那父皇的声望必定会受到更多的影响，都是儿臣的不好，是儿臣一时糊涂，太过于急功近利，想讨父皇欢心。你糊涂呀你！父皇教训的是，儿子的确是糊涂，不过父皇放心，儿子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江南闹出那么大的事情，诸多百姓受到牵连，儿臣愿意承担责任，您把儿臣给废了吧。胡闹！身为太子，怎可随意废立啊？儿臣的心脏好疼，那朕又在扎儿臣了。父皇，儿臣怕是不能继续给您尽孝了。儿臣抄写了许多的孝经，都供奉在了孝佛堂中。韩萧，儿臣在，你立刻带人搜查整个皇宫，若当真是有人敢用这验圣之术诅咒太子，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是。皇上，要搜查整个皇宫的话，难免要惊动太后娘娘以及后宫的妃嫔，可需要让人提前知会一声。不必，若提前知会，难免是让暗中使坏之人有所察觉。搜查后宫的时候，你派遣嬷嬷和宫女协同，以免冲撞了太后和宫妃。臣妾的瑶华宫也在后宫范围，且宫内没有其他妃嫔安置，就先搜查一下臣妾的宫殿吧，如此也好让太子以及后宫的诸嫔妃信服。好啊，你那里也让人找找，看仔细些。皇帝，你听哀家解释，哀家不知道这布偶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底下的宫人心存怨怼，故意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来陷害哀家。那太后倒是说说，你历来标榜自己性情慈和，为什么会引得宫人心存怨怼啊？哀家头风之症越发严重，发作起来难免性情暴躁，一时控制不住脾气，便惩罚了那些宫人几下。谁知道这些贱皮子碰高踩低，以为哀家被关在这慈安宫不可能再出去了，竟对哀家满口怨言。因为心存怨怼，就要拉着自己的九族一同的下黄泉，这样的栽赃手段，朕还真是闻所未闻呢。哎呀，哀家的头好痛啊！皇帝，快让人宣太医！德贵妃，看到哀家如此难受而无动于衷，这就是你身为后宫表率的孝道吗？牵扯到验圣之术，自然应该先调查清楚再说别的。而且您的头风之症也不是1天2天了，动不动就发作，太医根本治不了，宣过来有什么用？你好，既然不愿意宣太医，那就让慕云兰给哀家治。他不是一直说自己医术好，整个大周朝无人能及吗？想来帮哀家根除这头风之症，应该也不是难事。太后，我家云兰是能治病，不是脑子有病。你不待见本宫和韩萧，宫内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对她你平日里更是百般嫌弃。哼，
这会儿有病的时候想起来找他治了。这若是治好了，换不来您一个夸奖；若是治不好，您恐怕又要借机发作，给他治罪了吧？那个布偶便是从太后的寝宫的床下找出来的。别说，这针脚还真是粗糙。这是上面写着的可是太子的生辰八字？不是太子的，是皇上您的。朕，太后，你说布偶的出现是供人诬陷，那么这生辰八字呢？在这后宫之中，知晓朕准确的生辰八字的人并不多。太后，你算是一个。哎呦，哀家怎么知道？皇帝也看到了，德贵妃还没坐上皇后的宝座呢，就敢对哀家颐指气使，丝毫没有把我这个太后放在眼里。底下的人想要陷害，就更不必有所顾忌了。再者说，要临摹哀家的字迹也不算难，况且德贵妃也是知道皇上生辰八字的吧？太后说的不错，皇上的生辰八字，本宫的确是知道。皇帝，你就丝毫不怀疑德贵妃？她对哀家心存怨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会儿见哀家落难，她在旁边落井下石，完全有可能。住口！德贵妃是什么品性？朕了解比你清楚。哀家可是你的母后。你若是安心的守在慈安宫，朕本打算着好生的奉养你的，可奈何你一再挑衅朕的底线，那就别怪朕不顾及你的脸面了。太后不必再绞尽脑汁的胡扯了。不管德贵妃亦或者韩王府，朕的心中从未有过任何的怀疑。为什么？德贵妃她出身自西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住口！太后莫不是忘了，朕与德贵妃自幼相识，如果是后宫之中只有一人可信，那么朕相信的必定是德贵妃。这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先帝总说老楚家只生儿子不生女儿，是因为儿子们命格太硬，直接吓得软乎乎的小女孩不敢往楚家来，因此请大师测算皇子们的命格，给不少人都更改了生辰八字，其中就包括朕。朕就一直沿用至今。这布条上所写着的，这个是假的。皇帝，这就能证明验圣之术和德贵妃没有关系吗？太后，你一会儿说这验圣之术是宫女的诬陷，一会儿又明里暗里的把此事往本宫的身上推，前言不搭后语，足以证明你有多心虚。忘了告诉太后，本宫应该是唯一那个知道皇上真实生辰八字的人。如果本宫想要利用验圣之术来害皇上的话，那么布条上的生辰就不会写个假的。一个小畜生，一个贱蹄子，都敢在哀家的慈安宫中大肆撒野，哀家过得还不算憋屈吗？哀家可是太后，太后呀，本应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后，这皇帝之位本应该是属于哀家的儿子。朕抢了你儿子的皇帝之位，这简直是朕登基以来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笑话？你是觉得哀家的儿子不配吗？你的儿子身为皇子，却被你教养的只听你这个母亲的话，在父皇面前几近谄媚，分明是男儿，却只会撒娇耍痴，做尽了小女儿姿态，在我们这些兄弟面前却又极尽高傲，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乃是嫡皇子，却不知道别说是他了，就连你这个皇后，在我们眼中也不过是个笑话。你凭什么这样侮辱哀家的儿子？你应该庆幸他生在楚家，如果不是他与朕是手足血脉，朕早已把他处置了。10岁开始便学会了调戏宫女，12岁打死了宫人，期间还曾虐杀过文皇兄的爱宠。我们楚家人历来行事公正，光明磊落，唯有他完全就像是一只阴沟里的老鼠。不可能，不可能，你在胡说八道！我的儿子英勇无敌，才不是你口中说的那个孬种。这些年因为太后你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你折磨我就算了，你还变着法儿的折磨韩萧。你这般不辨是非，度量狭小，教养出来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成器？贱人，你的儿子就好吗？我家韩萧战功赫赫，在战场上杀的敌军闻风丧胆，可是被称为大周战神的人物，他有什么不好的？哀家的儿子再不好，身边美女无数，你的儿子再好，还不是被自己的正妻厌恶？不知道太后从何处听来的消息，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道？在未出阁之前，的确听说过有关王爷的一些流言，说他性情冷漠，不近人情，而且嗜杀无度，是个嗜血的武夫。可真正见过王爷之后，
我才知道他处事公正，果敢有主见。王爷身上的确沾染了不少人命，可却没有一滴血是无辜者的。王爷在边境击杀敌军，护卫大周朝的安宁，这才有了上京的花团锦簇，百姓安乐。我又怎么会对这样的大英雄心生厌恶？你胡说八道！当初你分明看上了那个宋清举，还一心想要和他私奔。哼，放着堂堂战神王爷不要，看上一个表面光鲜的草包。太后以为我的目光和你一样差，分不清好坏。你这样一个怪物，凭什么能够负起恩爱子孙满堂？他不是，你是，你才是那个怪物，彻头彻尾的怪物。你想当太后是吧？那就好好的当吧，朕会让人把小福堂重新的建起来，以后你就住在里面，当着菩萨的面儿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些年来你犯下的恶行。放心，朕不会让你死了，朕每日都会让人给你扔个馒头的。太子，你如今身体如何了？回禀父皇，儿臣现在倒是感觉好受了不少，胸口不闷了，呼吸也顺畅了，不像之前总感觉脖子上勒了什么东西，胸口也像是有针扎一般。那就好。父皇，您去慈安宫待了那么久了，可是皇祖母那边有什么不妥当吗？慈安宫中的确是搜查出了用于诅咒的布偶，布偶的脖子处套了绳索，身上扎满了钢针，只不过布偶上面写着的是朕的生辰八字。什么？皇祖母她真的在用厌胜之术来诅咒父皇？可是为什么？父皇对她还不够尊重，不够孝敬吗？朕也不清楚，只是太后自己说有人在暗中鼓动了她。暗中鼓动？皇祖母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禁足吗？她的慈安宫根本就无人能够进去，还有谁能暗中鼓动？皇祖母是不是太过于惊慌失措，所以乱了分寸，胡言乱语呢？朕很失望，一个人可以犯错，朕也允许他犯错，可是他不能执迷不悟，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朕伤心。父皇，皇祖母也许只是一时糊涂，还请父皇不要太过伤心了。父皇的身体可有感觉不适？赶紧的，请太医过来看一看才是。不用，朕一点事没有，反倒是你这症状倒像是被诅咒了一般。那个布偶上的生辰八字分明是朕的，怎么反倒是你？儿臣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只要父皇安然无恙，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父皇，那皇祖母那边您准备如何安置？江南刚刚出了事情，副丞相也要被处置，眼下这青黄不接，太后如果再出事端，民心怕是要真的乱了。所以明天开始，太后会为了大周朝闭门祈福，以求天下安宁。太后要一直祈福吗？既是为了天下安宁而祈福，自然是要等到天下彻底的安宁了，才算是结束。不过朕想着，单单是太后一个人祈福，总是不能够代表着整个皇室，代表朕。那父皇的意思是，你是太子，是一国储君，将来要继承朕的位置，也是最能够代表朕的人。让你去广度寺替朕为大周朝上香祈福，能够替父皇分忧，自然是儿臣的荣幸。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父皇尽管吩咐，儿臣也好通知下去。江南百姓深受苦难，朕听完之后十分的心痛。这祈福要是真心诚意，那就不能铺张浪费了。所以这一切从简，你简单沐浴收拾一下，明日一早直接去便是了。难道还要再耽搁上10天半个月的？这传扬出去了，让江南的百姓如何想？正好你替朕挡了灾，受到了厌胜之术的影响，你去佛寺当中一并去会去。那儿臣就好好的准备准备，快去快回。你去的时候快一些，回来倒是不着急。父皇的意思是，这一次祈福要格外的诚心敬意，不能光是做样子，最短也要3个月。有了江南这桩案子，太子的位置怕是不稳了。韩笑，你有什么打算？我听你的，云兰。你想做皇后，我便去争那个位置；你要是不想，我就继续做韩王。我问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打算？曾经是有过的，现在守着你跟2个孩子，就是我最大的打算。你对那个位置不心动吗？天下之主表面上风光无限，可住在那里辉煌宏伟的宫殿之中，却连个知信人都没有。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悲的？你这么说虽然有道理，可一国之君的位置，至高无上的权力，你真的不心动吗？我还是更想听自家媳妇的话。云兰，你心动吗？你要是心动的话，我把那个位置抢过来给你，你来开创一个大周朝的先河，怎么样？女子登基为帝。是啊，说起来是历朝的皇帝都是男儿，要是你登基为帝，还真是自古以来头一遭。
足以名垂青史了。你这个韩王，自然也要跟着名垂青史的。那我就沾你的光了。快打住吧，我对登基为帝可没什么兴趣。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没什么想法也不着急，不是还有父皇在上面顶着吗？父皇现在才50岁，有我在旁边精心调理，让他活到个100岁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还能继续工作50年。到时候，好像我们这一辈儿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50年，到时候八宝和周周都要54岁了。那回头我督促父皇一下，让他有时间的时候多锻炼身体。对了，你和云兰昨日去上香了，正准备跟父皇说这事呢。父皇，您可还记得那李义安？李义安，李爱卿的儿子，朕自然记得。昨天是李二两的忌日，你们遇着他儿子了？朕记得他腿脚不好，还能上山吗？昨日他到李大人坟前意图自尽，是云兰把人劝下，还意外得知无锡堂药材船中的银子就是他派人藏匿其中，为的就是引我和云兰入局。儿臣抓住那个衢州盐商纪王，他的真实身份是李大人的嫡次子李义怀。李义怀不是入了战场牺牲在那儿了吗？儿臣到牢狱之中去审问过他，3年前他的确去了战场，想通过军功入仕，竟然是有能力揭穿李大人被害的真相，却在战场上是有人要蓄意谋害其性命。他把人击杀之后逃了出来，辗转之下联系上了大哥，兄弟二人商议着要揭穿真相。李安在京城负责出谋划策，李义怀化为纪王，远遁江南，成为盐商。他们花费了3年多时间布下了这个局。他们这兄弟二人可真是好胆量啊，连朕的儿子儿媳都牵扯进去了。不过这两兄弟为父报仇，处境艰难，仍旧是办到了这般的程度，也着实是个人才。直接杀掉的确是太可惜了。是，儿臣也这么觉得，所以才送上了新的奏报，请父皇定夺。你是想着让他们活命，暗中运作一下就是了。律法不容情，唯有父皇能够法外开恩，儿臣不敢擅作主张。你呀，纪王必须死，李义怀可以活着。至于李义安，他身体如何？双腿残疾，身中剧毒，不过云兰看过，说是还有救。之前我告诉云兰，他是最有希望拿到3元及第的人才。云兰还想着把他治好了，让他参加秋天的会试，看看我们大周朝会不会出一个大才子。准了，告诉李义安，若是能够3元及第，朕就赦免他全部罪行；若是不能做到，那么就让他到无锡堂中卖药，还云兰治病的银两吧。父皇英明。韩萧啊，你过来看一看这些奏章，是不是有种很想批阅的冲动啊？儿臣只是一个普通皇子，批阅奏章这样的大事情，还是应该父皇亲自动手。儿臣答应过云兰，今日跟他一起用午膳，先行告退了。站住！身为儿子，你不该为父皇分担吗？儿臣倒是觉得父皇应该是爱护晚辈。父皇，您多多努力，儿臣还是个孩子呢。吴权，刚才你听着没有？楚寒酸那小子说什么？皇上，韩王殿下还是个孩子呢。姐姐，姐姐你怎么了？谁撞了你？究竟是谁撞了你？别碰我姐姐！云兰，云兰怎么样？可有什么地方受伤了？没事。宣太医。姐姐，你不能有事，千万不能有事。父亲出事，母亲一病不起，你若再有个3长2短，我该怎么活？明妃啊，你先平稳一下情绪，你怀着身孕，不能太过激动。父皇，我姐姐最是沉稳，好端端的，怎么可能摔倒？刚刚那名宫女呢？她说了，是有人撞到了姐姐，是谁？到底是谁？是小郡主。不是我，你胡说，我没有碰到太子妃婶婶。太子妃前来给小郡主庆贺生辰，刚刚走到台阶上，小郡主就跑过来，太子妃受惊，直接从台阶上滚了下去。没有，我是朝着太子妃婶婶跑过去了，可周周离太子妃婶婶很远的，婶婶也没有害怕，她还朝着周周笑呢。周周不急，皇爷爷会查清楚真相的。姐姐你一定要撑住啊！回禀皇上，太子妃有了1个月的身孕，只是现在小产了。姐姐的孩子。皇上，太子妃身体虚弱，需要尽快止血，不然怕是连她自己都……立刻给太子妃治疗，要确保她安然无恙。我来帮你止血，你们去开药。是。三嫂，
不必劳烦你了，我相信太医。安王妃不宜受到太大的刺激，扶她到一边休息。我的肚子好疼明妃，太医，我的肚子好疼，是不是我的孩子也保不住了？不会的，明妃，你不会有事的。为什么，王爷？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孩子总会出事？先是二哥，他的孩子出事，接着是太子，姐姐好不容易有了身孕，突然就出事了。现在该轮到我的了吧？我的孩子！四弟妹不要怕，你的孩子不会有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三嫂说的轻巧，可是我……四弟妹放心，只要有我在，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一定不会有事儿。太医，帮安王妃瞧瞧情况如何？安王妃，您的脉象一切平稳，孩子没有事，您放心好了。多谢三嫂。不用客气，以后四弟妹身体若有不适，尽管差人到韩王府喊我。一会儿离宫之后，我会让人送瓶药过去，就是刚才给四弟妹吃的那种，保证四弟妹一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不用麻烦三嫂了。不麻烦。是药3分毒，我怀着身孕，吃药是不是不太合适？四弟妹放心，那药用的都是极品的药材，八宝和父皇都在吃。韩王妃研制的血莲丹用了上等的千年雪莲为主药，其他药材也都是价值连城的，药方之精密闻所未闻。安王妃放心服用，雪莲丹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爷爷，太子妃婶婶是被人害了。太子妃是你们太子伯伯的正妻，要叫伯母。这样吗？是啊，叫错了也没关系，皇爷爷的八宝还小呢。哼，坏蛋宫女，哥哥会帮周周。哼哼哼！王爷爷，您看太子妃伯母的鞋子，她的鞋子用的是流光锦。回禀皇上，德贵妃，太子妃穿的的确是流光锦，那鞋底用的防滑的金麻线也被人涂了油。伯母过来的时候，就是诬陷妹妹的宫女一直搀扶着。太子妃伯母摔倒的时候，最近的不是妹妹，而是她。皇爷爷，您看那个宫女头上珠花是不是少了一朵？太子妃伯母不是自己摔下去的，是被她撞下去的。皇爷爷让人检查一下，看看太子妃伯母的衣裙上是不是勾着她头上的珠花，就知道真相了。王爷爷，您等太子妃伯母醒了之后，也可以向她求证，看看八宝说的对不对。八宝啊，这些都是你看到的？那宫女推太子妃伯母，八宝没有看到，不过看一下现场，很容易就推断出来了。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妹妹很矮，刚刚在花丛之中长好大胆，弄得满身脏兮兮的。如果是妹妹撞到了太子妃伯母，肯定会留下痕迹。周周洗洗就是干净宝宝了。最重要的是，妹妹不会说谎。如果真的是她撞到，或者惊吓了太子妃伯母，她会承认的。哥哥说的对，周周是诚实的好孩子。八宝推论很对，非常棒。小小宫女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嗣？来人，将她拖下去仔细拷问。把这贱婢拖下去，扔去乱葬岗。另外，调查他家族，满门抄斩。父皇，儿媳无忧。是贱婢暗害，不关你的事情。把身体养好最为紧要。太子妃放宽心，养好了身体，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多谢父皇，贵妃娘娘。伯母吓到你们了，对不住。太子妃伯母多多吃饭，这样就能很快好起来了。周周是哪里不舒服吗？祖母，周周胸口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好像有小棉花跑进去了，把周周噎住了。小棉花坏，祖母回头给周周做点心，多吃点点心，小棉花挤出来就好了。好。父皇，姐姐刚刚失去了孩子，实在是可怜，求父皇允准儿媳过去探望她。你也怀着身孕，不要入宫奔波了。太子妃那边自然是有人照顾着。父皇，儿媳没事的，姐姐实在可怜，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没了，太子殿下又不在身边。皇上，太子妃被人暗算，痛失孩子，正是最为脆弱之际。这个时候
太子若能在他身边陪伴，应该可以帮他减轻痛苦。皇上，太子殿下前去祈福已经1月有余，是否请他回宫陪伴太子妃呢？父皇，儿臣赞同几位大人这观点。这个时候应该是把太子宣回来。你当真这么想的？是。好，宣太子回宫陪伴太子妃。好了，都散了吧。朕的确是忙得很，这些个时日一直没闲着。是，父皇的确是没闲着，白天忙着帮周周训练小马过河，晚上忙着陪八宝去实验夜调用什么饵料，既要忙着帮好大胆梳毛，还要忙着看小麻雀筑巢，就连池塘中的接力打架斗殴，您都得看一眼，着实是忙得很。老三，你是指责父皇不务正业吗？儿臣不敢，只是想着太子放到广都寺那边念经太过浪费了，他格外喜欢批阅奏章，而儿臣又没有时间批阅，那么就把他喊回来，让他来干这活好了。你到底懂没懂啊？朕为什么要把他送去广都寺？父皇既然是要让太子为国祈福，挽回一下他那摇摇欲坠的形象，又是想借机打压他在朝中的势力，帮着儿臣树立威信，你都明白，怎么还让他回来？儿臣只是觉得威信是靠自己挣回来的，不是靠着别人让出来的。太子回来与否对儿臣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不是还有这父皇您吗？只要父皇您在上方压着，甭管是太子亦或者其余兄弟们，都翻不出您这五指山。话呢也不能这么说，朕可以帮你镇住场面，但关键还得看你自己争气。太子这些年是朕对他太过骄纵，他做事越发失去了分寸，真是有心要给他一个教训的。那么就让他回来，一边帮着父皇批奏折，一边接受教训就好了。你呀，是真不懂，还是假装糊涂？真让太子回来，朝堂上的风向一瞬间会朝那边刮，到底他还占着储君的名头。父皇，您之前问过儿臣对太子之位有没有想法？是啊，你不是说没有吗？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是，儿臣改主意了。仔细的说说。儿臣希望父皇的身体康健，长命百岁。朕问的是你对太子之位。臭小子，你什么意思？你这个不孝子，你期盼朕长命百岁，一直当皇帝，那你呢？儿臣当王爷，给父皇办差。你说谎的时候，那脸皮都不红的吗？朕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还想用这样的理由来糊弄朕？儿臣脸皮厚，说谎时候脸不红。还有父皇，你以后少吃点盐。云兰说了，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以为你长大了，朕就打不了你了。父皇，您打得狠了，儿臣会跑。逆子，你这个逆子！父皇，您别追了，您再追的话，儿臣可就要上树。逆子，你别说上树，就是钻到老鼠洞里面，朕也必须得把你打一顿。娘亲，你怎么看？娘亲站边上看，你们也往边上挪一挪，别影响了你们皇爷爷揍你们爹爹。都多大的人了，这父子两个还如同小孩子一般玩闹，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还是大乖乖们听话，不理你们皇爷爷和爹爹，祖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混账逆子！皇上，你消消气，先喝碗燕窝润润喉咙。朕不喝。父皇，多喝点，对身体好。你别以为太子回了宫，你就可以偷懒。太子批过的奏折，你要帮朕再看一遍。父皇，太子虽其余事情上不是那么靠谱，可处理起来政务还是很得心应手的。他所批的奏章基本没出过什么岔子，儿臣再看一遍，会让太子多心的。多心就多心，朕就是不能看着你偷懒。父皇，儿臣接下来真的有很多事想要忙，主要是帮着云兰重新编撰过的医圣宝典该往外推广，同时还要在各地筹办无极堂。你从朝中调集人手就是了，逼出些时间来帮着批阅奏折，儿臣真的是没空。到时候您怕是连儿臣人都找不到。您大可以是把奏折送韩王府去，不过怎么送过去的，应该就怎么给您拿回来。您别一个人生气，再把自个儿气了就好。是皇爷爷不好，这好好的生辰宴都没给你们办好。皇爷爷没事的，周周没有生气。周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约定了要去新朋友家做客，去看他们家的大猫猫。周周听话，咱不去。你喜欢什么样的猫，皇爷爷能让百寿园那边给你送，应有尽有。我们家的猫猫也会后空翻吗？会，前空翻后空翻，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也就没什么是我们家的猫不会的。八宝和周周过生辰，府里不是发了赏钱，还专门设了宴席，让他们跟着一块高兴高兴吗？我给他们都放了假，兴许是看着天气还不错，出去逛逛吧。
也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是应该到处走走了。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能歇着躲懒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要不要趁着还可以偷懒，好好的庆祝一下？啊？怎么庆祝？江南那边被救的盐商们联手送了不少礼物过来，其中有几坛桃花酿，没有丝毫的酒气，反倒是有股桃花的芬芳。要不要尝尝？好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想尝一尝。你尝尝味道如何？味道真不错。再尝一尝这些小菜，都是你喜欢的。云兰，我心悦你。你喜欢我？是。我也喜欢我自己。你说我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情敌。云兰，我没开玩笑，我一直觉着你很好，你觉着我怎么样？我当然觉得你也极好。那我们两个都是好样的。云兰，楚汉霄，我们来玩游戏吧。玩游戏？我们来玩醒酒令，输了的人就要听赢了的人的话，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好。胡鸡。愿赌服输。好了，现在有2种惩罚让你选，你可以选择真心话，问什么就答什么，或者是大冒险，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选哪种？真心话。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那种特别丢脸又不好意思告诉父皇和母妃的事儿？小时候贪嘴，拿了父皇送给母妃的簪子，穿了蚂蚱去烤，结果蚂蚱没烤熟，吃完之后肚子疼了3天，这算不算？算。继续，你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把你刚才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贴到宫门上去。哎呀，堂堂韩王，该不会做不到吧？怎么会？我能做到。那你快去吧，我等你哦。云兰，我贴完了。没事儿，谁过去还没有点黑历史呢？你也有吗？当初我刚开始学医的时候，拿着银针扎自己，结果给自己扎的半边腿都动不了了，叫了许多人才给我治好的。你知道了我的一件丑事，我也要知道你的，如此我们算扯平了。云兰，我是认真的，我心悦你，今后想与你白头偕老，绝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你若是愿答应我，就吃一块白玉糕；若是不愿意，就吃一块豌豆黄，可好？你不是让我选吗？是给了你选择这权利，但是我只能接受一个后果。云兰，刚才你喝了酒，一时间没想清楚，也怪我不该问你问得如此匆忙的，我们改日再选。我不要，我要今天选。云兰，我选择你，不是因为你是唯一的选项，而是哪怕有很多的选项，我还是依然会选择你，因为我对你也是同样的喜欢。云兰，你真的选我了吗？是啊，我当然会选你啊。谢谢。哎，不哭不哭，虽然你不行，但我也不会嫌弃你的。我们2个以后呢，就恩爱不移，白头偕老，将八宝和周周抚养长大。你刚刚说什么不行啊？你啊，这么说也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你的小兄弟。谁告诉你我不行的？哎呀，这种事情不能讳疾忌医，更何况我不介意。不过你还是得仔细检查检查，让我看看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检查？你来查吗？当然是我了。啊，那个蜡烛好生眼熟啊。别看蜡烛。不看蜡烛看什么呀？看我。啊，你不是不行吗？你好好检查一下就知道了。放开！姐姐，你为什么如此霸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为什么你也要来破坏？你这人说话好生没道理。我们和穆姐姐欢欢喜喜的买簪子，是你自己硬要凑上来，还张口闭口说我们仗势欺人。我们本不愿意搭理你，可是你非要开口讨人嫌，自己作死，反倒调转过头来，一副自己才是被害者的样子。怎么，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得当你爹当你娘，对你宠着惯着才可以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说2句公道话，没想到姐姐就如此较真。不要开口闭口就是指责别人，凡事多想想自己配不配。你们穆家2房忘恩负义的名头，如今还在京城外面传扬着。你没弄清楚状况，开口就指责别人，还一口咬死，自己说的就是公道话。公道在哪儿？在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中间吗？你怎么能如此咄咄逼人？我虽为妾室，
难道就没有开口的权利了吗？郡王爷您在哪儿？快来救救棉枝，你的棉枝要被欺负死了。棉枝，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殿下，我没有冒犯任何人，只是不忍心看到可怜的多宝斋掌柜被欺负，所以……哎呀，见过英俊王，沈小姐是我们多宝斋的常客，今日陪着韩王妃以及安王的2位侧妃前来光顾，小人心中之万分感激啊，所以就决定送一只簪子给韩王妃，希望今后韩王妃呢能够多多照顾多宝斋的生意。没想到您的妾室忽然间就冒出来了，说小人被欺负了，小人也是一头雾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好好送礼的机会都被他给搅和了。事情是这样，多宝斋掌柜开门做生意也不过是小本买卖，不知道多少天才能挣回一直卖簪子的钱。姐姐都是韩王妃了，朱颜阁和无极堂日进斗金，怎么能贪图这点小便宜呢？所以我才仗义直言，帮多宝斋的掌柜说几句公道话。自从你双亲陪着老夫人一通胡闹，公然在顺天府衙指责我父亲和母亲谋害老夫人，穆家2房便彻底绝了情谊，断了往来。我也早已经明确说过，别管是跟老夫人还是跟你们穆家2房，都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了。以后再见到我，恭恭敬敬的行礼，称呼一句韩王妃。再让我听到姐姐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别怪我与你斤斤计较。三弟妹，这话说的是不是严重了？棉枝是我的妾室，二哥也知道她只是一个妾室，难不成你还要让我对一个妾室恭敬有加？还有，二哥有银两养妾室，给他披金戴银，想来必定有银两偿还了我帮你看病的药费吧？总不好让外人都知道二哥欠着救命的治病钱不还，反倒是拿着银两花费在一个妾室身上。掌柜的送我的簪子我极为喜欢，劳烦你包起来。多宝斋的东西不错，掌柜本本分分做生意，想来也不会有不讲理的来找麻烦。若真是碰上1-2个嚣张跋扈不遵律法的，可以到朱颜阁中给我送信。多谢王妃。穆姐姐，穆姐姐，我问这是怎么了？来人，立刻通知顺天府尹，通知朱颜阁将我的药房消毒，另外通知王爷让他即刻带着人赶过来。刚才有人故意推我，意图谋害，这里的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包括英俊王，还有那匹风马不要移动，封锁街道，等我救回婉婉，我要亲手验尸。儿臣参见父皇。今天你和老二当街发生了冲突，父皇，今日风马惊扰百姓，还差点践踏了云岚，儿臣前往控制局面，调查事情起因，并未和二皇兄有任何的冲突。你胡说！你和穆云兰咄咄逼人，纵容其他夫人小姐欺负我的妾室，后来的确有了金马事端，可本王和妾室只是恰好路过，与此事毫无关联。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将本王的妾室扣押，关入了大牢。老三，你当真的扣押了英俊王的妾室？是。你可有证据证明那妾室与风马案有关系？儿臣没有证据，只不过是感到他出现之时机太巧了。什么叫时机太巧？分明就是你不分青红皂白，要一味的维护穆云兰。我的妾室不过是和穆云兰发生了几句口角，对她言语上有了几分不恭敬，你心中不高兴大可告诉我，让我去责罚她。可你偏偏要挟私报复，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实在是辜负了父皇对你的信任。皇上，安王和安王妃到了。他们2个来做什么？算了，选起来吧。三哥，庄侧妃能够以命相搏保护三嫂，我和安王心中都是高兴的，并没有丝毫要责怪三嫂的意思，都是工部侍郎那边擅作主张，还请三哥不要责怪。安王妃，你在说什么呀？父皇，您还不知道吗？今日在西市的主街上有风马冲撞百姓，差点伤了三嫂，是我们府上的庄侧妃以命相护，将三嫂给救下了。庄侧妃是工部侍郎的嫡女，工部侍郎对这个女儿最是疼爱，听说了这件事，便直接找到韩王府闹开了。好心救人，应当加上，何况这救的还是韩王妃，工部侍郎怎么就闹起来了？兴许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命不久矣，而且她肚子里还怀着王爷的孩子吧？庄侧妃也怀孕了。回禀父皇，儿臣的妾室怀有身孕，刚满1个月。四弟，你的庄侧妃什么时候怀上的身孕？三哥，景穆这些时日身体不怎么好，请太医调养过，却不见多少成效。说出来也不怕父皇和2位兄长笑话。
自从迎娶了庄侧妃和邢侧妃，王爷便对两位妹妹多有冷落。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对不住两位妹妹，所以让王爷多去陪伴她们。大约是2个月之前，也就是三哥和三嫂在江南的那段日子，王爷终于放下了心结。庄侧妃伺候的也周到，前几日才诊出怀有身孕，只是想着还未满3个月，胎象不稳，所以才没有回禀给父皇。我和庄侧妃同时有孕，也算是双喜临门，正想着过段时日告诉父皇，让父皇好好的高兴一下，没想到中途竟出了这样的事儿。工部侍郎应当也是难以接受同是爱女的同时又失了外孙，所以悲痛过度才一时失态，还请父皇不要责怪工部侍郎。父皇，儿臣可没有四弟和四弟妹那么好的性子。对于四弟来说，好歹四弟妹肚子里面还怀着一个，可儿臣的孩子却接连出事，好不容易有个妾室再次有孕，竟然还被三弟直接抓去关入了大牢之中审问。这说是有个3长2短，我必定要和楚寒宵没完。皇上，顺天府尹求见。宣，皇上，被关入顺天府大牢的英郡王妾室穆氏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了？穆氏晕倒在了大牢之中，衣裙上满是血迹。什么？我的孩子没了？怎么会这样？庄侧妃和孩子一同受难，英郡王的妾室那边也出事了。楚寒宵，你没有任何证据，无缘无故扣押我的妾室，导致他腹中的孩子流产，你就是杀害我孩子的凶手！父皇，您要为儿臣做主，为儿臣未出生的孩子做主啊！他也是您的皇孙，是我们楚家的骨血呀！父皇，儿臣今日在崇英殿上香跪经，结果先帝的牌位突然震颤，叩倒在了桌面之上，儿臣心中不安，特意前来禀告父皇。皇上，微臣夜观天象，发现紫微星旁有阴云环绕，诸事皆不利，而且还出现了2颗凶星，与紫微星形成对立之势啊！这星象说明了什么？紫微星代表的是地星，也就是皇上您乃真龙天子，自然不会害怕凶星所带的邪煞之气。可那凶星光芒十分的耀眼，遮掩了紫微星周围拱卫星辰的光芒，恐怕对皇室的血脉不利啊！父皇，今天发生的事情和星象应验了，四弟的孩子和儿臣的孩子纷纷出事，凶手就是楚寒宵和穆云兰夫妻2个。寒宵，你有什么想说的？父皇，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儿臣相信清者自清，没什么想说的。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入宫呢？穆云兰呢？庄侧妃受伤严重，云兰带着她去朱颜阁医治，算算时间，应该是快赶过来了。儿媳见过父皇。贱人，你害了绵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原来二哥是因为失去孩子，太过痛心。我还以为是老毛病又犯了，还想着用内力再帮他淬炼身体，好方便云兰帮他医治。你们不愿意帮我治病，我认了。可是你们害了我的孩子，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原来二哥如此在意自己的血脉，我还以为二哥对孩子一直都是觉得可有可无呢。你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不过是想起来二哥的嫡长子从出生到现在好几个月了，从未见二哥去探望过。倒是二嫂日夜精心的照顾他，按照我给的方子给他抓药沐浴，如今大孩子的身体都变得强健了不少呢。皇上，刑部尚书工部侍郎前来求见。若是还有人要求见，不必通传，通通的宣下来。参见皇上。你们2个现在过来又是为了什么？回禀皇上，今日有疯马闯入西市的主街，差点伤到在主街玩耍的孩童，幸得韩王府护卫相救。经过调查，那些疯马乃是被盗贼偷窃，而且疯马的主人是越奴来上京经商的商人。臣担心这里面另有隐情，特意前来向皇上请旨，更加仔细的调查。你呢？回禀皇上，微臣的女儿出事了。庄大人，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庄侧妃。这件事情的确不能怪安王妃呀。没错，庄大人痛失爱女，还能保持理智，实在是难得。今日父皇在此，你心中有什么委屈和诉求，就全部说出来，父皇一定会为你做主的。二哥问话就问话，眼睛老往我和王爷身上撇做什么？二哥是想暗示什么？我还用得着暗示？我直说了又如何？庄侧妃难道不是因为救你而亡吗？你胡说什么呀？你还在这里装模作样。本王亲眼所见，庄侧妃为了救你，被风马踩断了脊椎，当场吐血，奄奄一息。你可知道
庄侧妃已经怀上了孩子了，就是因为你一尸两命，难道你不应该给安王府和工部侍郎一个交代吗？谁告诉你庄侧妃死了？父皇，庄侧妃的确是为了救儿媳而身受重伤，好在治疗其时，如今命已经保住了，只可惜却昏迷不醒。庄侧妃真的没事了吗？实在是太好了，这可真是菩萨保佑。只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情况如何？你说的什么孩子？虽然是她肚子里我们家王爷的孩子了，她已经怀孕将近2个月了。三嫂精通医术，帮她诊疗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看出来吧？我的确没有看出来她怀有身孕。不可能，我请了太医亲自为她诊脉，她的确怀上了身孕。三嫂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难不成是庄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若是如此，三嫂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隐瞒她的真实情况。王爷，你快告诉父皇实情。父皇，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请父皇责罚儿臣吧。王爷，你说什么呢？明妃，庄小姐不曾有孕，你误会了。我也不是很理解，四弟妹为什么一口咬定庄侧妃怀了身孕呢？毕竟她还是完璧之身呢。王爷，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吧？2个月前，你分明宿在了庄侧妃的院子里，2名太医分别诊脉，都确定庄妹妹怀上了孩子，她怎么可能还是完璧之身？那天我喝醉了，只是单纯的睡在了庄侧妃的院子里。那天的酒很浓很烈，还是你亲手准备的呢，你忘了吗？你骗我！你既然没有同庄妹妹圆房，为什么大夫还诊断出她怀有身孕？这若是误诊也就罢了，别是庄妹妹身体有什么异样吧？还是安王妃考虑的周全。安王殿下，针对这一点，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这件事情说来也怪，庄侧妃前段时间身体不适，便请了大夫前来医治，结果她服下了大夫给开的药，不仅没有恢复，还被诊断为有孕。本王确实冷落了庄侧妃，自她入府，从未有她遇过亲近之举，且相信庄侧妃清清白白，恪守礼仪规矩，也绝不可能与外人有逾矩之处，所以本王便告诉她，此事不要宣扬，由我来慢慢调查。此事的确是怪异，不过庄侧妃能够平安无事，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事回头再慢慢查就是了。父皇，儿臣以为街上出现疯马之事，影响重大，眼下当务之急，应该听取刑部尚书的提议，好好查一查疯马的来历，以及带着他们入京的那对越奴商人。四弟当初迎娶2位侧妃时，颇为不情愿，我还以为你对他们不怎么关心呢，如今瞧着倒是误会了。我不情愿允许旁人入府，是因为对自己的王妃爱中有加，不忍心惹她失望，不代表着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害到无辜者的头上而无动于衷。我在为人夫君之前，总得先做个人吧。父皇，儿臣觉得事情颇有些怪异，于是就着手调查，发觉是那大夫用错了药。用错了药？是，那药十分奇特，服用之后会让人出现假孕的症状，就连脉象都与真正怀孕的女子一般无二。父皇，的确存在这样的药，这种药来自于百越的皇族，在百越有些部落以女子为尊，那些女子为了长久保持美貌，专门利用各种药草毒药配制出了此药，名胭脂醉。百越那边传过来的药，一想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的药怎么会出现在安王府？这恐怕就要问问太子了。四弟，我看你是病糊涂了吧？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样阿杂的东西呢？可是我把那些大夫抓起来审问，调查他们手中药材的来历，无意间发现他们的药材皆出自惠民堂，而惠民堂背后真正的东家同样是一名大夫，那名大夫却被太子请了入宫，专门为太子妃调理身体。老四，你所说的话为真？是，儿臣不敢隐瞒父皇。父皇，太子妃多年没能怀上身孕，宫中的太医多方调理，也没能找到根由，儿臣便想着从民间请一位大夫入宫。这件事情也是向父皇报备过的。真有印象，你的确是报备过。儿臣将人请入宫，是听闻那人医术不错，在民间颇有声望。至于什么胭脂醉之类的药，儿臣闻所未闻。四弟说这件事情和太子有着关联，而太子又主张毫不知情，既如此，那就把那个大夫找出来盘问清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那大夫现在还在不在东宫，我可就不知道了。太子妃小产，儿臣回宫之后万分心痛，所以更换了一批东宫的下人，那名大夫也被遣送出宫了。不妨事，既然知道了他是惠民堂的东家，这人就跑不了。
父皇，儿臣觉得应该是即刻把人带入宫中。稳了。老二，你有什么话说？父皇，儿臣不知道什么假怀孕的事儿，这件事情可和儿臣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的妾室不也是怀孕了吗？儿臣的妾室怀孕是儿臣辛苦，和什么药没有关系的。是吗？就你这榆木脑子被人算计了，恐怕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吧？父皇，您也说了，儿臣是个榆木脑袋，这是什么用药啊、怀孕啊、流产啊什么的，儿臣可想不出来。再说了，儿臣现在都被父皇您给贬成一个郡王了，这爵位跟老三家的2个孩子平起平坐，连自己的王府都住不得。儿臣现在就沉迷个女色，养几个小妾，别的真的不敢折腾了。养小妾，能养活自个儿就不错了，还想着养小妾呢？谁好人家女儿能看上你啊？如果不是你还占着皇子的名头，你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父皇，我是您的儿子呀，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哼，儿子生你还不如生个棒槌呢。父皇，您愿意骂就骂吧，您骂完也让人去查查木棉枝，她要是也假怀孕，儿臣一会儿出宫就拿刀劈了她。她要是真怀孕被折磨流产了，儿臣再继续找老三和他王妃算账。搞了半天，你的小妾穆氏竟就是木棉枝。父皇，您还记得呀？他之前被太后宣入宫中，朕怎么就不记得？回禀皇上，臣带人赶到惠民堂，发现其已经关门几日了。之后询问惠民堂东家的住所，发现已经被烧成了灰烬。据说惠民堂东家上下6口全部在睡梦中被烧死。太子，你的心可真大呀！父皇，这奸细伪装身份，竟是连太子都骗了过去，可见手段之高明。儿臣以为，全部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必须要详查。惠民堂可是存在了很多年了。不错，这桩案子由刑部调查。是，臣一定将其调查得清清楚楚。太子，你识人不清，让一个百越奸细居住东宫那么久，险些酿成了大祸，你让朕……父皇，儿臣有不查之罪，请父皇责罚。一国太子，关系着国之未来，一人错便有可能让整个大周朝百姓万劫不复。你是朕最为疼爱的儿子，可如果你再这么继续不知反思，肆意妄为，那么朕就不得不考虑更换这太子的人选。父皇，韩王，庄侧妃受了委屈，你要好生安抚。父皇，儿臣对不住庄侧妃，更配不上这般好的姑娘。儿臣想要和庄侧妃、景侧妃和离。放肆！既然知错就要改，你好生弥补2人就是。和离，想都别想。四弟，庄侧妃虽然命保住了，可是脊柱被风马踩踏，伤势十分严重，恐怕没个1年半载的好不了。你这个时候与她和离，是要逼死她吗？我可怜的女儿啊！安王殿下，微臣老年得女，对婉婉视若珍宝。您若是不给她一条活路，那老臣一家子也要跟着一起去了。皇上啊，老臣脑袋晕，心口痛，肚子转心，四肢无力，大约是要去见先皇了。反正老臣一家子也没了活路，皇上您就开口，让我们一家人到地下团聚吧。庄爱卿不必如此，你放心，有朕在，绝不会让老四这个混小子亏待了你女儿。请庄大人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庄侧妃的。那穆氏可还活着，能否接受审问？回禀皇上，臣前来求见，就是专门要回禀这件事的。穆氏现在安然无恙，只不过受了些惊吓，有些胎象不稳。不过幸好得韩王妃救治，如今已经没有大碍。顺天福尹，你敢诓骗父皇？你之前还说木棉之晕死在了大牢之中，一群上都是血迹。是啊，微臣还未说完，不是就被郡王您给打断了吗？有人买通了顺天府大牢的差役，进入关押穆氏的牢房之中，强行给他喂堕胎药。还好韩王妃及时发现，将2名贼人捉拿。哼，蠢货，被人算计了而不自知，还差点连累你3弟跟3弟妹。那木棉枝必定是有人安排，故意接近你的，为的就是让他怀上你的血脉，然后故意闹事，让你3弟或者3弟妹扣押的，而后便是设计让他流产。一来这木棉枝算是云兰的妹妹，会让人感到她不顾亲情，心思狠毒；二来则是迫害皇室血脉，加上青天剑的批语，只需略微推动，便能够坐实了他们2个凶星的名号。可真是好算计，给木棉枝喂毒胎药的人可还活着？人还活着，不惜手段把他们的嘴撬开。朕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竟是算计到了朕的皇室血脉的身上。棉枝见过皇上。放肆！大胆目视！
既然以为英郡王妾室，在皇上面前应该自称奴婢。是，奴婢罪该万死。朕接下来这些问话，你如实的回答。英郡王府不介意多养一个人，可是若是有丝毫的隐瞒，那就别怪朕不留情面。是，奴婢一定如实回话，绝不敢有任何的期盼。你今日为何会出现在韩王妃的面前？这件事说来话长，还要从一个人找到奴婢，说能够帮助奴婢解决困境开始谈起。什么人？就是他，安王妃。你在胡说什么？我和你可不认识。皇上，奴婢没有说谎，是安王妃安排人找到奴婢，说能够让我飞上枝头，成为凤凰。他告诉我，如今唯一能够接近的皇子就是英郡王了。他还告诉了我具体要如何接近他，如何引起他的注意，如何让他甩不开我。他还给了我有助于怀孕的方子，说要让我尽快怀上孩子，如此才能在韩王妃面前耀武扬威。他在胡说八道。木棉枝，你不要血口喷人。王爷，你是相信我的吧？我整日待在安王府，安心养胎，哪有心思去管旁人？我相信你。牧师，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奴婢若有一句假话，宁可被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安王妃，你若是肯如实的回答，承认错误，朕可以网开一面。父皇，儿媳借用一句三哥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也相信清者自清，更加相信父皇会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皇上，这是给牧师为堕胎要贼人的供述，请皇上过目。傅明妃，你还不实话实说？父皇，儿媳嫁给安王多年，从来都是安分守己。父亲出事之后，我虽心痛，可也理解，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也没有因为父亲追究儿媳的责任，儿媳只觉得心中感激又惭愧，对三哥三嫂更是觉得愧疚万分，又怎么可能拐弯抹角的去蛊惑木棉枝，进而陷害他们呢？雁过留声，水过留痕，但凡做过，就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证据存在。父皇，儿臣入宫之前已经派遣人去捉拿木棉枝身边的嬷嬷和侍女，相信很快会有结果传过来。皇上，有人指使微臣故意危言耸听，以此来陷害韩王和韩王妃。是安王妃，是她指使微臣这么干的。你胡说！安王妃痛恨韩王妃揭穿了江南盐税的案子，害得副丞相被免去了官职，身陷囹圄，所以就安排了眼下这一出大戏。他设计想让庄侧妃怀上身孕，之后又指使木棉枝接近英郡王，等两人都有了孩子，就一并将他们除掉，借用凶行出世的名号，将罪名推给韩王和韩王妃。儿媳是冤枉的，我根本不知道青天剑正在说什么。父皇，明妃是清白的。老四，想清楚了再说话。父皇，我父亲心生贪念，在江南盐税一事上犯了糊涂，可他忠君爱国，绝对不会和百越的奸细有任何牵扯。好一个安王妃，朕可真是小看你了。你祸害了楚景木一个还不够，竟是把主意打到其他皇子的身上，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毒。父皇，明妃她是个善良的女子。善良？她分明就是个蛇蝎毒妇。底下奴婢已经招认，就是她安排木棉枝接近你二哥，她要算计我们楚家血脉，要用这未出世的孩子算计你三哥三嫂，连腹中胎儿都利用。你说她善良？父皇，明妃许是一时糊涂，这不怪她，是儿臣的错。儿臣没有给足她安全感，儿臣无用。你是无用，被一个女子拿捏住了软肋，玩弄于股掌之中。楚景木，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结交天下好友的洒脱风范呢？父皇，情出自愿，是儿臣喜欢明妃，不关她的事。傅明妃罪证确凿，单单是她敢利用皇室的血脉来栽赃陷害这一条，就足以杀个好几次。不过现在她怀有身孕，暂且留她一命。不过这安王妃的位子，她是不配坐。父皇，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父皇想要怎样惩处，儿臣都认了，请父皇饶恕明妃。老四，你要替傅明妃过来领罚？是，什么惩罚儿臣都认。皇家容不下这样的儿媳妇，若是朕非要让你休了她呢？儿臣不孝，愿以自皇家除名。景木，你病糊涂了。楚景木，再说一遍。父皇，既然皇家容不下明妃，那儿臣愿意自皇家除名，从此不再做皇子。你混账！只考虑自己为人夫君，莫非就没想过你在迎娶傅明妃之前还是朕的儿子吗？身为人子，却为了一个女人要和你的父皇断绝关系，你这是大不孝！
父皇不只有儿臣一个儿子，没有我这个不孝子，还能让父皇更加省心。儿臣这一世愧对父皇，等到来世，必定当牛做马，来到父皇面前赎罪。今日起，朕也就没你这个儿子了。父皇，继母病得厉害，请父皇再给次机会。不是朕不给机会，是他不稀罕这个机会。父母生养的血脉之恩，他都可以随意抛弃，朕还要怎么给机会啊？明妃她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不能抛弃她不管。那你就要舍弃身份，舍弃父皇，舍弃我这个兄长吗？楚景墨，你不能这么自私。三哥，哪怕整个天下人都不理解我，三哥你应该懂得，对吗？好，既如此，朕就成全你们。安王楚景穆即日起留在王府，仔细的照顾庄侧妃，直到他身体痊愈。至于你们2个庶民，滚出皇宫。父皇，那木棉枝，把人带回去，好生的养胎。以后他就是你正经的妾室了。你不至于连个妾室也养不活吧？是，儿臣定然好好的养着他，等他平安生下孩子。朕累了，余下这些人，太子你来处置吧。父皇，傅明妃为了一己私仇，竟算计上了皇室血脉，着实是恶毒。儿臣更没有想到，那大夫竟然出身自傅家。儿臣怀疑傅家早已经包藏祸心，如此一来，太子妃那边是不是也该好好查一查呢？你想怎么查？儿臣怀疑太子妃有孕，同样也是服用了胭脂醉的缘故。若真是如此，那么她就不堪为太子妃。即便太子妃真的有问题，你身为太子也该避讳。这件事就让韩王去查。父皇，朕累了。韩王妃，今后你好自为之吧。是，多谢韩王妃救命之恩，今后我一定安分守己。楚景穆，你早就知道我在暗中谋划的一切是不是？明妃，这处的院子虽然不大，但我们一家3口生活也足够了。等将院子都打理好，明日一早我就出门看看。我现在身体不怎么好，重活累活是干不了了，但是可以去做私塾里的先生，或者酒楼药铺里的账房。我会努力挣银两，不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为什么？你不是说爱我，不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我这一侧吗？你为什么要坏了我的计划？明妃，你别激动。楚景穆，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在暗中筹划这一切？明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3哥3嫂争斗呢？他们害了傅家，害了我父亲，害得我如今只能坐在这座破败的荒院里。我凭什么不能和他们斗？难道在你眼中，我就不配拥有任何的好东西吗？我就只能任凭旁人欺凌？你是不是少说了什么？你什么意思？你应该忘了说最重要的那一点。因为3哥和3嫂挡了太子的路，所以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们，帮太子铺一条康庄大道。你胡说什么？明妃，不要说这些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好不好？安稳？楚景穆，你为什么那么自私？我父亲现在身陷囹圄，我姐姐地位岌岌可危，而我住在这样又破又烂的房子里，全然看不到希望。你告诉我怎么安稳？景穆，我知道你和韩王府关系好，可我若是不和他们争斗，就没有活路了。我只是想给自己争个一席之地，想要将父亲救出来。为人女儿，我这样做难道错了吗？我不知道。景穆，想想办法。父皇虽然把我们贬为庶民，可是他并没有开口让安王病逝，如此就代表着他还希望你回去。你结交了那么多朋友，又一心把楚寒萧当成好兄弟，现在你落了难，也该他们为你出力了。想办法回去，回到朝堂。明妃，我能回去，你却回不去了。父皇不会接受你继续当安王妃。那我们就演出戏，一假一休了我就是了。只要你回到朝堂，只要你手中掌握了权势，想给我个名分还不容易吗？我之所以抛弃皇子的身份不要，为的就是要保住和你的夫妻情分，你却宁愿让我休了你。只是做戏而已，有何不可？那你非要推着我和庄侧妃圆房呢？你在酒里下药也是做戏而已吗？我是不愿意看你一直因为亏待庄侧妃而觉得愧疚。我把你放在心上，为了你，什么身份地位亲情我都可以舍弃。我把心捧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无视他不要他，可你不应该把他接过去踩在脚下，一边践踏
还一边嫌弃他血淋淋的，弄脏了你的衣裳。韩王和韩王妃是来看笑话的吗？就你，也配让本王看笑话？如今的我，已经被贬为庶民，着实不配。景木，瞧瞧，你看中的三哥和三嫂真不错，还专门来落井下石。房间内还未打扫，脏乱得很，不好意思请韩王和韩王妃进去。你在说什么混账话？无论你是否在乎皇子的身份，在我的心里，你都是我弟弟。三哥，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昔日风马闹事是你安排的。我听不懂韩王在说什么。你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风马闹事还是冲着一群孩子去的。我身边的护卫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孩童出事，一定会前去相救。如此一来，我身边就没人了。恰好多宝斋门口因为我和木棉枝的冲突，引了不少人看热闹。你安排了人手就混在这些人当中，趁乱将我推到风马的马蹄之下。你算计得很是周全，若是我能直接死在马蹄下，那是最好。到那个时候，韩萧突闻噩耗，必定理智全无。别说一个木棉枝了，就算是英郡王，他也必定不会放过。只需要他动手，略微推动，就能给他扣上一个弑杀兄长、谋害皇室血脉的名头。到时候既除掉了我，韩萧这些时日积累的名声也必将瞬间土崩瓦解。韩王妃编造故事的能力可真是一流，这般好本事，不去写话本子可惜了。这女人啊，因爱生恨，可真是丑陋。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为了四弟，我和韩萧对你一再忍让，甚至对你做下的那些脏事守口如瓶。可我们的退让却让你得寸进尺。既如此，那就别怪我撕了你的脸皮。景木，我不想看到他们，一看到他们我就肚子痛，赶紧把他们赶走。四弟，你若是永远装睡，我和你三嫂肯定是无法把你叫醒的。可是我不希望你沉迷其中那个美梦，变成毁了你一生的噩梦。当初前往围场东猎，你们意外坠崖，你三哥下山崖寻找你们，傅明妃在你重伤濒死之际，直接向你三哥表白，甚至还对他暗中下药，意图与他有肌肤之亲。还好我及时赶到，这才没有酿成大祸。不可能！四弟，你把傅明妃当做了此生挚爱，自然明白爱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你有在傅明妃的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吗？她从头到尾都在演戏，她一直在骗你。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不过是服用了胭脂醉，因为她早就服用过绝育药，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闭嘴，穆云兰，你闭嘴！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凭什么往我身上泼脏水？你的肚子已经5个多月了，有任何胎动吗？我本不想揭穿你，因为我想看看足月之后你究竟会生出个什么东西。可你实在是可恨，你算计我也就罢了，可你不该将婉婉牵扯其中。我没有，景木，你相信我，我没有。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喜欢的是我三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若是你早些说。我都说了我没有，你为什么不信我？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三哥三嫂绝不会撒谎。你信他们，不信我。王妃一直都是喜欢韩王的，她收藏过韩王的字迹，还在自己的闺房之中留下过很多情诗和画像。哪怕嫁入了安王府，她的心意也从来没有变过，老奴可以作证。景木，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我之前的确是喜欢过楚寒萧，可我最终还是被你感动，决定好好与你过日子。明妃，你恨我吗？你说什么呢？我迎娶了你，让你再也没有接近三哥的可能，你恨我吗？我都说了，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我现在喜欢的是你。明妃，我心悦你，自从第一眼见到你，我便满心满眼都是你，直到能够拥娶你为妻，我高兴的好几日都睡不着。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哪怕你让我每日割血给你做药引，哪怕明知道你在要我的性命，我也心甘情愿。明妃，我不是傻子，我能感觉到你对我态度中的冷漠，也能感觉到你对我的轻视，可我却一直欺骗自己，欺骗我对你付出的一片真心就能够得到同等的回报。可是到如今，我愿意把命都给你，可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愿意跟我讲。景木，这个女人不值得你伤心，之前一直隐瞒你不说了，一是当时你伤势严重还未恢复，不敢对你过于刺激，
二是害怕说了你也不信，反倒伤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分。可现在他一步一步的把你害成了眼前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再坐视不管了。我明白三哥三嫂的顾虑，是我识人不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三嫂，我醒了，彻底醒了，可我还是喜欢他，我做不到亲手杀了他，所以我会困住他，用我自己将他困死在这座院子里。三哥三嫂，你们放心，傅明飞这个人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娘亲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许去配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娘亲，对不起。为什么主动去接触那个百里竹风？因为他很坏，他要抢走娘亲。八宝，这话听谁说的呀？哥哥在陪我掉井里，有人在说悄悄话，被我们听到了。所以，八宝你就要给百里竹风用药，直接把他毒成一个活死人。娘亲之前说不可以随便给人下药，因为大周朝的人都是同胞。可那个追风的，他不是大周朝的呀。百里竹风虽然不是大周朝的人，可也是人。王爷爷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有二心，又不是大周朝的，为什么不能全部毒死呢？你忘了，娘亲教你认识各种药材毒物时告诉过你，万般手段皆是为了治病救人。身为医者，应该心存善念。可是皇爷爷说八宝以后不当医者，八宝要当很厉害的皇帝。当皇帝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子民。爹爹曾经告诉过我，越奴经常出兵打我们大周朝的人。八宝要保护子民的话，为什么不能把越奴的人全部都杀掉呢？八宝，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很是复杂，不是单纯的只讲杀戮。那我听娘亲的，不用毒把他们都毒死了。云兰，八宝的想法不能说是全然错误，他这么小就知道为君者要保护庇佑自己子民，单单这份心胸就极为难得了。保护自己的子民有很多种方式，把外面的敌人都杀光了，明显不是最好的那个。八宝还小，等长大些了，懂得更多了，自然会找着更好的方式。你不懂，八宝年纪虽然小，可是格外的早慧，这些东西他会一直记得的。他现在明显是受了太多父皇的影响。我倒是觉着没什么。这怎么会没什么呢？现在不重视，等八宝长大些，再想要把他的思绪搬过来，那就更难了。难不成你想让自己的儿子以后当个暴君啊？身为君王，自然是要杀伐果断，尤其还是对敌国。杀伐果断的确不错，可八宝明显是有些过头了。敌国也可以变成自己的国，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也莫非王臣。娘亲说不对，八宝以后就不这样了。娘亲没有怪你，娘亲是想让你能够更多的去感受这世间的喜怒哀乐。娘亲开心，八宝就开心。谁让娘亲不开心，八宝就把他处理了，然后娘亲就能开心了。八宝不用考虑那么多，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只需要每天好好吃饭，努力长大就足够了。你娘亲说的是，别忘了还有爹爹在，爹爹会保护你们娘亲的，也会保护你们。娘亲，八宝还是有些不明白。不过娘亲可以让皇爷爷把你不想让我做的事写到律法大全之中，八宝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好，如果娘亲最终没有办法让你明白，会把不该做的事情写入律法的。周周呢？周周主要负责做什么？我们周周的话，每天适量吃饭，不要长成小猪猪就好了。周周不是小猪猪，周周以后要做大将军。你现在怎么想做大将军了？皇爷爷说哥哥以后会是很厉害的皇帝，周周当然要率领很多的人来保护哥哥了。周周还能帮哥哥打天下，所有的人见到哥哥都要把他当成皇帝。然后呢？然后周周就能让哥哥下令把所有的美食都送到皇宫里来让周周吃。妹妹想吃什么，哥哥都能让人给你送来。想吃什么都可以吗？对，什么都可以。好了，今天出来了就好好玩吧，再玩几天你们可是要去上书房了。汉王妃的两个孩子可真是冰雪可爱呀，小郡主更是大周皇室唯一的女孩子，实属难得。以后若是有人求娶小郡主，韩王怕是会十分不舍。若是那人再对小郡主不好，韩王可会考虑饶了他。少，本王烧了他。哼，不许说周周的坏话，不然周周会打你的。是我不好，不该说小郡主的坏话。小郡主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尽管告诉我，我送给你当赔礼如何？什么都可以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什么都可以。听说你是越奴的王子，
你能把月奴送给我吗？这个恐怕做不到，我只是个王子。那你应该有封地，可以把你的封地送给我吗？这……你怎么不笑了？是不喜欢吗？妹妹，小气鬼，喝凉水。王爷爷说了，让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玩。哥哥，没事的。以后周周当了大将军，周周帮你把月奴打下来，到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小马养到月奴的草原上去，那里的草原可大了，小马会喜欢的。好。王妃，夫人有些身体不适，想请王妃过去瞧瞧。前2日不是还好好的？母亲怎么了？许是这2天睡得不好，又正值变天，冷热交替，一时感染了风寒。韩萧，母亲身体不适，你带着孩子玩一会儿就回府，我去瞧瞧。我陪你一起去。不用，还有客人在，总不好冷落了。秀国公夫人身体不适，我们兄妹也该过去探望。崔嬷嬷说了，只是着了些寒气，并不要紧，不必劳烦2位。小君王、小郡主，太子妃身体不好，不喜欢吵闹，我们去别处玩可好？太子妃伯母！怀素姑姑，我和妹妹过去说说话，不会吵到太子妃的。怀素姐姐，太子妃到了喝药的时间了，奴婢要取药。可太子妃身子弱，这会儿风又大，该披上披风了。偏偏我出来的时候忘了，能不能劳烦怀素姐姐帮我取一趟？太子妃身体弱有个好歹，我的命可就没了。对不住，我要守着2位小主子。德贵妃娘娘叮嘱了，不能让2位小主子离开我的视线。怀素姐姐，你去拿吧，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小主子，去吧。太子妃伯母，你快看，那只胖胖的黑脑袋瓜的是于老大，他可厉害了，我把他抓起来，他能扇我2尾巴，然后自己跳回湖里去。周周刚才是不开心吗？是啊，我刚刚。太子妃伯母，你没有好好听话吃药药吗？怎么这么问？因为你还是那么瘦，一点都没有长胖呀。你要好好吃饭，吃的多多的，这样才能变胖，才有力气。我胃口差，吃不了太多的东西，怕是长不胖了。没有胃口，那真是太惨了。太子妃伯母，你生病了吗？哥哥，太子妃伯母没有胃口，我可以帮她要一颗药丸子吗？太子妃伯母，我娘亲的药超级棒，王爷爷吃了都说好，你吃了以后就有胃口了。周周，伯母可以抱一抱你吗？没关系的，不愿意也没事。太子妃伯母，那个我很重的，要是不小心把你压扁扁了怎么办？我刚刚不开心，就是因为我把小凳子坐坏了。唉，娘亲说我是个实心的小胖妞，柔柔要是听周周的话就好了。太子妃伯母，你那么瘦，我分给你一点，这样你就能变健康，就有力气抱我呀。不怕，也许伯母抱一抱周周，沾一沾你身上的福气，就有胃口吃饭了。好啊好啊，太子妃伯母，你要抱哥哥一起吗？双倍福气哦。爸宝是男子汉，要注意男女有别，不能抱抱，不过可以牵手。八宝的虎头包包真好看，你们今天回家吗？回的。唉，生活不易啊。那别忘了告诉你们娘亲，就说我很喜欢这个虎头包，问问能不能要个样子。八宝，记得一定帮伯母问一问，可好？八宝记下了。娘亲，太子妃伯母想要好大胆的头。八宝今天见了太子妃。他说喜欢老虎头包包，要找娘亲要个样子，让我一定转达。娘亲知道了。娘亲，太子妃伯母很奇怪，她身上有臭臭的味道，但是她的手很干净。她看着我和妹妹的眼睛很奇怪，但是又不让人讨厌。想不明白就不行了，八宝只需要顺应自己的心意而来就好。你喜欢太子妃吗？八宝喜欢娘亲。周周也要抱抱。周周臭宝宝，你该减肥了。不要，周周今天和太子妃伯母约定好，把肉肉分给了她一些，现在周周一点也不胖了。玉兰，你今日硬挤出时间过来，是因为昨日八宝和周周见了太子妃的事吧？不愧是我母妃啊，果然是料事如神。昨天怀素都跟我说了，
太子妃应该是有意要单独见一见八宝和周周的，他身边的宫女还帮着策应着，给他吓了好一跳，唯恐太子妃生了旁的心思。还好最后没什么事儿。昨日我让太医给2个孩子诊过脉，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当。2个孩子的确是没什么不妥，太子妃此举是有意想要见我。见你？说起来我也想不明白，傅家上上下下恐怕拽出只老鼠来，身上都长满了心眼，唯独太子妃。本宫也算是见识过不少女子，鲜少见到像太子妃这般温柔娴雅的。这样的好姑娘配给太子，着实是可惜了。我也是从父皇那里听到他几次提起太子妃，同样是满口的称赞。是啊，宫里上上下下提到太子妃就挑不出个错出来。要说唯一不太好的地方，也就是这么多年没能给太子生下个一儿半女了。云兰，前2天傅渊入宫见过太子妃，紧接着太子妃就有所行动，会不会也在暗中筹谋着什么？我也不清楚，所以想劳烦一下母妃把太子妃请过来，我想见见她。这倒是不难，借口也是现成的。这不是要举办端午宫宴吗？请她过来帮着筹办一下也是说得通的。见过德贵妃，韩王妃妹妹有礼。太子妃快些免礼。太子妃有礼。上一次见面颇为狼狈，多谢韩王妃为我治疗，不然我怕是没有机会站到这里了。太子妃客气了，上次我给你的药吃着效果还好吗？药还需要按时吃才是，你的身体还需要继续调养。韩王妃送我的药效果极好，所以今日我才厚着脸皮再来讨要一些。我送过去的药，太子妃已经吃完了吗？你之前，韩王妃之后又让人给我送药了，你没收到？那药竟然是被太子给拦了下来。如果不是傅渊突然到来，我恐怕已经死在东宫了，哪里还值得浪费药材？太子妃，你这是……昨日突然接近八宝和周周，实在是迫不得已，让2位跟着担忧了。我之所以特意将韩王妃引过来，是有样东西想让你帮着瞧瞧。血枯散。云兰，这血枯散是什么东西？这种药来源于百越一种独特的植物血枯草。这种药化在水中，无色无味无形，服用下去之后，当时身体并不会有任何的异样，却会影响内脏。吃下再多的东西，也难免从其中吸收到营养。久而久之，人会越来越消瘦，吃再多的补药都无济于事，到最后影响血脉生发，导致人消瘦如骷髅，最终血枯而亡。哎呦，你可别拿着它呀，沾染到身上就不好了。母妃放心，这种药还得内服之后才会起效，而且必须还得多服几次，沾染到手上没事的。太子妃，你说这药是傅渊给你的？是，他还让我多来接触一下贵妃以及八宝和周周。八宝和周周那样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舍得对他们下手？白月那个地方毒草和毒虫横生，傅渊手里的东西必定远远不止这一种，他也不会把希望只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2位平日里要多防范一下才是。好，我瞧你脸色也不好，你坐下，我帮你诊诊脉吧。太子妃，我知道我已经时日无多了，对吧？我知道2位心中必定存有猜疑，可请相信我心中有算计，也不会去算计2个无辜的孩子。毕竟做人总是要有底线的，对吧？我相信你，不过有个问题，我想你现在还不知道。还有什么？韩王妃但说无妨。你怀孕了。韩王妃，我相信你的医术，只是这一次怕是搞错了吧？就我现在这副身体状况，怎么可能还怀上身孕？玉兰，要不然你再仔细诊诊。我没有诊错，你的确是怀上了身孕，只不过眼下还不足1月，脉象表现得极为微弱，但绝对不会有错。不足1个月？可是我自从上一次流产之后，一直流血不止，前些时日才刚刚止住。胭脂醉这种药极为特殊，它有养颜、让女子维持容貌美丽的作用。这个过程很是复杂，它会让人体内的毒素和脏污汇集，10个月之后如经血一样排出。太子妃，你服用胭脂醉的时机虽然不对，对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排出了体内的毒素，所以才会突然有孕。云兰，太子妃的身体很差，生养孩子她的身体承受得住吗？太子妃，你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现在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打掉孩子，
我可以大剂量用药帮你调养身体，如此虽然不能让你恢复如初，但至少可以享天年，对你的寿元没有影响。第二个，你若是想保住这个孩子，那么用药就要格外细致，很多药材甚至无法使用。你的身体状况，先是被胭脂醉破坏，之后又没有及时服药调养，失血过多，很有可能。我选第二种，韩王妃，我选第二种，我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太子妃，虽然你腹中的孩子是皇孙，可我还是要说一句，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不，我这一生已经一败涂地了，再活着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可这个孩子，他是无辜的，他既然选择了我当母亲，我又怎么能为了自己的性命杀了他？太子妃，若是选择第二种，有可能你撑不到孩子瓜熟蒂落。汉王妃，你这是做什么？我知道你能做到的，对吗？太子妃，你先起来。汉王妃，不用顾虑我的情况下，你能做到保全孩子的，对吗？是，我能做到。不过孩子要保全，就必须牺牲你。生下孩子，你必死无疑。求求你帮帮我。太子妃，若是没有了母亲，这个孩子会有多可怜，你想过吗？如果是在傅家，这个孩子必定会很可怜。可是他很幸运，他是皇孙，有个英明贤德的皇爷爷，还有宽和慈爱的德祖母，甚至还有你和韩王这样的叔叔婶婶。他会平安长大的。我无法保证，但会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照拂你们母子。快把眼泪擦一擦，有了双身子的人了，情绪起伏不能太大。是，多谢德贵妃。药丸我会制作好，让人送到你手上。太子心思莫测，留下药方就有可能会被他利用。我相信韩王妃，你给我服用的药每日送到德贵妃这里吧，我会自己找理由过来吃的。我身边没有什么可用的人手，送给我，若是被动了手脚，还要牵连韩王妃你。也好。太子妃，你现在需要人照顾，我这里有几个可用的嬷嬷和侍女，你若是信得过，我信得过。多谢德贵妃。那待会儿你一并将人带走，顺便把这个好消息散布出去吧。你身边还得有太医，太医院的张院正医术极佳，又很有责任心，也是可以信任的人。本宫会下令调拨他过去照顾你。多谢德贵妃，多谢韩王妃。华姐，你这是怎么了？愣着还做什么？还不快些宣太医吗？这位想来就是韩王妃吧？敢问韩王妃，你……傅将军的妻子好生威风，光天化日之下就要谋害于我。我不知道和你们夫妻什么仇什么怨，竟然恶毒到要毁我容貌，取我性命。韩王妃不要信口雌黄，分明是长公主受伤，你却安然无恙，怎么却反咬一口？我之所以安然无恙，还不是因为我身边有个忠心的侍女，花间拼死相护，我这才免于一场横祸。可我的侍女，花间，你撑住，千万不要有事啊！韩王妃还请慎言，长公主是什么身份？你的侍女又是……韩王妃，您怎么了？快！希儿，你快醒醒啊！父老，我好疼。希儿别怕，我在呢。我的脸毁了，贱婢，你毁了我的脸！父老，你就看着我被欺负吗？韩王殿下是不是过分了？傅将军入宫前来觐见父皇，怎么还带着个老嬷嬷？这老嬷嬷也太不懂规矩了，张口就是对本王的王妃不敬。本王没有直接让人把她拉下去处置，已经是看在你过往的军功的份上。什么？你说什么？什么老嬷嬷？皇上驾到，德贵妃到。云兰，你这是怎么了？伤得可严重啊！太医愣着做什么？不知道帮韩王妃治伤？父皇，母妃，你们要为我做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启禀皇上，韩王妃本是在正常走路，百越长公主的轿辇却横冲直撞，分明路很宽敞，却直接往韩王妃的身上撞。还好韩王妃身边的侍女反应机敏，护着王妃，才没有让她被撞伤。可百越的长公主却先是用酒壶打韩王妃，发现没有砸到，又恼羞成怒抽了鞭子，要打韩王妃。什么？好个百越的长公主，竟然在皇宫之中对着皇子妃又打又杀！臣傅渊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父老，你一心记挂着大周朝，记挂着你的皇帝陛下，还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返回故土。可现在瞧着，你的皇帝陛下见到你，可没有丝毫的喜悦和高兴。臣有罪，没能第一时间认出韩王妃，对其有所冒犯，臣甘愿领罚。云兰，你的侍女伤得如何？太医诊治过了吗？回禀皇上，韩王妃的侍女额头有伤，满脸是血，脉象微弱，昏迷不醒，十分的严重。皇上，您可都看到了，侍女花间练过些武艺，身体强健，尚且伤得如此严重。这些伤要是落到云兰的身上，她身子娇弱，如何承受得住？恐怕命都得去了大半条。福渊，你可知罪？大周帝，韩王妃是你的儿媳妇，你也不用这般偏心袒护嘛。你们睁开眼睛看仔细了，那韩王妃什么时候受伤了？反倒是本宫，我不仅身上和脸上有伤，还被韩王妃踩了手，被韩王用瓷片打了脸。该被问罪的应该是韩王和韩王妃才是。治云兰的罪，她都哭了，能有什么错啊？百越长公主，你竟然空口白牙污蔑本宫的儿媳妇儿，这笔账本宫记下了。韩王掀翻了本宫的轿辇，导致本宫从轿辇之上跌落，硬生生的摔到了地上的瓷片堆里。本宫脸上的伤痕，手指上的鞋印，就是最好的证据。本宫可是百越的长公主，初次进入大周朝的皇宫就被如此折辱。大周皇帝，你这是刻意与我们百越挑起战争吗？你这话可以代表你们百越的朝廷。皇上，长公主在百越备受宠爱，从来没有受过如此严重的伤，眼下伤心愤怒，难免口不择言，还请皇上不要计较。那么你呢？你是我大周朝的将军，还是百越的长公主驸马？父老，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皇上，臣当然是大周朝的将军。既如此，此事就没必要再争论了吧？是，请皇上责罚，臣甘愿领受。是什么事？本宫又没有犯错，你更是无辜，好端端的怎么就领罚了？哼，傅渊是我大周朝的将军，自然就是臣子，是奴。韩王妃乃是亲王正妻，自然就是主子。做奴才的如何有资格与主子叫嚣？还有你，傅渊是我大周朝的将军，你既然嫁给了他，就该出嫁从夫，跟随着他一起遵守我大周朝的律法礼仪。念你初来乍到，对这一切还不熟悉，本宫就饶恕你这一次。不过该学的规矩还是要学的。待会儿你离宫的时候，本宫会派遣几个嬷嬷过去教导你如何做我大周朝臣子的正妻。一派胡言，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乃百越的长公主，地位何其尊贵，我凭什么去学？希儿，父老，你就要这样委屈我吗？我知道了，那什么规矩，我学就是了。如此就好。你性子本就骄纵跋扈，若是再学不好规矩，就更配不上副将军了。副将军，听闻驿馆中的侍女因为伺候的不妥帖，多次被斥责，这是本宫安排的不妥当。待会儿本宫安排几个性子妥帖、知道如何照顾人的，保准能让你满意。多谢德贵妃关心，臣已经知晓了傅家犯下的错事，心中分外惭愧，哪里配承受贵妃娘娘的恩惠啊？如此那就罢了，等你什么时候需要了，再向本宫开口就是了。这年纪大的会疼人，年纪小的会撒娇哄人开心。副将军当年领兵作战，立下过不少的战功，是我们大周的有功之臣。如今再次回归，总要把你的生活照顾好了才是。德贵妃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年纪大了？本宫的年纪很大吗？啊，长公主为何这般反应？我刚刚也没说你呀，我说的是我身边调教好的那些侍女，有些年纪大些会疼人的，有些年纪小些活泼可爱的。怎么长公主却被号入座了？希儿，五王子和七公主来了，你们来的有些不是时候。大周朝的诸位好像不是怎么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韩王妃，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可是伤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院奴有上等的伤药，不知道可否对韩王妃有用？我现在便让人去医馆取来。多谢七公主关心，我没什么事。
多亏了我的侍女帮我挡灾，倒是她现在依旧昏迷不醒。别伤心，别伤心，吉人自有天相，你的侍女一定会没事的。需要药材吗？我们这次过来带了不少冰川雪莲，对神之昏聩有奇效。你的侍女晕倒了，多吃2朵，说不准就能醒过来。你昨日不是还说冰川雪莲已经全部贡献给大周皇帝了吗？冰川雪莲乃是我月奴独有的药材，想给谁就给谁。长公主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些？我才懒得和一个低贱的公主计较，毕竟家国大事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百里逐风。王子，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你说送冰川雪莲，你只送冰川雪莲怎么行呢？你忘了冰川雪莲要发挥最大的药效，还得配合着天山雪水。太过紧张一时忘记了，还好我们来的时候带了月奴的天山雪水，到时候一并给海王妃送过去。多谢五王子、七公主。这是成功讨好到他了吧？要知道之前看我们的时候还是满眼防备呢，原来他竟是喜欢药材。仙女的喜好都是如此与众不同的嘛。而且他还笑着说了谢谢，他真的好有礼貌，更喜欢了呢。恶毒卑鄙。如果慕云兰生活在月奴，他就可以自己掌握好几个部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权者。白月的长公主胆敢对他挑衅，直接就可以把人插在地上抽筋扒皮，哪里用得着如现在这般畏首畏尾。自己的贴身侍女身受重伤都不能报复回去，大周朝实在是太过怯懦了。几年不打仗，楚寒萧身上的血性也消失了，竟然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妻子。父皇，今日乃是端午宫宴，既然大家到齐了，不如就先行入席吧。好，诸位随朕入席。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哥哥，你是身体不舒服吗？是不是这2只白鹤太脏了，跳舞的时候有灰落下来了？妹，我没事，就是好臭啊。八宝不怕，你能分辨出臭味是来自哪里吗？那里，臭味来自那里。怎么办？这些人是不是看到我狼狈丑陋的样子了？这里面可是有不少人是傅渊往日的同僚，若他们出言讥讽，傅渊会不会从此就不喜欢我了？你这个小孩子，胡说什么呢？本宫身上用的可是上等的香料，价值1000金。臭！你傅渊，你的妻子的确是一身的狼狈，需要好生的收拾一下。朕的孙儿身份尊贵，见不得脏东西。皇上，傅将军过往为咱们大周朝立下过汗马功劳，是一般的臣子比不上的。他的妻子又是百越的长公主，身份更是特殊。如今傅夫人一身狼狈，到底是御前失仪。臣妾派人去准备热水，供给傅夫人梳洗整理一番吧。不必。哎呀，他不乐意。你不必受宠若惊，这不是给你面子，而是看在傅将军往日的军功上，否则你可是没资格动用皇宫中的水。多谢大周皇帝的厚爱，本宫本就是不拘小节之人，一点点脏污罢了，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坏人，你不洗澡是不是想继续凑着，然后熏我哥哥？河神发怒了，这样的人是会遭受惩罚的。畜生，这2个畜生，真是该死！快把他们打下来！御前失仪，按理说是大罪，朕没问你的罪，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了。皇上，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怪。傅夫人初次来到咱们大周，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也是可以理解的。臣妾会尽快派人帮她把规矩学好。至于现在嘛，这衣衫不整的，的确是不像样子。来人，带傅夫人下去梳洗，更换一身衣裳。皇上，父皇，大伯母并非有意要御前失仪，冒犯皇上的，多谢父皇宽宏大量，原谅于他。要多少钱？这药，1只羊，1头牛，1只羊，大冤种啊！好人呐！逆徒，你简直是本院正带过的最差的徒弟。那越奴的使者虽然今天表现得不错，可和我们大周乃是敌对之国，你怎能和他有说有笑呢？师傅，听我说完再打。我刚把研制出来的治冻疮的药给卖出去了，卖给刚才那个越奴的使臣了，卖了1两银子呢，这价格可不便宜了。你可以卖，
不过卖完之后刨去了成本，自己留下1成利润，剩下的9成都送到无极堂去。你这个混小子，别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韩王妃与我们有教导扶助之恩，无极堂要价便宜，为的是帮百姓解难，根本就不盈利。你做的那款药膏，依据的可是韩王妃给的方子，现在让你留下1成的利润，你还不乐意啊？师傅可告诉你，做人不能忘本。不是师傅，我不是不同意把银两送到无极堂，我是说那价格您猜错了，不是1两银子。不是1两银子？难不成你卖1文钱呢？不是师傅，您太落后了，人越农那边买东西可不是按照银子算的，而是按照羊算的。羊？1瓶冻疮膏你卖1只羊啊？是。你这够黑。羊不羊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越奴既然有与我们大周朝交好之意，那么稍微跟他们做些买卖也是可以的。师傅，您这么快做什么去啊？我去看看库房之中还有没有什么药膏可以拿出来和越奴的使臣友好交易。皇上，承蒙您的厚爱，还能允许臣再次回归大周，臣心中感激不尽。正值佳节，借此为美酒，向皇上表达感激之情。这时光可真快啊，一晃10几年过去了，真不再如当年那般年轻。副将军，你也从为大周朝征战的将军，变成了百越长公主的驸马。皇上，当年臣在战场上重伤跌落山崖，脑部受到重击，从此失去了记忆。可臣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属于百越，一直觉得应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前些时日，记忆略有恢复，便不管不顾地返回了大周，没有丝毫的迟疑。真心甚慰。皇上，臣虽记起了自己的身份，可还是有许多记忆没有找回，所以便想着请皇上恩准，让臣见一见亲人。副将军，这按理来说，你为大周朝立下过赫赫的战功，现在你失踪多年归来，想要见一见亲人，这应该是欣然的应允。但这件事情太难办了。你回来京城有一阵子了，对于傅家犯下那些错事，都收到了消息。朕对于傅礼那可是百般的宠爱，更是让他坐上了丞相之位。可他是如何回报于朕的？蛊惑太子，职场朝剧也就罢了，他竟是暗中的谋害朝廷重臣，把控户部，贪污盐税，以至于江南的百姓怨声载道，险些是官逼民反。副将军，你来说，这样的傅礼，朕能放他出来吗？朕若想着把他放出来，别说江南百姓，韩王与韩王妃第一个就不答应。父皇所说不错，傅礼是本王亲手送入大牢的，还留这条性命，已经是父皇格外开恩了，怎么可能放出来？副将军如果想见他，或者跟他多相处几日，本王倒是可以看在这往日的功绩份上，让你进天牢当中陪他住几日。韩王殿下，傅礼犯下的罪行我也有所耳闻，心中感激皇上留他一命。我只是想要把他带出来，听他讲一讲从前我们兄弟相处的事情，去逛一逛我们之前的府邸，说不准就能够唤醒所有的记忆，不想心中留下永恒的遗憾，还请韩王多几分理解。他犯了那么严重的错，什么都不做，就这么把人放，江南百姓该如何想父皇？他们之前受那些苦，难道就白受了吗？是啊，副将军是不知道当时江南百姓的惨状啊，那真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副将军曾经为了守护大周百姓，自愿上战场，杀敌流血。虽然说现在迎娶了百越的长公主，但想来也定然是初心不改的吧？那还用说吗？副将军是何人？他和那个虚伪的傅礼可不一样，他宁可自己流血，也不让百姓流泪，自然不可能空口白牙的就想把傅礼给带出来。副将军，我们说的没错吧？你肯定是有所准备，是不是？皇上，臣深知傅礼罪孽深重，给江南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愿意献上全部的家财，黄金1万两，当作是为傅礼来赎罪。韩萧啊，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父皇，您若是问儿臣，那么此事绝无商量之余地。当初您要留着傅礼的性命，儿臣便不同意，想着是要把他凌迟处死，给江南百姓一个交代。如今您又看在傅渊的面子上把人放了，儿臣就更不可能同意了。副将军不是说了会给1万两黄金吗？那傅礼虽说犯下了错，可是以前当官也立下过不少的功劳，所以朕想着功过相抵。父皇，我们大周朝律法历来公正严明，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分明，有功必赏，有过自然是要必罚。1万两黄金就把人放，这筹码也太轻了。
说出去，江南的百姓该多伤心。哎，傅爱卿，你也听到了，真是有心要帮助你的，可是也不能够不顾虑江南百姓，要不你再想想。不知道韩王殿下觉得我应该再给出什么样的筹码，才能让江南的百姓同意放人呢？我听闻傅将军和百越长公主成婚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傅将军这如今回归故土，成为我大周朝子民。我们大周朝讲究的便是对君主的忠心，那么你的东西自然就是大周朝的东西，不如就将傅将军在百越这封地划归到大周朝所有吧。我不同意。天哪，这位百越的长公主，听声音似的，看样子那就没法决定了。我早就听说，百越有很多我们大周朝没有的本领，有一项便是易容之术。难道百越的长公主也精通此术？这些人怎么了？怎么都用这样惊讶的眼神看着我？皇上，臣的封地乃是百越的领土，我既然回到大周，封地自然不会再归于我的名下，我实在是难以做主啊。大周爹，本宫的夫君可是口口声声向你来称臣的，你既然应下了，怎么好意思再觊觎他的封地？傅将军，您瞧见了吧？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平日里说的再好听，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是啊，傅将军，咱们同为男子，还是要多多的为自己打算呢，不要以为做了10几年的夫妻就是一家人。你瞧，人家甚至都不愿意用一点无关紧要的城池来救你的亲人呐。我们男人还是得学会自己心疼自己，你对着别人掏心掏肺，别人只当你低贱谄媚。傅将军，你这些年的感情终究是错付了。父老，我可没有这个意思，这些年我对你如何，你可都是看在眼中的。希儿，我当然是相信你的。傅将军糊涂啊，好听的话说上100遍，不如切实的事做上1件。真正遇到了困难，才是考验真情实意的时候。长公主，虽然我身为大周朝的臣子，有些话不该说得太直白，可看到傅将军，我实在是不忍心。他要的多吗？不多，他只是想拿原本属于他的东西来救自己的亲人，他有什么错？在这等关键的时刻，你身为他的妻子，怎么能不支持他呢？我当然是支持他的。那你具体怎么支持的？我与我的妻子成亲30余年，想当初我的妻子售卖了家里所有的良田，供我入京科考做盘缠，我时刻谨记着。这些年来，哪怕做到了2品官的位置，对妻子也从来都是言听计从，100般的尊重。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长公主口口声声的在意傅将军，哼，就不要在这等小事上计较了吧。难道我们傅将军在长公主的心中还抵不过8座城池吗？是啊，而且我们已经足够体恤傅将军了，念着他往日的功劳，要的都是边城。我们又不是非要百越那些繁荣富庶之地，几座小小的边城，长公主都舍不得了。傅将军当年领兵作战，白马银袍，何等的威风！每次领兵归来，道路两侧都挤满了想要一睹将军风采的女子。本宫若没有记错，曾经有女子愿意为了见傅将军一面，一掷千金吧？的确是有这回事。当时傅将军去了上京最大的酒楼吃饭，那名女子想着单独见一面傅将军，便是花费银两包下了整座酒楼。给你们就给你们了，不就是8座边池吗？没什么重要的。好，还是长公主对傅将军用情至深，如此气魄，真不愧是长公主。其余这女子怎么能够与长公主相提并论？以前不信什么情比金坚，今日看到了长公主与傅将军，才终于是明白了这4个字的含义。蠢货，愚不可及啊！我瞧着傅将军的神色有些奇怪，是不是太过感动了？自然感动。我猜也是，长公主对傅将军可真是一往情深呐。将军回去之后，可要好好的犒劳一下长公主啊！皇爷爷，周周有宝宝了！什么？皇爷爷，周周有宝宝了，我自己的宝宝。宝宝在哪里啊？在这里。这里面除了点心，还能装得下一个宝宝？当然可以啊。这是？这是周周的宝宝，还有哥哥的。皇爷爷，你快看，哥哥也有自己的宝宝。皇爷爷、祖母，这是8宝的孩子，
小宝，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哎呦，咱们小宝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都会叫曾祖母了。王爷爷，你不喜欢小周和小宝吗？小周、小宝？他是周周的宝宝，叫周小周；那个是哥哥的宝宝，叫八小宝。那个你们开心就好。皇爷爷，你不开心吗？开心？那皇爷爷你怎么不笑？皇爷爷天生就不爱笑。皇上，您这摩拳擦掌的干什么去？哼，你别想着给那个逆子通风报信，朕今天非得把他给打死。韩王呢？韩王把2位小主子送过来，自己则回去接韩王妃了。立刻派人去把他喊过来，就说朕这里有个好东西，要给他瞧瞧。是。所以，你大半夜的让人找来一只小鸡仔和小鸭仔，成了我的好大孙。我也没想到，我只是想着八宝和周周那么珍视他们怀里的蛋，想看那些个蛋孵出小鸡和小鸭，应该是会很开心的。那你开心吗？周小周、八小宝的爷爷。云兰，你就别取笑我了。我还那么年轻，一下子就当了祖母，实在是难以适应。所以以后教养2个孙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没事，父皇还挺闲的。韩王殿下，皇上请您即刻前去见驾呢，说是有好东西要给您瞧瞧。快走，别耽搁了大部队的出发。乖女儿啊，皇上一会儿就到，待会儿如果打起来，你躲远点。岳父，哈哈，韩王殿下也在呢，皇上马上就到，你待会儿挨揍的时候啊，记得跑远点，别溅我闺女一身血。岳父，之前你才说过，我比云兰更贴心呢，如今大祸临头，您就不帮我了？话可不行乱说，场面话怎么算得了数呢？哦，那我转头拜见岳母，告诉他您藏在我这里的那100两。你亲，当然是你亲了。云兰啊，你和韩王殿下是夫妻，夫妻一体，待会儿皇上过来找他算账，你可要记得帮他求情啊。父皇怎么一大早的有心思骑马了？早饭吃的怎么样？朕本来心情极好，结果有这么个不孝子，非要给朕找不痛快。你说朕是不是要把他打死呀？父皇，子不教，父之过，孩子不孝顺了，要反过头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有错。好，朕觉得你说的很对，深刻的反思过之后，觉得我平日里对你太过宽容，现在决定要把你打死。叫你这个逆子，给朕站住！父皇真是生气了，要不然朕假装跑不过，让您抽一鞭子解解气，只能1鞭子，多了可不行啊。哼，朕还用让你给面子？朕当年带兵打仗，万军之中去敌方的上将首级，那可是手到擒来的。哎，说的是，父皇英明神武，若真想打儿臣的话，哪里有儿臣逃跑的机会啊？父皇怎么了？可是身体不适，我让云兰。哎，没事，不过是跑一会儿马，朕还没那么脆弱呢，又不是纸糊的。父皇身体康健，再干50年不成问题。猎场那边都布置妥当了。父皇，真的要这么做吗？明明是已经知道傅家居心叵测，太子竟还跟傅家有关联，这一点朕绝对无法容忍，所以他这太子之位必须要废除。父皇下道圣旨，昭告天下，就足以把他废掉。不够，太子之位非同小可，既然是要废，那么就要让他再没有翻身的余地，而你也需要这一场功劳，再次巩固你的地位，如此才可以稳稳的把握住太子这个位置。父皇，太子是您的长子，与我们其余几个儿子多少有些不一样，您大可留些余地，今后就让太子在自己府上做个闲人，也未尝不可。不，正是因为如此，才要越使他没有任何的翻身的余地。韩萧，朕知道你是为人考虑，可你更是要明白，相比较整个大周朝的利益，朕和太子之间那么些父子之情不足挂齿。朕只是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太子知道收敛，还念着那么一丝父子之情，朕不会赶尽杀绝。可如果他还执迷不悟，尽管的下手，无论出现什么的后果，朕都不会怪罪在你的身上。是，儿臣遵旨。韩小小子，这鞭子可大有来历呢，你可要好好的保存着。皇叔，这鞭子瞧着有些年岁了。是啊，我也没想到皇上会再次把这柄鞭子拿出来，还请皇叔明示。一看到这鞭子，本王便感觉后背和手臂生疼啊！这鞭子是先帝用过的，没少用来抽我们兄弟几个。
你父皇小时候最是顽皮，属他挨打挨得最多。这根长鞭呐，可不比你媳妇手中的尚方宝剑威力弱。皇爷应该带着这柄长鞭上过战场吧？可不是嘛，好好留着吧，可千万不要辜负了你父皇对你的期待啊。是，请皇叔放心，侄儿一定竭尽全力。好，好啊。那个娘亲，要不让小宝跟着娘亲你吧？怎么了？小宝太吵了，而且他还不听话，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小动物和小孩子是一样的，他是八宝的宝宝，如果你不好好养着他，爱护他，他恐怕是活不下去的。八宝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你小时候还不如八小宝呢，你刚出生的时候先天不足，更患有心疾，哭声都没有八小宝的叫声大。那个时候娘亲抱着你，你还没有娘亲的小臂长呢，张开手都能把你整个小脑袋给捂住。娘亲要一边养我一边给我喂药吗？是啊，你小的时候还不喜欢喝药，一小勺的药要喂许久，有时候喂进去又会哭着再吐出来。娘亲，周周也喝药吗？周周倒是不用喝，你的身体比哥哥好，不过你喜欢哭，而且好奇心很强，醒来之后只要不抱着你，你就会躺在小床上哇哇的喊，所以娘亲要时常把你抱在怀里，不然娘亲的耳朵可受不了呢。娘亲，八宝养八小宝才1天就觉得十分辛苦，娘亲养八宝和妹妹养了那么久，肯定更加的辛苦。娘亲对不起，八宝不乖，八宝生病。周周才不乖，周周乱哭。娘亲很辛苦，但是娘亲也很高兴呀。你们是上天赐给娘亲的礼物，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花间姐姐，刘主子一个人在那边是不是不太妥当？要不要再叫2名侍女过去守着？没事，放心吧，主子身边有人跟着的。五王子在那站了许久，可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见过莫小姐。五王子不熟悉我们大周朝的规矩，已经出嫁的女子便不能被称之为小姐了。你应该称呼我一句韩王妃。莫小姐一身医术精彩绝艳，心系百姓，开办朱颜阁、无极堂，又平息了疫病，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这番功绩放在我们越奴是会被详细记载，永远歌颂流传的。莫小姐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名讳，而不是因为嫁了人被简单的称呼一句韩王妃。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越奴跟大周自然是不一样的。那莫小姐甘心吗？甘不甘心又如何？五王子究竟想表达什么？莫小姐甘心自己做了那么多，百姓们歌颂的却仍旧是大周的皇室。甘心明明你拥有精彩绝艳之能，却被困于韩王的后院。我们越奴不同，越奴看重的从来都不是身份和性别，女子若有能耐，同样可以建功立业，封侯拜相。所以呢？所以，莫小姐你可愿意？云兰，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本来就是规划好的位置，略微的吩咐2句，让旁人盯着做，也就是。我和云兰是夫妻，五王子有什么好提，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八宝和周周刚刚睡着了，我担心他们换个地方认床，我们一起去瞧瞧。好。之前在皇宫之中惹了长公主不快，专程备下了礼物给长公主赔礼，不知道那件礼物长公主可喜欢？多谢韩王妃赠送的礼物，那件礼物着实贵重，长公主十分的喜欢呐。那就好，那礼物可是刚刚从江南运送过来的，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赠送给长公主，就连父皇和母妃那里都没有呢。什么好东西啊，竟是把朕给落下了。有好东西不想着先给朕，朕可是要生气的。都是云兰的不是，在这里向父皇认个错。光是认错可不行吗？那礼物可还有富裕，拿一件给朕，让朕也瞧个新鲜。还别说，真有一件剩下的。看样子应该是屏风吧。我感觉也是啊，不知道是哪位刺绣大家绣制的，能被韩王妃如此重视。难不成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古董？有这个可能啊。搬走，快搬走！这也是一种镜子吗？竟能把人照得如此清晰。是，不知道父皇可还记得薛玉京？当然记得，薛家人如今正在江南，帮着炼制心研吧。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做了不少的实验，偶然间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琉璃，加工之后便成为了镜子。因为造价很高且运输不方便，从水路慢慢的走，耗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几面镜子送到京城，因此格外的珍贵。好，这件礼物深得朕心，快仔细点抬，让大家伙都瞧瞧。国公爷，您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这镜子
可会放到朱颜阁中售卖呢？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刚刚听韩王妃说了，数量极为稀少，从江南运送过来又不易，想来是不会售卖的。韩王妃，不知道这镜子还有没有？我也出高价买上一面。目前就还剩下这一面了，其余的都是小的。小的也没事儿。这东西第一次出现，我也没有卖过，不知道该如何定价。罢了，就当是送给七公主当礼物吧。镜子制作不易，如此贵重，我可不能白要。不如就2000两银子。好。蠢货，不过是一面小小的镜子，你竟然愿意花费2000两银子。我生得这般美丽，没有东西让我好好欣赏，岂不是可惜了？你这是在指桑骂槐，你在说本宫丑？我可没有那么说啊。长公主这喜欢对号入座的习惯还没有改呢。哼，为了一面镜子当冤大头，还在这美呢。这怎么是当冤大头呢？一小面镜子2000两，这跟生抢有什么区别？韩王妃若是想从我们兄妹手上要银子，别说是2000两了，就是2万两，只要她想要，我们也给。可她明明能够直接抢的，还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这说明她实在是心地善良。妹妹，好大胆！哥哥，我知道是周周不好，好大胆本来就胆子小，我不应该为难他的。妹妹，你不生气吗？啊？为什么要生气？难道不是周周做错了吗？没有，妹妹不会错的。哥哥，你快看，他们去林子里做什么？难道林子里藏着宝藏吗？不一定是宝藏，有可能是阴谋。周周知道了，他们是大坏蛋。妹妹，去通知爹爹和娘亲。是。钱带来了吗？钱到位了。货带了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能少得了你的？这样好。你验货吧。把手举起来，不要乱动！你们已经被周周包围了。你们图灵部落可真是软骨头，一个小奶娃娃就把你们吓破了胆，真是滑稽。我们什么都没干，都是图灵部落的使臣搞的鬼。对呀，我们是无辜的，这刀挪远一点吧，都划了到我脖子了。哼，娘亲，快看，他们都是周周的俘虏。这个韩王妃，我买药不会被砍头吧？你叫于琼，张院正的徒弟。微臣于琼，参见韩王、韩王妃。诸位生活在月奴那样的苦寒之地，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单单是购买眼前这些药丸，恐怕解决不了你们身上的麻烦。倒不如到无极堂中看一看，那里面的药丸种类更加齐全。若是只诊病不买药的话，还不用花钱。是，多谢神女。刚才让两位受到了惊吓，我心中十分抱歉。两位有时间吗？我请你们喝杯茶。有，时间有多多。那走吧。娘亲，他们是周周的俘虏。娘亲知道，周周抓到了一笔私下的交易，表现得非常厉害。娘亲现在就把这2个俘虏中的头领带下去审问，案情有什么进展的话，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可好？好嘞，娘亲快去吧。这些俘虏身份特殊，余下的这些要交给月奴的5王子进行处置。娘亲派人把他们给送过去。我们周周如此辛苦，立了份大功，该去找皇爷爷讨赏了。啊，周周这就去找皇爷爷。英俊王，你想要见王爷和王妃，也得容奴婢进去通报一声。这会儿2人正在安寝，您就这么闯进去，实在是太无礼了。滚开！玉兰，怎么了？吓到了吗？没事，我闻到了血腥气。你拦住燕郡王，我来查。好。二哥，深更半夜你强闯我的营帐，是想做什么？慕云兰呢？故事不见了，是不是他做的？你胡言乱语什么呀？今天下午的演武场，大家都在那里观看着2国兵将的演练，唯独慕云兰一下午不见了踪迹。他是不是趁着这个时间去找木棉枝的麻烦了？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不要在背后搞这些见不得光的小手段。花姐，帮我把衣服拿过来。江里那边准备好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好，我要彻底斩断夫渊的所有耳朵和眼睛。二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父皇，今天不是儿臣想要闹事，儿臣只是想要找回穆氏，他肚子里还怀着儿臣的孩子呢。混账！你的妾室丢失与否，与老三2口子何干呢？你大吵大嚷的做什么？你是觉得郡王这个头衔用的久了，想换个庶民用一用？见过父皇。平身，可又受惊吓了？父皇，儿媳没事。二弟，没事吧？父皇，
儿臣也许是有些冲动了，只是木棉枝也就罢了，她的肚子里面还怀着您的孙儿呢。你还敢大放厥词！来人！父皇，二弟虽然莽撞，但也是情有可原。三弟和三弟妹说是清清白白，想来也不怕让人到营帐之中看一看吧。太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和王爷安安稳稳的在营帐之中休息，二哥的妾室不见了，不派人到四周密林之中寻找，不去问责伺候的下人，直奔我和王爷的营帐而来，上来就找我们要人。哼，这是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先给我们安插好罪名了。我还怀疑太子你有不臣之心。如果你清清白白，那能否让我查一下你的东宫、书信和你圈养那些幕僚？这可真是一场好戏呀，比白日的两军演练有意思多了。大周皇帝一直以来都是治国有方，没想到治家却不怎么样，两个儿子都能因为一个怀了孕的妾室闹腾起来。长公主慎言，英郡王担忧自己有孕的妾室，关心则乱，一时口不择言，无非是兄弟之间发生的口角罢了。外人掺和进去，那才是有挑拨离间之嫌啊！长公主应该不会像个长舌妇一般，看到什么都想插两句嘴吧？真是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本宫也只是好心提醒罢了。这女子怀着身孕，可是最为脆弱的时候，这若是有个万一，那就是一尸两命啊！父皇，绵枝，老二，别胡闹了。父皇，儿臣的荣心没有了，儿臣的嫡子也废了，儿臣已经失去了2个孩子了，现在又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失踪，儿臣只是简单的想要查一查，父皇怎么就不允许呢？父皇，二弟只是担忧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什么错，更何况那个孩子同样也是父皇的孙子。父皇现在极为宠爱三弟的2个孩子，可其他皇孙也是楚家的血脉，总不能失踪以后连生死都不过问一句吧？没按照太子你的意见，是要入老三的营帐内部去调查了。是。你觉得老三夫妻对老二妾室动手，直接是把尸体藏在了自己的营帐当中？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哼，好，真不愧是朕亲手教养起的太子。韩萧、云兰，你们怎么看？要入营帐中搜查可以，若是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太子、英郡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负责就负责，说是冤枉了你，我给你下跪道歉。什么味道，叫人这么凶，好像是血腥气。父皇，不如请禁军统领带上2个人一并进去查看。好，那么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来人，去查。回禀皇上，营帐内的地板上渗出了些许血迹，英郡王将地板掀开，发现了下面埋着东西。贱人，我要杀了你！出警战，看在你是我二哥的份上，我已经对你是百般的容忍，万般的留情。你再胆敢放肆，就别怪我直接废了你。父皇，儿臣和云兰在营帐中休息，今日并没有见过木棉枝，更没对其下手。至于说营帐内的异状，必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儿臣恳请父皇恩准，请刑部尚书带人进入营帐调查真相，还儿臣与云兰一个清白。贱人，你之前便害了我的儿子荣心，之后又蛊惑我的王妃，导致我们夫妻离心，这些我都放下了，可是你竟然还要害我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夫妻2个就紧盯着我一个人祸害？老二，住口！父皇，你就这么瞧不上我吗？我也是您的骨肉啊，也是您的儿子呀，我那被害死的可怜孩子呀，也是您的皇孙呢。既然您这么瞧不上我，还不如干脆就把我杀了吧。父皇，刚才楚寒霄和慕云兰说了，营帐当中只有他们2个人在，现在在他们休息的营帐里面挖出了穆氏的尸体，完全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的。那按照太子的意思，要将我和王爷如何处置？你们残害皇嗣，自然应该削局圈禁。是吗？父皇答应吗？父皇，证据确凿，你应该答应的。仅仅是挖出了尸体，你就觉得证据确凿？这些足够了。若是有以后你来当帝王，你就这么判案吗？儿臣不需要判案，儿臣要做的只是管理那些帮儿臣判案的官员而已。儿臣只需要做出决定，然后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毁了英郡王，除掉韩王府，就是你的目的。不单单是这2个，还有老4楚景穆，他不是也完全废掉了吗？是，朕竟是忘了还有老4。原来这一切都在你谋划当中。朕是否该庆幸你放过了老5王？
一个连争都不敢争的废物，一声令下就足以让他悄无声息的死去了，根本不值得我去费心思。那朕呢？你准备如何对付朕这个父皇啊？您的年纪大了，又受到了慕云兰这个妖女的蛊惑，应该好好的颐养天年。太后不是在自己的慈安宫中为大周朝祈福吗？我觉得父皇也可以效仿一下，儿臣会为您准备一座华丽的宫殿，然后请父皇安心的为我朝祈福的。你考虑的很是周全，只是朕很奇怪，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把控全局呢？你在猎场中安排了什么，让你有自信，可以控制得住对朕忠心耿耿的禁军呢？父皇之前教导过儿臣，不能为君王所用的，那就是无用之人。无用之人是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些禁军忠于父皇，那就只能让他们先行到地下等着，继续侍奉您了。贱人，你敢下毒！太子不要轻举妄动，不然会加快毒素流转，更快的要你性命。把解药拿出来，不然你生下的那2个小畜生身上，怕是会少了些什么了。比如说手、脚，亦或者是脑袋。逆子，你要对爸爸和周周做什么？把那2个小畜生带过来。聂照，那也是你的小侄女。住口！一个小畜生罢了，孤连父皇兄弟都能下手，还在乎一个侄女吗？是，朕忘记了，你是个连至亲都能下得去手的畜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放开周周！你来做什么？你弑父篡位，谋害手足，连4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来看看，你还会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来。闭嘴！贱人，统统都是贱人！给姑解药，不然……住手！我给你解药。莫云兰，之前在皇宫之中你给的羞辱，本宫全部一笔一笔的记着呢。你放心，你现在不会死，本宫会让你亲眼看着我把你女儿的血放干，供我洗浴，看我恢复绝世容貌，然后再扒了你的皮去做美人扇。父皇在后悔什么呢？后悔没有早早废了我的太子之位，杀了我是吗？没错，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畜生，朕就早该杀了你。我是父皇亲手教养大的，说我是畜生，那父皇又是什么好东西了？楚寒霄，你最好是别动。楚景远，你敢伤害我2个孩子，我必定让你悔不当初。今日我为刀俎，尔等为鱼肉，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呢啊！别乱动！这个小畜生的血虽然不能用作沐浴，可他却生了一副好皮囊。我准备把它做成长生娃娃，用来向上天祭祀，请神灵保佑我和父郎一生恩爱。楚寒霄，你自断一臂，服下化功散，不然我就先放干了周周的血。聂照，你快点儿！我答应你，把他们都绑了。你，多谢太子殿下帮我试水了。本宫见过蠢的，可没见过蠢到你这种程度的。父郎是本宫的驸马，在百越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为什么要回到大周俯首称臣，还甘愿帮着你这个蠢货？太子还没看明白吗？傅渊和贺连熙名义上帮你夺权，实际上是要你来做那个马前卒。毕竟单单靠着他们，无法掌控禁军分布，也没有办法驱使那么多人在猎场的地下动手脚。不错，你不仅生得美丽，还如此聪慧。父老，你夸这个贱人做什么？一个残花败柳罢了。本宫改变主意了，不用他做美人扇了。来人，直接把他捆了，先划烂他的脸，然后把他丢给百越的将士，让将士们也尝尝韩王妃的味道。父皇受惊了，先服下解毒的药丸。宝宝，周周，父皇不用担心。大坏蛋，捏周周，看周周的无影脚，哒哒哒哒哒哒！你才做长生娃娃。没错，你全家都做长生娃娃。哥哥，我替你踹他。啊！龟徒孙，怎么样？施工给不给力啊？施工厉害。哎呀，别停啊！使劲夸，施工最喜欢听人拍马屁。你们在演戏？不演这么一出戏，怎么抓住你们这些个狼子野心之辈？父皇，我会
什么？云兰可有药，能吊住楚景远的性命。楚景远，你身为太子，勾结外人，残害兄弟手足，试图弑父篡位，种种恶行，即便是凌迟处死也不为过。朕之所以让云兰吊住你性命，是要查清楚你全部的党羽和官联，让你直接死了，太便宜你了。父皇，今天这出戏，眼前这个局，全部都是为了我而设，是吗？你高估自己了，你被傅渊利用，当了棋子而不自知，有何资格配得上朕费力气去针对？父皇，我从5岁便被封为太子，你说过整个天下将来都要交到我的手上，现在我不过是想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有何不可？怎么就不行啊？朕给了你最好的一切，教导你为君之道，御下之术，却忘了教给你如何做一个正直良善的人。正直良善，老二莽撞冲动，父皇你信任他，将他丢入军营历练，老三流淌着西凉血统，你给他领兵之权，看他被捧上战神之位无动于衷，老四玩世不恭，身为皇子却自甘堕落，与三教九流为伍，你依旧纵容，让他利用江湖实力与我作对。我身边那么多兄弟虎视眈眈，他们每个人都盯紧了我的太子的位置，你却要求我正直良善，这是你坐上太子之位该承担的压力。楚景远，你想获得无上的权势，就要接受权势背后带来的负担，没有人可以只享受权力而不付出任何代价。你就是偏心。楚寒霄和慕云兰就是好的吗？他们积极表现为的就不是皇权吗？他要是想要那就好了。如何，都清理干净了吗？回禀皇上，韩王殿下，百越所有的护卫、死士、眼线已经被尽数斩杀，太子的私兵、死士也尽数伏诛，猎场已经被禁军把控。好，老大，你真是个畜生啊！父皇，儿臣和楚景远没有关系，儿臣真的只是担心自己的儿子。朕知道你没那个脑子。王爷爷，您没事吧？皇爷爷，没事，都结束了。你们有没有被吓到？没有。结束？呵呵，你们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哼，大坏蛋！要不是皇爷爷拉着，周周一定踹他一脑袋大包包。楚寒霄、慕云兰，你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身边少了什么重要的人吗？寒霄，母妃呢？哈哈哈哈哈！终于想起德贵妃了，德贵妃已经被我的人绑走了。楚寒霄，你想让你的母妃活着，就好生的放我离开。不对，单单放我离开是不行的，你还要把慕云兰绑了，交给我做人质。你以为本王不敢杀你？杀我可以啊，只要我死了，德贵妃必定要给我陪葬，你也将背负上杀母的罪名。我大张旗鼓的回来，怎么可能只带了表面上的那么几个人手？早在傅家出事之后，我的人便伪装身份，分批次的进入上京。只要我死，不仅德贵妃活不了，还有无数的上京百姓为我殉葬。你做什么？没什么，也就是在京城几个人口密集的区域隐藏那些毒粉毒虫，杀伤力没有多强，但带走成千上万个人不成问题。父皇，绝对不能放傅远走。真是天堂好轮回呀！楚寒霄，你处心积虑争夺我太子的位置，可有想过被旁人精心算计？还有慕云兰，你不是最擅长提前布局、纵横筹划的吗？可有想过，今天沦为了旁人棋局上的棋子？你说，在你和德贵妃之间，楚寒霄会如何选择？啊！你这个小畜生！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慕云兰和楚寒霄一肚子坏水，养出来的孩子也是这般心肠歹毒。娘亲总是说八宝要当好宝宝，可八宝觉得对付你这样的大坏蛋，就得当个坏宝宝。给你用的是上等的雪花盐，你喜欢吗？八宝乖，你才不是坏宝宝，你是最乖巧聪明的好孩子。来人，把太子拖下去，伤口上的盐不用清理，生死就看他命吧。父老，我的肚子好疼啊，好像刚刚那个小畜生踩断了我的肋骨。把贺连熙抓了，放了我的母妃，不然本王就杀了贺连熙。父老，快救我！杀！
你不杀他，我还想杀他呢。父老，你说什么呢？希儿，你不是爱我吗？既如此，为了我的大业而死，你应该感觉到光荣才是。你开玩笑的是不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整日里却做少女姿态，每一次和你接触都让我无比恶心。赫连熙，我忍辱负重，在你身边伏低做小了那么多年，现在也该你为我做些事情了。真是可怜又可笑。赫连熙，你还没有看明白吗？傅渊受伤跌落山崖是假，被你捡到救助更是精心算计。他想要的无非就是借助你来掌握权势，从此与大周朝抗衡。不可能，父郎说过会永生永世爱我的。呸！脏东西！楚寒霄，你想好了吗？别想再继续拖延时间，我数10个数，如果你不做选择，那就等着给德贵妃收尸吧。10。你被困在这里，却还有把握能把消息传扬出去，让你的人杀了我母妃。夜场之中还有你的奸细，那就是在地下。师公，好徒孙，师公最擅长抓地下的老鼠了，你等着，师公给你摇人。狗东西竟敢抓你们爷爷！阿弥陀佛！呸！兔表，你这出来的方式也太不讲究了。阿弥陀佛，贫僧见过皇上。了尘大师，您怎么会忽然的出现在猎场啊？贫僧受人所托，韩王妃，人已经抓到了，不负所望。辛苦大师了。不辛苦，不辛苦，都是给了都是缘分。嘿，秃瓢，我还不了解你的性子呢，你是不是坑我乖徒孙银子了？施主，多年不见，你还是如此的面目可憎啊！彼此，你也是那么的惹人厌烦。我觉得你不应该叫秃瓢了，你应该叫大财迷。我乖徒孙的银子都敢坑啊！哼，回头就把你庙里的菩萨给你换成乌龟王八。你烦人精，你大财迷！师公，了尘大师，傅渊等人心思诡谲，说不准在其他地方还是有眼线，不知道可否劳烦二位在周围山林中再搜查一遍。好，我这就去。烦人精，不要跟着我，自己走得比王八还慢，到底是谁跟着谁？你别跟我一条路，谁跟我一条路谁是狗。好一个韩王妃呀！我以为已经对你足够重视了，没想到还是小瞧了你啊！傅渊，你这边的消息没有办法传递出去，我母妃现在就是安全的。你告诉我她现在人在何处，我给你和赫连熙留个全尸。哼，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消息传递不出去也没关系，不过是多等一会儿。我的人迟迟见不到我回去，就知道猎场肯定是出事了，他们一样会按照原来的计划行动。这点时间我浪费得起，只是不知道德贵妃的性命，你们在不在意啊？楚寒霄，我以你最好快些做出选择。傅渊，你和赫连熙好歹做了10几年的夫妻，说舍弃就能舍弃，足可见你这个人是何等的冷血。可我十分好奇，像你这样一个冷血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在乎傅离？哼，夫妻和自己的手足兄弟怎么能一样呢？赫连熙根本没有办法与傅离相提并论。是吗？我还以为傅离手中掌控着你的什么把柄，让你不得不从百越匆忙地赶过来，将他救出牢狱。哼，韩王妃这般会编造故事，不去写话本子可惜了。我这里有个人和你有些关系，你可想见一见？眼下这个紧要的时候，你还拖延时间？莫不是你与德贵妃婆媳关系不和，所以故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害死她？楚寒霄，你的王妃如此心性歹毒，你知道吗？傅渊，这个少年你不认得，毕竟你们虽为父子，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可需要我帮你介绍一下？慕云兰，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个孩子，就想来诓骗我？当初你制定计划背叛大周朝，前往百越图谋大计，根本不知道你的妻子怀上了身孕。在你身死的消息传来后，你的妻子悲痛欲绝，本想自尽随你而去，却发现自己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于是便暂且忍耐，等着孩子降生。没想到最后胎大难产，最终失血过多而亡。你真的是我的父亲吗？不要胡乱攀亲戚，我有自己的孩子。据我所知，
你和赫连熙的几个孩子全部都是收养的，与你并没有血缘关系吧？而且，你与你的妻子成亲多年，之前一直没有过身孕，也就是说，眼前这个少年就是你今生唯一的儿子。你不知道从何处找来个小孩就说是我儿子，莫云兰，我会这般容易上当受骗吗？你妻子大出血，难产而亡，在死之前，强撑着用血写了一封绝笔书，上面清楚地写着，为了证明这个孩子的身份，他用你给他的定情信物，一枚你亲手打造的玫瑰金簪，在这个孩子的小腿上烙印下了一道疤痕。看来你的确是冷血，知道自己有亲生儿子了，竟然还如此平淡。也就是说，我手中的这份筹码威胁不到你了。既如此，那他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动手将他杖毙！啊！父亲救我！父亲！住手！他到底是个孩子，你直接将他杖毙，岂不是滥杀无辜？哈哈，滥杀无辜？凭借你要造反的罪名，足以诛了你的九族，他哪里无辜了？我可以让人放德贵妃，不过你们必须派人将我和我儿子送回白月。看来你还是在意你儿子的。你和赫连熙成亲这么多年，他没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吗？我为什么要自甘下贱的为男人生孩子？我差点忘了，你服用太多次胭脂醉，早已经无法生孩子了。看你性格这般霸道，傅渊为了哄骗你，让你对他深爱不疑，这些年也不会找其他女人生孩子。也就是说，眼前这个少年就是他唯一的儿子了。你要夺百越的政权，将整个百越占据，归你们父子所有。皇帝，你应该清楚，即便我失败了，我身后还站着百越，边境还有几十万大军蓄势待发，只要我死了，他们便会立刻发兵，大军压境。所以你们杀不了我，那我们就可以做笔交易，我放了德贵妃，你们把我和儿子平安送往边境。我已经在让步了，你们答不答应？放你回到百越，继续威胁我大周朝。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便会立刻命令百越的大军退兵。从此以后，我们两国和平相处，100年之内不起干戈。如何确保？你说到办到。把百越的这位长公主留在大周朝当人质，总可以了吧？傅渊，你敢这样对我？想好了吗？德贵妃可是与你自幼相识，更是楚寒霄的生母。到底是之前的老臣，知道东西就是多。说起来，你和德贵妃也是老相识了。她是个什么性子，有多少本事，我以为你了解呢。母妃，云兰，韩萧那臭小子有没有把你保护好？可有受伤？我没事，母妃你可还好？母妃好得很，好久没有活动手脚了，今天抽了个痛快。连本宫都敢保，我看你是昏了头了。也不想想，本宫在西凉的时候可是亲自领兵打过仗的。这长鞭上的味道如何？上面可是沾了不少你手下的血，这会儿还没凉透呢。活该，你活该！贱男人，你背叛了我，就该死无葬身之地。大周弟，你放了我，只要你愿意将我送回百越，我便立刻让百越退兵。如果你愿意饶过傅渊一命，并且把他和他的儿子交给我来处置，我愿意再向大周献上10座城池。如果你觉得这个条件不行，我们还可以再谈。不愧是长公主啊，这出手就是大方。这傅渊负了你，你还愿留其性命？我当然要留他性命，不然怎么折磨他来解我心头之恨？单单是割给大周城池是不够的。这傅渊身为大周朝将领，深受皇恩，却背叛大周，给朕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之后返回来又勾结太子，意图谋权篡位，把整个猎场折腾得不像样子。朕要修复，可是要花费不少银钱的。我还可以给银子、粮食或者其他的物资，这些都可以谈。只要你留住傅渊的命，且把他交给我。今日这一场变故，让百越长公主受惊了。来人，还不快给长公主松绑疗伤？希儿，希儿，你听我说啊！父郎，你疼吗？我好疼啊！希儿，我错了，我应该与你共同面对困难，而不是想着用自己冷漠的态度将你送出局外，保护你的安全啊！你刚才真的是在演戏吗？当然，希儿，我平时是怎么对你的，你最为清楚了。我对你说过，此生最爱的人就是你，你还记得吗？希儿。
你为什么要一直戴着面具？为什么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究竟哪个才是真的你？放开！大周弟，我刚才所说的条件，你可答应？长公主是好不容易的来我大周朝做客，怎么也是要让朕尽一尽地主之谊。至于说你提出那些条件，为这两国的友好往来，朕会答应。不过具体的细节还要再商议商议。来人，把百越长公主带回自己营帐，好生安置。怎么样？当然是把绑本宫走的那些人全部都宰了。皇上，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留几个活口吧？不是，朕是问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皇上少瞧不起臣妾，臣妾当初在战场上还和你交过手呢。要不是兵力悬殊，谁输谁赢可不一定。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你现在都是一把年纪了。谁说的？皇上您都能再干50年，臣妾怎么就老了？臣妾不求像您那样厉害，再来个49年就足够了。杜景远身为太子，在朝堂之上结党营私，勾连官员，导致了朝局混乱，对待百姓也毫无仁爱之心，肆意剥削，草菅人命，导致了百姓怨声载道。身为太子，滥用手中权势，不堪储君之职；身为儿子，意图谋害生父，毫无孝道可言。朕下达旨意，废除楚景远太子之位，贬为庶人，自皇家族部除名。云兰，那木棉枝，木棉枝具体在何处，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平安无恙。见过皇上。这会儿猎场正乱着，五王子和七公主没有受惊吗？禁军保卫妥当，乱子平息的速度又快，我和妹妹并未受到惊吓。倒是底下的人无意间听到了些许动静，发现百越的人捆了英郡王的妾室，恰好将人救下。把人带下去，好生的休养吧。有什么事喊太医。五王子和七公主出手相救，搭救了朕的皇孙，对皇室有恩，朕记下了。等回到京都，朕会让太医加紧的研究，尽快帮助你们研制出来治疗牲畜疫病的方法。皇上，越奴也有医者，他们研究了那么久，却对那些畜生所患的疫病毫无办法。在上京住的这段时日，我屡次见识到了韩王妃神乎其神的医术，所以想请求皇上应允，请韩王妃出手相助越奴。只要解决了问题，越奴必有重谢。皇上，韩王妃乃是女眷，一介女流，怎么能抛头露面呢？韩王妃应该回到王府，好好的教导小郡王和小郡主才是。就是啊，五王子不要被骗了。韩王妃的医术怎么比得过沉浸医道多年的太医呢？没错，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王妃身为女子，相夫教子才是最主要的，医术一类不就是玩物丧志？五王子还是多考虑考虑太医院的太医，那些才是真有本事的医者。父皇，八宝和周周受到了惊吓，我带他们回去稳稳神。好，快去吧。韩王妃，五王子，太医院的大门随时为越奴医者打开，朕也极为期待能看到这两国医者友好交流的画面。是，多谢皇上。好了，都散了吧。父皇，是您啊，儿臣还以为是个幻想呢。父皇这个时候来看儿臣，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父皇，您怎么了？您是在难过吗？不对，您是皇帝，皇帝怎么会难过呢？您帮着楚含笑对付我，下手多狠辣呀！儿臣有今日的下场，全在父皇您的意料之中啊！景远，老大，是朕对不住你。父皇，您说什么呢？您是皇帝啊，忘了吗？天家无亲情，老子杀儿子，那不是常有的事情吗？儿臣是第一个，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儿臣等着看楚含萧和慕云兰的下场。景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儿臣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子，没有一日不战战兢兢。父皇，儿臣想不明白，既然您想要紧握着手中的权力不放，为什么又非要立儿臣为太子呢？朕并非贪恋权势，之所以是一直没有把大权交于你的手中，是因为你缺乏历练。皇权不是儿戏，先帝和我们楚家人费了那么大力气，才坐上了这个帝王的宝座。朕不能拿这个开玩笑，更不能够拿天下百姓当做赌注。
动不动的就是百姓，动不动的就是天下。父皇，您不觉得自己太虚伪了吗？父皇，这个太子之位，儿臣做不好，楚寒霄他也做不好。儿臣先去地下等着看你和老三是如何反目成仇的。在走入这营帐之前，朕的心中一直很纠结。朕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救你？老三一家绝不会走上你的老路。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楚寒霄和慕云兰的心胸，你信吗？只要朕开口，纵使你几次想谋害他们，甚至还想对八宝和周周两个孩子下手，云兰依旧会选择救你。不可能，慕云兰怎么可能让我活着呢？皇上，韩王妃送来了一瓶药丸，说是让奴才亲手交给皇上，还说若是皇上不知道使用的方法，就让奴才前去告诉他，他立马过来。太子看到了吧？朕没有信错人。他怎么肯？因为他不想让朕这个父皇难过，他是真心实意的把我当成父亲来孝顺，站在我的角度上来为我着想，所以宁肯自己受委屈，也愿意多给你一份包容，让你有着活下去的机会。父皇，父皇救我！朕这里还有药，就不用心送了。另外，告诉韩王妃，让她照顾好八宝和周周，自己好生歇着，其余事情就不用管了。你不救我，父皇，你竟然不救我！景远，朕一再的包庇你，才让你犯下了这么多错事，惯子如杀子，朕早就该明白这道理。你胡说！你好狠！你明明能够救我，你却要杀了我！我恨你！乖孩子，是是非非都要过去，父皇对不住你，把你养这么大，绝不能护你一生的平安。你别恨父皇，好不好？我恨你，父皇，我恨你，我恨透了你！你为什么不能只有我一个儿子？为什么他有了我又做不到？我们父子生在帝王家，你不救我，哪怕我化身成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好，你愿意跟着我，爹爹就带着你，爹爹不怕，也省得爹爹想你，还要再去皇陵。爹爹，哎，爹爹在。爹爹，孩儿，好啊！情人，救我！救我！莫云兰要害死我，还要害死我们的孩子。四弟，你还不信你三嫂的医术吗？好疼！你不是来帮我接生的吗？为什么你坐在那里不动弹？求求你，不要害我的孩子！只要我的孩子平安降生，我愿意以死来赎罪。我不明白，你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什么还要我过来？你口口声声的强调你肚子里的是个孩子，是不是等你的肚子瘪下去，发现最后只是一滩血，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楚景木，是我用卑劣的手段害死了你的孩子？不，我肚子里的本来就是我和楚景木的孩子，才不是什么血水。景木夫君，你帮帮我，快来帮帮我！妹妹，不要执迷不悟了。你怎么来了？妹妹，我再不来见你，怕是以后就没机会了。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对吧？傅明雅，你可真伟大，你竟然出卖了父亲和大伯，出卖了傅家。是，我不能看着父亲和大伯继续出错，也不能看着傅家继续为祸一方。你可真是笑死个人！如果不是父亲和大伯苦心筹谋，你怎么会当上太子妃？你以为自己就干净吗？不对，你和我不一样，你很干净。你是嫡女，是父亲捧在掌心中的存在。你只需要学习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掌握这世间最为美好的东西。因为父亲说，你将来是要当皇后的人，皇后的身上不需要有污点，所以我就成了你的影子，做尽这世上所有的卑劣之事。
你在说什么？我们两姐妹从小便同吃同住，父亲对待我们也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可笑至极！这简直是我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你学的东西我要学，可我学的东西你却看都不能看，因为看一眼就会弄脏了你那双干净的眼睛，甚至还要如那些低贱的娼妓一般去学讨好魅惑男人的手段。你想说你不知道是吧？你当然不会知道。父亲说有光就有暗，你生活在光芒璀璨之中，何曾回过头看看阴影中的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你生活的那么苦，姐姐一定会帮你的。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可怜。你这次过来，不就是知道我要死了吗？不是。什么不是？你看看楚寒霄和慕云兰这架势，把你都给叫过来了，我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而且你刚刚说漏嘴了，你说再不见我以后就没机会了。我说的不是你。哼，那你说谁？总不可能是你吧？皇帝宽宏大量，富家九族都下了大狱，可唯独饶过了你。他说话算数，总不可能事后找你算账的。是我，父权黑到了骨子里，却养出了你这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皇帝难道不知道？不关父皇的事。我之前服用过胭脂醉，那时被太子胁迫，我的身子不好，提前没有调养，服用下之后副作用极大。本来韩王妃是想帮我调养的，却意外诊出了我怀上了孩子。你肯定是慕云兰的阴谋。你之前那么多年都没有怀上孩子，怎么可能突然就有孕了？他肯定是故意这么说，然后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杀了你。不是的，虽然孩子还小，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就在我的身体里，这是成为了母亲之后才有的直觉，不会有错的。有了孩子，不代表你就会死。那个百越的大夫他告诉过我，胭脂醉只服用一次，可以美容养颜，保养容貌，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傻妹妹，你都说了那是百越的大夫，我们两个出嫁了那么久，却一直没能怀上孩子，不全都是这个百越大夫的功劳吗？什么？不可能！我之前没有孩子，是因为在服用避孕的药。可是你……我知道。什么？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在服用避孕的汤药。你……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不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你才不愿意生下我的孩子。我一直在等你回心转意，等你心甘情愿。宁妃，那百越的大夫从小便为我们调养身体，早就给我们用了绝育药，即便你不自己服用避孕的汤药，也不会怀上孩子的。为什么？百越的大夫是大伯派过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他和父亲之间存有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我并不知道。父亲和大伯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好的。不对，你说了我们不会有孕，那你怎么会有孩子？胭脂醉之所以能够美容养颜，便是排除女子身体里积累的毒素和污浊。我服用的时间短，剂量也不大，韩王妃的药丸又有奇效，帮我一并把体内残留的毒素给排了出去，所以我才侥幸怀上了这个孩子。那我算什么？明妃，你一直不肯好好的接受安王殿下，是因为怨恨他毁了你想要嫁给韩王殿下的筹谋。可你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恰到好处的在你落水的时候救下你，完全是在父亲的计划之中。你说什么？这件事是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不可能，父亲说过，他允许我自己去争取，只要我争取到了，他就同意我嫁给韩王。傅明妃，亏你聪明一世，怎么在这个时候糊涂一时了？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楚寒霄，如果让你顺利的嫁入韩王府，你怎么可能再像现在这般真心实意的帮着你的父亲对付他？所以，所谓的争取，不过是你父亲暂时安稳你的手段。你想想，你姐姐太子妃的位置，是傅家苦心筹划来的。英郡王的王妃被你们傅家造谣，想要进入东宫，结果受了英郡王的怨气，以至于被常年家暴。我在未出阁的时候听见了楚寒霄的坏话，还未出嫁，便对他满心畏惧，
甚至生了逃婚的念头。而你，成了楚景木的王妃，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我以为我和父亲把其他人当成棋子，没想到我也只是一枚棋子罢了。没错，你踏踏实实为你父亲办事，鞠躬尽瘁，手段用尽，而他对你这个女儿却没有任何的真心。而被你怨恨了多年的夫君楚景木，却是这个世上唯一掏心掏肺对待你的人。只可惜你不值得他这样做。我就是个笑话，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以为自己是执棋人，没想到却是一枚棋子，好笑，真是太好笑了。好了，只要那些污血排出来就没事了。你还来抱着我，你不嫌脏吗？你不脏，在我心里你始终干干净净。那都是假的，我这个人天生冷情，就是块捂不热的石头。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受够，这些年我可是坏事做尽。英郡王正气被厌恶，是我出的主意。慕云兰当初逃婚，不愿意嫁给楚寒萧，其中也有我的手笔。还有太子和我父亲对韩王府多番暗算，我都是马前卒。明妃，别说了。凭什么不说？今天我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和你说个明白。我想想，做过的恶太多，一时间竟不知道从何说起。穆锦柔你记得吗？她手中那个治疗太后头风之症的药方是傅家给的，还有猎场之上坠崖也是傅家的算计。我在山崖下就想给楚寒萧下药，结果没有成功罢了。你知道庄婉婉差点被风马踩死的事吧？那也是我的主意。我派人伪装成盗贼，去偷了越奴的马，给那些马下了药，又提前踩点，找好了路线。我本来是想杀了慕云兰，挑拨大周和越奴的关系，没想到庄婉婉那个傻子替他挡了灾。还有这次太子谋逆，我也知情。明妃，别说了，求求你别说了。楚景木，你可真傻，我略微用点手段就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你看看我做了多少坏事，你说我干净在哪里？明妃，我不在意。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真的是丑得让人不敢直视。楚景木，你太傻了，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孩子，我服用了胭脂醉伪装的。你之前还下定了决心，说把我困在这座荒僻的院子里，可我不过是对你服了服软，说了点好话，你瞬间将决心忘在了脑后。你以为自己一片痴心就能够换我真情以对？我说了，我喜欢的人是你三哥，是楚寒萧那样的英雄，我对你不过是谎话连篇，虚情假意罢了。因为你三哥在乎你这个兄弟，我想让他后悔，所以我故意缠着你，我拉着你从皇子的身份跌落成普通庶民，就是想彻底毁了你。我知道。你知道个屁！我是想拉着你一起死，我知道自己没有了活路，所以想拉着你一起去死，好让楚寒萧后悔一辈子。明妃，你别这样。这一世我活得太累了，下一世我不想这样了。好，若还有来世，我一定先森哥一步遇见你，我会把你从傅家带出来，让你也有机会生活在阳光之下。你怎么还听不懂我的意思呢？我是想让你放过我，这一世你把我困住了，下一世你不要再纠缠了好吗？你害了我一生还不够，连来生也不放过吗？明妃，你不是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吗？现在我让你放手，你就做不到了。我怎么能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不会，你瞧瞧慕云兰和楚寒萧，这两人多聪明啊！傅家10几年的筹谋，轻轻松松的就被他们两人给推翻了。我们傅家人都会在地下团聚的，但场面热闹得很，你一个外人就不要凑上前来了。明妃，你怎么了？你藏了毒。三嫂，你救救明妃，求你。他咬过毒囊有一阵时间了，这会儿毒素已经进入了脏腑，哪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没想到吧？
你和楚寒双恨我入骨，都想亲手杀了我，可我偏偏不给你们这个机会。明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终于能够摆脱你了。你若对我有一丝真心，就别再追来了。穆姐姐，我们过来有一会儿了。景木，傅明妃放过了你，你也放下她吧。傅家犯下的是灭九族的大罪，父皇痛恨傅家人。傅明妃的丧事，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办。三哥，玉牌就不必了，请三哥代我向父皇谢罪，就说不孝儿楚景木。来人，把楚景木带走。另外，把傅明妃的尸体抬出城外埋了，简直是混账。要是傅明妃是好人也就罢了，可是她偏偏的心如蛇蝎。楚景木即便是要死，也不能死在这样的一个女人身上。时辰不早了，我让护卫护送你们回朱颜阁。穆姐姐，我和小玉在朱颜阁里住的时间不短了，我想着回安王府去。不仅仅是我和小玉要回去，还有安王殿下。你们要把楚景木一并带走？还要劳烦穆姐姐帮安王殿下看看，他今后需要喝什么样的汤药来调理。这个没问题，我一会儿便写了药方，让人给你送过去。只是你们两个真的没问题吗？穆姐姐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照顾人可有心得了，保证把楚景木重新养胖回来。见过父皇母妃。不用多礼，快进来坐。云兰，你是不知道，我快要笑死了。远远的就听到父皇和母妃的声音了，这是发生什么好事了？也说出来，让我和韩萧一并高兴高兴。让朕来说，你们可知道今天还没到下学的时间呢？为什么爸爸和周周先回来了？难道是在学堂上闯了祸？哈哈，也不算是闯祸。老师呢，在学堂之上讲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告诉俩孩子说这瓜就是用瓜子儿种出来的。结果好巧不巧的是，今日中午给他们送去的水果里有寒瓜。皇爷爷不许说。好，皇爷爷不说啊。朕呢，偷偷的告诉你们。没事就好，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娘亲就不问了。老三，邢台那边可一切顺利？回禀父皇，一切顺利，就是百姓们群情激愤，一不小心伤至了百越长公主和傅渊。百姓们群情激愤，那必然是百越的长公主和傅渊做了什么激怒他们的事情。朕当了那么多年皇帝，还不了解自己的子民，他们这平日的性情都是温顺的，像小白兔一样。父皇所说极是，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我们大周朝百姓向来恪守仁义，如果不是贺连熙跟傅渊太过分，我们大周百姓绝不会主动伤人的。周周知道，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坏蛋们坏，所以我们好人就打大坏蛋，都是大坏蛋的错。我们周周都知道因果报应了，不错，真是不错，看来这学呀没有白上。哼，那当然，周周知道的东西可多了，而且老师还夸周周进步了。这句话老师才讲了3天，周周就明白了。3天？而且周周还学会了3个大字。哪3个？1、2、3。回头备上份厚礼，给老师和周周的伴读们送过去吧。要送礼物吗？周周可以做点心送给他们吗？送点心就不必了。你们两个这什么表情？我们周周已经很努力了。确实是有进步了。那贺连熙难怪会被傅渊哄骗那么多年，到现在还不知道长脑子。在我们大周朝的上京，竟敢如此的放肆，意图借着打压傅渊来打我们大周朝的脸，活该被砸。人还活着吗？我吩咐了，人在旁边守着，云兰也留下了药，保证他们活得好好的，清晰的感受到身上之痛苦。好，府里呢？行刑的刽子手是个老师傅，从未失手过，保证580刀，一刀不少。不错，就让傅里到地下向景远赎罪，傅家也算彻底了结了。父皇，恐怕还没有。什么？傅家人不是都被处置了吗？不是还剩下一个傅明雅？不过他现在有着身孕，总归是皇室的血脉，所以朕想着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不过你放心，朕……父皇，儿媳说的不是傅明雅，而是另外一个人。还有谁？傅炎。这个傅炎是？皇上忘记了，这傅炎便是傅渊和傅礼的妹妹，当年也是京城的风云人物。朕想起来了，这傅炎还曾经闹着要嫁给师兄，害了师兄的未婚妻。
朕还曾下令将其杖责，只不过当时没有太过切实的证据。傅渊还屡次打了胜仗，总是不好下令把他这亲妹妹打死了。云兰，你怎么忽然提起了这人呢？他不是也已经过世了很多年了吗？傅渊都能死而复生，更何况这个傅炎呢？你的意思是说，这人是也还活着？是，之前因为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便没有把我和韩萧发现的事情告诉父皇。如今人证物证齐全，所以便向父皇禀报一下。仔细说说，究竟发生了何事？这件事情还要从儿媳为二舅舅验尸开始。儿媳发现我二舅舅并非是战死于沙场，而是被虐待囚禁，且长期服用有毒的食物，约莫有1年的时间，最后才过世的。什么？之前送来的奏报分明说师兄是战死沙场，怎么会被人囚禁？难道是越奴？不是越奴，而是傅炎。什么？这段时儿臣和云兰一起调查这事。陆大将军妻子出事之后，他伤心欲绝，后来大周和越奴交战，陆大将军临危领命，傅炎女扮男装也紧跟其而去。最后传来的消息是两人双双的在战场上牺牲。京城之中曾还有百姓觉得傅炎一往情深，最后傅炎的尸体被带回了上京安葬，而陆大将军却尸骨未存。朕想起来了，确有此事。儿臣却查到了确切的证据，棺材里被埋着的并非是傅炎，而是傅渊的妻子。傅渊的妻子？是，我们找着了伺候傅炎的奶嬷嬷。经过招供，表面上傅渊在百越战场上出事之后，傅渊妻子自尽而亡，实则他的妻子在生下一个儿子之后难产而死，尸体顶替了傅炎，被埋葬入土。傅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也是儿臣和云兰至今没有想明白的地方。按理说傅渊战死了沙场，他的妻儿怀有身孕，是为傅渊留下最后的一丝血脉，这本该是一件好事，可傅里却把那孩子藏了起来，偷偷养大。在猎场之上，傅渊见到了这个孩子，十分的惊讶，也就是说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孩子的消息，结合着傅渊到了百越却一时没有亲生的子嗣，这孩子极有可能是傅里掌握在手中的筹码。还是父皇一针见血，我和韩萧之前就没有想到。你们两个做事果决，可是本性善良，很多时候容易低估了人性之恶。朕不一样，当初朕的和兄弟们便是经历过厮杀，最后才坐上了这位置。之前朕也不解，傅渊蛊惑了百越长公主，在那边手握实权，为什么还要冒险亲自到大周朝，还不惜割弃8座城池来救出傅里？如今看来，不是他想来，而是他非来不可。也就是说，傅里手中有着制衡他的筹码。父皇这样说极为有理，可单单是一个儿子，足以要挟到他吗？一个儿子还是太轻了，那么还能有什么？除了傅炎奶嬷嬷的证实，我还收到了百里竹峰的信件。他们在找到二舅舅尸骨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一名女子活动的痕迹。经过调查，就是傅炎。人证物证俱全，那就必定错不了。这傅炎既然还活着，又知晓了傅家被满门抄斩的事情，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必须要尽快把这人找出来，不能够让他在暗中生事。这些时日，儿臣一直暗中寻找，可却没有此人丝毫的踪迹。根据百里竹峰送来这信件之中所言，这傅炎被火烧了真容，整个人面目全非，加上失踪多年，他若是心有隐藏，无异于大海捞针，再想找着他就更不容易了。不过请父皇放心，儿臣会多加派人手的。好，需要多少人你自己尽管去调用，可以先斩后奏，不必事事都请示于朕。是，多谢父皇的信任。傅家上上下下竟全部是狼子野心之辈，朕本以为傅里和傅渊足够大逆不道了，没想到还有个残害我大周柱石的傅炎。如果师兄还活着，即便再加上一个枪手，我大周又有何惧？来人，快来人，立刻派人去推了傅家祖坟，尤其是埋葬着傅炎的那座坟，给朕把棺材刨出来，用火烧了。是四叔叔，娘亲，快看，是四叔叔！四叔叔！乖乖宝贝，你们怎么出来了？快到阴凉的地方坐，外面太阳大，别晒到了。景木，你们这是？莫姐姐，你来了。家里实在是没有米下锅了，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做些小买卖。府中的池塘里养了不少荷花，如今开得正盛，所以我们便做了点荷叶茶和竹叶茶，1文钱1碗，生意倒也还不错。四叔叔，你生病了吗？是啊，四叔叔生病了，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八宝不用担心。四叔叔是不是没有好好吃药？四叔叔，你的确是瘦了很多，
你是不是怕苦，所以没有按时吃药？我没有。四叔叔，怕苦不丢人的。周周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你吃苦苦的药之后可以吃糖糕。不过糖糕也不能多吃，因为会有小虫子来吃你的牙齿。所以吃完了糖糕，你要记得去刷牙，不然黄爷爷和祖母会打屁屁的，知道了吗？知道了，四叔叔记下了。齐木，八宝和周周好不容易能够休息一天，要不你替我带他们到街上去走走？哎呀，我陪他们一路走过来，脚都走疼了。好，四叔叔带你们去玩。文文姐，你刚刚拦着我做什么？我也想跟八宝和周周玩。难得公子有心情出去走走，就先将八宝和周周让给他吧。木姐姐，你来尝尝我们煮的凉茶吗？可好喝了。好啊，正好一路走过来，口渴了。四叔叔，你快看，是糖糕哎！是糖糕，八宝和周周想吃吗？四叔叔请你们。八宝不吃。怎么了？八宝不喜欢吗？四叔叔的钱够吗？放心吧，四叔叔今天挣了不少的铜板，刚好能买2块糖糕，你和周周一人1块。那就不吃了。那周周也不吃了。怎么了？周周不是最喜欢吃糖糕了吗？可是四叔叔手里的钱只能买2块糖糕啊。这样不是正好吗？你们2个一人1块。那四叔叔你怎么办？妹妹说的对，我们2个吃了，四叔叔你要怎么办呢？你也怕苦啊？四叔叔是大人了，大人不怕苦的。大人不是不怕苦，大人是喜欢逞强，这样是不对的。我娘亲说的。老板，要3个馒头，我四叔叔请客。不用钱的，我请小公子吃馒头。娘亲说了不可以，而且我四叔叔有钱，他自己挣了好多铜板呢，可厉害了。我四叔叔会卖凉茶。四叔叔，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是馒头不好吃吗？四叔叔这2天眼睛上火，风一吹就要流眼泪。我没事的，馒头好吃吗？好吃的。四叔叔以后会请你们吃很多好吃的，好不好？那我们拉钩。哥，快来拉钩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了谁就变成大旺了。木姐姐，你扭头看看，如此大的变化，明显是疯了吧？木姐姐，你说这活不下去和疯疯癫癫哪个更好些？应该差不多吧。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就疯了呢？娘亲姨姨们好，四叔叔请我们吃馒头了。三嫂，我四弟，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需不需要我帮你诊诊脉？三嫂，我没事，我的病全好了。木姐姐，公子都说他好了，应该就不用诊脉了。那就好。四弟请了八宝和周周吃馒头，那我这个做三嫂的就请你们去吃午饭吧。反正都欠了三嫂许多银两了，也不差这一顿饭钱。等以后挣足了银子，加倍的给三嫂还回去。三嫂，以前我不懂事，让你和三哥费心了。没什么的，当初我和你三哥有困难，你不是也鼎力相助吗？三嫂说的是，我这条命是三哥三嫂拉回来的。从今往后，你们但凡有所需要，我便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弟弟在此以茶代酒，敬三嫂一杯。公子，时辰也不早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四叔叔，你跟着两位姨姨回去吧，记得要乖乖的哦，要按时吃药，不能因为怕苦就不吃。好，四叔叔记下了，一定好好吃药。这样才对，四叔叔要记得药不能停。四叔叔的乖乖大宝贝，你们真是太好了。四叔叔以前糊涂，竟然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你们去玩。没关系的，知错能改就是大皇善。妹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善大着呢。现在看样子，除了精神太过亢奋，倒是没有暴躁的症状。回去之后仔细观察。刚才八宝那句话说的不错，一定要记住，药不能停。莫姐姐放心，他要是敢不吃，晚上我们给他绑了，掰开嘴硬往里灌。三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准备今天一早入宫向父皇请罪，你觉得呢？四弟，你今天吃药了吗？吃了，还不小心吃多了几颗呢。
四弟，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好，要不然就改天入宫罢了。以前如同被鬼给蒙了眼，直到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险些去了大半条命，这才突然醒悟，以前的我真的是做错了太多的事。现在我一心只想弥补，首先这第一件，自然是得向父皇道歉。三哥，你放心，入宫之后我一定诚心认错，哪怕是被父皇打死，我也绝对不会辩驳一句，惹他生气。也好，那我随你去。这认错的话，等着早朝结束，我带着你单独去见父皇。那怎么能行呢？当初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抛弃了皇子的身份，惹得父皇百般伤心。如今既要认错，自然也应该在文武百官的见证之下，如此才显得有诚意。好，那么就走吧。这是哪个朝廷新进的官员？怎么瞧着如此的眼生？楚景木这个逆子竟然是入宫了。父皇，儿臣来向父皇认错。你这人毛病还真不小，好端端的怎么随意叫别人爹？朕怎么不记得还有你这么个儿子呀？父皇，以前是儿子不懂事，如今儿子前来请罪了。你请什么罪啊？儿子当初为了心中执念，抛弃了皇子的身份，执意要求父皇将儿子贬为庶民，没有顾及到父皇的心情，此为不孝。身为皇子，享受了皇家多年供奉，却因为情爱只顾小家而忘却大义，此为不忠。如今儿臣幡然醒悟，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还请父皇再给儿子一个机会。你若真的醒悟，自然是好。不过你当初自愿抛弃皇子的身份不要，现在这么一句醒悟，就想着把身份拿回来，世上可是没这般便宜的事情。父皇，儿臣只是想真心的向父皇认错，获得您的原谅。对于皇子的身份并不奢求，只希望父皇不要再因儿子的事情而感慨伤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哪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庶人，也一样能够报效家国。事出反常必有妖，之前这个儿子还要死要活着呢，如今这忽然间变得觉悟这么高，这是忘记吃药还是吃错药了？楚寒霄都摇头了，难不成情况更恶劣？总不能是老四这个逆子命不久矣，如今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了吧？别说他一心想着自尽，还真是有这可能。有事起奏，无事退朝。父皇，父皇，您即便是再怎么生气，也不能够拿脚踹。那个朕刚才也不是故意的，正想事情整日想得正专心，忽然间这一个大黑耗子冲了过来。父皇，那是四弟，哪里是什么大耗子呀？景木，你怎么样？除了感觉鼻子矮了点，其他的还挺好的。你说你这孩子有什么话好好说，动不动就扑过来抱到朕的腿，那朕能不提你吗？是儿子不好。韩笑，老四他难道是？是啊，父皇想的没错。老四，你什么时候的事啊？为什么是不早早的告诉父皇啊？父皇，儿臣昨天见了三嫂和八宝、周周，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见了你三嫂，难怪。怎么会这样呢？儿臣也着实是没想到。你问云兰了吗？还有什么办法治一治的吗？儿臣询问过，可是云兰说她对这方面不是很擅长，也想不出来什么太好的办法。如今只能是什么都顺着四弟来吧。老四还这般年轻。父皇，四哥，你们在说什么呢？没什么，朕不怪你了。一会儿朕就下旨恢复你安王的身份。父皇，您这是原谅儿臣了吗？这父子哪里有隔夜的仇啊？我这个当父皇的还能真的记恨你吗？你能想开了，比什么都好。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情了，今后的每一天都好好的活着。父皇放心，儿臣一定会好好生活，在父皇的膝下尽孝，再不让您费心了。你这个混小子，以前让你爱惜身体你不听，如今你倒是想着在父皇的膝下尽孝，你又能活几天呢？父皇，景木只是脑子受刺激过度，一时间疯了，他应该可以活很久的。疯了？他不是回光返照吗？父皇，三哥，你们在说什么？父皇，您以为景木是回光返照，所以才忽然的醒悟了？难道不是吗？他以前那么执拗，为了那个傅明妃要死要活的，忽然之间过来找我认错，必定是没几日活头，回光返照，大彻大悟了呗。没有，父皇，你想多了。他的身体虽是消瘦，但受云兰给的药调理着，并无大碍。仔细再调养一阵子，就可以彻底恢复了。等等，不是回光返照，那么他怎么忽然间就想开了？这正是儿臣想跟父皇说的，没想到父皇想错了。他之所以可以想开，就是因为人已经疯了。疯了，疯了也好，当个疯子总比整天想不开脑子进要好。是啊，父皇，三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没疯，
就是突然之间想开了。昨天你三嫂是不是帮你查看过？倒是看过。那还能有错吗？你三嫂什么医术啊？还能误诊了？可是儿臣觉得自己的思绪还挺清晰的，不像是疯了呀。凡事不能凭着自己感觉，要听专业医者的话。你是相信感觉，还是相信你三嫂的医术？我肯定是相信三嫂的医术。那就没错了，你就是疯了吗？是吗？父皇，儿臣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要不再请几个太医帮儿臣瞧瞧？也好，多请几个太医一起帮你治疗，说不准就可以让你恢复健康。回禀皇上，四公子有些气血不足，脾胃失和，不过脉搏倒也还算是平稳，而且体内有一股别样的生机支持着，很快就能够恢复康健了。陈院长，那你有没有诊断出我有什么别的病症？除了身体太过虚弱，导致有些尿频以外，应该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个就别说了，我问的是精神方面，我有没有可能是疯了？这四公子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原来帮他看过，说是疯了。那肯定没错，疯了，一定是疯了。你来帮我诊一诊。韩王妃医术高深，诊断的肯定是没错的。四公子你疯了？原来我真的疯了。爸爸，你如今都已经是疯了，朕也是懒得再生你的气。父皇，您放心，三嫂都拿儿臣的病没有什么办法，将来是治不好的。儿臣以后会继续疯下去，绝对不会再犯正常时候犯过的错误。说的也是，不过你三嫂可不是一般人。朕听那些太医说了，你三嫂研究起医术来，那可是一看就懂，一点就通。你多注意点儿，别一个不小心就让你三嫂给你治好了。是，父皇放心，儿臣以后如果没有什么大病，尽量不去麻烦三嫂。好啊，瞧瞧，才多长时间呢，就把自己弄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朕派个太医去你的府上，盯着你按时吃药，再帮你做一些药膳什么的调理饭。不用，儿臣决定这些时日就赖在皇宫里，跟着八宝和周周一起吃喝。你赖在宫里干什么呀？八宝和周周现在要上学，每天时间紧张的很，哪里是有功夫过来理你啊？儿臣虽然性子不着调，但是学问方面还是可以的。儿臣去给八宝和周周当个老师如何？快打住！你自己可以吃几碗饭，难道心里没个数吗？你去给八宝和周周当老师，当个反面典型还差不多。当反面的典型也行啊，儿臣现在都疯了，脸皮厚，也不怕丢人。你不嫌丢人，朕嫌丢人。万一八宝和周周被你带坏了，朕哭都找不着地方。儿臣能够醒悟，多亏了八宝和周周，反正儿臣要留在宫里陪着他们。父皇您要是不乐意的话，儿臣可就躺到地上打滚了。你说什么？撒泼打滚，阴暗扭曲爬行，反正儿臣豁出去了。你这个逆子，你看朕今天抽不抽死你就完了。父皇，景木还病着呢，您别跟一个疯子计较。就他会疯啊，朕也疯了。朕今天不抽他，心里憋屈的要疯了。父皇，景木身体还没恢复，等他养好了再打就是了。先记账上也不差这一两天的。至于八宝和周周那里，儿臣会告诉两个孩子，让他们好好照顾一下景木这个四叔叔。还是三哥疼我这就去看一看乖乖八宝和周周，向他们传授一下我当年学习的经验。逆子，看什么看啊？你也是逆子。是，儿臣知道。父皇别生气了。哎呀，周周的脑袋里有线团，好多的线团。乖乖大孙女，这是怎么着了？什么线团？你吃点心的时候把线吃进去了？皇爷爷，妹妹看着你来回走路，脑袋转晕了。那还好，都怪皇爷爷不好，把我们周周大宝贝都给转晕了。皇爷爷，周周现在好了，那些线团不见了。皇爷爷刚刚在担心什么？八宝可以帮忙吗？这件事情只能是让你们的娘亲出面了，哪怕朕这个皇帝能帮上的忙都十分有限。为什么非得让娘亲出面？因为娘亲是女孩子吗？不是，倒不是因为性别，而是有人质疑你娘亲的医术。那八宝可以帮忙啊。难不成八宝还懂医术吗？懂啊。就是说嘛，你小小年纪肯定是不……等一下，八宝乖乖，你懂医术？皇爷爷，哥哥可厉害了，娘亲的那些书，哥哥看一遍就记住了。哥哥还能给人看病，周周吃多了点心肚子疼，也是哥哥帮我按摩的。哥哥说了，吃撑这件事不能说的。八宝，你真懂医术？略懂。来人，立刻把太医院的张院正等等，不光是张院正，
再选其余几名当值的太医一并过来。皇上，您的意思是说，让臣等和小郡王比试一下医术？真让你们比，认真的比过就是，别现在这不以为意，待会儿输得一塌糊涂的。小郡王，不知道您的医术是跟着谁学的，又比较擅长哪一科呢？张院长，我的医术是跟着娘亲学的。若说擅长哪一科的话，应该是全科。那不妨我们先考一下论证，小郡王意下如何？好。好了，八宝说了许多，嗓子该疼了，快喝些燕窝粥缓缓啊。皇上，小郡王实乃是天才中的天才，单单是医术论证，我等着实比不过小郡王啊。那是自然了，也不看谁的孙子。要真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该好好的反思反思。多大年纪了？真的乖孙子多大了？你们研究那么多年医术，真的乖乖孙子不过是4岁，可是这差距嘛，云泥之别呀。好了，你们也不必过分的纠结。八宝是朕的皇孙，是我们老楚家的血脉，又是天降福星，是身负大气运的人，自然并非常人可比的。朕的皇孙如此优秀，那么以后的医术争锋，是不是可以让他也上去露露面啊？皇上英明啊！底下那一帮居心叵测之人，闹出了这么大动静，这比试肯定不是一场就结束的。若是每一场都由云兰自己来，未免是太给面子了。到时候让八宝上，那些人如果是赢了，他们胜之不武；若是平局，就是跟4岁孩子一个水平；若是输了，那就太好笑了。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把大牙给笑掉了。皇上真英明啊！八宝，外面的那些人，娘亲能够应付，你不必为了娘亲。八宝没有勉强，八宝就是在帮娘亲出气。八宝要把那些瞧不起娘亲的人通通踩到脚底下。好，那这几日八宝就好好准备准备。娘亲那里还有一部分医书，一会儿让人拿过来，你翻一翻。好。你们瞧瞧，韩王妃这边都是些什么人呢？韩王虽然有战神之称，可丝毫不懂得诊病吧？2个小娃娃就更儿戏了，虽然长得是浴血可爱，但是可爱又不能治病啊。谁说不是呢？后面坐着的2个都是太医，那个年轻的瞧着顶多20出头，还是个新手，唯独张院长还有几分医术高深的样子。就那么一个人，如何能和济世堂的大夫们相比呢？你们瞧瞧，济世堂这边一看便是人才济济。韩王妃有礼，王妃就找了这么几个人，这是主动认输了吗？小子，该你派上用场了。师傅，这样不好吧？你说什么？这位公子说错了，我是不打算上场的。临到场上又怯场，不敢比了。你等一下哈，韩王妃，你能站起来一下吗？我的意思是说，论医术，在座各位都是垃圾，用得着大张旗鼓的来人和你们比试吗？韩王妃只要略微出手就已经是极限了，等着被打得落花流水吧，垃圾们。好了，韩王妃，您请坐。你庶子，你怎敢如此大放厥词，简直是不知所谓。反弹。你也是学医的，小年纪怎么不知道尊师重道呢？你倒是不年轻了，就是不怎么会说人话。黄口小儿不懂礼仪。反弹。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脸皮怎么就这么厚呢？就是，我们好歹也是沉浸医术多年的前辈，这般无礼实在是不堪学医。反弹，全部反弹。诸位都是学医的，应该知道呢，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没人替的道理，怎么还这么暴躁呢？你们这修身养性的功夫不到家呀！一把年纪了，火力太旺，转头给自己多灌点凉茶。毕竟这研究医术那么多年了，还没把修身养性这几个字学明白，实在是废柴啊！师傅，刚才我是不是发挥的不太好？没有，你发挥的恰到好处。韩王妃，这场比试比的应该是医术，而不是谁的嘴皮子耍得利索吧？你是何人？这位是我们济世堂专门请来的神医妙手吴春来。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春来这个名字很好，就是配上这个姓吧。那个，诸位不用管我啊，我这笑点就跟狗屎一样。哎，我不是说你们像狗屎啊，我就是觉得，那个算了，你们忽视我就是了。韩王妃，吴神医的名号可是响彻江南的。哦，我在江南也小有名气。吴神医可是师承前朝医仙，本王妃的师公乃是当今鬼手医圣。这些东西比来比去的没什么意思，到底还是要在医术上见真章。行吧，比医术就比医术，
省得再说下去，又气晕几个就不好了。之前我们约定好，每个人寻找5个病人，互相给对方的人医治。只是如此一来，未免显得太过于单调。既然要比试，自然要比得全面，如此才能确定到底谁是花架子。韩王妃以为呢？要比试的是你们，随意更改规则的又是你们。不过本王妃倒是无所谓，说吧，要怎么比才显得全面？这第一项比试自然是要比辨认药材，韩王妃以为如何？可以。韩王妃，请吧。韩王妃若是知难而退，可以直接认输啊，正好也能节约时间来进行下一步的比试。这些都是药材，小郡王可不要乱动啊。韩王妃该不会是知道自己必输无疑，所以让自己的儿子上前，故意将药价打翻，好毁了这场比试吧？那可就说不准了。爹爹爸，这一关考的是辨认药材，可是要爹爹帮着你把盖子打开。韩王妃，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让一个孩子去辨认药材吗？儿戏，实在是儿戏。那孩子不过4岁，字都没认识全呢，怎么可能会认识药材呢？韩王妃，我们这场比试可是很正经严肃的，本事不如人直接认输就是了，这不丢人。可是输不起，直接派一个孩子上前捣乱，那脸皮未免就太厚了。都闭嘴！谁敢打扰我哥哥，就把他拖下去，让急先锋咬他的嘴。是，谨遵招降郡主令。瑞影哥哥，我说，你来帮我把这些盒子换个位置。是。第5排第2个和第3排第4个交换，第5排第4个和第1排第3个交换。这是在做什么？还能是什么？当然是耍着玩了。真是胡闹啊！好了，换完了。这些药材既是你们找来的，想来应该全部都认识，对吗？这是自然。那找个人上来同我比一比，看看我们谁能更加精准的说出每个盒子里装的都是什么。怎么，连我一个小孩都怕？小郡王，你确定？没错，为了防止你们说我作弊，我可以先说药材的名字，你们记事堂的人后面说，我说一种，他说一种。好，好了，小郡王先辨认吧。那就从第5排第1个横着开始。第1个盒子里装的是鱼脑石，该你了，你说是什么？小郡王，你连看都没看，盒子的盖儿都还没有打开呢。你辨认药材还需要看吗？那不是闻一闻就知道吗？啊，不可能，小郡王该不会是胡乱的说了一味药材来蒙我的吧？我说呢，怎么可能闻闻味道就能分辨药材？一定是胡说了一味药材的名字来应付了事。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怎么能如此的心存侥幸呢？医术一道，最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可容不下半点的马虎。本王今天才知道，你们记事堂大夫一个个皆是可以口吐原话。韩王殿下误会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怎么会？我看你们随意污蔑人的本领倒是大得很，当着本王以及众多官员的面都如此不知道收敛，可想而知是私底下是何等的猖狂。去把那盒子打开，给在场众人看看，里面这药材是不是鱼脑石？是鱼脑石，真的是鱼脑石。这太神奇了，闻闻味道就能分辨药材吗？鱼脑石味道很大，你都没闻出来吗？那说第2个盒子里面装的是海金沙。没错，里面的确是海金沙。哟，本事不如人，直接认输，这不丢人。可30好几的人了，辨认药材的本领却比不过4岁的小郡王。不承认不说了，还学人家说话，那脸皮可太厚了啊！什么学舌？我可没有。海金沙的味道极为的好分辨，味道甘甜，而且带着一股咸味儿，和鱼脑石一样，都有通利湿热、清淋止痛的效果。这位老大叔，你确定吗？这位老大叔，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要再凑到盒子那边仔细闻一闻吗？其实我刚刚闻错了，这个盒子里装的应该是黄柏，这个盒子里装的应该是黄柏。黄柏你知道吗？也是用来治疗淋症的。这2种药材的味道的确是有些许的相似之处，我刚才也闻错了，这盒子里面装的是黄柏，我确定。哼，我骗你的，其实我第一次没闻错，这里面装的就是海金沙。哥哥厉害，哥哥好棒，哥哥打败学舌的大坏蛋。原本我以为这记事堂的大夫只是有医术却没有医德，如今看来真是连医术都不行了。一个小孩子都可以通过味道来分别出药材的种类，学了那么久医术的大人却做不到，反调转过头来在一个小孩的身上耍心机，怎么好意思舔那个大脸继续活着的？就是，连4岁的孩子都比不过，
赶紧滚回家里面去种红薯吧。这话说的不对，红薯不要面子的吗？被这样厚脸皮的人种，那还不直接羞愧的死地里啊？这才说到第2味药材呢，不继续比了吗？我还以为这些药材都是你们自己找来的，每个人应该都对他们极为熟悉才是呢。没想到连最基本的根据气味判断药材都做不到，你们好笨呢！你们连我哥哥都比不过，怎么好意思找我娘亲比试的？哥哥的医术就是娘亲闲着没事的时候教的，哥哥都还没有正经学呢。你们不行哦，非常非常的不行，妹妹，他们虽然没有自知之明，可还是有优点的。什么优点？志向远大。小郡主，小郡王的意思是说呢，济世堂这些人就像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分明肚子里是没什么东西，反倒这一心想着跟韩王妃一较高低，可不就是志向远大吗？癞蛤蟆好丑的，周周不喜欢。这第1场比试还要继续吗？吴神医，你的意思呢？韩王府的小郡王小小年纪便能够通过气味来分辨药材，这天分实在是万中无一，能有这样的好苗子是整个杏林界的幸运。这第1场比试就到这里吧，就当作是我们济世堂输了。呵呵，刚才只以为你们是志向远大，没想到竟还厚颜无耻。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什么叫做就当做你们输了？八宝，把其余的药材名字给济世堂的诸位大夫说一说。阴钱草、车前子、通草、扁絮，这3个盒子并没有什么味道，因此不能通过味道来分辨具体的种类。月影哥哥，帮我将盒子打开，这几种矿石的确也能入药，就是很少会用到了。刚才是我一时口误，这第1场比试的确是济世堂输了，我们甘拜下风。那第2场比什么？比医术典籍。身为医者要博览群书，记住各种病症以及相应的药方，如此。这次谁来跟我比？你们谁来跟我比啊？快说快说！还请小郡王稍等，我们商议一下。不用那么麻烦，你们要是挑不出什么人来的话，干脆一起上好啦。你们刚刚不是一副很着急的样子吗？怎么现在让你们一起上，来节约时间又不肯了？这脸放在外面不是给别人打的吗？早打晚打都是打，你们想开点儿，能被我们小郡王打，也是你们上辈子祖坟冒经验了。不想比就直接认输，不要在这里拖延时间了。蓝爷，你看。吴神医，不着急，好戏都在后头呢。说起来，别管是辨认药材还是背诵医书，不过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本事，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如何治病，不是吗？好，那就比吧。你们继续说方子，怎么不说了？这第2场比试依旧是小郡王赢了。小郡王威武霸气啊！小郡王天下无敌。还请在场的诸位安静，这第3场比试才是重中之重。韩王妃，请把小郡王带下去吧。第3场不是比治病吗？让我家八宝来吧，他对看诊也有些研究。没错，我替娘亲出手，把你们通通打趴下。这恐怕不行。韩王妃难道忘了，在宫门口您可是亲口答应自己上场比试的？再说了，韩王妃之前还说自己颇有些名声，现在总不能一直躲在一个孩子身后吧？既然吴神医都说了，我再不上场恐怕难以服众。宝宝乖乖，你过来休息一下，吃点点心吧。娘亲速战速决，待会儿我们就回去了。娘亲加油！把你们找好的病人带上来吧。前2项比试都是我们济世堂提出的，这最后一项比试理应该由韩王妃先把病人叫上来，免得我们济世堂赢了，还有人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很不公平。行，那就按照这位吴神医说的来做。瑞影，病人你找好了吗？回禀王妃，按照您的吩咐，找了5个人。好，将5位病人请过来吧。韩王妃这是瞧不起谁呢？这5个人都不用过多的诊脉，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是得了什么样的病症，就这也值得拿出来比试吗？就是，这还有什么好比的？如此简单的病，我都不屑于出手。诸位都是当了多年医者的，难道在你们眼中，这生病还病出个3、6、9等来？一眼就能看出什么病症的人，不值得你们出手医治？
若你们人人都这般想，我看这济世堂还是早日关门的好。韩王妃不要小题大做了，我们并没有瞧不起病人的意思，只是觉得王妃没有认真对待这次的比试。你们倒是认真对待了，只可惜输了个彻底。若真是对医术如此苛求认真，那回头就多闻一闻药材的味道，多看一看医书，而不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争名夺利，如何与他人比试上面。好，韩王妃说得很对，上京那么多百姓，每天都会有很多人生病，尤其是碰上了冬日严寒难熬的季节，得了风寒的人更是一抓一大把。风寒这本是普通病症，可也是会死很多人的。今年这冬天，因为有着无忌堂的存在，因风寒而死的人减少了大半，能把这最普通的病症给治好了，治精了，同样是难得的本事。这位老哥说得好啊，没想到老哥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子，竟也懂得这般道理。回头啊，一定去我的府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喝酒就算了。嘿嘿，老大哥，你不认识我吧？我是修国公，是韩王妃的爹爹。你瞧见了不？韩王妃那是我的乖乖女儿，我告诉你，她可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孩子。我儿子那也是顶好的。老大哥的儿子多大了？可有婚配？国公爷不要和我当家的计较，我在一旁看着也觉得韩王妃极好。我们已经诊完了脉，开好了方子，还请韩王妃评判一下吧。下官看这张方子倒是对症。的确是对症。把那5个病人抬上来。抬上来？这是连走都不能走了。看来济世堂为了赢得这场比试，可真是绞尽脑汁啊。是啊，韩王妃找到的病人患的都是普通常见的病症，可到了济世堂这边，病人都是用抬上来的，想必定是病入膏肓了。这可是医术的比试，自然就要拿出全部的实力，只看普通的病症能比出高低来吗？分明是韩王妃不重视这场比赛，你们还赞同起来了，真是好笑啊。是啊，普通的病症别说是韩王妃了，就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大约都知道该吃什么药才能好。既要在医术上现真章，那就应该挑选一些疑难杂症，如此才能确定谁才是有真本事。八宝和周周有些困倦了，华健，你将2个孩子带下去休息。八宝，你身体不好，刚才比试又耗费了心力，待会儿下去之后别忘了吃药。娘亲放心，周周会盯着哥哥吃药的。我好难受，喘不过气来，救命！这位太医，你要做什么？这些病人是我们为韩王妃准备的，而你之前便说了，自己不是过来比试的。既如此，就不要随意插手，以免影响了比试的结果。你们没看到这位病人情况危机吗？韩王妃只有1个人，不可能同时给5个人治病的。我身为医者，怎么能看着病人身陷险境而不出手救治他？医者每天要给许多人看病，首先要分清的就是轻重缓急。韩王妃医术那么高深，更应该明白这一点才是。他都不着急，你着急什么？你们找过来5个快病死的人，让韩王妃来诊治，到底安的什么心？你们心里清楚。不就是他们5个已经病入膏肓了，随手生命危险吗？看他们这样子，分明是之前没有用药控制。你们不就是想着让韩王妃救治不及，最好死伤1、2个，好败坏王妃的名声吗？你这个小年轻可不要含血喷人呐！我们也是昨日才找到了这些病人，什么时候故意不给他们用药控制了？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否则我们可要一纸诉状告到顺天府衙，请求顺天府尹大人帮我们主持公道。哼，见过不要脸的，还没见过像你们这般不要脸的，还要去顺天府衙告我？谁不去谁孙子啊！我还要告你们草菅人命呢！济世堂的人让开，不许阻拦于太医为病人诊治。若是真的因此耽搁了病情，闹出了人命，本官可就是见证人。邢大人都开口了，还是不要阻拦了。再者说，我们济世堂来了这么多人，对韩王妃而言本就是不公平，还请那位于太医前去帮忙吧。什么不公平？说好的比试就是比试。韩王妃，你若是没有本事同时给5个人看诊，大可直接认输，接下来就由我接手。我一个人可为他们治疗，不必像你一般还需要旁人帮衬。韩王妃，你治疗的那个青年得的是类痛的症状，已经持续多年，不管用什么样的药都无法缓解，虽然难受，但是却并不致命。你应该先给旁边的那位老者看病，你再不帮他，他可就真的要死了。救救我吧！求求你们了！韩王妃，你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先救病情最是紧要的老人？你之前还说治病不分3、6、9等，如今倒好，放着病情更为严重的老人不救，反倒一心治疗这个年轻人。你还是回到王府后院，好好做你的韩王妃，不要再出来打着治病救人的名号出来招摇撞骗了。韩王妃，多谢，救命！没事，快躺着吧。这位吴神医，有理不在声高，有没有本事不是说2句风凉话就能决定的。你既然知道治病救人的时候要先救那些病症严重的，怎么看不出来我刚刚治的病人伤到了内腑，表面正常，实则内脏流血不止，命在旦夕呢？吴神医怎么不说话了呢？刚刚不是说的还挺带劲儿的吗？这病人还有劲儿大声嚷嚷，说明还能撑一阵。越是闷不作声，话都说不出来的，才往往是真的情况危急。这么简单的道理，吴神医怎么就不懂呢？你的那位师傅没有好好教导你吗？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还是少说话的好，以免误人子弟。我下去换身衣服。吴神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还有病人躺着呢，你怎么好意思直接下去换衣服呢？难不成在你的眼中，病人的危机还没有你的衣衫整洁来的重要？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娘不是好了吗？怎么现在却出现在这儿啊？韩王妃，我娘好转了几日，突然又开始发作，而且咳嗽的比之前要更加厉害了。再去吃济世堂的药，却怎么都不管用了。无极堂那边又没有开门，所以填用了什么药？韩王妃，这是让你来看诊，怎么你反过头来询问我们了？姓吴的，床上躺着的是我的老娘。韩王妃问你们什么，你们赶紧说就是了。之前就是你们告诉我一定会帮我娘治好病的，结果吃了那么多的药，我娘不仅没好，反倒是越来越严重了。说是我娘有个3长2短，我就把你们全部打死，统统给我娘偿命。当初我没想去找韩王妃闹事的，是你们找到我，非说我这段时间花了多少冤枉钱，非说无极堂是多么的黑心，还说能够确保我娘完全康复。我真是信了你们的鬼话了，结果我娘旧疾复发，你们用了那么多药下去了，我娘的病不仅没有好转，反倒是越来越严重了。韩王妃，之前草民冒犯了您，草民愿意领罪，可草民的娘亲是无辜的，请您一定要治好的。韩王妃，那位老人之前用了百步、沙参和天都，都是润肺养肺的良药，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倒是越吃越没精神，到现在已经是昏迷不醒了。这位老人得的是肺痨之症，初期用你刚才说的那几味药倒是对症，只是他拖延的时间有些久了。最主要的是他年纪大了，身体阴阳两虚，应该服用补天大燥丸，滋阴补阳，调理肺气。原来如此，多谢韩王妃指教。没想到我济世堂中混入了内鬼，哼！韩王妃可真是手眼通天呐！比不得你，本来就快要调养好的病症，硬生生的被你们给耽搁了。如今这位老人怕是时日无多了，早些准备后事吧。这是什么？韩王妃，不是我不救，而是有些病症非人力可挽回。你母亲得的肺痨之症本就是极为难以根治，而且容易复发。之前若是一直好生调养着，还有治愈的可能。如今服用的药不对症，导致病情加重，耽误了良机。都怪我，大哥将娘交给我照顾，我却出了这样的差错。韩王妃，我大哥快回来了，求求您快想办法让我娘多支撑一段时日，至少也要让我娘和我大哥见上最后一面呢。大哥还有几天回来？估计还有半个月吧。我大哥是个商人，在边境做买卖。我可让你母亲多支撑半个月，只是需要用很多珍贵的药材，花费的银两也不少。而且你母亲还要忍受痛苦。好，花费了再多的银两都行啊，只求韩王妃能让我母亲再多支撑一段时间，恳请韩王妃帮我娘减轻一下痛苦，我不怕花钱，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怎么可能啊？那老夫人分明已经没救了，绝不可能再延寿半个月。你这个庸医，你敢诅咒我娘，我今天非要打死你！行了，不要吵吵嚷嚷的，这里还有病人呢。给另外2个病人的药都准备好了吗？回禀王妃，都已经备好了。将肚子隆起的那个病人带到后面去，准备好弓头，然后给他将药灌下去即可。至于另外一个，就在这里放着吧。那个人肚子那么大，莫不是怀了鬼胎吧？男人有孕，必定是做了亏心事，被小鬼给缠上了。韩王妃，这个男人是不是会生下一个鬼娃呀？男子不可能怀有身孕，他肚子隆起，里面都是一些虫子罢了。
这人手指和膝盖的关节略有些粗大，身上还带着一股海腥气，应该是生活在海边，常年以捕鱼为生，而且本身有吃鱼块的习惯。生着吃鱼虽然鲜美，可里面会藏有虫卵，吃得久了，虫卵便会在人的体内孵化，形成各种寄生虫，喝生水也会有几率染上病症，所以一定要把水烧开了再喝。原来是这样啊，韩王妃果真是见多识广，看病人一眼便知道是什么了。这比试还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吗？还比什么比呀？韩王妃赢了个彻彻底底呀！比试还没有完成呢，当然没有分出输赢。那不是还有一个病人吗？韩王妃好像是刻意将人给忽略了，这是为何？不会是治不了吧？来人，把吴春来和济世堂这所有人通通的扣押。韩王妃，你这是做什么？我不过是说了两句质疑的话，你这就要以势压人吗？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和本王的王妃说话？把他拖至旁边的病人那里，让他睁大眼睛瞧瞧，他究竟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带来了京都。这病人怎么了？他患有心急之症，前些日子刚发作过，现在快都咽出口鼻，离远点儿。韩王殿下，这是怎么了？这就要问问济世堂的人，你们把一个生了疫病的人带入京城，究竟是何居心？疫病？那人得的是疫病，那我们……你们竟然敢把生了疫病的人带入京城？济世堂这是不想比试呀！哎呀，这是想拖着整个上京的百姓共同下黄泉吗？韩王殿下，今日别院之中来了不少的人，每个人都有感染的风险，绝对不能让人轻易的离开。另外，必须得立刻……臣见过韩王殿下，按照殿下的吩咐，琼花别院已经全部封锁，另外已经派人控制了所有接触过疫病病人的人，且已派人前往病人的家乡查探具体的状况。动作一定要快，把这消息散布出去，让全部的百姓加强防范。禁军分批分片的管控京城，若是有人身体不适，绝不可隐瞒，必须要及时的上报。吴济堂掌控着有关治疗疫病的药方，及时上报，积极治疗，便可以确保康复。若是刻意隐瞒，制造恐慌者，就地格杀。是，臣立刻传令。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并不知道这人患有疫病，也不是故意把他弄入京城的。这场比试可算是分出了胜负。当初在洛城，的确是你研究出了治疗疫病的药方。不错。是吴某莽撞行事，损伤了韩王妃的名声，要如何处置，悉听尊便，绝无怨言。听你的意思，有人告诉你治疗疫病的药方不是我研制的？是。谁？这我不能说。那个感染疫病的病人是你故意带入京城的？这怎么可能啊！我是大夫，身为医者，怎么可能故意让疫病传播呢？你可以把我关入大牢，流放也好，砍头也罢，我都认了。可你不能把脏水往我身上泼。之前这人身上并无疫病的症状，是我医术不精，没有提前察觉。单单治你一个人的罪恐怕还不够。你们济世堂打压我的无极堂，肆意造谣，这笔账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算完的。小师妹这话说的不错，他们济世堂太可恶了，必须狠狠地惩治他们。你刚刚叫我什么？小师妹啊，我们两个不是早就心有灵犀了吗？来人！小师妹，你找的这个夫君好凶啊！师兄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你真的是我师兄？这还能有假？师公特意把我从山里面给薅出来的，我这才知道自己竟然有了一个倾国倾城的小师妹。早知道你生得如此美貌，5年前我就来抢亲了。小师妹，你看他这么凶，平日里不会家暴你吧？要不你把他毒死，我们两个私奔吧。我下药，你端碗，我按他凶，你往里灌。你放心，师兄这个人不仅有颜还有钱，你改嫁给我，妥妥的。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我师兄了。韩潇，无妨。不过口说无凭，你说你是我师兄，总要有件信物吧？小师妹，你想要看信物，直说就是了，怎么能暗中下毒呢？你就不怕把师兄我给毒死了？还好师兄我有内力，医术高，不然你就要失去我这个英俊潇洒、有钱有颜的师兄了。没毒死，看来你这个师兄应该是真的。不过我还是要看信物。信物没有，信件倒是有一封，你看看吧。师公啊，你可真的是我好师公啊！怎么样，
小师妹，考虑好了吗？你改嫁给我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哦，对了，还有八宝和周周，那两个小家伙太可爱了，我想把他们两个当亲生的孩子对待。你要是不放心，我改随他们的姓。师兄，别闹。师兄是认真的，你要是还有后顾之忧，我立刻给你未来的公公写信，不仅我改，他也得改，让他开祠堂改族谱，从此以后我们蓝家就姓楚了。你想得美！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你以为我愿意姓楚吗？那可真是委屈你了。好了，别吵了，先把正事办了。师兄，师公现在人在何处？这我就不知道了。之前师公收了我父亲为徒，却嫌弃我父亲只会挣银两，一身的铜锈味，单方面把我父亲逐出了师门了。多亏了小师妹，不然师公恐怕还不会想起来理我呢。云岚，这个兰若当真是你师兄吗？我这个师兄当然是真的了，云岚早就认下我了。啊？有吗？小师妹不用不好意思，之前我们两个不是暗中打过招呼了吗？有吗？你忘了，我给你送了紫色的牡丹呢。这我倒是记得，不过这跟打招呼有什么关联啊？之后我们初次在宫门外，我不是还穿了一身和那个牡丹一样颜色的衣服吗？我送给你的牡丹可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小师妹必定是识货的，拿在手中日日赏玩。而我穿和牡丹一样颜色的衣服，寓意着我这个师兄早就是小师妹的掌中宝了。小师妹，在宫门口前你还看着我笑呢，那牡丹呢？如今是不是还被养着？实在不好意思，前2天不小心被我踩坏，如今应该是入土为安了。无妨，我再给小师妹送就是了。小师妹，我可以为你建造一座牡丹园，到时候……好了好了，说好的先办正事呢。小师妹，经过这段时间的查探，我总结了一份名单。你瞧瞧这名单上面记录的人，都是看你不顺眼，想要跟你作对的人，大部分都是和药材有关的商人。我不光摸清了他们的家底，还知晓了他们所掌握的药材商路。你一声令下，那这些人明天一早就会出现在上京街头讨饭了。云岚，不用理他，那些人我已经全部的扣押住了。蓝眼，你……我怎么了？没想到吧？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搜罗起来，为的就是方便我小师妹一网打尽。每天和你们演戏，看着你们出钱出力，透露了所有的底牌，还洋洋得意，我忍笑也是忍得很辛苦的。就你们这些小喽啰，是怎么好意思跟我小师妹作对的？我师妹分明给你们留了一丝活路了，你们不仅不知感恩，反而要联合起来对付她，实在是狼心狗肺。我当然要先把你们搞死了。云岚，究竟是怎么回事？师公之前受我所托，联系人手，帮我监督着向越奴售卖药材之事。为了和无尘大师较劲儿，暗中联系了以前收的徒弟，兰家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兰若就是我师公徒弟之子，也就是我的师兄。真是没想到，医生和兰家竟是有着师徒之情。草民兰若见过皇上，想来旁边这位就是德贵妃了，难怪我方才瞧这二位气度非凡呢。你既是云岚的师兄，自然也就是朕的晚辈，不必这般多礼。多谢皇上。师公在联系师叔们的时候，发现了这些药材商人们的异动，为了防止这群人给我捣乱，便让我师兄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想着将他们一网打尽。所以说，这济世堂是故意开办的。是，一来是为了从这些人的身上榨银两，二来也是为了和无极堂做个对比。没有济世堂的衬托，众人怎么会知道无极堂有多好呢？包括后面的这一场比试，也是为了让小师妹名扬天下的。皇上有所不知，这些商贾打的主意十分恶毒，他们一边赔钱低价出售药材，污蔑抹黑无极堂，为了这一场医术比试费尽了心机，连吴春来都给请出来了。知道此人性情刚正，便在暗中给他捏造了很多的证据，说小师妹欺压太医，抢夺功劳，还在各处搜罗了患怪病的病人，为的就是想尽办法让小师妹输掉比试。朕看到了。还有一些事是皇上没有看到的，这些商人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他们早就在暗中商议，妄图彻底取代无极堂。一旦他们的主意达成，济世堂就可以铺满天下。到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垄断药材商路，还掌控着天下的医馆以及众多医者的命运。现在亏损的那些银钱，将来都可以1000倍100倍的赚回来。还有一点，他们暗中联系了越奴那边的人。这些人的心是真黑呀。小师妹，我们蓝家跟这些黑心的商人可不同，尤其是我这个铁定的蓝家未来的家主，主打的就是一个单纯、好骗、恋爱脑。玉兰，你看看韩笑，英俊专一，武功高。蓝公子，那些心怀叵测的商贾已经被扣押，
这边还需要公子帮忙录个口供。另外，若公子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也请一并交给本官。证据倒是还真有一些，等会儿我让人。一想到这些人意图谋害韩王妃，本官就觉得怒火中烧啊！别等会儿了，公子立刻随本官去审一下那些商贾。您请。我的手帕！月亮哥哥，周周可以抓住的。哎，小主子，手帕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飘过来的，不干净的。哎呀，还是风筝好玩，可以飞到天上。一只护卫好生大胆，竟然敢毁了本郡主的风筝，该当何罪？韩王殿下，见到多年未见的表妹，你是不是该上前好好打个招呼？云兰，你吃醋了？哼，我吃什么醋？你就是吃醋了。喂，你这护卫好生没有礼貌，没听到本郡主在问你话吗？毁坏了小姐的手绢，是属下的错，愿意照价赔偿。哼，说的倒是轻巧。一匹丝绸不值什么钱，可那手绢是我最心爱的，那就是无价之宝，你赔得起吗？喂，看你衣着不凡，仪表堂堂的，可是这群护卫的主子，你的护卫犯了错，你是不是应该管一管？不是。什么不是？你问我是不是这帮护卫的主子，我回答你了，不是。你唬我呢？你不是这群护卫的主子，那谁是？主子，刚才是属下的错，毁坏了这位小姐的手绢，还要劳烦主子为属下出面，商定一下如何赔偿。夫人，赶紧的把事情解决了，我们还要去坐船呢，孩子们都快等不及了。想来这位便是西凉的纳兰郡主了吧？不错，我便是西凉的郡主纳兰武。你们是何人？怎么养出如此不知规矩的护卫？你应该称呼我一声表嫂。放肆！什么人都胆敢当我的嫂子吗？你可知我的表哥是谁？那可是大周朝的韩王殿下。我表哥不仅领兵如神，还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的爱戴。我虽不知你是何等身份，只是提醒你一句，可不要随便乱攀关系，给自己招来祸患可就不好了。那就请领兵如神，爱民如子，还深受百姓爱戴的韩王殿下，跟你的表妹好好解释一番吧。纳兰武，你真的是表哥吗？我刚刚实在是太失礼了，竟然没有一下认出表哥，还请表哥勿怪。来人，把纳兰武带回去，交给西凉王和西凉王妃看管着。另外派遣个嬷嬷过去，教导他大周朝的礼仪。表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你的表妹啊，为何你要让嬷嬷教导我大周朝的礼仪？你是在嫌弃我不守规矩吗？带走。王爷，王妃吩咐了，说有表妹的人不能上船。今天是皇贵妃大喜的日子，我这个做兄长的应该敬妹妹一杯才是啊。西凉王远道而来，恭贺本宫进位之喜，此番心意，本宫领会了。事前总听父王说，姑姑是整个西凉的明珠，还说我与姑姑在眉眼之间有几分相似。姑姑仔细瞧瞧，如今的武儿可有资格从姑姑的手中接过西凉明珠这个称号？本宫怎么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西凉明珠的称号？皇上听说过吗？西凉明珠，明珠一般比不得皇贵妃的明月之子。前些时日南海来进献的那一批男珠呢？皇上您忘了，小郡主前些日子颇为喜欢穿珠子的，您让人打了孔，给小郡主练手去了。昨日奴才看见小郡主和小郡王在御花园里面打弹珠，用的约摸着就是男珠。那就给八宝和周周拿去玩吧，也并非什么稀罕物件。多年不见，你倒是长大了。既然喜欢西凉明珠这个称号，本宫正式赐封给你就是了。以后你就叫明珠郡主吧。姑姑，我刚刚只是开玩笑，哪里敢跟姑姑抢称号？谢恩吧。姑姑赐给了我明珠的封号，单单是行礼，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激动之情。只是身为晚辈，我所有的东西捧着放到姑姑面前，肯定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只能倾尽本领给姑姑献上一支舞，一来表达心中感激，二来向姑姑送上祝福，还请姑姑应允。云兰，你之前便说对西凉的风俗颇为好奇，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瞧一瞧。西凉的女子个个能歌善舞，想来这位明珠郡主也是不差的，待会儿可要好好的欣赏欣赏。是，儿媳沾了母妃的光，今日有眼福了。哎，对了，怎么一直没见八宝和周周啊？两位小主子说要为皇贵妃准备礼物，皇上命人照顾着，主子不用太过担忧。什么味道，竟香得如此奇异？确实是很香啊，
好像是从明珠郡主的身上飘出来的。这舞跳的倒是不错啊。皇上，西凉大祭司刚刚口吐鲜血，这会儿一直想着求见皇上。西凉大祭司，既然是想要见朕，那么就把人带上来吧。凤女将，万事吉，龙凤和，事永昌。皇上，世间的凤女降临了。凤女？不知道你口中这凤女说的是谁啊？见过凤女殿下。我吗？没错，之前老朽便卜测到有凤女降临，只可惜那股气息若隐若现。如今闻到那股异香，终于确定郡主便是凤女。大祭司之前倒是提过凤女这件事，没想到今日竟然卜算到了。只是小女不过是郡主之身，虽然和韩王殿下算是表妹，可也当不得凤女二字吧？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差错？命格乃是天定，不论出身不看身份，郡主的确是身携凤命。若驾驭真龙，必定龙凤祥和，自成祥瑞之兆。今日乃是皇贵妃晋封大喜，没想到我儿竟也沾了您的光，知晓了自己竟然是凤凰命格，这也可谓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了。既是喜事，总是不嫌多的，我便斗胆向皇贵妃提议，不如就让我儿嫁给韩王，再添一件喜事。不知道皇贵妃意下如何？大祭司，帮着我看看，我有没有凤凰命啊？你这……大祭司刚才不是说明珠郡主身负异香，有凤凰命吗？我觉得我现在也挺香气飘飘的，你看我像不像是有那凤凰命的？明珠郡主的香气是身体自带的，生下来身上就带香味儿，那不是作假就是中毒啊！哎，大祭司活了这么多年，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明白了。明珠郡主真的一生下来就身带异香，那是否可以让下官诊脉瞧瞧啊？有病早治，早治早安心啊！放肆！你个太医，怎么敢如此与主子说话？在下乃是太医院的太医，官职为正五品。如果下官没看错的话，西凉王乃是正一品的异姓王。虽说这品阶比下官要高，可实质上也是皇上手底的臣子，也就是下官的同僚，大家伙都是一样的，为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怎么还牵扯到了主子不主子呢？西凉王和西凉王妃总不会有这不臣之心吧？你可不能血口喷人！我没有，你别乱说啊！我这不是顺着您的话往下说呢吗？实在是下官才疏学浅，不大明白王妃口中那个主子到底怎么来的，朕也想知道。皇上，从西凉到上京一路车马劳顿，王妃颇为精神疲倦，昨天夜里还身体不适，一时迷糊说错了话，还请皇上受罪。臣等自然是皇上的臣子，忠心耿耿，绝无二意。皇上，都是五儿不好，还请不要责怪父王和母亲，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我本也以为和西凉王是一家人，只是没想到本宫把你们当亲人，你们却时时刻刻的想算计本宫。皇贵妃误会了，我们哪敢算计啊？哼，是吗？刚刚大嫂说让纳兰武嫁给韩萧，本宫怎么不知道西凉什么时候改了风俗？男子有正妻的情况下，还能再娶他人？臣妇一时失言。希望大嫂是一时失言。本宫只有韩萧这一个儿子，韩萧也早已经向本宫表明了心迹，此生只会迎娶云兰一人。之前皇上也已经答应，从此往后不会去管韩萧的后院。正好借着今日这个机会，文武百官都在场，也一并做个见证。不错，能够迎娶慕云兰，实乃是我人生的幸事。我楚韩萧万分珍重这缘分，绝不会再娶他人。臣等恭祝韩王、韩王妃白头偕老，子孙满堂。云兰，你是怎么了？太医，赶紧过来帮韩王妃瞧瞧。啊，母妃，儿媳没事儿，就是被这味道熏得有点头疼。还不赶紧把殿内的味道往外驱一驱？想要攀附荣华富贵，大可直接说就是了，偏偏弄出什么身带异香，这多熏人呢！是啊，明珠郡主也一并出去吧。您不是天生就自带香气吗？别熏坏了韩王妃啊！韩王妃大可不必这般善妒，我也只是提议让我儿入韩王府，事情还没定下呢，你不用费尽心思提前针对他。西凉王妃说这话，我们可就不爱听了。你女儿身上的味道熏不熏人，长了鼻子的都能闻得到。韩王妃被熏得受不了了，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吗？没错，还有什么叫提前针对啊？
韩王妃心思纯善，宽容大度，那可是备受皇上称赞的。别说韩王妃只是被味道熏得受不了，哪怕她真的针对了明珠郡主，也必定是明珠郡主做了什么让人难以容忍的事啊。我们大周朝有句话说得好，多反思自己，少苛责旁人。不知道西凉王妃和明珠郡主听不听得懂呢？这意思就是有事多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别张口就胡乱的攀咬他人。韩王妃多无辜啊！你们的态度未免也太过偏袒了。我的女儿可是天生凤命。前朝还在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祭司天天宣扬着皇族乃是神子，最后被砍头的时候还是碗大那么一个疤。什么天生奉命不奉命的，即便这世间真有凤凰，那也应该是做了那么多善事的韩王妃，而不是随便冒出个身上带香味的。刚刚于太医可是证明了的，那香味不过是香粉调和，一瓶药粉下去，别说是人了，随便跳出来一只猫猫狗狗的都能香气扑鼻了。梁竟然还有大祭司，我还以为这类人早就被杀得断根了呢。真是难得呀，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个活的。不知道大祭司能不能算算你自己，我这一拳下去，你到底会不会死啊？这都什么年头了，竟还有人相信这些玄学。小郡主慢点跑。哎呀，走开！你们不要跟着周周，周周真的要生气了。啊，黄爷爷，你最厉害了，你快点下令让他们走开，不要跟着周周。有时候吧，这玄学也不能完全不信吧。没错，身带异香都能被说成是身负凤命，那招降小郡主能得百兽扶手，命可得有多贵重啊！有道理，我们得理智的相信玄学呀。之前皇贵妃前往广度寺祈福，引来仙鹤，献上祥瑞。如今皇贵妃晋封之喜，有百兽前来恭贺，又是大大的吉祥啊！礼部尚书说的有理，应该命令宫中画师将这祥瑞一幕绘成画册，长久的保存才是啊。这个提议极好啊！周周不怕，这些蝴蝶和鸟兽是喜欢你的。周周以前不是很喜欢抓蝴蝶吗？周周以前喜欢是因为不知道蝴蝶是毛毛虫变的呀，现在知道了，这都是一群大虫子，太吓小孩了。周周说的是，皇爷立刻让人把这些蝴蝶都赶走了。老大大，快进来！宝宝和周周准备的礼物，祖母极为喜欢。娘亲，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娘亲没事儿，喝点水就好了。云兰，这宴会也进行的差不多了，你若是不舒服，就先回去歇着。母妃放心吧，我没事的。上，这宴会进行的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就……皇上，不好了，慈安宫着火了！立刻派人去救火。皇帝是在找哀家吗？太后，你疯了！看着往日的仇敌，如今一步步的走向皇后之位，哀家怎么能不疯呢？太后，你对我不满，就什么事都冲着我来，不要牵连到无辜之人。无辜，哀家会落到今日的境地，和那个废物楚景远脱不了干系。废太子的人都已经死了，你和他之间再有什么恩怨，也不应该牵连无辜之人。无辜之人，这个小贱人肚子里怀着的可是楚景远的孩子，是个孽种。常言道，父债子偿。楚景远既然已经死了，哀家要再报仇的话，找他的子嗣有什么错吗？太后，你现在把人放了，就还有这活命的机会。你若是不放人，可就别怪朕不顾念最后的情分了。顾念最后的情分。哀家是你的嫡母，你却以为国祈福的名义把哀家囚禁在慈安宫，这就是你所谓的顾念情分？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放肆，竟敢对皇上不敬！哀家是太后，是先帝的正妻，是皇帝的嫡母，母亲训斥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是皇帝百般不孝，囚禁嫡母，罔顾孝道，应该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皇帝的真面目，知道他是何等不孝不悌的奸贼。看来太后是打定主意要和朕撕破脸了。是又如何？那就要看看太后有没有命活着离开这慈安宫。傅明雅的肚子里怀着的
是楚景远最后的血脉。你那么疼爱那个儿子，他人都已经死了，你不帮他保全这个孩子？太后自己都说完了，真那么疼爱楚景远，可他最后还是死了。那么你觉得朕会为了一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对你百般忍耐？你果然是个冷血无情的怪物！现在马上准备马车，立刻送哀家出宫，哀家就放过傅明雅。可如果你不这样做，哀家就立刻杀了他。明宫坚守准备，傅明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任何一方有事，立刻将逆贼射杀。果真不愧是皇帝呀，足够冷血无情。好，今天有皇室的血脉为哀家殉葬，哀家也算是值了。就带着傅明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死。做得不错。好，王妃，你抱着2个孩子太辛苦了，交给奴婢吧。好臭！他是刺客，抓住他！把人找出来！韩萧，穷寇莫追。刚才逃走的那人应该就是傅炎。我与父皇都已经派遣了人手，紧盯着慈安宫，除太后之外，并未发现其余人。没想到他当真的藏在这里，还闹出了如此大事端。他故意这样，就是为了搅乱大周朝。皇上，贼人已经尽数伏诛，奴才等人立刻灭火。有贼人刺杀太后，导致了太后薨逝，朕心甚哀，必定穷尽大周朝之力，追查刺客，将刺客以及其幕后主使碎尸万段。另外，这火就不用灭了，把这个奸妇拖到池塘那边，过下水，帮他醒醒神。是。皇帝，你敢？朕看这个奸妇还没完全的醒神，再把她扔下去洗一洗。哀家是太后。太后被贼人刺杀，已经是葬身在火海之中。你不过是一个勾连刺客、私通奸细的奸妇。回禀皇上，慈安宫内部查出了火油的痕迹，因此才在短时间内烧起了大火。另外，并未发现逃走的刺客，却在角落靠墙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条地道，地道已从内部塌陷，完全封死。难怪找了那么久都没找着那个傅炎，原来他竟藏身在了皇宫秘密的地道里，而这个地道入口竟然在慈安宫。火油应该是由兵部的兵器司掌控，立刻派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去查，一定要找到其源头。是。皇帝，你想知道吗？你会老实交代？为什么不交代？你问问你的皇贵妃呀。这件事情和皇贵妃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没关系？运送火油入京交到哀家手上的，就是他的兄长和嫂嫂呀。你胡说！他们2个纵然要为自己图谋，可也不至于犯下这杀头的大罪。你不信？好好问问，不就知道了？当年你害死了我儿子，如今你想当皇后，你的儿子想当未来的皇帝，哀家不许！皇上，有关于火油的事情，可要让人去把西凉王叫过来问询呢？皇上，您该怎么查就怎么查。若是臣妾的兄长真的犯了糊涂，勾结了奸细，不用皇上动手，臣妾会亲自出手处置他们。儿臣愿意亲自调查此事，必定是把其查得水落石出。查什么查？不过是区区奸妇的攀咬之词，也只当这般大动干戈。你说什么？你说出来这些，无非是想着挑拨朕对皇贵妃以及老三这一家的信任。朕既然清楚你的目的，为什么还要上当呢？火油的确是西凉王带入境的，你一查就清楚。是又如何？东西不分好坏，关键是人怎么去使用。是你利用这火油点燃了慈安宫，给百越奸细制造机会，事实万分的清晰明了。朕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至于其他人，朕想要罚谁，还非要确定真相。皇帝，你和先帝可真是天差地别呀！先帝是先帝，朕是朕，自然不同。先帝这晚年胡乱猜疑，导致了皇子的争斗越发惨烈。可朕不是先帝，已经经历了一遍那样的残酷的时光，就绝不会重蹈覆辙。朕相信韩萧和云岚，更相信皇贵妃。你信他们，信外族之人？皇帝，你会有报应的，你一定会有报应的。朕现在记性不好，记不清什么时候给你脸，让你一个贱妇也敢用这样的语气与朕说话。
把这个奸妇拖下去，直接杖毙。皇上，直接杖毙是不是太过残忍了一些？要不然还是赐白绫吧。是啊，赐白绫也好，赐毒酒也罢，总好过杖毙啊。宫里的刑罚，皇上也是知道的，一棍子一棍子打下去，生生把骨头都给打断了，着实是有些残忍。尔等不用再说了，没有把这个奸妇凌迟处死，已经是朕格外的开恩了。父皇，今天本是母妃晋封皇贵妃的大喜之日，却硬生生的被眼前这人给搅和了。仅仅是杖毙，是不是太过便宜他了？那云岚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儿媳平日里除了研究一下医术和毒术之外，对酷刑也是有些了解的。剥皮、腰斩、车裂、锯五刑、凌迟、易手、烹煮、宫刑、月刑、插针、活埋、镇毒、棍刑、锯割、断椎、灌铅、弹琵琶、抽肠。父皇比较倾向于看什么样的刑法？这弹琵琶是什么刑法？听着倒是颇为雅致。这个刑罚说起来颇为简单，只需要把人吊起来，然后掀起上衣，用尖刀沿着肋骨来回的弹拨。据说越是皮肉鲜嫩、养尊处优的人，用尖刀拨到骨头上的声音就越发的好听，因为和弹琵琶的手法颇为相似，故而有了这个名字。你这个贱人，也敢这样对哀家？我有什么不敢的？父皇刚刚已经传下了口谕，皇祖母被奸细所杀，而你不过是一个勾连外贼、试图作乱谋害皇上的贱妇罢了。说起来，我和你之间的旧怨不止一桩了。当初我还未出阁之际，你就暗中指使我身边的下人，散布楚含萧杀人如麻、性情冷酷的传言，暗中授意柳姨娘和穆锦柔诓骗着我与人私奔，甚至毁掉容貌。除此之外，你让穆锦柔以正妻之礼嫁入韩王府，践踏我的面子，让我们姐妹相残，之后对我百般为难，先是质疑八宝和周周的身份，而后又想办法谋害他们的性命，更是与太子等人暗中勾连，算计我们一家子人的性命。更不要说你之前对我母妃百般的为难，对韩萧诸多虐待，每一桩每一件都足以让我对你恨之入骨。我觉得弹琵琶极为合适你。哼，来人，把这个贼人带下去，用我刚刚说的刑法好好的招呼他。我要看到他肋骨上皮肉分离，注意些力道，3日之内别让他断了气。不，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太后，我是太后啊！你这个太后当的不亏心吗？真当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个同心结是怎么回事是吧？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不应该问一问傅家人吗？是谁告诉你的？傅明雅？不可能，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知道。傅明雅一个晚辈，自然不知道那些陈年旧事，可有人知道的一清二楚，不是吗？是谁告诉你的？究竟是谁告诉你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骗得了先帝，却骗不了朝朝日月、举头神明。不过想来，你也快去见先帝了，真不知道到了地下，先帝会不会扒了你的皮？先帝知道了又如何？能怪我吗？你自己贪心不足，不怪你怪谁？是先帝，是他逼着我给他生个女儿。我怀上身孕之后却多次流产，我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你怀孕流产，保不住孩子，难道不是你作孽太多的缘故？后宫之中的女人，不就是你害我，我害你，最后能不能活下去，全看自己的本事吗？哀家凭本事斗赢了那些女人，那就是他们的命，他们就得认。你真的赢了吗？若你真的是最后赢家，又怎会早年丧子？闭嘴！都怪西凉，都怪你祖父老修国公以及纳兰卿这个贱人。如果不是你们，哀家的皇儿怎么会死？他应该登上皇位，成为大周朝的君主。哀家则是应该成为尊贵的圣母皇太后，而不是像现在这般空有其名，没有实权，还要受到皇帝的百般桎梏，甚至连为自己的儿子报仇都不行。你的那个儿子难道不是死有余辜？你闭嘴！那是哀家唯一的血脉，是我最心爱的儿子。哼，
一个混淆皇室血脉的脏东西，死了又如何？你们知道了又如何？先帝可是被哀家瞒了一辈子的。你这个贱妇，你怎么敢？有什么不敢的？哀家怀上先帝的孩子，结果怀一个流产一个。可我怀上了傅里的孩子，他却安安稳稳地待在哀家的肚子里，十分乖巧，直至降生。这就是天意。哼，这不是天意，而是人为。你说什么？我说，你怀一个留一个，不是天意，而是人为。你胡说！太后的头风之症最近发作的还厉害吗？你想说什么？你的头风之症固然有中毒的因素，可也是身体太过虚寒的缘故。那股虚寒之气，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便慢慢积累到体内的。听到你说留了那么多的孩子，我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流产时服用的寒药，就是导致你身体虚寒的原因，这也就是你头风之症的根由。不可能，什么寒药？哀家从来没有乱吃过药。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骗不了人的，只是你觉得自己没吃过罢了。傅里那个人，可有往你身边派遣什么侍女、医女之类的？早些年间，太后身边的确是跟了一个医女，不过在太后产下皇子之后，便因为玩忽职守被赐死了。如此就对上了，那不是被赐死，而是被灭口了。是那贱人罪有应得，没有好好的看护我的皇儿，导致我的皇儿得了风寒，所以我才杀了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杀他？太后心里自己有数。自从你生下了那个孩子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过身孕吧？想来也是，傅里的目的达成了，自然不会再让你有先帝的孩子。你胡说，胡说！如果我是傅里，心中存有谋权篡位之心，那么前朝、后宫、民间江湖，我通通都会布置向后手。如果不是你的儿子死了，我想傅渊也不会诈死反叛到百越，对吗？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傅里一路做到丞相之位，掌控着朝堂，将自己的嫡女嫁给太子为太子妃，将庶女嫁给安王，而后捏造流言，毁了英郡王的婚事，导致他们夫妻离心。你又妄图借助婚姻影响韩萧，这是在朝堂后宫之中的布置。而那个傅渊，则诈死远遁百越，利用感情捆绑了百越的长公主，控制着她为自己所用，借机占领百越的城池，手握百越的兵权，还利用盐商大笔敛财，甚至暗中谋害了我二舅舅，导致大周朝武将青黄不接。包括你今天帮助的那个傅炎，你真的以为他所作所为都是帮你报仇？不过都是想要制造混乱，给父皇添麻烦罢了。不可能！傅里该不会告诉你，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情难自禁跟你生孩子的吧？他就是喜欢哀家。哼，喜欢你一个嫁过人、流过产、心思恶毒的女人，是外面那些年纪小、青春貌美的小姑娘不够吸引人。更何况，他若真的喜欢你，又怎么会对百越的长公主赫连熙痴心一片？他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你真是蠢得无药可救。他接近你，为的就是要混淆皇室血脉。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还活着，他会不遗余力推动着他坐上皇位。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你的儿子坐上皇位之日，就是你和他的死期。傅里会立刻杀了你们，而后谋权篡位，成就他的帝王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刚才说的那些究竟是不是事实，你心中应该早有猜测，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不过你承不承认都不要紧了，你的儿子死了，你也要死了。至于傅渊，百越的那位长公主倒是一心想着将他带回去。父皇，这件事情牵扯太过重大，究竟如何处置，还得您来拿主意。你刚才说那些酷刑，朕听着都极为有趣，朕会让人一一在这个贱妇的身上用上一遍，然后再把她挫骨扬灰。父皇，赫连熙和傅渊逃脱，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返回百越，儿臣请旨立刻前往边境，对二人进行截杀。一旦他们俩返回百越，必定是百越对我们大周朝大举用兵之时，儿臣要赶往边境，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汉王殿下，不可！百越与大周早晚会有一战，要战便战，我大周朝的将领有何惧啊？只是汉王殿下身份贵重，理应坐镇于后方，老臣愿意请战，亲自前往边境，率兵出击百越。修国公说的是，
韩王殿下绝不可亲身上战场。臣等身为武将，甘愿为大周朝肝脑涂地，请皇上允许臣等前往边境。韩萧，你不必说，战场太过凶险，即便是朕想让你去，云岚也必不会答应。父皇，其实韩萧若是想上战场的话，儿媳还是支持的，并且想跟他一起去。不可，不可！韩王妃，您这个时候情况特殊，别说是上边境了，路走多了都有危险。是啊，女子在这个时候总是要格外注意的。别说战场凶险了，就是那凛冽的风沙也足够伤人的了。对，没错。韩王妃现在不仅要为自己考虑，还要为皇室的血脉考虑啊。云岚，你难道说你？是，儿媳的确是怀上了身孕，不过这才刚刚1个月，都不显怀，也不影响行动之类的。到战场上去还是一点眼色都没有，傻愣着干什么呢？还不赶紧给韩王妃搬上凳子来，铺上个软垫，等等，铺2个靠2个，那样才软和。混小子，你发什么愣呢？还不赶紧扶着你王妃坐下？云岚，你真的？我们又有宝宝了。这软垫行吗？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可以，很软和了。恭喜三哥！同喜！三哥，你这个同喜说的极好，三嫂怀上了儿子，为我们楚家添丁进口，的确是一件大喜事。怎么了？呸！我蠢言蠢语，大风吹去。老五，朕平时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不会说话？什么叫怀上儿子？那是怀上女儿，你三嫂肚子里的一定是朕的小孙女。皇上说的是，平王殿下说话也太埋汰人了。韩王妃命格贵重，此胎绝对是小郡主。没错，老臣在宴会上特意观察过韩王妃的饮食，韩王妃吃了好几口带着辣味的东西，这酸儿辣女说的一定没错。等等，在宴会上观察我家王妃吃东西，也就是说宴会开始之前，你们就已经知道我家王妃怀上了身孕，所以你们都知道，唯独我不知道。老三没说错，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啊？为什么没人来告诉朕？父皇，儿媳怀上身孕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现在还是讨论一下百越那边的问题吧。百越就在那儿，想打跑不了，这没什么紧要的，关键是朕的小孙女。也许是孙子。玉兰啊，可不能够这么想，你是老楚家的功臣，承载着朕多年的期盼，你要相信自己肯定的可以生闺女。你如果说肚子里的是儿子，朕的乖乖孙女听完之后该吃醋了。那个韩王殿下，实在是不怪老臣呐，老臣只告诉了工部侍郎，还叮嘱了他不要往外传的。我知道张院正说了不能乱传，所以我也就告诉了工部尚书和大理寺郎中，微臣也仔细叮嘱过他们，不让他们乱说的。我家王妃怀上了身孕，是件极大的喜事，各位大人，朕每人奉上1个月俸禄当贺礼吧。应该的。你也不必待在太医院了，带上6个医术最为精湛的，直接住韩王府去。父皇不用这么麻烦的，儿媳自己就懂医术。那不行，朕可是听说过医者不能自医，即便你懂医术，给自己诊脉也总是不那么方便的。父皇，王府之中还有屈太医呢，张院正等人还是留在宫里照顾父皇和母妃吧，不然儿媳和韩萧也放心不下呀。要不这样，八宝和周周经常在宫里，你跟韩萧啊也别在韩王府住着，直接住到东宫去，这样就近照顾，就不用太医们来回的跑了啊。韩萧，你不是想往边境去吗？你刚才怀上了身孕，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身边照顾。可是我想去。韩王妃，您刚刚说错了吧？百越的长公主连同着富家害我性命，想要扒了我的皮做美人扇，还想用八宝和周周的血永葆青春，这等算计性命的仇怨已经和血海深仇无异了。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报，他竟然逃走了，这我怎么能放过他呀？乖女儿，你放心，这个仇爹爹来帮你报，我立马杀到边境去，保证让那百越的长公主死无葬身之地。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傅言，他就像是隐藏在暗处的索命恶鬼，手段诡谲，防不胜防，也就只有我可以不受其身上毒物的危害，保证把他揪出来。这女子有孕，脾气性格也会发生变化。是啊，不仅仅是脾气性格，有时候这饮食习惯、行为方式之上都可能会有变化。云兰啊，这件事情牵扯到两国，应该是慎重对待。儿媳之前就很慎重，所以才一直留着那个贺连熙的命，让他有命逃走，是我不好。早知如此，儿媳当初就应该直接把他给砍了。你这么想可就不对了啊！父皇，这件事是儿臣不用争，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云兰想错了，怎么能够是他不好？分明是朕不好，朕布置的有疏漏，让贺连熙逃走都是朕的错。云兰啊，
你千万别多想，你就顺着自己的心意来，怎么高兴怎么做，这样才可以让朕的乖乖孙女开心的长大。那个父皇，哎，云兰想说什么，父皇听着呢。儿媳想去战场。乖，咱们不想，咱换一个。要不朕现在退位，让楚含萧登基当皇帝，给你一个皇后当的。哎，怎么样，你学着？可是儿媳在京城之中待够了，想要到外面去看看。之前含萧就答应过我，要带我去越奴的边境看雪，去百越的土地上过冬。可现在一个承诺都没兑现，儿媳想想就觉得心里难受。这个嘛，云兰啊，边境打仗可是会死人的，多吓人呢。儿媳学习医术，见过的死人也不少，有什么好怕的？边境的条件也艰苦。含萧说百越那边不错，直接打下来，儿媳住到百越去，条件就不艰苦了。楚含萧，云兰，要不咱们再想想。你要言而无信，食言而肥，出尔反尔，信口开河。怎么会？答应过你的事情，我必然做到。那正好，你来做主帅，领兵征战，我来帮你做后勤，保证粮草、药材、辎重供应。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件事情，太医，韩王妃的身体很是健康，可也因此怀上身孕之后，对孩子的反应极为敏感，因此万万不能情绪波动太过强烈，以免影响了胎气稳固。韩王殿下，这段时间一定要照顾好韩王妃的情绪，不可违逆她的心意啊。云兰，你身体不适，朕先让人送你到瑶华宫那边去歇着，朕和官员们商议一下这边境的事情，你看如何？好，那儿媳就先告退了。父皇和含萧好好商量商量，应该派遣多少兵将到百越。快准备教撵，抬的时候仔细些，走路要平稳，千万别颠簸到了韩王妃。你这个逆子！父皇，您快帮着儿臣想想办法呀！还能有什么办法呀？云兰怀上了身孕，肯定的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情。百越的仇必须要报，报了仇才可以使云兰心情舒畅。修国公、魏远将军、镇边将军联合着兵部，调集人马，准备和百越开战。是，你好好的陪着云兰，告诉她粮草不足，银两不足。反正朕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是要打消云兰前往边境的想法。还有，务必是要保证这心情，不能够影响朕的乖孙女。是，儿臣记住了。这盒子到底是谁放在那儿的？查出来！本宫要将这心黑透了的人碎尸万段。云兰，发生了何事？身体哪里不舒服？真是……我要去边境。云兰，这盒子是谁送来的？周周带着郝大胆在瑶华宫门口的空地上玩，郝大胆嗅到了异常，趴在那里刨土，便刨出了这个盒子。好在一旁的宫女反应机敏，察觉到不对，生怕盒子里藏有什么危险，便送到了本宫的面前。恰好云兰也在，打开之后就瞧见了。云兰，这一些断指，莫非你认识？是我二哥的食指。云兰，会不会是你看错了？我还小的时候，有一阵子格外喜欢雕花的簪子，二哥为了哄我开心，便用刻刀自己偷偷的做，结果一不小心削掉了左手食指的指尖部分，都能瞧见骨头了。哪怕有大夫用了药，也持续了半个月才好。之后他的食指便稍微短了那么一点儿，我绝对不会记错。云兰，我派人立刻前去打探穆大哥和穆二哥的状况。不用，傅炎最为憎恨的人恐怕就是我们了，这是他专程给我留下的挑衅，为的就是让我前去边境，所以你才要更加的沉着冷静，千万不要上当才行。不，母妃，傅炎此人一日不死，就别想得到真正的安宁。这个挑衅我接下了。云兰，母妃担忧你。母妃，我知道您为我担忧，但是一定要去吗？是，请母妃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绝对不会身处险境的。好，既然你打定了主意要去，母妃就不拦着你了。不过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若是伤了自己，才是让那个傅炎真正的得意。我知道，多谢母妃。谢什么？若不是韩萧这个混小子，你现在哪里用得着这般为难？是，都是儿臣不好。说什么胡话呢？我立刻让人去做准备。父皇那边会同意吗？父皇不是已经被你重金收买了吗？刚才还闹着要御驾亲征，结果我没同意，官员们也是一个劲儿反对。父皇不愿妥协，便决定容后再议。现在不用纠结了，大家一块去吧。御驾亲征？你实在是低估了你送上那些个东西的威力。那上京这边很多个东西都需要准备，怎么着也得耗费好几天。这几日我会把这一切都处理妥当，另外还有这4弟和5弟帮忙盯着，加上官员们的协助，帮着处理一段时间的朝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家闺女有点傻乎乎的。哪里就傻乎乎的了？咱们的闺女最是玉雪可爱。抛开外表看本质呢？抛开外，抛不开啊。周周必定是随你。闺女随爹爹，那不是正好吗？你傻没关系啊，可我闺女傻，以后怎么办呀？周周可是女孩子，女孩子娇憨些怎么了？是父皇的权势不够大，还是本王提不动刀啊？亦或者八宝不会撒药？周周负责每日开心，我们来负责斤斤计较。谁若是敢欺负咱们闺女，保管是让她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月份尚浅，也不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若再是一个女孩子，云兰，这是在发愁什么呢？若再是个女孩子，那不就是天大的喜事吗？云兰啊，什么事情都不用多想，咱们老楚家家底丰厚，让你的孩子们安稳富贵一生，绝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黄爷爷快瞧，周周养的刺刺大王！刺刺大王在哪里啊？黄爷爷这年纪大了，眼睛有点花，怎么没瞧见呢？黄爷爷你仔细看，就在周周的手指头上啊。父皇，你看周周食指的指甲盖边缘翘起来的那一层倒刺儿，那就是他养的刺刺大王。刺刺大王，世上最强，大王出征，谁敢征伐？周周可真是厉害，竟然养了一个刺刺大王。黄爷爷带着你啊，到前面去骑马，咱们好好的威风威风。好，成！黄爷爷带着妹妹去吧，八宝在这里陪着娘亲。好，你若也想玩，就让你爹爹派人送过来。黄爷爷左手抱着周周，右手抱着八宝，一边一个，完全抱得动。好，八宝记下了。八宝这是怎么了？不去跟着你黄爷爷一起玩吗？妹妹还小，哄着她一个人玩还行，再加上黄爷爷的话，还是算了吧。那确实，八宝赶紧歇一歇吧。娘亲，八宝也可以养个小刺玩吗？可以。妹妹养了一个，八宝可以养10个吗？可以是可以，只要你不怕指甲盖疼。八宝还有脚指甲，那更有点困难了。你要躺在地上，抬脚去用刺刺去扎人吗？娘亲，周周的宠物没有了，刺刺大王他死的好惨啊！周周不哭，咱们再养一个。很难养的，周周好不容易才养起来的呢。周周的刺刺大王。云兰，哇，这是什么？刺刺大王的太奶。刺刺太奶真的好厉害，它身上有好多刺。是啊，要不然怎么能当太奶呢？主子，墨家2位公子在半个月前的冲突之中重伤昏迷，至今未醒。不过有军医照顾，生命无忧。2人是被一名女子所救。百越逃出来的灾民还是医女？是。王妃让带过去的药送到了吗？回禀主子，已经全部送到了，而且有属下亲自盯着，给2位公子喂下去了。好，云兰，你怎么看？我相信这世上有巧合，也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好的。可防人之心不可无，把人盯紧了，好好查一查，总归是有好处的。密切关注那名医女，盯紧了她这一举一动。是。皇上，韩王殿下带人彻底击溃了百越大军，俘虏了百越近2万人。百越皇帝带着残部逃离，不过却被韩王殿下用长箭射伤了肩膀，现在正在清理战场，统计伤亡人数呢。好，一定要仔细的照顾好我们大周的伤员，若是有将士遭遇了不幸，抚恤金给双倍。是，多谢皇上圣恩。韩王妃、韩王殿下命末将来告诉你，贺连熙被抓住了，还有一口气。我知道了，傅炎抓住了吗？目前还没有找到此人的踪迹呢。将贺连熙押到城下。是。云兰，这距离你定下的10日之期还有半个时辰，要不要父皇帮你先布置一下？布置？是啊，这杀人也得有仪式感吧。你想想，10天前你给贺连熙送了封信，说是要今日取其性命，现在他人被俘虏了，一被带过来就发现你在万人的簇拥之下身着华服走出来。你今天这一身衣服不够霸气，都怪陈叔皇，应该提前给你制作一套太子妃的正式宫服，头面首饰也应该打造整套。朕之前看过一套顶8尾的凤冠，戴上之后肯定是霸气侧漏。哎，都怪朕，竟是没有提前的想到。父皇哪里用得着这样的阵仗？怎么用不着？那贺连熙之前就嫉妒你的美貌，还想尽办法要取你性命。现在你得狠狠地打他脸，把他全部的在意东西都踩在脚下。更何况你的身份本就尊贵，该端的架子就得端起来。你快去让人准备起来，把朕的椅子搬过来，要上面雕着龙那把，
待会儿云兰呢去见那个贺连熙，就派人抬了放他身后，让他坐着。是。等等，让底下侍女们也准备起来。不对，不用侍女，用朕带来的御前护卫，吩咐他们一个一个都精神些，一定是要营造出来杀气腾腾的氛围，要把朕的儿媳妇衬托得像是一个生杀予夺尽握在手的掌权者。是。云兰，要不然朕穿上龙袍站你旁边吧，到时候咱把他给吓死啊！父皇，不用摆什么阵仗，所有人也都知道，自然有您为儿媳撑腰。一个贺连熙罢了，说是父皇上场，反倒是给他脸了，他哪里配劳烦您啊？哦，也是，那朕就不用亲自上场了，其余的都让你准备着。那贺连熙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怎么高兴怎么来。慕云兰，你很得意呀！放肆！想要杀你，不过是如头碾死一只蚂蚁，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什么礼物？你不是派遣了暗卫过来刺杀我的兄长吗？礼尚往来，我自然也要给你回礼了。你做了什么？你现在不痛吗？你给我下药了？不错，我把药放在了你派遣过来的暗卫身上，他们刺杀完成之后，肯定是要向你回话的，悄无声息的就可以把我送给你的礼物带过去。现在毒已经完全发作，它会加剧人的痛苦之感，还会让你保持理智，不被疼疯了，方便你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丝的痛楚。你应该庆幸，你是第一个让我主动用这样手段的人。我们本来计划的天衣无缝，都怪你，都是你这个贱人，为什么哪里都有你？为什么我们百般布局，却敌不过你的万种手段？放肆！胆敢这般与韩王妃说话！慕云兰，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实话？这些事情，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你相信这世上有天意吗？天意？我才不信这些鬼东西！你不信，可世上之事，往往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如果不是傅渊突然回归，百越横插一脚，此时的越奴和大周恐怕已经打起来了。我的2位兄长本是在越奴的边境，如果那里起了战事，他们便不会前来泗水城。如果傅渊在内心蛰伏一段时间，境况就会大有不同。如果我的2位兄长不在这里，就无法利用我给他们的药去击杀虫王，蛊虫围城就会让泗水城一片生灵涂炭。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占领此地。哼，不用想了，你们以为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皆不知你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不可能！在你们原来的计划之中，是想把孙湘军培养的骄纵跋扈，尤其是在蛊术方面，自认无人能敌，如此就可以利用他的疏忽大意，导致整个泗水城沦陷。孙郡守不仅仅是在这里，在其他城池当中同样很有威望，他的独女却成了你们百越的帮凶。略微推动一下流言，就可以让百姓对朝廷产生信任危机。只可惜我的兄长恰好在这里，牺牲了自己，消灭了蛊虫围城的危机，让你们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你们自然心存恼怒，所以就害了我的2位兄长，一心的想要取他们性命。你不是人，你绝对不是人！你才这么年轻，你的美貌，你的医术，你不是原来那个慕云兰，你是谁？我的确不是原来的那个慕云兰，我是上天派遣下来，专门克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云兰，他这一身腥臭，别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担心这东西不会说话，气到了你，所以过来给你镇场子。有这么多人在呢，哪里还能让他气到？韩王，你可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仔细看看眼前的慕云兰，她有哪里像是普通凡人了？她肯定是蛊惑人心的妖媚，她凭什么会死心塌地的帮着你？肯定是祸国殃民，存有私心的。她会害死你，她一定会害死你的。妖媚，不错，她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修行成了妖孽。若是妖孽到了本王身边，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迷惑你的心智，让你对她言听计从，如此她就可以借助你掌控整个大周朝。云兰，之前我问过你有没有当女皇的想法，你如今改变主意了吗？你若是想当的话，正好我手里掌握那么多兵权，我们直接反，让父皇退位，你明日就登基。逆子，你这个逆子！父皇，韩萧不过是……云兰，你不必帮这个逆子说话。你瞧瞧他，
整天就想着挑拨朕和你之间的关系，朕是那等不明事理之人吗？还用得着他带着兵权谋反啊？你想当皇帝，朕直接下旨，然后呢还要多加上一道旨意，封楚含萧为皇后，然后你呢明天登基，朕后天给你举办选秀。父皇，您说什么呢？哼，朕说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你当了皇帝能够3宫6院的，云岚如果当了皇帝就不能3郡6市了？儿臣可只有云岚这一个人，云岚也说好了，只有儿臣一个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啊！以前云岚是你的王妃，那不是没得选吗？可当了皇帝就不一样了，一切都是事随时意的嘛。世上这好男儿那么多，也许云岚就想着看看呢。他不想，云岚，你不想的，对不对？哎呦，父皇在跟你开玩笑呢，你这都看不明白吗？云岚，这时辰也快到了，该送他上路了，也让这天下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位韩王妃言出必践。等等，韩王，你放过我，我有很多的金银财宝。送他上路之前，还有些东西，应该让他看看。瑞影，东西准备好了吗？是，主子，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些都是你们百越安排过来的，人死了，也该让你这个百越的长公主看一眼。哦，差点失望了，还有这一个最重要的人，应该也是你最想见的。我不看。你们这好歹是夫妻一场，等你死了，本王会命人把你们的尸体烧成灰，混合在一起埋进地下，如此你们两个就可以生生世世的纠缠在一起了。不，傅渊他就是一个欺骗感情的畜生，他有什么资格和本宫埋葬在一起？他心机用尽，欺骗感情，是个畜生。你残忍嗜杀，毫无人性，畜生不如。你们两个不正好的相配吗？不，我不要。这可由不得你。云岚，这人你希望他怎么死啊？百越的阵地上有个万人坑，是他下令专门挖的，里面的人有过半数也是他下令扔下去的。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也下去，好生的体验一番吧。我是百越的长公主，我的身份何等尊贵，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带走，按照王妃的吩咐，把他扔下去，派人好生的守着，等人彻底断了气，就把他拖上来，火化之后与傅渊合葬。傅云岚，我错了，我向你磕头认错，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人可以不相信天命，但应当敬畏因果。你往日恶事做尽，今日也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王爷爷，你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林阁老不要考试？好好好，朕立刻就跟父皇，今日的菜肴不错，您尝尝。周周啊，皇爷虽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可这考试还是要考的。为什么？到底是谁发明了考试这种东西？周周一定要。娘亲发明的呀，怎么了？娘亲发明的呀。那没事了。八宝最近这段时间学习的怎么样啊？可有信心通过所有的考试？没有问题的，娘亲放心吧。那周周呢？娘亲，如果考试不通过呢？考试不通过那就是挂科。你有哪一门没有学习好？觉得会挂哪一科呀？一定是哪一科吗？不能是每一科。你觉得呢？挂那科，要不然挂门外那科。皇上，门外是柳树那科。大乖乖，不着急，咱们可别想不开，挂哪科都行，就是不能挂门外那科。皇爷这2天呢就帮你补课，一定是保证你能通过这考试。真的吗？真的，你放心，皇爷向你保证。父皇，考试是为了检验孩子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父皇就不要插手了，更不要妄图贿赂林阁老。朕可是帝王，怎么能够贿赂林阁老呢？威逼利诱也不行。那当然不行，朕也不会那么做的。